末日降临，活着成为了最大的挑战。匮乏的物资，随处可见的丧尸，恐怖的变异兽，以及末日下的人性，都成了生存的噩梦。主角凭借着能洞悉一切的异能，一步先步步先。当他以为他的异能仅仅只是辅助异能时，却发现他的异能完全就是 bug 般的存在。当达到瑶光境后，所有人都只能随机获得能力时，他却能自选异能。于是，一代土匪诞生了。兵哥，这群家伙物资不少哎，要不要抢？陈浩双眼发光地看着前方一群天权境强者。抢什么抢？我们又不是土匪。不过，这些家伙物资确实不少，要不咱们帮他们分担一点？我看行。说好了，只是分担，可别给人家薅光了。放心，兵哥，我懂的，至少每人留桶泡面。莫是像我们这么善良的，真的找不到了。杨斌感叹道。当两人离开后，一群光着身子抱着一桶泡面的强者哭丧着脸道：“真 TM 土匪啊！”第一章赤红星辰县。2029年9月23日，星期天，新城某重点大学。刚结束一天兼职的杨斌心情愉悦地回到了学校。周末2天搬砖赚了300块，省着点1周的生活费够了。回到宿舍，便看到宿舍俩宅男正抱着手机玩游戏。杨斌，你回来了，快点上号，我被文亮坑惨了，实在带不动。看到杨斌回来，刘博像是见到救星了一样。谁带谁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战绩，1-8也好意思说带我？胡文亮无语道。还不是你害的，每次帮你抓你，自己又不上，非要补那2个兵。这兵都到塔下了，你不能等我补了再上。等你补完兵，人家都跑了，那你自己上了，还不是被人打死？杨斌摇了摇头，笑道：好了，别吵了，你俩半斤8两，谁也别怪谁了，都坑。对了，陈浩还没回来？杨斌问道。没呢，人家是去约会，说不定今晚都不回来了。胡文亮道。好吧，话说你俩就这样天天在宿舍宅着，也不知道出去找女朋友，都大3了还单着，好意思？女朋友哪有游戏好玩？有那个时间多打几把游戏不香吗？刘博道。就是，你也别说我们了，你自己还不是一样，也没见你找一个呀。胡文亮道。没钱，我兼职这点钱也就够我自己生活，多张嘴我得喝西北风了。杨斌无奈道。就你那堪比读者的颜值，泡妞哪需要花自己的钱？学校那么多富婆，你随便勾搭一个，不比你做兼职强？我牙可好，吃不来软饭。拿出手机拨打了陈浩的电话，却显示关机中。杨斌皱了皱眉头，这小子出去约会手机都不充电的。摇了摇头，杨斌也懒得管了，陪两人打了几把游戏，待他们赢了几把，便洗澡睡觉了。搬了2天的砖，不累是假的。深夜，宿舍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已经入睡。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劲爆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这宁静的夜晚。杨斌吓得连忙捂住手机，看了下来电显示，赶紧接通，低声道：耗子，你死哪去了？找你1天都没找到，电话也打不通。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才道：斌哥，你能来陪我喝点酒吗？深更半夜的抽什么风？明天还要上课呢。杨斌无语道，不过还是问道：你在哪？天台。卧槽！杨斌瞬间清醒，一个翻身从床上爬起，别冲动，我马上到。说完，赶紧把衣服往身上一套，便跑出了宿舍，朝楼顶天台跑去。他与陈浩从初中就认识，关系好到一条内裤两人穿的那种。听到这家伙深更半夜在天台，杨斌哪能不担心？一口气直接从3楼跑到了7楼。宿舍楼顶天台正常是不允许学生上去的，铁门几乎常年上锁。不过这自然难不住一些多才多艺的学生，那把锁早已经不知道配出了多少把钥匙了。也不知道陈浩从哪里搞到的钥匙，此时天台铁门已经被打开了。当杨斌跑到天台时，便看到陈浩颓废地坐在地上，身边摆放着一堆啤酒。杨斌松了口气，有些生气道：你小子深更半夜跑这干嘛？我还以为你想不开要跳楼呢。陈浩看着一脸怒气，但眼中却满是关切的杨斌，眼中闪过一抹感动，低声道：对不起，斌哥，让你担心了。杨斌摇了摇头，走了过去，坐在了陈浩旁边，随手拿过一瓶啤酒喝了一口。说说吧，什么情况？陈浩狠狠地灌了一口啤酒，脸上露出一抹痛苦之色，好一会才道：我跟他分手了，3年的感情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杨斌的手停顿了一下，不过并没有觉得意外，再看到陈浩颓废的样子，他就猜到了，这家伙对那个女人用情太深了，感情中这种人往往是输得最惨的。拍了拍陈浩的肩膀，杨斌安慰道：看开点，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女人还不是一抓一大把，以后路还长着呢，你又不丑，还怕找不到女人吗？可是我真的很爱她啊。陈浩带着哭腔道：你有点出息行不？爱能当饭吃吗？能，看着她我就不饿了。可是她还是把你绿了。你怎么知道？就你这家伙性格，她不绿你，你会跟她分手？
来，跟哥说说，那女人上了谁的床？兵哥，你是来揭我伤疤的吧？陈浩无语地看着杨斌道：怎么会？我就是想知道哪个混蛋那么大狗胆敢绿我兄弟，这个仇必须报。杨斌义正言辞道。听到杨斌的话，陈浩眼中再次露出感动之色，咬牙切齿道：就是王月豪那个混蛋，仗着家里面有几个钱，竟然将主意打到诗雅身上。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诗雅竟然真的因为他背叛了我。原来是他。杨斌点了点头，放心，兄弟，回头我帮你把他第3条腿打断。别，斌哥，这犯法的，不值得。陈浩赶紧道。也是，那我回头帮你把他也绿了。可是他现在已经跟诗雅在一起了，斌哥，你难道也要对诗雅下手？陈浩瞪大眼睛道。你想多了，那家伙女朋友可不少，刘诗雅还排不上号，为什么他会为了这种人背叛我？陈浩痛苦道。因为人家有钱。斌哥，你真的是来安慰我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来气我的呢？你这是揭了伤疤还撒盐啊？陈浩崩溃了。哈，我只是告诉你，那种女人不值得，记住，你是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别为了一个女人失去自我。来，今晚哥陪你醉一场，明天一切重新开始。杨斌拍了拍陈浩的肩膀道。可是斌哥，明天早上还有课呢。不管了，兄弟要紧。斌哥，还是你好。滚，别肉麻了，把门关上，别回头被老师逮到了。好。深夜的学院一片寂静，偶尔也有宿舍传出低语，显然还是有人在熬夜。通宵打游戏，第二天照常上课，这种事情在大学还是屡见不鲜的。今晚的月光格外暗淡，星光却异常璀璨，星光洒落下，将大地照得无比明亮。21栋男生宿舍天台上，2个少年躺在楼顶，地上丢了一堆啤酒罐。迷迷糊糊间，陈浩突然指着天空道：斌哥，你有没有觉得今晚的北斗9星特别亮？嘿嘿，你这家伙真喝醉了，我只听过北斗7星，哪来什么北斗9星？是哦，看来我确实醉了。咦，好像是有9颗。我数数，1、2、3、8、9，真的9颗哎！哈哈，看来我们都喝醉了。醉了的感觉真奇妙，我竟然还看到北极星在往下掉呢。我也看到了，拖着长长的尾巴，真壮观，比流星好看多了。咦，怎么又有一颗北极星出来了？真的哎，竟然还是红色的。哈，真的醉了，不行了，我顶不住了，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好的。陈浩说完，倒头就睡了。杨斌此时也是醉意朦胧，不过却一脸好奇地盯着空中那颗赤红色的北极星。许久，杨斌终于抵不住困意来袭，沉沉睡去。天空的异象出现后，似乎是解开了某种禁制一般，蓝星各处突然涌现出无数灵气，这些灵气很快覆盖了整个蓝星。不过，这些刚出来的灵气都带着一丝腐朽之气，最终灵气无孔不入地融入了蓝星所有生物的体内。一部分人并无异样，但大部分人身体产生了变异，眼睛变成血红，身体开始腐烂，连意识都被吞没，最终成为了行尸走肉，只知道吞噬的丧尸。也有极少部分人获得了特殊能力，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被赤红星辰直照顾的人。第2章，末日降临。2029年9月24日清晨。啊！救命！有怪物！无数尖叫声和惨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整个学院到处都充斥着绝望的嘶吼。怎么这么吵？杨斌被楼下的尖叫声吵醒，揉了揉还有些头痛的脑袋，迷迷糊糊地从地上爬起，随即走到了天台边缘往下看去。这一看，顿时让他头皮发麻。只见下方宿舍前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整片地板都被鲜血染红，一个个浑身是血的身影正抱着残肢断臂在啃食，那满嘴的血迹以及血红的双眼，还有那腐烂的皮肤，看得人毛骨悚然。杨斌赶紧退了回来，哪怕是心智坚定如他此刻也是一脸的惊魂未定。我一定是还没睡醒。杨斌摇了摇头，狠狠地掐了一把大腿。啊！一声惨叫传出，陈浩直接被痛醒。斌哥，你掐我干嘛？陈浩一脸幽怨道。会痛？废话，你自己掐一下试试。难道不是做梦？杨斌皱了皱眉头，强行压制心中的恐惧，再次将头伸了出来去。入眼的依然是刚刚那幅景象，那犹如炼狱般的场景刺激着他的双眸。杨斌赶紧再次退了回来，靠在墙边大口喘息着。怎么了？看到杨斌的样子，陈浩疑惑道。你自己看看吧。杨斌有气无力道。神神秘秘的。陈浩摇了摇头，随即也走到了边沿处，伸出脑袋朝下方看去。这一看，陈浩直接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脸色苍白如纸。哦，紧接着便是趴在地上不停呕吐。杨斌没有理会陈浩，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然而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无法打通。杨斌此刻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打开微博，
果然发现无数求救的帖子。打开这些帖子，里面的图片以及视频都跟他们眼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到处都是这些如行尸走肉般的人。这些人都是平时身边的朋友、亲人，突然间变成这个样子，见人就咬。这种情况一夜之间遍布全球，一时间整个网络彻底炸了。很多人猜测可能是末日来临，这些都是丧尸，毕竟这种情景跟末日电影太像了。这个猜测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出来辟谣，更证实了这个观点。杨斌查看着帖子上的一张张图片以及视频，拍摄者基本上都是躲在家里或者某个角落偷偷拍摄的，角度都不是很好，但是却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幅幅恐怖的画面。在翻阅了好几个帖子后，杨斌心也沉了下来，他同样也认可了丧尸这种观点，或许真的是末日来临了。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人知道。好一会，陈浩吐的没东西吐了，才抬起头，一脸惊恐的道：“斌哥，什么情况？末日来临了？”杨斌叹了口气道：“末日？”陈浩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你看看网上吧。”陈浩赶紧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会后，脸色再次苍白了起来。“那斌哥，我们怎么办？”陈浩有些惊慌道：“咱们先找个东西把铁门顶住，别让丧尸跑到这里来。”杨斌毕竟经历的事情多，头脑还算清醒。两人寻找了一会，终于在天台角落中找到了一个维修工人放在这里的长梯。两人将梯子搬了过来，一头顶在铁门上，一头顶在天台边缘的墙角处，别说卡得还挺紧。天台平时很少有人上来，丧尸应该不会那么快发现这里，他们这里暂时是安全的。斌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就躲在这里等待救援吗？陈浩问道。等待救援肯定不行的，从网上的信息看，现在全世界都乱成一锅粥了，官方这回自己都自顾不暇，短时间不可能有救援能力，咱们若是一直等的话，估计得饿死。杨斌沉声道。那怎么办？先观察下这些丧尸的情况吧，了解清楚再想办法。咱们这里位置好，可以观察到下面的情况，然后也多看看网上，看有没有人发现对付丧尸的办法。此时楼下的叫声越来越少，估计叫的人都已经凉了。这些丧尸似乎对声音特别敏感，大叫除了让自己加速死亡没有任何意义。除了他们，这栋宿舍楼附近的宿舍楼也都是一样的情况，从一开始的大喊大叫到现在慢慢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丧尸的嘶吼声。斌哥，你说这些丧尸到底是怎么来的？下面那么多人都变成了丧尸，我们两个怎么都没事呢？难道我们体质特殊？陈浩奇怪道。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咱们运气比较好吧，毕竟虽然很多人变成了丧尸，但也有不少人还是正常的，咱们就2个人，概率也不低了。杨斌说完，不知为何脑海中突然闪过昨晚迷迷糊糊看到的北斗九星以及那颗赤红色的星辰，再次抬头看向天空，哪里有那些东西，只能摇了摇头，暗道昨晚确实喝醉了。也是，那斌哥，你说刘伯他们会不会？陈浩有些担忧道。宿舍内4人，虽说他与杨斌关系最好，但与另外2个关系还不错，碰到这种事情自然担心。不知道。杨斌摇了摇头道，这种时候只能看他们运气了，我们2个不在，宿舍内就他们2个，相对其他宿舍来说危险系数还是要小一些的，但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变成丧尸，那另一个也惨了。听到杨斌的话，陈浩也沉默了，只能心中祈祷了，随即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准备拨过去。杨斌赶紧制止了他的行为，问道，你是准备打给那个女人，还是准备打给家里？当然是打给家里啊，我担心我爸妈，想问问他们的情况。陈浩道。哦，那别打了。为什么？下面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现在全世界都是这种情况，要是你爸妈本来没事，结果你一个电话打过去，电话铃声很有可能把附近的丧尸都吸引过去，到时候没事都要有事了。陈浩吓了一跳，赶紧将手机收起，有些心有余悸的道，还好斌哥你理智，给叔叔他们发个信息过去吧，他们要是没事会给你回的。杨斌道，要是实在想打电话，可以打给那个女人关心一下。算了吧，虽说她确实对不起我，但我也不至于去害她，既然已经分手了，那就当陌生人好了。陈浩苦笑道。我也就开个玩笑，你能走出来就好。杨斌笑了笑，放心吧斌哥，我没弄不看。那就好。斌哥，你说回头手机不会没信号吧？会，如果丧尸把通信基站毁掉了的话，手机就只能用来当手电筒了，所以趁现在还能用，多下点小电影，以后无聊的时候也能看看。那要是没电了呢？那就只能当砖头了。第3章，特殊能力。天台上，两人一边观察着丧尸的情况，一边浏览着网上最新消息。突然，陈浩看着手机，有些激动的道：“斌哥，快看，这里有个跟丧尸交手的视频。”杨斌赶紧凑了过去，这是一个发在 B 站上的视频，视频应该是从窗户上拍摄的，角度还挺好。只见视频中，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手中拿着防爆棍，与一个丧尸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男子身材高大，
应该是经常锻炼的，手中的防爆棍每一次打在丧尸身上都发出沉闷的响声，一看力气就不小。但是丧尸却像是没有任何感觉一样，不管男子如何击打，依然疯狂地扑向男子。好在男子身体灵活，每次都能惊险地避开，然后再次用力打在丧尸身上。一人一尸打了2分多钟，却在这时，附近又有2个丧尸听到打斗声赶了过来。男子发现后顿时大惊，随即果断放弃身前的丧尸，转身就逃。然而因为太过紧张，反应慢了一点，被丧尸扑在了脚上，直接一口咬在了脚踝处。啊！男子发出了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很快，另外2个丧尸也围了上来。接下来的画面或许是拍摄者太过惊恐，没有继续拍下去了，但是所有人都能够想到男子的命运了。看了这个视频，2人都沉默了。外面的危险程度远比他们想象的恐怖。良久，杨斌才沉声道：“从视频看，丧尸的实力应该跟普通人差不多，但是丧尸不怕痛，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这点非常麻烦。斌哥，我们不会也要跟这些丧尸打吧？”陈浩有些担忧道：“你觉得呢？想要活下去，就必须面对这些丧尸，你不杀他，他就吃你。”杨斌直接道：“可是我不敢。”陈浩低声道。杨斌叹了口气：“别说你了，我也不敢。咱们都只是普通人，都没杀过人，又有多少人敢杀丧尸呢？但是既然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杨斌拍了拍陈浩的肩膀，继续道：“我们的位置好，还有时间，但这段时间必须要克服心中的恐惧，否则当我们真正面对的丧尸的时候，会因为恐惧而失去生命。”我知道了，我尽量。陈浩脸色发白道。杨斌点了点头，他自己其实也不比陈浩好多少，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只是他经历的比较多，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人过来的，考虑的东西自然要比陈浩多点。他很清楚，若是不能克服心中的恐惧，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再次看向了下方，已经看不到活人了，只有一个个丧尸在晃悠。这个时候还活着的人都已经躲起来了，谁也不敢出来。杨斌皱起了眉头，这种情况根本无法离开宿舍楼，但宿舍的食物有限，要是不能离开，迟早要被饿死，必须想办法解决这种困境。杨斌暗道，抬起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女生宿舍，却突然看到女生宿舍那边人影晃动，似乎在发生打斗。因为男生宿舍与女生宿舍隔得比较远，无法看清具体情况，杨斌猜测很可能是有人在跟丧尸搏斗，这让他对那边情况充满了好奇，到底是谁胆子居然那么大。杨斌紧紧地盯着那边，想要看得更清晰一些，却在这时四周的景象突然模糊起来，随即杨斌眼前的女生宿舍被不断放大，就像用望远镜调焦距一样，越来越清晰。很快，女生宿舍的情况便清晰地呈现在了他的面前。只见女生宿舍6楼的走廊中，4个身材高大的女子手中拿着板凳、晾衣杆、床板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对着前面几个丧尸猛砸。从身材上看，这几个女子应该是体育系的。4人显然是一个宿舍的，竟然没有一个变成丧尸，这运气也是非常好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竟然还敢出宿舍门，不得不说胆子是真的大。好在他们几个相对于其他女生来说，体型有着绝对的优势，他们面前的几个丧尸都比他们矮一截。宿舍走廊位置比较窄，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断挥舞，似乎想要将面前的丧尸逼退。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想要去前面某个宿舍。杨斌摇了摇头，这几女人想的太单纯个了。虽然他们有武器在身，而且身体素质上也有优势，但他们这样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丧尸过来，到时候他们就知道错了。果然如杨斌所料，没一会，其他宿舍中的丧尸听到了响动，纷纷走了出来，然后疯狂地扑向了这边。4个女子看到这一幕，顿时吓得脸色苍白，随即赶紧退回了自己宿舍，并第一时间将门反锁。一群丧尸冲到了门口，疯狂拍打着宿舍门。看着被拍打的剧烈晃动的宿舍门，要是他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顶住的话，估计是坚持不了多久了。杨斌收回了目光，突然感觉脑袋有些晕晕沉沉，身体一晃，差点摔倒在地。好在陈浩第一时间将他扶住。斌哥，你怎么了？陈浩关切道。杨斌摇了摇头，指了指远处的女生宿舍道：“浩子，你能看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开什么玩笑，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清？陈浩无语道。杨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心中疑惑不已。我有100多度的近视，虽然不用戴眼镜，但是视力也不算好，怎么会看到那么远的地方呢？而且那么远的距离还那么清晰，这已经不是视力的问题了，难道是特殊能力？杨斌突然眼前一亮，可是以前怎么没发现有这样的能力呢？不会是昨晚上突然有的吧？莫非这末日不单单会让人变成丧尸，也有可能让人拥有特殊能力？杨斌眼中闪过一抹光芒，对于异能的说法，虽然现实中没有过，但都是21世纪的人了，谁还没看过类似的电影呢？眼前这种情况，只有异能能够解释了，毕竟丧尸都出来了，有特殊能力的存在也很正常。为了进一步验证，杨斌再次集中精力看向眼前的陈浩。
陈浩顿时被看得有些心慌，有种被对方包干净的感觉。他的手本能地捂住下方，似乎这样子会好一些。别捂了，又不是没见过。杨斌笑道。此时的他心中无比的惊喜，原本他只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特殊能力，没想到却让他发现了新的能力，他竟然能够透视。这可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能力，竟然出现在自己身上了。哪怕一向沉稳的他，此刻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杨斌继续看向陈浩，想要看看能看到什么地步。突然，杨斌表情变得无比的惊愕，像是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样。第4章，有人来了。怎么了，斌哥？看到杨斌的样子，陈浩有些疑惑道。耗子，隐个身给哥看下。杨斌突然道。你没病吧，斌哥？我要是会隐身，还谈什么女朋友啊？天天蹲女生澡堂不香吗？陈浩无语道。我说你行就行，你试着集中精力，心中默念隐身。杨斌认真道。看到杨斌认真的表情，陈浩虽然感觉有些离谱，但还是照做了。很快，陈浩的身体慢慢淡化，没一会便彻底消失在了原地。斌哥，我好像真的隐身了。陈浩激动的声音在天台中响起，但四周却看不到他的人影。杨斌同样一脸惊喜地看着凭空消失的陈浩，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能看到别人的异能。随即他再次集中精力看向了陈浩消失的地方，很快陈浩的身影便出现在他面前。此时的他正一脸激动地伸出双手左看右看。哈哈，我能隐身了，太好了，以后女生澡堂再也拦不住我了。陈浩激动道。你能有点出息不？杨斌翻了翻白眼。出息是啥？有看美女洗澡来的实在。现在是末日，女生澡堂没有美女洗澡，只有丧尸索命。你要不要去看看？那还是算了吧。陈浩尴尬道。不过斌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啥我突然能隐身？难道是超能力？算是吧。杨斌点了点头。可是我为什么突然就有超能力了呢？应该是这次末日引起的，不知道是好是坏。不过不管怎么样，咱们既然有特殊能力，至少在这末日中多了几分存活的资本，这是好事。杨斌道。斌哥，你的意思是你也有特殊能力？当然，不然我怎么发现你能隐身的？那斌哥，你的特殊能力是什么？陈浩好奇道。杨斌想了想道，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你的隐身。擦，你这不是天克我吗？陈浩无语道。看来这辈子在你面前是翻不了身了。怎么，你想让我叫你哥？杨斌似笑非笑道。没有。陈浩赶紧摆手道。不过斌哥，既然咱们都有特殊能力，你说咱们能不能在这末日中干一番大事？陈浩激动道。这个现在言之过早了，先想办法活下去再说吧。咱们的能力都不是用来战斗的，想要在满是丧尸的末日中活下去，哪有那么容易？杨斌摇了摇头道。也是，不过我能隐身，可以去偷食物，这样至少我们不会饿死。不要太乐观，据我观察，这些丧尸听觉似乎特别灵敏，你若不能做到悄无声息，那你隐身对于丧尸作用不大。啊，那我这能力不是废的？陈浩瞪大眼睛道。当然不废，你这能力多少人做梦都想要，不过你得多练练，争取行走时不发出一点声音，回头咱们找个丧尸试试，看到时候丧尸能不能发现你。确定不是试试就试试？不会的，你要相信自己。好吧。砰砰砰！就在两人准备好好熟悉一下特殊能力的时候，天台的铁门突然被人猛烈敲击着。谁在里面？快开门！快开门啊！有丧尸！焦急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敲打声更加猛烈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两人都吓了一跳。斌哥，怎么办？要开门吗？陈浩皱眉道。杨斌紧紧地盯着铁门，视线直接穿过铁门，看到了铁门后面站着3个一脸惊恐的男子。其中一个男子正焦急地拍打着铁门，另外2个艺人手中拿着一根80公分长的钢管，一人手中拿着一张高脚凳，疯狂地拍打着追击而来的2只丧尸。因为楼梯的原因，他们的位置比较高，丧尸刚冲上来又被他们打下去。杨斌皱了皱眉头，无奈道：开吧，不然照他们这样敲下去，不知道要吸引多少丧尸过来，到时候这木梯子不一定能不能撑得住。不过要注意点，他们有3个人，有1个人手中还有根钢管，咱们得防着点。虽然都是同学，但末日之下人心难测。放心，斌哥，我明白。陈浩点了点头。一会我将梯子挪开，你去开门，等他们进来后马上把门关上。好。两人商议好后，杨斌再次看向铁门后的情形，见对方又一次将冲上来的丧尸击退后，迅速移开梯子。陈浩也第一时间将门打开。门口的3人见门打开了，瞬间便冲了进来，随即立即将门关闭。杨斌也赶紧将梯子再次顶了上去。很快，门外便传来撞击声，显然丧尸已经冲了上来。不过2只丧尸的力量还不足以推开被梯子顶住的铁门。呼！
3个劫后余生的男子瘫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息着，显然吓得不轻。好一会，3人才看向了杨斌2人。其中一个消瘦的男子心有余悸道：“吓死我了！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呀？我们差点就被丧尸吃了。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我们救了你们一命，你们不感谢我们，居然还怪我们！”陈浩顿时不乐意了：“天台是公共区域，谁都可以上来，你们私自将门堵死，有些不道德吧？”手拿钢管的高大男子道：“就是我们宿舍门被丧尸撞坏了，本来想着来天台避难的，结果你们把门堵死了，差点害得我们被丧尸吃了。你说你们这不是害人吗？”中间那个皮肤黝黑的男子道。陈浩还想跟他们理论，不过被杨斌拦住了：“你们说的对，我们确实不该堵门。”杨斌认真道，说完便准备移开梯子。“哎，别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千万别移。”“对啊，兄弟，犯不着哈。”“兄弟，你们是对的，堵得好，堵得妙啊。”3人见杨斌要移开梯子，顿时吓得冷汗直流。外面可是有2个嗷嗷待哺的丧尸啊，这要是被他们冲进来了，哪还有活路啊？不是说堵门不道德吗？”杨斌睁着无辜的双眼道：“不道德，相当道德，不害人，不害人，一点不害人。”“哦，那就好。”杨斌纯真的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将手从梯子上移开。就在3人准备松一口气时，杨斌却再次将手放了上去。“我感觉还是移开好，万一要是还有人来呢？”3人一口气还没松下，又再次提了起来。“不会的，不会有人来的，我们就住7楼，整个7楼的宿舍都是大门紧闭，走廊中还有不少丧尸，不会有人出门的。”高大的男子焦急道。“哦，那我就放心了。”杨斌再次点了点头，随即晃了晃梯子，皱眉道：“这梯子怎么感觉有点不稳呢？”3人悬着的心又一次提了起来。“那赶紧找个东西塞住啊，这玩意可不是开玩笑的。”“好。”杨斌看了看梯子角，又看了看高大男子手中的钢管道：“那个兄弟，借你钢管一用呗，我看看能不能塞住这个梯子角，感觉你那根钢管大小应该差不多。”“好。”高个子直接将钢管丢了过去，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只要别让丧尸进来就行。杨斌笑了笑，捡起钢管做事比划了几下，然后拍了拍手道：“可以了，这下稳了。”听到这话，3人总算是松了口气，却没意识到手中武器已经易主了。第5章冲突。武器到手，杨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不能怪他小人之心，特殊时期他必须要将所有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中，这样才能活得久一点。“我们是308宿舍的，我叫杨斌，他是陈浩，你们怎么称呼？”杨斌主动介绍道。“我们几个是716宿舍的，我叫赵坤，这是瘦猴和老黑。”高大男子道。“你们宿舍就你们3个吗？”杨斌奇怪道。“还有一个，不过他变成丧尸了，幸好今天早上我们发现的早，不然我们几个都凉了。”赵坤有些心有余悸道。“可以啊，竟然能从丧尸口中逃出来。”杨斌有些惊讶道。“也不算逃生，我们3个，他1个，而且他自己从上铺摔了下来，我们几个合力用被单将他绑在了床上，这才活了下来。那也很厉害了。你们呢？你们是3楼的，怎么会跑到这来？”“我们俩昨晚在这上面喝酒聊天，压根就没回宿舍。”“好吧，你们运气真好。”“我也这么觉得。”杨斌笑了笑。双方相互聊了起来，相处的倒还算融洽，大家都是同学，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还是很容易打成一片的。一直到中午时分，几声咕咕的声音响起。瘦猴捂着肚子，有些尴尬道：“你们有吃的吗？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有点饿了。你看这上面像是有吃的样子吗？”杨斌摊了摊手，无奈道：“他们同样从昨晚到现在没吃东西，同样有些饿了，只是一直忍着而已。那怎么办？没吃的，就算丧尸进不来，我们迟早也要被饿死啊。忍忍吧，或许要不了多久，官方救援就来了。”老黑道：“要是官方几天都不来怎么办？”“这不可能吧？”“没有什么不可能，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还是得想办法自己搞吃的才行。”陈浩道：“怎么搞？现在门口就有2只丧尸守着，出都出不去，更别说搞吃的了。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放进来解决掉，再想办法下去宿舍找点吃的。”杨斌认真道：“你疯了，放进来咱们都得死。”几人顿时大惊，他们是跟丧尸交过手的，很清楚丧尸的恐怖，好不容易躲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真的不想再面对丧尸了。现在外面只有2个丧尸，我们有5个人，还是有希望解决他们的。要是丧尸多了，那更没办法出去了。杨斌道：“你想太多了，你没有跟丧尸交过手，不清楚他们有多恐怖。这些家伙根本不怕痛，打在他们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要是被他们抓到或咬到，那就完了。”赵坤皱眉道：“是啊，放他们进来跟找死没什么区别。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瘦猴摇头道。就连陈浩也有些担忧的看着杨斌道：“斌哥，有把握吗？有没有把握都得迈出这一步，
这里是天台，丧尸没有智商，只要想办法将他们推下天台就搞定了，这是最容易解决丧尸的办法。要是这都不行，那我们也别想出去了。兵哥，我支持你。陈浩坚定道。不行，反正我们是不同意放丧尸进来的。其他3人摇头道。这里本来就是我们先来，什么时候需要你们同意了？杨斌有些生气道。哼，我们不同意，我看你们谁敢放。赵坤也怒了，想要拿钢管，却发现钢管不知何时跑到对方手中了，顿时脸色一黑。把钢管还给我。你觉得可能吗？杨斌冷笑道。那本来就是我的，现在是我的了。MD， 没有钢管劳资，更不可能让你们把丧尸放进来了。这可不是你们说了算。杨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突然一脚踢在了梯子上，直接将梯子给踢倒了。卧槽！赵坤3人顿时大惊，赶紧第一时间用身体顶住铁门。疯子，你 TM 就是个疯子，你这样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赵坤大怒道。与其留在这里等死，还不如拼一把。你们要是不敢拼，那就顶着吧，我看你们能顶多久。杨斌冷声道。双方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砰砰，铁门再次被撞响，原本停息的丧尸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再次撞向了铁门。3人死死地顶住铁门，见杨斌2人没有上来帮忙的打算，顿时脸色铁青。怎么办？坤哥，瘦猴焦急道。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多久的。赵坤脸色变换了好几次，最终一咬牙对着杨斌道。要拼也可以，但总要有个作战计划吧。你这样直接把梯子踢开算个什么事？你这话倒是说的有点道理。杨斌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即慢悠悠的将梯子搬了回来，再次顶在了铁门上。呼！3人再次瘫倒在地，原本以为上了天台就安全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刺激。好一会，赵坤才看向杨斌道：说吧，要怎么打？杨斌看了看四周道：一会瘦猴和老黑一起搬开梯子，等丧尸进来后，你们用梯子将一个丧尸顶在墙上，我们3个对付另外一个丧尸，争取以最快速度将2个丧尸都推到楼下去。说的轻松，丧尸速度很快的，梯子那么笨重，要是被丧尸近身了，梯子不但不能成为武器，还会成为负担，到时候他们就危险了。赵坤反驳道。据我观察，丧尸的身体素质跟普通人差不多，优势是不怕痛，但同样，丧尸也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没有智商，不知道躲避攻击。只要丧尸进来，他们2个第一时间用梯子将丧尸顶在墙上就行，我不认为他还有近身的机会，要是这都能出问题，那就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了。杨斌道。好吧，就算你说的对，那剩下一个怎么打？我手上没武器，总不能赤手空拳跟丧尸打吧。赵坤看着杨斌手中的钢管，非常不爽道。那东西本来是他的，原本还有一张高脚凳的，但是刚刚进来的急，没有带进来，还摆在门口，现在啥武器都没有了。地上那么多板砖，随便拿2块当武器不就行了？板砖？亏你想得出来，你怎么不自己用板砖跟丧尸打？我有钢管，用不着。第6章初次交锋，准备好了没有？杨斌一脸严肃地看着几人道。几人有些紧张地点了点头。虽然赵坤3人有些不爽，但架不住杨斌太过强势，最终也只能妥协。我数到3，老黑，你们就搬开梯子。好。老黑和瘦猴抓着梯子的手都有些流汗了。1、2、3。杨斌话音落下，老黑和瘦猴直接将梯子搬开了。砰！随着一声撞击声响起，铁门应声而开，紧接着2个浑身是血的丧尸直接冲进了天台。这是杨斌和陈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丧尸，那血红的双眼让人不寒而栗，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更是让他们想吐。好在2人早就做了很多的心理准备，虽然不舒服，但也不至于吓得动不了。2个丧尸冲进来的瞬间就锁定住了天台上的几人，然后直接朝几人冲了过来。老黑和瘦猴2人抬着梯子迅速顶在了一个丧尸身上，将他推到了墙上。丧尸张牙舞爪疯狂挣扎，但奈何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能跟2个人相比，最终被死死地顶在墙上无法挣脱。杨斌3人也第一时间朝另一个丧尸冲去。吼！一声吼叫，丧尸直接扑向了冲在最前面的杨斌。杨斌迅速往旁边挪了一步，躲开了丧尸的扑杀，随即手中的钢管狠狠地砸在了丧尸身上。砰！一声闷响传出，杨斌甚至都感觉到手臂有些发麻了。然而丧尸却像是没事人一样，转身再次扑向了他。就在这时，赶过来的陈浩直接一板砖拍在了丧尸脑袋上。砰！板砖应声而碎，丧尸脑袋上流出了暗红色的血液，但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却也成功的将目标转移。耗子快退！杨斌喊道。陈浩果断拔腿就跑。丧尸似乎对这个敢拿板砖拍他脑袋的人特别愤恨，直接追了上去。这时赵坤从侧方冲出，同样拿着板砖直接拍在了丧尸身上，
不过并没有拍到脑袋上，而是拍在了肩膀上。丧尸看都没看赵坤一眼，依然死死地追着陈浩。天台范围有限，很快陈浩便被逼到了边缘处，眼看就要被丧尸追上，陈浩的身影却突然消失了。跟在后面的赵坤见到这一幕，顿时眼珠子都瞪了出来。人呢？杨斌倒是没有任何意外，毫不停留地追了上去。失去目标后的丧尸很快便将目光重新锁定在了杨斌身上。经常搬砖的杨斌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况且有着钢管在手，杨斌心中还是有些底气的。钢管不停地抽打在丧尸身上，不让他靠近自己。这时赵坤也赶了过来，一脸震惊的道：“陈浩呢？我在这呀！”陈浩的身影显现了出来。你刚刚怎么突然就消失了？赵坤说话都有些不顺畅了。瞧把你吓的，没见过魔术吗？陈浩随口道。你跟我说这 TM 是魔术？赵坤瞪大了眼睛道。不然呢？我还能隐身不成？陈浩翻了翻白眼。你们两个别聊了，想办法把他弄下去，我快顶不住了。杨斌急道。赵坤这才压制住心中无数的疑惑，拿起板砖就要上去帮忙。不用过来，我们现在在边缘，你们谁给他一脚，把他踹下去就行。杨斌道。陈浩和赵坤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最后还是陈浩道：“我来吧。”随即，陈浩紧紧地盯着与杨斌缠斗的丧尸，起步、助跑，瞬间冲了过去，然后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丧尸身上。强有力的一脚，直接将丧尸踢出了围栏，摔下了天台。漂亮！杨斌赞叹道。三人第一时间伸头向下看去，砰！一声沉闷的响声响起，丧尸的身体狠狠地砸在了下方地板上，无数鲜血从他身上流出。就在三人认为这个丧尸应该是凉了的时候，他却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有些迷茫地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目标后，便跟其他丧尸一样在下方慢慢晃悠了起来。这都不死！三人皆是瞪大了眼睛。MD， 这些丧尸也太恶心了吧！赵坤吐槽道。别抱怨了，赶紧帮忙把另一个也弄下去再说。杨斌道。此时，另外一边，老黑和瘦猴两个人用梯子死死地顶住丧尸，不管丧尸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杨斌几人赶过来时，两人已经是满身大汗。松开，然后我们几个一起用梯子将他顶出去。杨斌道。好，5个人对付一个就轻松多了。当梯子松开时，丧尸便疯狂地冲向了众人。几人抬着梯子顶着丧尸到了天台边缘，直接将其顶了出去。砰！又是一声闷响，众人再次跑到了天台边，伸出脑袋上向下看去。只见这个丧尸倒在了血泊中，却并没有再爬起来了。咦，这个怎么死了？赵坤奇怪道。脑袋都摔碎了，能不死吗？陈浩道。杨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这些丧尸的弱点应该是脑袋，难怪刚刚陈浩拍了他一板砖，他会追着陈浩不放。把门关上，休息会吧。杨斌道。众人重新用梯子将门顶住，然后纷纷瘫坐在地上。刚刚与丧尸交手虽然时间短暂，但心理压力却是极大。他们都只是普通的大学生，面对丧尸敢动手已经是心理素质很强了。此刻回想起来，一个个心中都在颤抖。嘶！一声吸气的声音传出，只见陈浩捂住脚，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怎么了？杨斌赶紧走了过来。陈浩小心地拉开了裤脚，脚上3道长长的血痕顿时映入眼帘。怎么回事？杨斌有些紧张地问道。应该是刚刚踹那个丧尸时被他乱抓给抓到了。陈浩苦笑道。听到他的话，四周的空气顿时凝固了，紧接着赵坤三人迅速远离了他们。杨斌也皱起了眉头，眼神凝重地看着陈浩脚上的伤口。看到几人的样子，陈浩也很快想到了什么，脸上顿时一片死灰，颤抖道：斌哥，我是不是会变成丧尸啊？不会的，别乱想，你会没事的。杨斌安慰道。怎么不会？网上都说了，如果被丧尸咬到或者被丧尸抓伤，很快就会变成丧尸的。瘦猴道。闭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杨斌怒道。事实就是如此，还不让人说？你这样自欺欺人有意思吗？赵坤道。这是我的事，你再逼逼信不信我让你们几个以后再也说不了话。杨斌拿起钢管，眼神冰冷地看着几人道。怎么，你想1打3吗？赵坤毫不示弱，他早就对杨斌很不爽了。你可以试试。杨斌冷冷道。第7章，虚惊一场，气氛再次变得紧张了起来。这时，陈浩拍了拍杨斌的肩膀，低声道：斌哥，没必要，什么情况我心里清楚。杨斌收回了冰冷的目光，看向陈浩，眼睛通红道：浩子，对不起，要不是我让你去踹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斌哥，不怪你，都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陈浩苦笑道。斌哥，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能成为你的兄弟，是我最骄傲的事。
如果我要是真的要变成丧尸的话，你能不能提前把我杀了？我不想变成丧尸害人。陈浩说着，眼睛变得湿润了。不会的，你别乱想，肯定有办法的。杨斌开启特殊能力，紧紧地盯着陈浩脚上的伤口，很快便看到一缕若有若无的灰色能量正在不断侵蚀着陈浩的伤口，但陈浩体内似乎也有一股特殊能量在抵抗着这股灰色能量侵蚀，双方一时间僵持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杨斌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虽然不知道陈浩为什么能够抵挡灰色能量的侵蚀，但他知道或许陈浩并不会变成丧尸也说不定。斌哥，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陈浩依然自顾自地说道，我死后你能去找我爸妈吗？他们一直没回我信息，我有些担心他们。要找你自己去找。杨斌笑道。此时他发现侵蚀陈浩的灰色能量在慢慢减少，这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是落了下来。他知道陈浩应该没事。斌哥，我都快死了，你怎么还笑啊？难道我们这么多年兄弟之情是假的吗？陈浩哭丧着脸道。谁说你要死了？你现在不好好的吗？可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丧尸了呀。现在不会了。真的？陈浩瞪大眼睛。当然是真的，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没有可是，我说不会就不会。杨斌坚定道。看到杨斌坚定的眼神，陈浩狠狠地松了口气。他了解对方，这种时候绝不会忽悠他。我相信你，斌哥。陈浩点了点头。你们高兴太早了，他现在还没变，只是时间没到而已。我劝你让他赶紧离开，否则我们只能把他推下去了。我不能拿我们的生命做赌注。赵坤突然道。你试试，你们要是敢乱动，别怪我打断你们的腿。杨斌冷冷道。你……赵坤气得跳脚，想过去跟对方干一架，又忌惮对方手中的钢管，最后只能咬牙道：行，你狠，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你离他最近，他要是变成丧尸了，你会是第一个被吃的。说完，带着两人走得远远的。斌哥，要不你也离我远点吧，我怕万一……陈浩有些担忧道。没有万一，我说没事就没事，坐好，我帮你包扎一下。虽然伤口不深，但是天气太热，也要防止发炎。杨斌说完，直接撕下了一截衣袖下来，蹲下认真地帮陈浩包扎起来。伤口上的灰色能量基本上都已经消散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陈浩眼睛通红地看着杨斌帮他包扎着伤口，他没有说谢谢，他们之间早已不需要说这些了。好了，你好好休息会，到明天估计就没事了。杨斌拍了拍手站了起来，随即突然看到眼睛通红的陈浩，顿时吓了一跳。你丫的别吓我，不会真要变成丧尸吧？不会，就是有沙子进眼睛了。陈浩赶紧揉了揉眼睛道。那就好。杨斌顿时松了口气。斌哥，其实我脚没什么事，就几道抓伤而已，只要不变成丧尸就没事，不影响的。陈浩道。那也还是多休息会，回头还有战斗呢。半个小时后，赵坤几人见陈浩依然面色如常，顿时疑惑了起来。网上不是说被丧尸抓伤几分钟后就会变成丧尸吗？他怎么没事？就是啊，不科学啊！难道网上都是骗人的？不能吧，我这还有视频呢，清楚地记录了一个人从正常人到变成丧尸的全过程，不可能有假啊。那他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去问问。我不去，那个杨斌兄的一痞，我都有点怕他了。坤哥去吧。我 TM 狠话都放出去了，我要是去问，那不是打自己脸吗？那算了，估计是抓得不深，或者是那个陈浩体质特殊也不一定。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这个陈浩似乎不大对劲。赵坤突然道。怎么说？刚刚你们估计没看到，那个丧尸眼看就要追上他了，他突然原地消失了，然后那个丧尸才转身去打杨斌的。真的假的？怎么感觉那么玄乎呢？瘦猴一脸的不相信道。要不是亲眼所见，我 TM 也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那家伙跟我说是魔术，神 TM 魔术，当老子傻呀？哪个魔术不要道具啊？卧槽，难道他会隐身不成？不知道，不过这家伙真的有点邪，咱们要多注意点。好了，不说了，那个杨斌过来了。只见杨斌直接走到了几人前面道，我准备开门继续引丧尸上来杀，你们怎么说？还来？几人顿时瞪大了眼睛。不然呢？你们想在上面饿死吗？不想。瘦猴和老黑顿时摇头道。谁去引？赵坤皱眉道。我去吧，只要把7楼的丧尸一个一个引上来解决掉，我们就可以到7楼宿舍找吃的了。听到杨斌的话，几人顿时眼前一亮，就连赵坤都不得不高看杨斌一眼。他们只想着躲在这里等救援，对方却早已经想好如何搞吃的了。最主要是对方竟然没有让他们去引，而是他自己去，这让赵坤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你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我去也行，我对7楼熟悉点。赵坤还是习惯性的对了一句。好，那你去吧。杨斌道。赵坤顿时傻眼了，瞪大眼睛看着杨斌。
杨斌没有管他，而是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塞到了赵坤手中，道：“你一会小心点，如果发现丧尸就远远的用石头砸他，然后把他带上来就行，千万别饮太多。”赵坤拿着石头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只想给自己来2嘴巴子，犯什么贱啊！于是，在众人注目中，赵坤一脸生无可恋的走下了楼。第8章引丧尸。赵坤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去，生怕拐角遇到碍。引丧尸这活危险程度很高，但谁让自己嘴贱呢？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来到楼梯拐角处，并没有碰到丧尸。赵坤正想松一口气，突然看到下方2双血红色的双眼正直直地看着他。卧槽！赵坤骂了一声，迅速往回跑去。吼！2只丧尸兴奋地朝着赵坤追了上来。很快，赵坤便跑回了天台门口。几只？杨斌第一时间问道。2只。卧槽！不是让你一只一只引吗？这 TM 是我能控制的。赵坤吐槽道。老办法，瘦猴和老黑用梯子顶住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整。杨斌迅速安排战术。有了第1次经验，第2次明显就熟练多了。2只丧尸刚冲进来，就被梯子顶住了一只，另一只还没搞清楚状况，就挨了2搬砖和1钢管，而且都是往脑袋上招呼。丧尸怒吼一声，迅速朝打他的3人追去。3人快速将丧尸引到了边缘处，随即杨斌用钢管与之缠斗。赵坤和陈浩拿起之前老黑拿上来的那张高脚凳，狠狠地撞向了丧尸。他们现在都不敢用脚踢了，生怕再被抓到。这个高脚凳这时候就很有用了，高脚凳狠狠地撞在了丧尸身上，没有任何意外，丧尸直接被撞下了天台。接下来几人合力用梯子将另一个丧尸也顶了下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1分多钟就全部解决了。合作愉快。杨斌来到赵坤面前，主动伸出手道。虽然双方有些过节，但是面对丧尸时，对方3人没有耍小动作，都在全力以赴，这让杨斌对他们感官好了不少。说到底，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一些言语冲突罢了。他们还需要继续合作，所以必须要将个人恩怨放下，否则很容易出事。见杨斌主动伸出手，赵坤愣了一下，不过还是很快伸出手与杨斌握在了一起。他明白杨斌的意思，他同样也清楚，这种时候必须放下个人恩怨，对方既然都主动伸手了，他自然不会端着架子。合作愉快，不过引丧尸这事，咱们能不能轮流来？这确实挺危险的。赵坤尴尬道。好，下一个我去引。杨斌没有任何犹豫，其实一开始他就准备自己去引的，他能透视，可以提前发现丧尸，能将危险降到最低，只是赵坤非要来那么一句，那只能成全他了。赵坤见杨斌答应的那么爽快，不由得再次高看了对方一眼，虽然不想承认，但对方确实比他格局要大。众人休息了一会，杨斌随手捡了几块石头，便下楼引丧尸去了。来到楼梯拐角处，杨斌开启真视之眼扫视了一圈，这是他给特殊能力起的名字，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真视之眼这个名字很贴合。见没有丧尸后，杨斌才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快到7楼时，再次开启真视之眼，朝两边看了看。左边宿舍内有2只丧尸在晃悠，右边宿舍内空空如也，2个宿舍都像是招了贼一样乱七八糟。走廊中，左边有3只丧尸离楼梯口很近，右边也有1只离得很近。如果贸然走下去，这4只丧尸应该都会第一时间发现他。杨斌想了想，拿出1块石子朝右边丢了过去，随即赶紧躲回了楼梯拐角处。石子的响声吸引了几只丧尸的注意，不过左边的3只丧尸只是朝这边看了一眼便没有兴趣了，右边的那只丧尸倒是走到了石子落地的位置，歪着脑袋看着地上的石子。见到这种情况，杨斌再次丢了1块石子过去，位置就在楼梯下方。这只好奇的丧尸再次走了过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地上的石子。嗨！杨斌伸出脑袋，轻声地跟对方打了个招呼。看到生人后，丧尸顿时兴奋了起来，随即迅速朝杨斌飞奔来。杨斌果断转身上楼，很快便回到了天台。天台上，赵坤等人严阵以待，见杨斌上来，赶紧问道：“几只？”1只。好嘞。很快，这只丧尸便追着杨斌来到了天台。结果刚进来迎接他的就是横扫而来的梯子，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身上。丧尸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被拍飞几米远，摔到了天台边缘。刚爬起来，梯子再次顶了上来，直接将他顶飞出天台。这只丧尸甚至连人都没看清，就直接来了个高空抛物。1楼的一个宿舍内，此时正有3个少年躲在宿舍中，看着接连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丧尸瑟瑟发抖。这些丧尸真会玩，那有什么？人家不怕痛，跳个楼有什么的吗？哎，看来不但要注意外面的丧尸，还要防止丧尸从上面跳下来。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能活着就不错了。宿舍中还有点面包，咱们几个省点吃，应该能扛个2天，到时候说不定救援就来了。天台上，轮到我了。赵坤说完便准备下楼，他这人就是这样，
该是他的他从不逃避。还是我去吧。杨斌道。楼梯口边上有3只丧尸，赵坤不能透视，根本看不到。他要是盲目下去，很有可能被3只丧尸围殴，到时候就危险了。赵坤认真的看了一眼杨斌，随即点了点头道：好。引丧尸这活太危险，能不去当然好。很快，杨斌再次下楼，用同样的方法丢出了一块石子。然而3只丧尸居然一起走到了楼梯口，这让杨斌皱起了眉头。试了好几次，这3只丧尸就是不分开，这让杨斌非常的无语，最终一咬牙，只能一起引了。随着杨斌现出身影，3只丧尸顿时兴奋地朝杨斌冲来。杨斌带着他们快速朝天台跑去。小心点，3只！杨斌对着众人喊道。卧槽，这么狠！几人顿时吓了一跳。老办法，瘦猴和老黑用梯子顶住一只，耗子你和赵坤用凳子对付一只，剩下一只交给我。杨斌快速做出了战术调整。很快，3只丧尸跟着杨斌冲上了天台，瘦猴和老黑第一时间用梯子顶住了一只，紧接着赵坤和陈浩举着高脚凳将一个丧尸顶在了墙上。杨斌带着另外一只来到了天台边缘，手中钢管狠狠地砸在了丧尸脑袋上。砰的一声闷响，丧尸脑袋上鲜血飙出，杨斌手中的钢管发出嗡嗡的响声，手臂都被震麻了。靠，用力过猛了！看着四处飙射的血液，杨斌顿时感觉胃部翻滚，要不是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估计当场就吐了。不过这一棒子却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丧尸的行动明显迟缓了一些。杨斌眼前一亮，强忍着恶心，再次狠狠地朝丧尸脑袋砸去。3只丧尸，陈浩他们也没办法帮他了，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搞定一只。没办法弄到楼下去，那就只能直接搞死了。第9章，特殊丧尸。杨斌手中的钢管不断砸向丧尸的脑袋，他知道丧尸的弱点就在脑袋上，打其他地方没用。随着杨斌不断攻击，丧尸脑袋上的血流得越来越多，丧尸的行动也越来越迟钝。最终在杨斌疯狂猛砸之下，丧尸的脑袋被杨斌硬生生给砸碎了。丧尸终于停止了行动，直直地倒在了地上，一时间红的白的洒满一地。哦，见到这一幕，哪怕杨斌胆子再大，也直接趴在地上干呕了起来。刚刚打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尽快将其打倒。如今停下来后，看到那满地红白之物，心中直犯恶心，胃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吐差点把苦胆水都给吐了出来。哦，其他几人虽然离得比较远，但同样也看清楚了这一幕，一个个脸色苍白，疯狂呕吐。他们都只是普通大学生，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而且他们比杨斌更惨，嘴上在吐，手上还不能松手，否则丧尸要是挣脱出来了，那他们小命就没了，简直太难了。好一会，杨斌才从地上爬起来，不敢再看倒在地上的丧尸，快速来到陈浩2人面前。看着被他们顶住依然张牙舞爪的丧尸，杨斌有些虚弱道：这个还是弄下去吧。赵坤和陈浩赶紧点头，他们还真怕杨斌把这个脑袋也给敲碎。此时就连赵坤看向杨斌都有些畏惧了，毕竟将一个人脑袋生生砸碎，这种事他自认做不出来，虽然那是丧尸，但也是人变的呀。杨斌没有废话，让2人将丧尸松开，然后将丧尸带到了边缘处。陈浩和赵坤2人如法炮制，用高脚凳将其撞了出去。紧接着几人再合力把另外一个丧尸也顶了下去。做完这些，一群人像是虚脱了一样，一个个倒在了地上，不想动弹。并不是说这次比前几次累多少，最主要是吐的，尤其是一看到边上那具脑袋破碎的尸体，就一阵反胃。好一会，杨斌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即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径直走向了那具尸体。想要在这末世生存，这种情况以后绝对少不了，必须尽快战胜心中这道坎。杨斌心中暗道。来到丧尸尸体面前，杨斌强忍着恶心，就这样直视着这具尸体。见到杨斌如此，陈浩犹豫了一会，最终一咬牙也走了过去。赵坤几人都用一副看变态一样的眼神看着他们俩。赵坤其实心中也明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但他始终没有勇气走过去。好一会，杨斌看向一旁的陈浩道：浩子，好样的！斌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陈浩坚定道：好兄弟。杨斌点了点头道：咱们把他丢下去吧。2人一起将这具尸体抬起丢下了天台，其他几人也终于是松了口气。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经过这一次，杨斌和陈浩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超他们了。休息半个小时，继续。杨斌道：好。没有人反驳。此时的赵坤几人从心底上已经开始怕杨斌了，就连桀骜不驯的赵坤都一样。你下次能不能别引那么多，有点顶不住。赵坤小声道：我也不想啊，那3个一直不分开，没办法，只能全部带上来了。杨斌无奈道：要不下次我去引。赵坤道：不用，接下来再引就要下7楼了，我怕到时候
你把整个7楼走廊的丧尸都给引来了，那你怎么确定你不会？我自有我的办法，你要是非要去，我也不拦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7楼走廊至少30-40只丧尸，要是他们一拥而来，你估计被啃得连骨头都找不到。听到杨斌的话，赵坤不自觉打了个冷战，随即有些尴尬道：“那还是算了。”半个小时后，杨斌再次下楼，接下来倒是比较顺利。7楼走廊中确实有不少丧尸，但都挺分散的，没有聚在一起。而且丧尸并不是站在原地不动，他们都是到处瞎逛。杨斌躲在楼梯口，卡好视野，用真视之眼观察着丧尸的动向，发现有丧尸靠近过来，就用石子小心翼翼地将其引到楼梯口，然后再带到天台，众人再合力将其推下去。按照这种办法，杨斌连续引了10多只丧尸都非常顺利，直到第17个的时候，却出现了让众人始料不及的事情。第17个丧尸，杨斌像之前一样躲在墙角，通过真视之眼观察着他的动向，然后偷偷将石子丢到了他前方不远处。前面的程序都很顺利，杨斌也通过石子一步步将丧尸引到了楼梯口。然后丧尸见到杨斌后，同样跟其他丧尸一样兴奋地朝杨斌追去。只是这个丧尸的速度却让杨斌吓了一跳，比前面那些丧尸要快多了。要不是杨斌跑得快，而且他离对方有些距离，估计还没跑到天台就被对方追上了。当丧尸冲上天台的时候，众人一如既往地用梯子想将其拍到天台边上，结果梯子拍在对方身上，对方只是晃了几步便稳定了。这一幕顿时让众人大吃一惊。接下来丧尸更是直接朝众人冲了过去，速度极快。这时候梯子的笨重就体现出来了，4人拿着梯子根本不方便行动，很快丧尸便冲到了他们面前。4人毫不犹豫，果断将梯子砸向了对方，然后迅速后退。丧尸随手一拍，便将砸来的梯子拍开，随即继续朝着众人冲去。这时一旁的杨斌逮住机会，狠狠一棒砸在了丧尸脑袋上，砰的一声闷响，钢管都砸得有些变形了。然而丧尸的脑袋却并没有大碍，甚至连血都没出。怎么会这样？杨斌瞪大了眼睛，这一棒他几乎是用了全力的，竟然连血都没出。而此时丧尸的目光再次锁定在了他的身上，吼叫了一声，径直朝杨斌扑来。杨斌往旁边一滚，躲开了这一扑，手中钢管再次狠狠砸在了对方脑袋上。这一棒依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伤害，对方再次朝他扑来。大家小心点，这只丧尸不对劲。杨斌喊了一声，快速躲避着丧尸的扑杀。但是这只丧尸的速度太快，杨斌躲避起来非常的艰难，好几次都差点被对方扑倒。面对这只丧尸，杨斌感觉到非常无力，钢管砸在对方脑袋上都没感觉，这还打个毛啊！其他几人虽然急得不行，但是他们手中没有趁手的武器，根本帮不上忙。陈浩捡起一块板砖就要上去，但很快被赵坤拦住了。你这样上去等于送死，钢管都打不动，你这板砖有个屁用！那你倒是想个办法呀，兵哥快坚持不住了。陈浩急道。第10章红色晶石。看着被丧尸碾得险象环生的杨斌，其他几人也非常焦急。要是杨斌被丧尸杀了，那他们几个也得凉。赵坤眼睛四处查看，想看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突然看到倒在地上的梯子，想了一下道：我有个办法，我们将梯子横起来，一边2人直接撞上去，以我们4个人的力量，应该能将他撞倒。要是撞倒了，就用梯子压住他。听到赵坤的话，陈浩眼前一亮，这个办法可行。几人迅速将梯子捡起，随即一边2人将梯子横起，狠狠地朝打斗中的2人撞去。兵哥，蹲下！陈浩喊道。杨斌反应极快，瞬间往地上一滚，砰！长梯中间的位置直接撞在了丧尸身上，成功将其撞倒在地。在丧尸正要爬起来时，4人拿着梯子瞬间压了上去。梯子中间压在丧尸身上，2头各有2人使劲按着梯子。丧尸不断挣扎，但是他的力气终究还是没有4个人的大，并没能挣脱开来。好样的！杨斌赞叹道。然而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一声咔嚓声突然响起，众人惊恐地发现梯子中间竟然裂开了一道裂缝，顿时让几人瞳孔紧缩。见到这一幕，杨斌心中也是一惊，随即果断冲了过去，抡起手中的钢管，疯狂地朝着对方脑袋砸去。砰砰砰！一声声低沉的声音响起，杨斌每一棒都是用尽全力，每一棒都精准地砸在丧尸的脑袋上。终于丧尸的脑袋开始流血了，而丧尸的挣扎也越来越强烈，梯子上的裂缝越来越大，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杨斌不管不顾，依然疯狂地朝丧尸脑袋上狠狠地砸，而且专找伤口处砸。手中的钢管都被砸变形了，杨斌依然不敢停歇，那一声声沉闷的响声听得所有人心惊胆战。终于在不知道砸了多少下后，丧尸的反抗慢慢变弱了，最终彻底停了下来。而此时杨斌手中的钢管几乎报废，全身上下沾满了红白之物，
整个人像是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一样。除了陈浩外，其他3人看向杨斌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这一次，就在他们面前，对方生生砸碎了一个丧尸的脑袋，那疯狂的样子给他们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见丧尸不动了，杨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个丧尸太过恐怖，要是被他挣脱出来，他们几个人都要死，所以他才会那么疯狂。当时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弄死他，否则自己就完了。停下来后，杨斌突然感觉身上火辣辣的疼，赶紧看了一下，顿时脸色一沉。只见他身上有好多处被撕裂的伤口，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刚刚丧尸挣扎的时候抓的。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个情况，顿时脸色一变。斌哥，你不会有事的对吧？陈浩有些惊恐的道。杨斌没有说话，而是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伤口处。只见伤口处灰色的能量不断向他体内侵蚀，不过他体内同样有一股能量在抵挡着。见到这一幕，杨斌顿时松了口气。看来他跟陈浩一样，体内同样有着能够抵挡丧尸病毒侵蚀的能量，只是不知道这能量怎么来的。被丧尸抓伤或咬伤都会变成丧尸，这已经是认定的事实。但是他跟陈浩2人都没事，这就不得不让他感觉奇怪了。思索了一会，要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只能是他们都有特殊能力。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杨斌暗道。斌哥，你说话呀，你别吓我。见杨斌半天不说话，陈浩顿时急了。杨斌回过神来，摇了摇头，笑道：没事，你都没事，我怎么会有事呢？呼，陈浩狠狠地松了口气。太好了，你吓死我了。你确定没事？赵坤几人依然警惕地看着他。怎么？你们还想把我推下去？杨斌眯起眼睛看着几人道。不是，我们就是关心一下。赵坤尴尬道。开玩笑，这疯子狠起来连脑袋骨都能敲碎，谁敢推他？斌哥，这个丧尸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么强？陈浩心有余悸地问道。我也不知道。杨斌摇了摇头，随即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前方的尸体。他也很好奇这个丧尸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将丧尸尸体从头到尾扫描了一遍，很快便在丧尸的脑袋上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那里似乎有一粒米粒大小的红色晶体。杨斌眼中露出好奇之色，随即来到了丧尸尸体旁，忍住恶心，直接伸手朝丧尸破碎的脑袋摸去。原本一直强忍着没吐的赵坤几人见到这一幕直接吐了，然而肚子早就空空如也，根本吐不出什么东西，只能干呕。陈浩脸色也有些发白，犹豫着要不要跟上去，他可是说过斌哥做什么他都会跟着的。可是斌哥这玩的也太变态了吧。陈浩心中吐槽道。好在很快杨斌的手就从丧尸脑袋中抽了出来，而此时他的手中多了一粒米粒大小的红色晶石。杨斌仔细观察着这颗不知道什么材质的晶石，入手温热，摸起来很舒服。斌哥，这是什么？陈浩走了过来，小声问道。杨斌摇了摇头，再次开启真视之眼看向手中的晶体。在真视之眼下，杨斌能看到手中的晶石竟然是由无数能量凝结而成，没有任何杂质。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他身体似乎对这东西非常渴望。思考了一会，杨斌一咬牙，在身上干净的地方擦了擦，然后在陈浩目瞪口呆中直接将晶石给吃了。一直忍着没吐的陈浩这一次也顶不住了，直接趴在地上吐了起来。不能怪他承受能力不强，实在是斌哥玩的太变态了。而刚吐完的赵坤几人见到这一幕，再次疯狂呕吐了起来，直接把胆汁都给吐了出来。杨斌没有搭理几人，此时的他正震惊地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晶石入口后，迅速化为能量融入他的四肢百骸。杨斌感觉浑身无比的舒爽，身体似乎在不断强化。当能量彻底吸收后，杨斌感觉到他的身体素质比之前几乎强了1倍，而那些不断侵蚀着他的灰色能量竟然直接清空了。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杨斌眼中露出惊喜之色。就在这时，杨斌突然感觉到脑海中多了什么东西，闭眼感受了一下，很快发现他的脑海中多出了一幅暗淡的北斗9星图，9颗暗淡的星辰中，第一颗星辰的一角亮了。杨斌顿时露出惊骇之色，因为这幅北斗9星图他昨晚见过。原本一直以为是昨晚是喝醉了眼花了，但是如今脑海中的这幅北斗9星图分布跟他昨晚见到的一模一样，同样是在天枢星与北极星之间多了2颗星，将北斗7星与北极星连在了一起，是巧合还是因果？杨斌陷入了沉思。第11章，寻找食物。许久，陈浩终于吐完了，看向杨斌的眼神都变了。斌哥，我知道你但你也不能什么东西都吃啊，那玩意可是从丧尸脑袋里面抠出来的，这你也敢吃？杨斌笑了笑，小声道，这可是好东西，回头跟你说。随即看向了赵坤几人，却发现几人此时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那感觉就像看怪物一样。
杨斌无奈道：“至于吗？不就是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吗？你不会是真要变成丧尸吧？不然怎么可能什么都吃？”赵坤有些惊恐道：“少见多怪，等你饿得受不了的时候，说不定人肉都会吃。”杨斌道：“怎么可能？我就算是饿死，也不可能吃人肉的。”瘦猴坚定道：“就是，我们可没你那么变态。”老黑道。杨斌摊了摊手道：“希望你们说到做到。”杨斌没有吃过人肉，但是他很清楚饿到极致的感觉。那时候的他，为了一点吃的，甚至跟野狗拼命。休息一会，继续吧。杨斌看着几人道：“不行了，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本来就饿得不行，刚刚更是吐得虚脱了，现在估计拿砖头都拿不动了。”老黑趴在地上有气无力的道：“我也是，要是再不吃点东西，站都站不起来了。”瘦猴道。杨斌摇了摇头：“谁让你们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的，动不动就吐。”几人瞪大眼睛看着杨斌，心中吐槽道：“还不是你害的。杨斌，还是想办法先搞点吃的吧，不然我们几个根本没力气动手了。”赵坤苦笑道。杨斌点了点头，他现在倒是并没有觉得很饿了，估计是刚刚吸收了能量的原因。不过看着其他几人的样子，杨斌也知道这种状态想让他们继续对付丧尸显然是不可能了。那好吧，咱们下去找点吃的，靠近楼梯口的丧尸都清理差不多了，楼梯口边上有个宿舍，里面没有丧尸，想办法进那个宿舍找找看有没有吃的。好。听到找吃的，其他人顿时眼睛一亮，似乎突然就有力气了。我跟陈浩去吧，你们留在上面，人太多容易吸引丧尸。其他几人有些犹豫，看那样子显然是担心两人吃独食。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赵坤突然道。杨斌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本来想着陈浩能隐身，他跟陈浩去是最安全的，但是他们现在是两个团体，他们俩去确实不大合适。最终决定他跟赵坤两人一起下去找吃的，其他人留在上面等待。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了7楼楼梯口，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看，确定宿舍内没有丧尸，两边走廊的丧尸也隔得比较远。给赵坤打了手势，杨斌半蹲着一步一步挪动到了宿舍门口，见宿舍门是打开的，果断钻了进去。赵坤也学着杨斌的样子，很快钻入了宿舍中。只是他的身形比杨斌倒高大一些，或许动作太大了。远处有2只丧尸疑惑地看了一眼这边，随即晃晃悠悠地朝这边走了过来。两人进来后，杨斌第一时间将门反锁，随即两人便开始在里面翻找起来。整个宿舍乱七八糟，应该是发生过战斗，只是最终结果不用想也知道了。两人翻找了好一会，终于是找到了2桶泡面、几根火腿肠，还有1包面包。就这么点，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赵坤吐槽道。有就不错了，谁会在宿舍放太多东西啊？杨斌道。也是，那咱们回去。先不急，想办法搞点武器，没有武器太被动了。杨斌道。他那根钢管几乎报废了，连梯子都断裂了，他们现在连个拿得出手的武器都没有。虽然他的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自认就算赤手空拳也能解决掉普通丧尸了，但要是多几个的话，没武器还真不行。也是，没武器确实麻烦。赵坤深有感触道。不过这宿舍里面，刚刚我翻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有趁手的武器。你之前那根钢管哪来的？杨斌问道。以前在外面搞的，一直藏在床底下，想着打架用的，结果架没打过，倒是用来打丧尸了。最气人的是，我自己都还没用几次，就被某人骗走了。赵坤幽怨道。这话说的怎么能说骗呢？你不觉得在我手中比在你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吗？杨斌尴尬道。是大，大到直接把我的钢管干报废了。赵坤翻了翻白眼。不然呢？钢管要是不报废，那报废的就是我们了。算了，我不追究你骗我钢管的事了。这个宿舍显然是没有藏武器的，咱们去哪整武器？没有的话，那就只能拆床了。杨斌说完，眼睛看向了上下铺的梯子，这个梯子是铁的，而且长短刚好适合，要是能拆下来，到时候把中间的横杆弄掉，绝对是2根极好的铁棍。别看了，这东西是焊死的，没有工具拆不下来的。赵坤道。杨斌没有理会他，直接走了过去，仔细查看梯子的焊接点。梯子是落地的，上方是焊在上铺的床架上，下面有1根铁管，一头焊在梯子下方踏脚的横杆上，一头焊在下铺的床架上。也就是这个焊接只是为了固定梯子不移动，并不是用来受力的。看到这种情况，杨斌心中也有底了。如果是以前，他或许没办法，但是现在他的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未必不能弄断。想到这，杨斌2只手抓住踢脚，随即猛地用力往外一扯，然后在赵坤目瞪口呆中，铁管与梯子中间的焊接点直接被杨斌给扯断了。卧槽，你这家伙吃伟哥了！赵坤瞪大眼睛道。这个焊接点只是用来固定梯子不移动的，并没有焊得多牢固，用点力就能扯开了。杨斌随意道。是吗？赵坤将信将疑地走到了另外一张床边，学着杨斌的样子抓住梯子脚，
狠狠地往外一扯，结果梯子纹丝未动。不信邪的赵坤连续扯了好几次，梯子依然稳如泰山。这就是你说的用点力就能扯开？赵坤无语道：“你估计是真饿了，没力气了。”杨斌笑了笑：“要是这么好扯断，这梯子早就坏掉了。梯子下方扯断了，上方就简单了。”杨斌抓住梯子上下摇摆了几次，上方的焊点很快就断掉了。很快，一个1.8米左右的铁梯子便出现在杨斌手中。杨斌随意挥舞了几下，感觉还是不怎么顺手，不过也只能先将就了。一会上去把中间的这些横杆都敲掉，就是2根1.8米的铁管了。拿着。杨斌将梯子递给了赵坤，随即来到了另一张床边，依法炮制的将另一个梯子也拆了下来。这样上去处理一下，就有4根铁管了。杨斌笑道。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砰砰的撞击声，将两人吓了一跳。杨斌第一时间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过去，只见门外2个丧尸正趴在门口，不停拍打着宿舍门。怎么会有丧尸过来？杨斌皱眉道：“难道刚刚看到我们了？不知道，现在怎么办？”赵坤担忧道：“还能怎么办？冲出去，不然照他们这样敲下去，一会其他丧尸也都过来了，到时候我们想出去都出不去了。”杨斌严肃道：“好。”赵坤点了点头。经过了那么多场战斗，原本不服杨斌的赵坤也不会再去怀疑杨斌的话了。从内心深处，他已经认可了杨斌的能力。一会我在前面开路，你带着东西跟在后面。好。第12章一击毙命。两人商量好后，杨斌紧了紧手中的梯子，随即走到了门口，给赵坤使了个眼色。赵坤点了点头，猛地一把将门拉开。在2只丧尸还没反应过来时，杨斌拿起梯子狠狠地拍在了2个丧尸身上，顿时2只丧尸直接被拍得摔了出去。一旁的赵坤瞪大了眼睛，显然被杨斌的力气吓到了。见杨斌冲了出去，赵坤不敢有丝毫迟疑，赶紧跟了上去。2只倒在地上丧尸迅速爬了起来，再次冲向2人。杨斌拿着梯子直接抡了过去，强大的力量再次将2个丧尸拍倒在地。然而这里的响动却很快惊动了整个走廊内的丧尸，顿时整个走廊20多个丧尸疯狂地朝这边冲来。走！杨斌喊了一声，2人迅速往楼梯上跑。身后20多个丧尸嗷嗷叫地追了上来。很快2人便来到了天台门口，杨斌却突然停了下来。我守在这里，你把东西带上去跟他们分了。都到门口了，你为什么不一起进去？赵坤皱眉道：“那个长梯断了，根本顶不住铁门了。这20多个丧尸要是冲进天台，咱们都得凉。楼梯这里比较狭窄，最多只用同时面对3只丧尸，在这里守最合适。我先顶着，你们吃完东西赶紧来帮忙。”杨斌严肃道。赵坤看了眼身后的丧尸群，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推开铁门走上了天台。很快一群丧尸便冲了上来，杨斌拿起梯子狠狠地一扫，冲在前面的丧尸顿时被他扫了下去，身后的丧尸也被撞得摔倒一片。不过丧尸根本不知道怕，倒下去后再次冲了上来，杨斌只能不停地将他们拍下去。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丧尸跟上来，杨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前面丧尸倒下，很快就会被后面的丧尸顶住，然后悍不畏死地继续冲上来。天台上的几人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不敢有任何耽搁，赶紧3下5除2将食物解决。赵坤拿起杨斌从床上拆下来的梯子，瘦猴拿起高脚凳，而老黑和陈浩2人则直接将已经断裂的木梯从中间折断，随即一人扛了一节断裂的梯子，便赶紧过来帮忙。不得不说，他们一群人能够活到现在，与他们之间的合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虽然双方关系不是很好，但他们面对丧尸都是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人偷奸耍滑，这也是杨斌愿意一直跟他们合作的原因。随着他们的到来，杨斌的压力顿时大减。虽然他们只有5人，下方有着20多个丧尸，但是他们占据着有利位置，加上每人手中都有武器，一时间倒也让丧尸无法上来。斌哥，给。陈浩从兜里拿出半块面包递给了杨斌。分食物的时候，他直接拿了面包，不过他只咬了几口，剩下的都留了下来。杨斌笑了笑，摇头道：“你吃吧，我不饿。”陈浩会这样做，他倒是一点不奇怪，因为这就是陈浩的性格，从小有什么东西都会想着他。可是你不也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吗？打了那么多场战斗，你出力最多，怎么会不饿呢？真不饿，我跟你啥时候客气过？你赶紧多吃点，不然没力气打丧尸了。杨斌道。好吧。陈浩也没有再矫情，直接将面包塞进了嘴里。杨斌，我们一直这样也不行啊，这些丧尸不会累，我们可是会累的。看到不停往上冲的丧尸，赵坤皱眉道。杨斌点了点头，想了想道：你们先顶着，我去把梯子处理下。好。回到天台，杨斌捡起一块板砖，将梯子中间3根横杆全部敲掉，很快2根铁管便出现在手中。这铁管虽然不是实心的，但管壁还是挺厚实的，
倒也够结实。再次回到楼梯口，将其中一根铁管递给了陈浩，对众人道：“你们顶住，我解决他们。”杨斌说完，盯着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丧尸，手中铁管瞬间出手，狠狠地捅向了丧尸的脑袋。在杨斌强大的力量下，铁管直接洞穿了丧尸的脑壳，插入了脑袋里面。瞬间，丧尸的动作停了下来，身体缓缓地软倒在地上。卧槽，斌哥牛逼！陈浩惊叹道。其他几人同样是震惊不已，脑骨有多硬，所有人都清楚。杨斌竟然凭借着一根并不尖的铁管，直接洞穿丧尸的脑袋，这得多大的力气啊！杨斌将铁管从丧尸脑袋中抽了出来，笑道：“不错，挺好用的，我也试试。”陈浩兴奋道，随即对着其中一个丧尸脑袋狠狠地捅了过去。铁管准确地捅在了丧尸脑袋上，只是并没有如杨斌一样将对方脑袋洞穿，只是在对方脑袋上捅了坑，飙了不少血。好了，你们拦住他们就行，我来杀吧。杨斌道。好吧。陈浩尴尬收回了铁管。接下来，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杨斌利用手中的铁管快速收割着一个又一个的丧尸。随着击杀的丧尸越来越多，杨斌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每次出手必然有一个丧尸脑袋被洞穿。然而，哪怕杨斌击杀的很快，丧尸的数量却并不见减少，因为动静太大，不停有丧尸听到声音赶来。有7楼原本躲在宿舍内的丧尸，也有6楼靠近楼梯口的丧尸。楼梯间不比天台，在天台上战斗下面几乎是听不到的，就算偶尔听到了，也只会看着头顶。丧尸没有智商，并不知道如何上天台。但在楼梯间战斗就不一样了，声响很容易就让丧尸判断出位置，于是不单单7楼的丧尸，连6楼靠近楼梯间的丧尸都赶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斌杀的丧尸越来越多，此时的他感觉手臂越来越沉重，都有点抬不起来了。虽然他的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但是用铁管洞穿丧尸的脑袋，每次都要用很大的力气。这种高强度战斗，就算是铁人也顶不住啊！好在随着击杀的丧尸越来越多，整个楼梯间堆满了丧尸的尸体，后面的丧尸想要上来越来越困难。又过了一会，楼梯间几乎被丧尸尸体彻底堵死，终于没有丧尸再上来了。杨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手都在发抖，几乎抬不起来了。斌哥，你没事吧？陈浩担忧道。没事，就是太累了，休息会就好了。杨斌摇了摇头道。或许是经历多了，此时整个楼梯间堆满了丧尸尸体，却反而没有人吐了。不过一个个脸色苍白如纸，不排除是因为好不容易吃了点东西，舍不得吐而强忍着。第13章，清理丧尸。一群人再次回到了天台，除了杨斌以外，其他人同样累得够呛，阻止丧尸上来也相当消耗体力的。杨斌拿出手机想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却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有些无奈的将手机重新揣进兜里。便宜手机电池果然不耐用。浩子，看下网上有没有什么消息，尤其是看看有没有官方的消息。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末世都已经过了大半天了，按理说官方怎么样也应该会发布消息了。陈浩赶紧打开手机查看了起来，很快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随即又暗淡了下来。什么情况？表情那么丰富。杨斌好奇道。斌哥，官方确实发布消息了，不过不是什么有用的消息。陈浩苦笑道。说什么啊？官方说丧尸并不可怕，让大家勇敢地拿起武器对付丧尸，等官方处理完内部的事情后就会开展救援，让大家不用担心。陈浩道。呵呵，这确实挺官方的。杨斌笑了笑，看来指望官方是指望不上了。赵坤无奈道。不过官方的话也没错，如果有武器的话，正常人对付普通丧尸应该还是可以的，只是敢不敢动手的问题。不过这世上并不缺狠人，我估计这段时间应该有不少人已经跟丧尸交过手了。杨斌道。斌哥你说的没错，现在网上很多这种视频，不少人组成小团体开始对抗丧尸了。陈浩道。校园网上也有不少视频，有好几栋宿舍楼都开始自发组成小队对抗丧尸了。瘦猴道。咱们这一栋没有吗？陈浩问道。我们不就是吗？杨斌笑道。好吧，还想指望有人帮忙，看来是没戏了。也不一定，说不定下面几层已经有人行动了。咱们休息1个小时，然后想办法下去把7楼剩余的丧尸清理了，看看7楼还有多少人活着，顺便找找食物和水。杨斌道。好。众人点头，随即直接躺在天台上休息了起来。一次性面对几10个丧尸，他们早已身心疲惫了。1个小时后，杨斌坐了起来，抬了抬手臂，依然有些酸痛，不过至少能够战斗了。这段时间，赵坤也将他那个梯子处理了一下，变成了2根铁管，他和老黑各一根。至于瘦猴，则捡起之前被杨斌敲弯的钢管，用砖头敲直，勉强用。走吧。杨斌说完，当先走向了楼梯间。此时，楼梯间血腥味极为浓烈，一进来就有一种让人作呕的气味。几人强忍着难闻的血腥味，看向了下方。
在堆满尸体的楼梯下方，有2只丧尸依然锲而不舍地往上爬，只是楼梯间被堵死了，他们根本爬不上来。我们怎么下去？赵坤问道。杨斌指了指扶手处道，楼梯间堵死了，只能从这跳下去了。你确定？这里可是差不多3米啊，跳下去不得摔断腿啊！而且下面还有2只丧尸在，你这是想让我们去送外卖啊？瞧你这点出息！杨斌摇了摇头，我先下去，解决完这2个丧尸，你们再下来。杨斌说完，直接单手翻过护栏一跃而下，落地后身体微微下蹲，便卸掉了下坠之力，稳稳地站到了7楼楼道上。身体素质提升可不单单只是力气大了，而是全方位提升，3米高度而已，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难度。2只丧尸见到突然出现的食物，顿时兴奋地朝杨斌冲了上去。杨斌手中铁管猛然刺出，瞬间刺穿了其中一个丧尸的脑袋，紧接着狠狠一脚踹在了另一个丧尸身上，将其踹倒在地，随即拔出铁管，狠狠地插入了这个丧尸脑袋中。一套动作可谓行云流水，看得上方几人眼睛都直了。厉害！几人竖起大拇指道：“别拍马屁了，下来吧。”杨斌看着他们道：“几人你看看我看看你，都有点害怕。”杨斌摇了摇头，直接将2只丧尸尸体拖了过来，道：“这下可以了吧？我先来吧。”陈浩走了出来，随即翻过护栏，深吸了一口气，直接跳了下来，双脚落在丧尸尸体上，有着尸体的缓冲，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其实3米高度对于普通人来说虽然看起来很高，但只要懂得卸力，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就是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惧。耗子胆量提升不少啊！杨斌笑道：“那是，我可不能丢你的脸。”陈浩挺起胸膛道。赵坤几人见陈浩都跳了下去，互相看了一眼，随即一咬牙也跟着跳了下来。可怜的丧尸被杀后，尸体还要被当脚垫，屎都差点被踩出来了。7楼走廊里面已经没有丧尸了，但房间里面还有不少。宿舍1层有20个房间，以楼梯间为中心，左右各10个，每个房间住4人，也就是1层至少有80人。他们总共杀了差不多60多个丧尸，这还是包括一部分6楼的，所以7楼至少还有20-30个，这其中估计有一部分幸存者。走吧，一个房间清理。杨斌道。杨斌带着几人朝着左边走去，来到第1个宿舍门口，宿舍门是打开的，里面并没有丧尸。几人直接进去一顿翻找，不过除了找到半瓶矿泉水和1包口香糖外，并没有找到其他食物。男生宿舍不比女生宿舍，喜欢囤零食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能找到的食物少之又少，全凭运气。杨斌拿起矿泉水灌了一口后递给了陈浩，陈浩喝了一口后递给了赵坤。这个时候可没有那么矫情，几人都渴得不行了，自然不会在乎是不是被人喝过了，谁比食物更珍贵。轮了一圈后，半瓶矿泉水也喝没了，杨斌顺势将这个房间的梯子也拆了下来，处理了一下，弄成了2根铁管，递给了瘦猴1根，另1根将他手中的那根换了下来气。他那根捅了太多丧尸，有些变形了。随后几人嚼着口香糖，慢悠悠地走向了第2个宿舍。这个宿舍同样也是空无一人，众人在里面搜刮了一番，便继续向前面走去。连续走了几个宿舍都没有丧尸，估计靠近楼梯的几个房间应该都是被楼梯间的响动惊动跑去送人头了。直到走到第5个房间时，总算是碰到一个房门紧闭的了。杨斌开启侦视之眼看了眼里面的情况，发现里面有3个丧尸正在啃食着一个残缺不全的尸体。杨斌给几人使了个眼色，随即直接一脚将房门踢开。3个正在用餐的丧尸一脸懵逼地看着突然打开的房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冲进来的人乱棍招呼。等他们从懵逼状态反应过来时，已经凉了。2个是被杨斌刺破了脑袋，还有1个是被陈浩和赵坤2人合力将脖子给捅断了。他们没有杨斌那么大力气，没办法捅碎脑袋，于是他们就对丧尸脖子猛戳，别说还挺有效，捅脖子比捅脑袋容易多了。几人再次搜刮了一下宿舍，便继续往里走。终于在第8个房间中发现了4个幸存者，一个宿舍内4个人都没有变成丧尸，成功存活了下来。当看到杨斌等人时，4人顿时激动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得救了，只是杨斌的一句话却让他们激动的心顿时泼了一盆冷水。拿上家伙，跟我们杀丧尸去。第14章生日快乐。不去。708宿舍内4人一致摇头，开玩笑，丧尸可是会吃人的，能苟着何必去拼命。我们还是躲在宿舍等救援吧，只要躲起来不发出声音，丧尸还是找不到我们的。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子道。要是救援几天不来呢？赵坤皱眉道。没事，我们宿舍内还有不少吃的，坚持个几天还是没问题的。另一个卷毛道。听到他的话，杨斌顿时眼前一亮。他们搜刮了那么多个房间，也就找到零零散散的一些零食，到现在几人都还没吃饱，没想到这几人竟然有几天的食物。我们能进去坐坐吗？老站在走廊里，回头把丧尸都吸引过来了。杨斌笑道。啊，快进来，
快进来！”一听会把丧尸引过来，宿舍内几人顿时慌了神。杨斌带着几人走进了宿舍内，入眼的竟然是一桌子的零食，还有可乐、雪碧、蛋糕等，看得陈浩等人口水都流了。你们昨晚是有人过生日吗？杨斌问道。是我过生日，他们昨天买了一大堆东西给我庆祝呢。卷毛笑道。生日快乐！杨斌笑道，随即很自然地走到了桌子前，就开始吃了起来，完全一副自来熟的样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陈浩几人有样学样，同样对着卷毛祝贺了一句，然后走到了桌子前，狼吞虎咽。谢。卷毛愣愣的道谢。卧槽，不对啊，他们把我们东西吃了，到时候我们吃什么？看着几人狼吞虎咽的样子，眼镜男急了。卧槽，住口！另外几人也反应过来，赶紧冲过去抢夺食物。只是当他们冲过来时，桌子上的东西都快被这群饿死鬼投胎的家伙霍没了。这些家伙不但往嘴里塞，还往兜里揣。卧槽，你们是土匪吗？卷毛怒道。怎么会，这不是庆祝你生日吗？杨斌左手拿着可乐，右手拿着面包，含糊不清的道。我生日已经过了，不需要你们庆祝，赔我们食物。卷毛瞪着眼睛，卷发都快气直了。其他三人同样怒瞪着几人，这些人太不要脸了吧？说这话，东西都吃进肚子里了，总不能吐出来吧？杨斌笑道。不过我也不白吃你们的东西。杨斌说完，走到了床前，将2张床边的梯子直接拆了下来，丢给了他们道。这东西在末世可比食物重要多了，有了它，或许能救你们一命。几人愣愣地接过梯子，一时间不敢说话了，显然被杨斌的力气吓到了。杨斌再次将2袋酒鬼花生揣进兜里，便带着众人扬长而去。你们要是不敢杀丧尸，那就关好门吧，希望你们能等到救援到来。等众人离去了，宿舍内的几人才敢说话。这群天杀的土匪，他们一下子吃了我们几天的食物，我们还怎么等待救援啊？他们这是在断我们后路啊！走廊外，几人喝着雪碧，吃着蛋糕，一脸幸福，真爽。杨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赵坤皱眉道。过分？呵呵，你觉得真的会有救援到来吗？杨斌问道。这就算有，那至少也是10天半月的事了。你认为他们这点食物能坚持那么久吗？不能。那不就得了，我们吃了他们的食物，但我也给了他们武器，相对来说，武器带给他们的生存希望更大一些。也对。赵坤点了点头，显然认同了杨斌的话。随后，几人将后面2宿舍内的几个丧尸也解决了，便走向了另一边。花了半个多小时，将右边10个宿舍也全部清理了一遍。在各种翻找中，倒是也找到了一些零食和矿泉水，还有一些干净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几人各自背了个背包，将所有东西都装在包中。背包也是搜刮来的。右边10个房间一个幸存者都没有，由此可见存活率有多低。整个7层将近80人，最终只有708宿舍4人以及赵坤3人活着，其他的要么变成了丧尸，要么被丧尸吃掉了。1/10都不到的存活率，让众人心情无比沉重。不过这也是学校宿舍住的人多的原因，其他地方估计要好些。清理完7楼后，太阳也快要下山了，众人决定今晚找个干净的宿舍住一晚，明天再想其他的事。现在食物和水暂时够了，也不用担心肚子饿的问题。最终几人找了2间门没被破坏的宿舍，赵坤3人住一间，杨斌和陈浩住一间。将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杨斌和陈浩2人便直接躺在了床上。这一天实在身心疲惫了。杨斌拿出了搜刮而来的充电线，将手机插上电，随即陷入了沉思。斌哥，你说我们能在末日活下去吗？陈浩低声道。能。杨斌坚定道。陈浩点了点头，眼神中有些彷徨。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感觉末日很刺激，但是真正经历才知道，那种随时都有可能死掉的感觉有多恐惧。别想太多，走好眼前的路就行，一会你跟我下6楼。杨斌道。下6楼干嘛？咱们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陈浩奇怪道。刚刚清理丧尸时，我开启特殊能力看了下6楼，无意间见到6楼走廊中有一只特殊丧尸。杨斌道。特殊丧尸？就是那个差点把我们5人团灭的那种。对，有那种丧尸在，不是很危险吗？我们还下去干嘛？陈浩有些疑惑道。你觉得我的力气为什么会突然提升了那么多？杨斌突然问道。是哦，我一直想问，你力气怎么突然变那么大了？难道是那颗晶体？陈浩瞪大眼睛道。没错，就是吃了那颗晶体后，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杨斌点了点头道。这晶体或许就是末日生存下去的关键，所以我们要趁别人还没发现多弄一点。斌哥，你的意思是这种晶体只有特殊丧尸身上才有？陈浩问道。
我们杀了那么多丧尸，也就碰到过一个，由此可见，特殊丧尸应该极为稀少，难得碰到一个，自然不能放过。听你的，需不需要叫上他们？陈浩指了指赵坤几人所住的房间道：不用，我们跟他们只是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冲突还好，一旦涉及到利益关系，势必会有问题，这种东西我也不可能让给他们。好，那咱们什么时候下去？休息一会就下去，尽量别惊动他们。好。第15章，第2颗晶石。另一个房间，坤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杨斌的力气似乎变大了很多？瘦猴小声道。我早就发现了，他现在力气简直大得离谱。赵坤皱眉道，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那家伙虽然凶狠，但真要打，我们3个绝对能把他打趴下。现在我感觉，就算我们3个一起上，都要被他打出屎来。老黑黑着脸道，如果没猜错，应该是他从丧尸脑袋里面抠出来的那个红色晶体的原因。赵坤沉思道。听到赵坤的话，瘦猴和老黑也回想了一下，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好像他就是吃了那个东西以后力气变大的。可是他怎么知道那个丧尸脑袋上会有那个东西的？而且他竟然还敢吃？老黑不解道。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总感觉他们2个有点不同寻常，他们被抓伤竟然都没变成丧尸。而且你们注意到没，下午清理丧尸的时候，这个杨斌就像知道里面有没有丧尸一样，每次都能提前做出布局。赵坤道。我也发现了，当时我还想问呢，不过想想还是忍住了。瘦猴点头道。这么一说，感觉他们2个都是怪胎啊，那我们还要跟他们一起吗？老黑皱眉道。赵坤沉思了一会道，离开宿舍前还是跟着他们好些，至少跟着他们，我们生命更有保障点。不过我们也得自己想办法弄点晶体，我可不希望一直被他压着。赵坤道。对，放心坤哥，我们一定会帮你弄到的。6楼楼梯间，杨斌看着走廊中的丧尸，皱了皱眉头。虽然之前天台上的战斗吸引了一部分6楼的丧尸上去，但6楼走廊中依然还有10多个丧尸在，而那个特殊丧尸就在这些丧尸中间，这让他相当头痛。虽然他现在有把握单挑特殊丧尸，但同时对付那么多丧尸，其中还有一个特殊丧尸肯定不行。想了想，杨斌看向了一旁的陈浩道：浩子，那个特殊丧尸就在那群丧尸中间，那个穿黑色衣服的高个子丧尸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将他引过来，或者引到某个宿舍内？陈浩探出头看了一眼远处的丧尸，思索了一会道：可以试试。小心点，要是不行的话就算了，记住，使用特殊能力会消耗精神力，一旦感觉头晕的话要赶紧退回来，否则你隐身会失效的。杨斌嘱咐道。说完从兜里抓出了一把石子递给了陈浩，这些石子是他引丧尸的时候装的，他兜里有不少。放心吧，斌哥，我明白。陈浩接过石子，身体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在杨斌真视之眼下，陈浩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在离一群丧尸5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丧尸依然在瞎晃，并没有发现陈浩。见到这一幕，陈浩也松了口气，随即拿出了一块石子朝旁边的宿舍丢了进去。很快，响声便惊动了几个丧尸，顿时2只丧尸直接冲进了宿舍中。见这一招有效，陈浩如法炮制，再次丢了几块石子，成功吸引走了7、8只丧尸。此时特殊丧尸已经暴露在外了，陈浩退了几步，丢了一块石子在他脚下。特殊丧尸疑惑地看了眼地上的石头，并没有动，看那样子似乎比普通丧尸聪明一些。陈浩也不气馁，一边后退一边丢石子。特殊丧尸终于忍不住好奇跟了上来，不过他身后的2只丧尸也同样一起跟了上来。看到这一幕，陈浩有些头疼，他只想把特殊丧尸引过来，可不想引3个啊。他连续试了好几次，结果发现那2个丧尸就像跟屁虫一样，特殊丧尸去了，他们就去了。陈浩无奈地看向了远处的杨斌，杨斌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给了陈浩一个带过来的手势，随即走上楼梯，躲到了楼梯拐角处。得到杨斌的许可，陈浩小心翼翼一路丢石子，慢慢地将3个丧尸带了过来，一直引到了楼梯中间的拐角处。杨斌此时紧握铁管，蓄势待发。在3只丧尸上来的一瞬间，铁管猛然刺出，狠狠地捅在了一个普通丧尸脑袋上。顿时，丧尸脑袋直接被捅破，倒在了地上。不是杨斌不想捅特殊丧尸，而是他很清楚，特殊丧尸他没办法一击毙命，到时候他们将要面对3个丧尸的攻击，所以杨斌干脆先杀了一个再说。而随着杨斌的出手，另外2个丧尸也发现了他，直接朝他扑了过来，尤其是特殊丧尸更是速度极快。杨斌拔出铁管，一个横扫砸在了2只丧尸身上，普通丧尸被直接砸得滚下了楼梯，特殊丧尸却只是退后了一步，便再次扑了上来。杨斌铁管瞬间捅出，准确地捅在了对方脑袋上。然而这一次却并不像普通丧尸那样直接贯穿，铁管在对方脑袋上捅了个洞后便无法再进了。
特殊丧尸不管是力量、速度还是身体强度，都比普通丧尸要强一截。杨斌手中的铁管并不是尖的，想要直接捅破特殊丧尸的脑袋，显然没那么容易。不过杨斌早有心理准备，一击不成迅速拔出，铁管再次砸在了丧尸身上，将其逼退。这时，滚下去的丧尸也爬了起来，迅速冲了上来，却被突然显现出来的陈浩拦了下来。两处战场同时打响，在这狭窄的楼梯间，两人手中的铁管使用起来特别不顺手。好在丧尸的战斗方式非常单一，只知道不停扑向对手，他们仗着铁管的长度，丧尸根本近不了身。杨斌一次又一次将特殊丧尸逼退，又一次狠狠地捅在对方脑袋上。终于在连续捅了7、8次后，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杨斌的铁管总算是将对方的脑袋贯穿。特殊丧尸终于停止了行动，缓缓地倒在了地上。而另一边，陈浩也将对手脖子给捅断了。这时，下方嘶吼声音响起，显然他们这边的响动还是惊动了6楼的丧尸。杨斌赶紧将手伸进特殊丧尸脑袋中，很快便摸出了一粒红色的晶体。走！两人快速上楼，在那些丧尸发现他们之前，退回到了宿舍中。第16章，陈浩提升。宿舍中，陈浩看着杨斌手中的红色晶体，有些惊奇道：“斌哥，这东西真的能让人实力大幅度提升？”杨斌点了点头，随即直接将晶体递到了陈浩手中，道：“你试下就知道了。”啊，给我！陈浩瞪大眼睛道：“不给你给谁啊？”杨斌翻了翻白眼：“斌哥，我觉得还是你吃吧，你要是再吃一颗，说不定实力还能提升，到时候这些丧尸还不是轻松拿捏。”陈浩将晶体再次递给杨斌道：“咋地？你想当拖油瓶，让我一个人出力啊？”“不是，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吃会要好些，给我吃有点浪费了。”陈浩低声道。杨斌叹了口气，拍了拍陈浩的肩膀道：“浩子，现在是末世，想要在末世生存下去，必须要有实力。你是我唯一放心将后辈交出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共同进步才行。如果只是我提升了，而你在原地踏步，最终你只会成为拖油瓶。你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吧？”“我可不想当拖油瓶。”“那就是了，一粒晶体而已，等你实力也提升了，咱们2个一起，还怕搞不到吗？”“也是，那行，这里我吃了。”陈浩也不是墨迹的人，想通后也就不再纠结，接过晶体在身上擦了擦，然后闭着眼睛直接丢进了嘴里。很快，能量晶体便化为能量，融入了陈浩的体内。良久，陈浩才睁开了眼睛，握了握拳头，脸上满是兴奋之色。“好神奇啊！我感觉我现在能打死一头牛。你感受一下，看你脑海中有没有多出来什么东西。”杨斌道。陈浩闭上了眼睛，突然猛然睁开，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杨斌：“斌哥，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北斗9星图，跟昨晚上看到天空中的北斗9星一模一样。”“果然，都是一样。”杨斌点了点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脑海中会出现跟天空中一样的星图？”陈浩惊骇道：“我也不知道，我摸索了半天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可能开启了修炼体系。怎么说？脑海中的北斗9星图全是暗淡的，我们吞了一颗能量晶体，点亮了第1颗星的一角，让我们的实力几乎翻倍。如果我没猜错，随着这幅星图点亮的越多，我们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说不定以后还能获得各种能力。”杨斌沉思道：“怎么感觉这么玄乎呢？”陈浩有些不敢相信道：“那你觉得你的隐身玄不玄乎？”“玄乎？那不就得了，异能都有了，修炼不也很正常？好像是这么回事。别想那么多，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继续战斗。”夜幕降临，全球各地都弥漫着恐惧的气息。丧尸的突然爆发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全球局势大变。短短1天时间，人来人往的街道变成了丧尸的天下，人类只能躲在隐蔽处寻求一线生机。官方内部同样乱成一锅粥，各个重要职位中很多人都变成了丧尸，社会秩序几乎瘫痪。马路上如车祸现场一般，横七竖八堆满了车子，一个个丧尸游荡在其中。一栋栋房屋中，不时还能听到压抑的哭泣声，所有人都躲起来不敢出门。当然，也有狠人站出来与丧尸搏斗，但毕竟还是少数。一般人见到丧尸腿都发软，更不要说与丧尸搏斗了。在如此情况下，人类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各行各业几乎全部停止，所有人都在为生存而担忧。末世第1天，全世界乱了。深夜，天空再现北斗9星，却已没有了那颗最亮的北极星，神秘红色星辰也没有再出现。丧尸的嘶吼声逐渐消失，世界变得死一边安静。人类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有过这么安静的夜晚了。除了一些路灯还在顽强地亮着，万家灯火也已不复存在，家家户户都紧闭房门，不敢开灯。酒吧、夜总会等晚上的娱乐场所也都大门紧锁。一只只丧尸抬着脑袋看着天空中北斗9星。
隐隐间似乎有着星光之力牵引着周围的灵气，缓缓融入他们体内。除了丧尸外，各种变异兽同样凝望着天空中的北斗九星，一丝丝灵气缓缓地融入他们体内。第二天一早，杨斌早早地爬了起来，随手拿过手机，发现收到了一条信息。打开一看，杨斌顿时脸色一喜，因为这条信息竟然是胡文亮发来的。他还活着！杨斌有些激动的赶紧打开信息：“斌哥，你们还活着吗？末日来了，刘伯变成丧尸了，我躲在厕所，侥幸逃过了一劫。不过他似乎已经发现了我，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如果你们还活着，找个地方躲起来，千万要活下去。”看到胡文亮的信息，杨斌心情有些沉重。刘伯终究还是变成了丧尸，不过好在胡文亮还活着。浩子，快醒醒！杨斌踢了踢陈浩的床，喊道：“怎么了，斌哥？”陈浩迷迷糊糊的爬了起来。亮子还活着？杨斌有些激动道：“真的？”陈浩顿时惊喜的坐了起来。那刘伯呢？他变成丧尸了。杨斌低声道：“哦，没事，至少文亮还活着。”陈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他现在躲在厕所里，处境很不好，我们得想办法下去救他。”杨斌道：“两人迅速来到厕所，简单的洗漱了一下，换了一套搜刮而来的干净衣服。他们的衣服早已经破烂不堪，而且还沾满了血迹，昨晚睡觉前就丢了。各自背上背包，便来到了赵坤几人的宿舍前，敲了敲门。很快，瘦猴便将门打开了。他们几个也已经收拾完毕，正等着他们呢。今天怎么整？赵坤问道。我们准备去3楼救人，你们去不去？杨斌直接道。赵坤皱了皱眉头，这里到3楼要经过654三层楼，我们这样下去肯定会惊动这几层楼的丧尸，要是被上下包抄了就完了。很危险，所以问下你们去不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那我跟陈浩去了。赵坤思索了一会，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道：“对不起，我没办法陪你们冒这个险，我要为瘦猴和老黑负责。”我理解。杨斌点了点头，他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真要说起来，关系还不算太好，对方自然没必要陪他们冒险。那我跟陈浩去了，你们自己小心点。杨斌说完便带着陈浩离开了。杨斌，我希望你们能活下来。赵坤看着两人的背影道：“你放心，你们死了，我们都不会死。”杨斌摆了摆手道：“第17章去3楼。斌哥，有把握吗？”来到楼梯间，陈浩有些担忧道：“这种情况谁敢说有把握啊？不过我们两人实力都提升了，再加上异能在身，应该可以试下。”杨斌道：“要不我直接隐身下去看看情况？”不用，你的隐身现在还坚持不了太久，而且下面有多少丧尸谁都不知道，要是不小心与丧尸接触到了，你就完了。我们两个配合才是王道。好吧。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往下走去。6楼楼梯间并没有丧尸，两人一路来到了5楼，却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5楼楼梯间中有3个丧尸在晃悠，以两人的实力，要解决这3个丧尸很简单，但是一旦动手，势必会发出声响，到时候吸引一群丧尸就麻烦了。就算是以他们现在的实力，要是真被上下包抄了，也只有凉的份。怎么办，斌哥？陈浩看向了杨斌道。杨斌想了想道：“能不动手尽量不动手，你试试隐身下去，看能不能用石子将他们引开。”好。陈浩点了点头，随即直接隐身，慢慢往下走去。小心点，千万不要弄出声音。陈浩小心翼翼地来到几个丧尸身后，随即拿出石子丢到了走廊处，想把几个丧尸吸引过去。结果楼梯间几个丧尸没过去，却把走廊里的丧尸吸引过来了。看到这一幕，两人都非常的无奈。陈浩不信邪，再次丢了一颗到另一边，结果另一边同样走出来了2个丧尸，而楼梯中的3个丧尸依然没啥反应。陈浩不敢再丢了，生怕再丢下去又引来其他丧尸。面对这种情况，除非陈浩能够走下去将石子丢进走廊里面点，否则想要让这几个丧尸离开楼梯间估计是不可能了。但是3个丧尸就在楼梯中间，陈浩想要过去必须要从他们身边经过，这无异于走钢丝。3个丧尸虽然没有并排站，但他们之间相隔非常近，而且他们还走来走去，陈浩要是一个不小心与某个丧尸触碰到就完了。杨斌正准备将陈浩叫回来从长计议，结果陈浩却直接一咬牙继续往下走去。杨斌顿时吓了一跳，想要将他叫回来已经晚了，只能握紧手中的铁管，一旦出现问题他会第一时间出手。陈浩步伐很慢，一步一步地向下走去，眼看距离丧尸越来越近，杨斌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反倒是陈浩此刻却是异常冷静，在第一只丧尸从身边走过的瞬间一步跨出，越过了第一只丧尸，缓缓地来到了第2只丧尸附近，耐心地等待着这只丧尸离开，然后再从他身后侧身晃过。却在这时，后面来的几个丧尸突然晃悠悠地朝陈浩的位置走去。
这一刻，不管是陈浩还是杨斌都惊出一身冷汗。一旦他们过来，绝对是要跟陈浩碰到的。关键时刻，陈浩直接拿出了几颗石子丢在了他们身后。几个丧尸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了身后，随即一脸疑惑地走了过去。呼！不管是杨斌还是陈浩都狠狠地松了口气。刚刚走在最前面的丧尸脸都快跟陈浩贴着了，要不是陈浩经历的多，就刚刚那一幕绝对要当场吐掉。几个丧尸连带着第三个丧尸一起离开了。陈浩迅速贴到墙边，来到了墙角处，随即再次拿出了一把石子丢在了走廊里面。几个丧尸的注意力成功被吸引了过去，就连还在楼梯上的2个丧尸也好奇地跟了过去。很快，楼梯间的丧尸都离开了。陈浩跟杨斌招了招手，杨斌迅速走了下来，两人快速来到了5楼到4楼的楼梯拐角处。耗子，下次别这么冒险了。杨斌责备道。放心吧，斌哥，我有把握的。陈浩自信道。有个鬼的把握，刚刚就差点跟丧尸亲嘴了。那纯属意外。陈浩尴尬道。下次这种事还是要跟我商量。杨斌严肃道。陈浩低声道。杨斌点了点头，随即开启侦视之眼，看向了下方。4楼楼梯上倒是没有丧尸，不过4楼楼道中有几个丧尸在晃悠，这自然是难不倒他们。陈浩隐身下去，丢了几块石子，轻松将他们引到了旁边的一个宿舍中。两人快速下楼，刚来到4楼楼道中，正准备往下走，杨斌却停了下来。怎么了？陈浩小声问道。一群。杨斌黑着脸道。都在楼梯间。在吃饭。吃饭？陈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大长腿，皮肤还挺白，应该是312那个娘娘腔。杨斌道。吃人啊！陈浩总算是反应过来了。丧尸不吃人，还能吃米饭啊？斌哥，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变态了。有什么变态的？这种场景不是见了很多了吗？可也不像你这样看得这么认真的啊，竟然凭一条腿就认出人来。常规操作，要是哪天你被吃了，我能凭一根骨头认出你来。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麻烦的是，那些家伙吃得正香，一时半会应该不会离开。杨斌皱眉道。那要不我们等等？陈浩道。等个嘚儿，我们这个位置尴尬的要死，一会4楼的丧尸过来了，我们就完了。你能隐身，我可不行。那怎么办？冲下去，一路干到我们宿舍。杨斌道。这太冒险了吧，万一下面丧尸扎堆，我们岂不是悲剧了？没办法，我们要是在楼道里被上下堵住，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吧，听你的。一会你跟紧我，以我们的实力冲过去应该问题不大。好。杨斌紧握铁管，紧紧地盯着下方吃得正香的丧尸。见他们没有往上看，杨斌直接冲了下去，随即身体跳起，一脚踩在一个丧尸头上，直接越过了一群蹲在楼梯间吃饭的丧尸。陈浩紧跟上，在那个丧尸还没回过神来之时，同样在他肩膀上一蹬，直接跳了过去。吼！一群丧尸见到2个活人，顿时饭也不吃了，疯狂朝2人追去。第18章胡文亮。2人一路冲到3楼走廊处，然而当看到走廊中的丧尸后，顿时感觉头皮发麻。整个走廊中全是丧尸，保守估计绝对有30-40个，单单左边走廊就有将近20个。耗子，要拼命了，我负责前面，你负责后面。杨斌严肃道。陈浩认真的点了点头。杨斌紧了紧手中的铁管，随即直接朝前方冲去。吼！前方的丧尸很快便扑了过来。杨斌手中的铁管猛然刺出，瞬间洞穿了第一个丧尸的脑袋。然而杨斌却是脸色一沉，他感觉洞穿这个丧尸的阻力似乎比之前的丧尸大了一些。不过这个时候也来不及多想，直接一脚将这个丧尸踹了出去，同时将身后的几个丧尸一起撞倒在地。2人迅速往前冲。很快，那些丧尸迅速爬了起来，再次朝2人扑来。身后的丧尸也很快追了上来。陈浩学着杨斌的样子，铁管迅速出击。虽然没有杨斌那么熟练，不过身体素质提升后，力量已经足够，冲在最前面的丧尸直接被他贯穿了脑袋。陈浩同样一脚将其踹了出去。2人手脚并用，铁管不断出击，脚不停地将冲上来的丧尸踹出去。连续杀了好几个丧尸后，杨斌心中基本已经确定，这些丧尸绝对要比昨天的要强一些，不管是身体强度还是力量和速度都比昨天要强。难道楼下的丧尸厉害一点？还是说丧尸会成长？杨斌沉思道。斌哥，快点，我顶不住了。陈浩焦急的声音响起。杨斌赶紧回头看了一眼，顿时脸色一沉。后面的丧尸比前面丧尸要多一些，此时这些丧尸已经冲到了陈浩面前，他手中的铁管已经无法刺出了，只能改为横推，想要将这些丧尸推回去。但是丧尸太多了，根本推不动，只能死死的咬牙撑住，手上已经被丧尸抓得鲜血淋淋了。耗子，撑住！杨斌怒吼一声，手中铁管再次刺穿一个丧尸的脑袋，
随即直接跳起，狠狠的一脚将其踹出去几米远，背后丧尸跌倒一片。走！杨斌也来不及补刀了，直接踩在这些丧尸身上，飞快的往前跑去。陈浩猛然往前一推，随即赶紧跟上。前方，杨斌手中的铁管改刺为抡，将一个又一个丧尸砸倒在地，快速朝前方冲去。陈浩紧跟上，眼看就要到达308宿舍了，却在这时，一个倒在地上的丧尸突然抱住了陈浩的腿，随即直接一口咬在了他的脚脖子上。嘶！陈浩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浩子！杨斌大惊，钢管瞬间出手，将咬住陈浩的丧尸解决，随即拉起陈浩，用肩膀将前面几个丧尸撞开，直接冲进了宿舍中，迅速将门关上反锁。吼！两人刚准备松口气，突然听到一声嘶吼声响起，这才发现宿舍内同样有一个丧尸。刘博看到这个丧尸，两人脸上都露出一抹难过之色。3年室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如今看到昔日的室友变成丧尸，心中很不是滋味。然而此时的刘博可不管两人是不是熟人，看到生人后顿时兴奋地朝两人冲了过来。对不起了，兄弟。杨斌叹了口气，手中铁管瞬间出手，一击将对方脖子洞穿。他没有捅对方脑袋，至少给对方留个体面。看着刘博倒在地上，两人脸上都有些悲痛。他们杀了那么多丧尸了，还是第一次杀身边的兄弟。砰砰砰，一道道疯狂的拍门声响起，宿舍门被拍得摇摇晃晃，身后的丧尸显然不打算放过他们。两人赶紧收起心神，合力将不远处的床拖到门后面顶住。刚将门顶住，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斌哥，浩子！”只见胡文亮从厕所中探出脑袋，看到两人顿时惊喜不已。亮子！两人看到胡文亮后也是一脸的激动，3个大男人直接抱在了一起。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胡文亮眼睛红红的道：“是啊，你能活着真是太好了。”陈浩也感叹道。很快3人松开，胡文亮疑惑地看着两人道：“外面全是丧尸，你们怎么回来的？”还说呢，你可知道我们为了回来救你遭了多少罪吗？陈浩将腿伸了出去，那里已经血肉模糊了，肉都被咬掉了一块。浩子，你……看到陈浩脚上的伤口，胡文亮眼睛顿时红了。对不起，浩子，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该给你们发信息的。如果你变成丧尸了，我会陪你。去，你又不是女人，谁要你殉情啊？赶紧的，拿点东西给我包扎一下，疼死我了！你都要变成丧尸了，还包扎什么呀？你才变成丧尸呢，老子好好的，咒我呢。陈浩翻了翻白眼道：“可是……好了，亮子，浩子没事的。”此时杨斌已经从柜子中找出来纱布、酒精和一些疗伤药走了过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以前备着的，经常去工地干活，难免会磕磕碰碰，所以他习惯性会备点药。然而正在他准备给陈浩上药时，却突然停住了，因为刚刚他开启侦视之眼观察陈浩伤口时，无意间看到了胡文亮，而这一看直接让他愣住了。胡文亮竟然有异能，而且是治疗系异能！卧槽，这要巧的吗？杨斌瞪大了眼睛道：“什么巧啊，斌哥？”陈浩奇怪道：“亮子这家伙竟然也有异能，你说巧不巧？”真的。陈浩顿时激动不已：“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异能啊？”胡文亮一脸懵逼地看着两人道：“亮子，你试试用手放在浩子受伤的位置，然后集中精力想着治好他。”杨斌道：“这是干嘛？”胡文亮更懵了：“你按我说的做就行。”杨斌笑道：“哦，好吧。”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蹲下身体，伸出手放在了陈浩手上的位置，随即集中精力想着治好他。很快，在几人惊叹的目光中，在胡文亮手跟陈浩伤口接触的地方突然亮起了白色的光芒，随即几人震惊地发现，陈浩脚上的伤口竟然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慢慢愈合，没一会伤口就完好如初了。卧槽，这要牛逼！陈浩惊叹道。就连杨斌也一脸惊叹地看着这一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胡文亮更懵了。是这样的，杨斌将他所知道的与胡文亮说了一遍，总算让他有了点概念。也就是这末日不但有丧尸，也会有超人。胡文亮瞪大眼睛道：“可以这么说吧。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对了，亮子，刘博变成丧尸了，你怎么活下来的？是刚好去上厕所了吗？”杨斌奇怪道：“不是，那晚被你电话铃声吵醒了，就有点睡不着，然后爬起来玩游戏，想着玩2把就睡，结果一直输，越玩越气，更不想睡了，一直玩到4点多钟才让我赢了一把。就在我准备退出游戏睡觉时，突然从窗户看到外面很亮，还有些红，好奇之下我开门走了出去。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胡文亮一脸震惊道：“看到了北斗9星，还有一颗赤红色的星辰。”杨斌试探性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胡文亮瞪大眼睛，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也看到了？陈浩笑道。好吧。胡文亮尴尬道。当时看到那一幕，直接把我震惊的睡意全无，一直看到星星都消失了，才回到了宿舍。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回到宿舍时，就看到刘伯身体在不停的抖动，我一直叫他，却怎么都叫不醒。然后我看着他皮肤慢慢溃烂，我当时害怕极了，打你们电话也打不通。最后他突然睁开了眼睛，那眼睛竟然是血红色的，那感觉就像电影里面的丧尸一样，吓得我赶紧躲进了厕所，不停的拨打报警电话，结果却一直打不通。最后在网上看到了丧尸爆发，我就一直躲在厕所不敢出来。胡文亮心有余悸的道：好家伙，你这是亲眼见证了丧尸的形成啊！陈浩惊叹道。而杨斌却陷入了沉思，他有异能，陈浩有异能，胡文亮也有异能，而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就在看到了北斗九星和赤红色的星辰，莫非异能跟这个有关？第19章，学校的广播。砰砰砰，宿舍门依然被外面的丧尸不断的撞击着，这些丧尸似乎已经认准了杨斌两人了，锲而不舍的不停撞击着宿舍门。三人看着不停晃动的床，赶紧将另一张床也拖了过去，反正杨斌和陈浩两人力气大，两张床顶在门后，晃动总算没那么大了。三人终于松了口气。那个斌哥，你们有吃的吗？我都快2天没吃东西了。胡文亮有些尴尬的道。他在厕所躲了1天1夜，一直没吃东西，也没敢睡觉，此时已经饿得不行了。有。杨斌取下背包将其打开，里面有不少吃的和水，都是他们搜刮来的。卧槽，你们打劫去了？竟然有这么多东西。胡文亮有些惊讶道。差不多，赶紧吃吧。胡文亮也不客气，抓起1包面包和1瓶矿泉水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看着胡文亮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杨斌笑了笑。胡文亮的异能给了他极大的惊喜，有他在，至少他们生存又多了一份保障。末世中受伤在所难免，他们又不懂医，简单包扎还好，要是严重就麻烦了，现在想要找个医院都没得找。所以胡文亮的异能这时候简直就是神迹。好一会，胡文亮终于吃饱了，一脸心满意足的道：有东西吃真好。那是，末世想搞点吃的可没那么容易，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搜刮了一整层宿舍才找到的。陈浩自豪道。牛！胡文亮竖起了大拇指。斌哥，接下来咱们怎么办？那些丧尸一直堵在门口，我们想出去也出不去啊。陈浩担忧道。没事，反正他们进不来，我们先休息会，时间长了自然会有丧尸离开，等丧尸少一点了再想办法出去。耗子，你手上似乎也伤得挺重，我一起帮你治疗一下吧。胡文亮看着陈浩被抓得血肉模糊的双手道。好。陈浩赶紧将被抓烂的衣袖捞起来，露出一道道伤口。你说你，明明你们2个一起来的，人家斌哥都没事，你就搞得全身是伤。我能跟他比？我要是有他那么厉害，就不是我叫他哥了。不过有一说一，亮子，你这异能是真不错，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受伤了。陈浩看着完好如初的手臂，有些兴奋道。胡文亮正想说什么，突然感觉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在地，还好及时扶住了桌子。咋啦？陈浩奇怪道。不知道，就是感觉有些头晕无力。胡文亮疑惑道。应该是连续使用异能导致的，休息会就好了。杨斌开口道。啊，使用异能还会这样啊？难怪我就说我身体挺好的，怎么会突然头晕呢？不行啊，亮子，你这也太不持久了吧。陈浩调侃道。使用异能消耗很大，前期都无法长时间使用，不过好像随着实力提升会越来越好。杨斌道。我也感觉到了。陈浩点了点头。好了，都休息会吧，尤其是亮子，你2晚上没睡了，眼睛都有血丝了，睡一会，回头我们叫你。可是外面的丧尸……没事，有床顶着他们进不来的，你躺在床上刚好他们给你摇一摇。好吧，我睡会。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直接倒在了床上，他确实太困了。另一边7楼，坤哥，你说杨斌他们那样下去能活下来吗？瘦猴问道。不知道，不过应该可以，杨斌那人很聪明。赵坤道。那我们要继续去6楼搜刮食物吗？我们现在的食物也就能坚持到明天，要是再不搜刮点，明天就要饿肚子了。就我们几个肯定不行，除非把708那4个家伙也拉上，那几个怂包肯定不敢的。没事，他们食物也不多了，等饿得受不了了，自然会主动找来。哈哈，也是。末世第2天，学校的各个宿舍楼不时能看到人影闪动。经过了1天1夜后，很多人终于饿得有些受不了了，不得不铤而走险出来寻找吃的。只是在满是丧尸的宿舍，想要寻找吃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送外卖的。好在到中午的时候，学校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成功的吸引了大部分丧尸。丧尸对声音特别敏感，
在听到广播声音后，呼啦啦的一大群一大群的往声音发出的地方跑去。也幸好丧尸听不懂广播的内容，因为广播内容是一位校领导发的，意思是让还活着的同学想办法去大食堂集合。学校大大小小的食堂有4个，不过一说大食堂，大家都知道，那是可以同时容纳3000人用餐的食堂，也是最靠近宿舍楼的食堂。这位领导估计也知道这些丧尸听不懂话，所以才敢在广播里面喊。而听到广播后，所有的同学都是一脸惊喜，学校并没有放弃他们。只是虽说大食堂是最靠近宿舍楼的，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想要过去也不是简单的事。很快，校园论坛再次热闹了起来。16栋宿舍楼的还活着的同学回复下，咱们集合起来，一起去食堂。12栋宿舍楼的，我建了个群，大家进群聊一下怎么去。挨着的宿舍楼一会楼下集合，多点人安全点。各个宿舍楼的人都在集合讨论怎么去食堂的问题。同样，21栋宿舍也有人在发帖了。21栋宿舍还有多少人？咱们也统计一下，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去食堂。很快就有不少人评论，经过统计，21栋宿舍还活着的只有53人，这其中杨斌几人没有说话，也就没算在内。平均下来，一层仅剩下7、8个人左右，让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就在这时，有人突然道：“咱们这一栋楼有人早就开始清理丧尸了，7楼的丧尸全部被他们杀完了，可以让他们带头去。”真的假的？还有这么猛的人？是真的，现在7楼一个丧尸都没有了，就是被他们清理了。不过那几个人很坏，把我们食物都抢了。怎么能这样？连同学的食物都抢，太坏了吧！就是现在末日，大家都缺食物，怎么能抢别人食物呢？这种人真可恶！一个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开始指着杨斌等人，仿佛几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杨斌和陈浩此时也在刷着手机，看到这一幕，顿时非常无语。不就吃了几块蛋糕吗？怎么就变成十恶不赦了呢？陈浩郁闷道：“没必要理会这些人，都是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真要碰到，他们做的只会比我们更过分。”杨斌摇了摇头道：“我觉得也是。那斌哥，咱们要出去吗？外面丧尸少了很多了，凭我们实力，冲出去应该没什么问题。先不急，人多未必是好事，看看情况再说。”第20章背锅侠。论坛上，这事先放一边吧，咱们还是想想怎么去食堂的事。终于还是有人想起了正事，既然他们能够杀丧尸，就让他们带着我们一起去食堂呗。我觉得也行。楼上的那几个人是谁艾特出来呗？有3个是我们这一层716房间的赵坤、老黑他们，另外2个不认识，应该不住这一层。艾特赵坤在吗？艾特赵坤在的话回一句。此时7楼某宿舍内，赵坤3人脸都黑了。这些家伙刚刚还把我们说的罪大恶极，现在竟然想让我们带他们去食堂，当我们冤大头啊！瘦猴无语道：“也不能这么说吧，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去有个照应，希望会更大一些。”老黑道：“坤哥怎么说？别搭理他们。”赵坤道：“可是我们也是要去食堂的呀，我们的食物也坚持不了多久，趁着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一起去不是更好吗？”老黑不解道：“人多确实力量大，但是目标也大，危险程度有可能更高。”赵坤道：“但我们这样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呀，网上都叫疯了，先看看再说吧。”赵坤有些烦躁道：“ MD， 这些家伙怎么就没把杨疯子认出来呢？要不我们把他供出来？”老黑道：“你要是想死，可以试试。”赵坤翻了翻白眼道：“似乎是发现了丧尸的动向，学校领导很聪明的一直播放着广播，声音放得贼大，越来越多的丧尸赶往附近广播声音发出的地方，宿舍中的丧尸越来越少，不少宿舍中的学生开始蠢蠢欲动了。终于，最靠近食堂的4、5、6栋宿舍楼的学生开始了行动。一群学生组织起来，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扫把、撑衣杆、板凳、水果刀都有，偶尔也能看到有人手中拿着钢管，甚至唐刀都有。大学生总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大部分丧尸都已经离开了，偶尔碰到1、2个，在一群人的群殴下，也很快就被打倒在地。虽然大部分人不敢动手，但总有那么几个狠人，在他们的带领下，还真让他们逃到了食堂中。看到有人成功了，其他人更是激动不已。随即，各大宿舍楼的人都纷纷行动了起来。结果有成功的，也有损失惨重的，更有全军覆没的。丧尸虽然被广播声音吸引，但是他们不是瞎子，当看到活人时，肯定会先吃活人。学校广播的喇叭，除了教学楼顶的大喇叭外，各个草地上、树上都有隐藏式喇叭。所以，虽然丧尸离开了宿舍楼，但是这些丧尸依然分布在各个地方。要是一个不小心被丧尸看到了，那就只能凉凉了。不过虽然死亡率很高，但是这毕竟是生存下去的希望，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的。尤其是那些饿得受不了的人，都想着去食堂有饭吃。此时，校园论坛21栋宿舍帖子下面
见赵坤几人始终不出现，不少人已经在评论区开骂了。这个赵坤就 TM 是个胆小鬼，只知道抢夺同学的食物，真让他去打丧尸，怂得跟孙子一样。就是说什么7楼的丧尸都是他们杀的，我看80%是骗人的。我昨天看到很多丧尸跳楼，估计是丧尸自己跳下来的。MD 整个就几个怂货。看到这些话，赵坤几人气的差点把手机都摔了。不行，我忍不了，走，去708把那几个家伙揍一顿再说。老黑一张脸彻底黑了下来，就是明明是杨斌那个家伙先动手的，结果黑锅却要我们来背，我咽不下这口气。瘦猴道：走，我现在也想打人。就连赵坤此时也站了起来。于是几人直接来到了708宿舍中。砰砰砰，老黑拍打着房门。你们干嘛？卷毛从窗户上看到几人怒气冲冲的样子，顿时有些害怕道：不干嘛，你们不是让我们带你们去食堂吗？走吧。赵坤压制住怒气道：真的？眼镜男有些不相信道：这几个家伙这状态怎么也不像是要带他们的去食堂的样子。当然，其他宿舍楼的很多都已经去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去？不去的话我们可就走了。赵坤道：啊，去，当然要去。宿舍内4人生怕赵坤几人把他们丢在这里，赶紧开门。然而门一打开，顿时后悔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赵坤3人露出了邪恶的笑容。你们要干嘛？别乱来啊！很快一道道惨叫声从708宿舍传了出来。虽然708宿舍有4个人，但是却被赵坤3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与丧尸打了那么多场的赵坤3人自然不是这些连与丧尸战斗都不敢的家伙能比的。几分钟后，赵坤3人一脸舒坦地从宿舍走了出来，身后4个鼻青脸肿的人躺在地上瑟瑟发抖。走吧，趁现在没什么丧尸，我们也去食堂吧。赵坤道：那要带上其他人吗？瘦猴问道：我们走我们的，别管他们。好吧。他们离开后，宿舍内卷毛几人却快速爬了起来。他们走了，很可能是去食堂，我们赶紧跟上。虽然对这几个打他们的人愤恨不已，但是他们很清楚，这几个人是真敢杀丧尸的，跟着他们总比自己去要强。而在校园论坛21栋宿舍的那个帖子下面，很快就有消息出现了，他们去食堂了。很快，一个个躲在宿舍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宿舍，纷纷跟了上去。308宿舍，杨斌看着论坛上的消息，摇了摇头。赵坤这家伙还是沉不住气啊！现在丧尸基本上都走了，他们有武器，也有打丧尸的经验，小心点赶到食堂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陈浩道：如果就他们几个赶到食堂肯定没问题，但他们身后要是跟着一群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也是，人多目标大，不过都是同学，能带就顺便带一下也好，毕竟留在宿舍很可能要被饿死。你最好别有这种想法，现在是末世，能管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就不错了，其他人我们管不了，任何一点圣母心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我明白。那斌哥，我们什么时候过去？杨斌看了眼还在熟睡的胡文亮，想了想道：我们食物还够，今天再在宿舍住一晚，明天再过去吧，到食堂可没有床睡。听你的。第21章21栋宿舍遭遇。赵坤几人一路下楼，途中就碰到几个丧尸，也被他们轻松解决了。来到1楼，看了眼身后跟着的一大群人，赵坤皱了皱眉头，不过最终也没说什么，继续向前走去。穿过几栋宿舍楼，很快来到一片绿化带中，不远处一群丧尸正一脸疑惑地围绕着一个隐藏式音箱转悠，估计想不明白，明明听到了人的声音，却看不到人。赵坤打了个手势，随即朝另一边绕过去，身后跟着的人也赶紧跟了上去。他们也知道情况危险，一个个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不过人多总是容易出现各种意外，由于跟太紧，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前面一人的脚后跟，前面那人顿时摔了一跤，紧接着好几个人接连摔倒。该死！看到这种情况，赵坤顿时骂了一句。果然，那边10多双血红色的眼睛齐齐地看了过来，随即一个个兴奋地朝这边冲来。看到丧尸冲来，一群人顿时慌了，甚至有人慌不择路乱跑。都给我停下！谁要乱跑，老子第一个杀他！赵坤怒道：拿出武器，准备战斗。毕竟经历过不少战斗，赵坤3人倒是没有慌乱，第一时间拿出铁管。其他人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不过见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也都纷纷压制住心中的恐惧。他们这里足足50多人，面对10多个丧尸，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很快，丧尸就冲了过来，赵坤3人第一时间出手，铁管直接捅向了前面丧尸的脖子。战斗经验在这一刻就显现出来了，3人的铁管都准确地捅断了一个丧尸脖子。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的经验了，手中的武器也是参差不齐，什么样的都有。最气人的是，有些人竟然没有拿武器，而是背着个包，
手中提着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丧尸直接一拥而来，有些人第一时间出手抵御，也有些人吓得双腿发软。当键盘侠的时候，一个个厉害得很，真要面对丧尸的时候却都怂了。好在终究还是人数上优势，加上有赵坤3人在，最终这10多个丧尸全部被击杀了。然而却并不是无损的，其中有6人都被丧尸咬伤了。看着这几人的伤口，赵坤皱起了眉头道：“你们要么自己离开，要么我现在把你们杀了。”“不要，肯定有办法的，我不会变成丧尸的。”几人顿时惊恐不已。“就是啊，肯定有办法的，不要放弃我们啊！”然而刚刚还站在同一战线的众人，此刻却赶紧远离几人。“你们还是自己离开吧，这样也体面些。”“不，你们不能这样，我们是一起的，不是说好要一起去食堂的吗？”然而其他人却无动于衷，像是看瘟疫一样看着他们。没一会，几人脸上开始溃烂，表情变得极为痛苦，眼睛慢慢变得血红。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就在这时，赵坤3人突然出手，铁管瞬间洞穿了几人的脖子，看得其他人心惊胆战。不过其他人也不敢说什么，生怕对方给自己也来一下。如果想活着到达食堂，都给老子小心点，要是再出现刚刚那种情况，老子捅死你们！赵坤怒骂了一声，便再次朝食堂方向走去。接下来倒是一路相安无事，偶尔碰到1、2个丧尸也被赵坤3人解决。然而在快要到食堂时，却碰到了一群丧尸正在追赶一群人，而且丧尸数量极为恐怖，至少上百个。在见到这一幕时，赵坤顿时脸色大变，撤！然而这时候那群人却发现了他们，顿时像是发现了救命稻草一般，飞快地朝他们这边跑来。“救命啊！前面的同学，快救救我们，好多丧尸！”“操！”赵坤骂了一声，随即对老黑和瘦猴道：“跑，管不了了。”3人赶紧逃跑，其他人却也是第一时间跟了上去，后面一大群丧尸追在后面。“怎么办，坤哥，跑不掉了！”老黑看着越来越近的丧尸，急得不行。“走，去图书馆！”赵坤迅速转向，朝图书馆的方向跑去。其他人此时都把赵坤当做了大腿，他往哪跑也跟着往哪跑。一群人疯狂冲向图书馆，一路上还有零零散散的丧尸，不过数量不多，被赵坤几人用铁管砸倒。好不容易来到图书馆，却发现门是锁的。“砸门！”赵坤说完，手中的铁管疯狂砸向门锁。只是图书馆的门锁还特别坚固，砸了好几下都没砸开。老黑和瘦猴2人也赶紧过来帮忙。“啊，救命啊！”很快后面传来一阵阵惨叫声，显然丧尸已经追上来了。“快点啊！”其他人顿时急得不得了。“叫个毛线，来帮忙啊！”赵坤吼道。“哦，好。”终于在众人疯狂猛砸下，门锁总算是被砸开了。赵坤迅速打开门，一群人争先恐后的冲了进去。当大部分人都进来后，还剩下一些被丧尸拖住的人，赵坤果断关闭了大门，赶紧的搬桌子过来顶住。赵坤大声道：“哦，好。”其他人此时已经乱了分寸，听到赵坤的话，赶紧搬来桌子顶在大门上。此时大门被敲定，砰砰砰的响。“开门啊！你们不能这样，我们还没进去呢，你们这是谋杀啊！快开门啊！我不想死啊！”外面的人疯狂大吼，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不忍之色，然而却没有人说要开门。此时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在自身生命安全与救人之间，所有人都选择了前者。没一会，外面的叫声慢慢弱了下来，显然被关在外面的人都已经失去了生命。而此时图书馆内仅剩下30多人，这一趟下来直接损失了20多人，让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绝望之色。然而损失了那么多人，却还没有到食堂，这才是最绝望的。图书馆可没有吃的，真要说起来还没有宿舍舒服。这一刻很多人都后悔了，早知道这样就不出来了。此时赵坤几人也是脸色无比的难看，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坤哥，接下来怎么办？”瘦猴低声道。“不知道，只能等等看看这些丧尸会不会离开了。”“真 TM 倒霉。”老黑吐槽道。“不是倒霉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问题。”赵坤道。“为什么？”“如果是杨斌在，他肯定不会让这些人跟着。”第22章寻找特殊丧尸。308宿舍，看来那些人都走了。杨斌看着窗外道：“应该是，估计这栋宿舍楼就我们几个了。”陈浩道：“把文亮叫醒，我们继续搜刮宿舍去。”“斌哥，感情你要在宿舍多留一天，就是为了这个啊？”“当然不是，主要还是床睡得舒服点。”杨斌笑道。“而且丧尸离开后，那些家伙应该已经把附近的宿舍都搜刮过了，我们能搜到的东西不会很多。不过我们这次主要不是为了找吃的，而是找日常用品，像衣服、充电宝、打火机之类的。”“明白。”
陈浩点了点头，随即将胡文亮叫了起来，三人搬开床走了出来。宿舍楼内几乎已经看不到丧尸了，广播到现在还在响，播放的还是劲爆的歌曲，特别吸引丧尸。不过应该要不了多久，那些喇叭就会被丧尸毁掉，到时候那些丧尸就会到处游荡了。三人一间一间房间搜刮过去，偶尔也能碰到个别丧尸，不过对于几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问题。花了2个多小时，将1-6楼的宿舍都搜刮了一遍。果然如杨斌所说，食物并没有搜到多少，但是日常用品倒是收集的满满一背包。走，把东西放回宿舍，我们出去。杨斌道。去哪啊？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一脸好奇道。找特殊丧尸。听到杨斌的话，陈浩顿时眼前一亮，胡文亮却是一脸懵。不过他没有多问，跟着就行。三人将东西放好后，杨斌给胡文亮也整了根铁管，随即几人便出门了。大家都是躲着丧尸，他们3个却主动跑去杀丧尸，也是没谁了。不过这事还真就他们能干，其他人就算知道特殊丧尸脑袋里面有晶体，也很难找到特殊丧尸。特殊丧尸外表跟普通丧尸是一样的，根本分辨不出来，只是实力比普通丧尸要强而已。但不可能每个丧尸都去试一下实力怎么样吧？而这点杨斌却有着绝对的优势，真视之眼一开，哪怕是藏着丧尸群里面的特殊丧尸也能让他看出来。三人离开宿舍楼后，没一会便看到一群围着喇叭听歌的丧尸。杨斌看了一眼便摇了摇头，随即继续朝其他方向走去。连续走了好一会，途中碰到了10几波丧尸，都没有看到特殊丧尸。好在杨斌有着真视之眼在，每次都能提前发现丧尸，然后提前躲避，将危险系数降到了最低。走了那么长时间，也就碰到几个实在绕不开的丧尸，被他们2个解决掉了。终于在三人经过一片小树林时，杨斌突然停住了脚步，眼中露出惊喜之色。找到了。陈浩激动道。就是有些少儿不宜。杨斌笑道。什么情况？小树林，孤男寡女，你们懂得。卧槽，这么奔放。胡文亮瞪大眼睛道。少见多怪，想当年我和诗雅。停，别再吹你那高光时刻了，你家诗雅已经跟别人了。杨斌毫不留情地打击道。2个丧尸，女的是特殊丧尸，男的是普通丧尸，女的交给我，男的交给你，亮子在后面就行，速战速决，别把其他丧尸引过来了。杨斌严肃道。明白。行动。几人迅速钻入树林中，这树林很茂盛，钻进来外面基本上看不到里面的情况，难怪他们会那么大胆。杨斌要不是有真视之眼，还真发现不了他们。几人冲进去后，很快便发现了目标，不过看到2个丧尸的情况后，陈浩和胡文亮都瞪大了眼睛。卧槽，还真是少儿不宜啊。陈浩惊叹道。不会是正在做的时候尸变了吧？胡文亮也瞪大了眼睛道。还真有可能。好了，别聊了，人家杀来了。2个丧尸可没有一点羞耻心，见到突然出现的活人，顿时兴奋地朝2人扑来。只是他们的裤子都是脱到脚腕位置的，并没有全部脱掉。刚跑几步，2只丧尸纷纷倒在了地上。看到这一幕，三人额头上都掉下来一滴冷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广播的声音吸引过去了，感情是跑不动啊。陈浩感叹道。2只丧尸倒下后再次爬起来，然后跑了2步又摔倒在地。女丧尸的上衣被掀得很高，2只硕大暴露在空气中，每次摔跤都与地面亲密接触。这不会摔坏吧？胡文亮道。不会，那玩意很软。陈浩颇有经验道。好了，别聊了，赶紧解决，一会其他丧尸来了。杨斌道。好。2人瞬间出手，对着2只丧尸的脑袋就捅了过去。打了那么多丧尸，还真是第一次打那么轻松的。男丧尸被陈浩一击解决，女丧尸倒是让杨斌捅了7、8次才解决。特殊丧尸身体强度比普通丧尸要强不少，而且杨斌感觉到这只特殊丧尸比昨天他杀的那2个特殊丧尸身体强度还要强一些。女人身体强度不应该比男人更强才对，难道丧尸真的会成长？杨斌沉思道。这个发现让他心中顿时有些紧迫了起来。唉，可惜了。胡文亮看着倒在地上的女丧尸感叹道。你要想破处，现在也可以，趁热。杨斌笑道。哦，我才没那么变态呢，而且我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是处男。胡文亮急道。你还说过你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呢，你不是处男谁是处男？杨斌手伸进丧尸脑袋里面摸索了一会，很快摸出来一粒红色晶体出来。这就是你们说的能量晶体？胡文亮一脸好奇的道。给你，赶紧吃了。杨斌将晶体递给了胡文亮道。啊，给我。胡文亮有些惊讶道。不然呢，我们3个就只有你最菜了，你还想一直当拖油瓶啊？好吧。胡文亮也明白这粒晶体的重要性，他没说什么，只是感激的看了一眼2人，随即将晶体擦干净，
然后闭着眼睛将晶体吞入了腹中。一会后，3个实力强大的家伙再次出发，继续寻找特殊丧尸。第23章，欺软怕硬。学校广播传播范围越来越小，很明显，应该很多喇叭都被丧尸毁掉了。宿舍内的同学要么去了食堂，要么死在了路上，当然也有不敢出门，现在还躲在宿舍中的。这种人一般手上应该都是有些食物的。还有一部分人就像赵坤他们那样，被逼得只能躲到其他地方。不过虽然如此，依然还是有不少人进入了食堂。此时食堂大门紧锁，所有玻璃窗全部用报纸封住，外面看不到任何里面的情况。食堂内乌压压一大片人，像是菜市场一样乱糟糟的，哭泣声吵闹声不断。校领导不停在维持秩序，但是一群处于崩溃边缘的学生压根听不进去。上方校长脸色难看地看着统计上来的数据，学校师生一起3万多人，然而现在到达食堂的却不到2000人，这怎么能让他接受？还有没有活着的人没来的？校长问道。肯定有，不过食堂外面现在也全是丧尸，就算有没来的也进不来了。一个主任叹道。唉，校长深深地叹了口气，算了，先给学生们开饭吧，他们估计都饿得不行了。好。很快一道道饭菜被端到了窗口，一群人看到饭菜后顿时停止了哭声，然后争先恐后地挤了上去。同学们都别挤，排好队，大家都有。校长拿出了一个喇叭喊道。然而此时这些学生都已经饿得受不了了，看到饭菜哪还能听得进去，有些人甚至要爬上窗台去抢了。无奈之下，校长只能让食堂阿姨把饭菜端走。这一下这些学生才清醒了点，最后才乖乖排起队来。食堂阿姨再次把饭菜端了上来。很快排在前面的人拿着盘子，一脸激动地看着上面的菜。这个我都要，再多装点米饭。然而食堂阿姨却并没有如他要求的那样，而是舀了一勺饭和一勺土豆给他，就看向了下一个。什么意思啊？我饭卡里面有钱，你直接刷1天的都行。就是啊，这么点够谁吃啊？一时间整个食堂再次喧闹了起来。同学们安静安静！校长再次拿出喇叭喊道。我知道大家都饿，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食物非常紧缺。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救援什么时候到，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国家肯定不会放弃我们的。我们现在省着点吃，这样才能多吃几天，才能更有希望等待救援的到来。听到校长的话，众人也渐渐安静了下来，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很快一个个领到饭菜的同学一坐下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或许在学校这么久，第一次感觉学校的饭菜会那么的香吧。很多人吃完甚至将盘子都舔干净，实在是没吃饱啊。校长看着下方狼吞虎咽的学生，对着一旁食堂大叔道，如果按目前的人数算，食堂的米和菜还能坚持多久？大叔想了想道，米的话省着点大概能吃个7、8天，但是菜容易坏，我们买的时候一般就买当天的，虽然现在人数大减，但是很多菜放不了多久，估计也就能吃个3、4天。听到大叔的话，校长皱起了眉头，他也不确定救援什么时候能来，如果到时候食物吃完了，救援还没来的话，他无法想象那种后果。以后再少煮点吧，尽量将时间拖长一点。好吧。大叔点了点头，同样眉头紧皱，看来只能煮稀饭了。图书馆内30多人有气无力地坐在地上，虽然他们从丧尸口中逃了出来，但是依然要面临肚子饿的问题，图书馆可没有东西吃。此时外面丧尸依然还在，他们短时间根本没办法出去，很多人心中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样待在宿舍多好。就在这时，一声刺啦声响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见卷毛手中拿着一袋方便面，刚打开正准备吃，突然感觉四周的气氛不对劲，有些茫然地抬起头，顿时看到四周火热的眼神。你们干嘛？卷毛弱弱的道。原来你还有吃的呀，分我点呗。就是啊，大家都是同学，应该互帮互助的。一群人一边说着，一边慢慢靠近卷毛。看到这种架势，卷毛有些害怕的道，我就这一包了。他话音刚落，一群人已经扑了过来，将他手中的方便面直接抢走了，甚至将他带的背包以及全身都搜了个遍。你们干嘛？你们不能这样，那是我的！卷毛大喊道。然而此时的众人压根听不到他的喊声，这些一开始指责别人抢同学东西的人，此时却一个个化身恶狼，几乎将卷毛从头到脚薅了个遍。708宿舍另外3人原本也准备吃点东西的，见到这一幕赶紧偷偷藏了起来，只是他们这个小动作却很快却被其他人看到了，顿时那些没有抢到东西的人纷纷朝他们扑了过来。很快3人也步入了卷毛的后尘，直接被薅干净了。看到这一幕，老黑和瘦猴无比解气道，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吃的东西。赵坤笑道，他们几人虽然没有上去抢夺，
但是也没有帮忙，就这样静静的看着。这就是人性啊！赵坤叹了口气，随即直接从背包中拿出了一块面包啃了起来。他的举动瞬间吸引了那些没有抢到东西的人。眼见这些家伙往他这边靠近，赵坤直接拿起染血的铁管，冷冷的看了他们一眼，道：“再靠近一步试试。”人群顿时停了下来，有些畏惧的看着赵坤手中的铁管，铁管上刺红的鲜血压制着他们的欲望。他们很确定，眼前这人是真的会杀人的。见他们不敢上前了，赵坤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吃了起来。老黑和瘦猴同样拿了一些东西出来吃，一路战斗，他们也饿得不行了。这些人虽然无比贪婪地看着他们手中的食物，但是却没有人敢上来。见到这一幕，卷毛几人顿时欲哭无泪，这不明摆着欺软怕硬吗？第24章刺杀之道。另一边，杨斌几人又开始了寻找特殊丧尸之旅。学校人很多，丧尸自然也多，几乎每走一段路都能看到丧尸。没多久，杨斌就再一次看到了一个特殊丧尸。看到那一群丧尸了没有？其中有一个特殊丧尸。杨斌指着不远处一群在草地上转悠的丧尸道：“这群丧尸有20多个，应该是被广播吸引到这的，只是草地上的喇叭已经被他们破坏了。20多个呀，有点麻烦。”陈浩皱眉道：“主要是附近还有好几波丧尸，要是拖得久了，很容易把他们都引来。那还要杀吗？”胡文亮道：“肯定要杀呀，特殊丧尸哪有那么好找？浩子，你试试看能不能引走一部分，要是能少一些就好打多了。”“好，我试试。”陈浩直接隐身，随即慢慢靠近了过去。在接近一群丧尸后，掏出几颗石子丢在了一群丧尸附近。然而这一招在宿舍还挺好使，但是在草地上却一点用没有。石子掉在草地上，连声音都没发出，自然无法吸引到丧尸。连续试了好多次都没用，最后只能无奈的走了回来。引不开，陈浩有些尴尬道：“那看来只能强杀了。”杨斌无奈道：“不急，或许可以先让我试试我研究出来的刺杀之道。”陈浩突然道：“刺杀之道？什么玩意？”杨斌有些疑惑道：“嘿嘿，等我休息一会，补充下精力的。”陈浩笑了笑，没有说出来。“好，期待你的表演。”杨斌笑道。10多分钟后，陈浩站了起来：“好了，我去了，你们先别急着上，等我消息。靠不靠谱？不行别逞强。”杨斌道：“放心，我已经在心中模拟了无数遍了。”“那行，小心点。”杨斌点了点头。陈浩再次隐身，很快来到了一群丧尸附近。这次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直接走到了一个丧尸旁边，手中铁管瞬间出手，一击便将其击杀。然而随着他的出手，他的身体直接显现了出来。一群丧尸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反应过来，咆哮着朝他冲了过去。陈浩却早有准备，击杀完丧尸后瞬间撤退，跑了几步后身影再次消失。在杨斌真实之眼的注视下，陈浩脚尖轻点，将脚步声降到了极点，再加上草地的原因，虽然跑得很快，但是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逃跑也并不是直线，而是直接绕到了另一边，避免与冲过来的丧尸碰到。一群丧尸看着突然消失的人，顿时有些懵逼了，没有智商的脑袋显然不明白这人怎么就突然没了。很快丧尸就再次在原地晃悠了起来。而此时陈浩再次绕到了另一个丧尸身旁，铁管再次出手，一击毙命，随即迅速后撤，再次消失。一群丧尸被他耍得团团转，却始终找不到他的身影。这就是他说的刺杀之道啊，确实有点东西。杨斌有些惊讶道：“浩哥牛逼！”胡文亮看不到隐身后的陈浩，他只看到陈浩突然出现，击杀丧尸后又再次消失，很快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一击必杀，杀完就消失，看起来老牛逼了。陈浩就这样连续击杀了9个丧尸后，终于顶不住了，他感觉到脑袋有些昏昏沉沉了，他知道这是异能使用到极限了，赶紧强忍着晕眩感跑了回来。一回到几人躲避的绿化带后，陈浩赶紧解除隐身，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呼，这玩意太费精力了。陈浩虚弱道：“不过浩子你已经很厉害了，差不多杀了一半了。”杨斌赞叹道：“就是啊，浩哥你太牛了。”胡文亮一脸崇拜道：“必须的，不过接下来估计至少半个小时用不了异能了。”陈浩无奈道：“没事，还剩13个了，等你休息会，咱们直接强杀。”杨斌道：“好。”陈浩休息了一会后便站了起来，虽然异能短时间无法使用，但是不影响正常战斗。随即3人拿着铁管直接冲向那群丧尸，而随着他们的出现，一群丧尸也很快发现了他们，随即兴奋地朝他们冲来。双方一靠近，3人铁管瞬间出手，很快便解决了3个。而此时剩下的10个丧尸已经扑了过来，3人铁管拔了出来，改刺为扫，狠狠地朝一群丧尸扫了过去。在他们强大的力量下，他们前面的丧尸纷纷被扫得倒退出去。而这时候特殊丧尸就体现了出来，
因为其他丧尸都退了好几步，只有他只退了2步。我对付特殊丧尸，其他的交给你们了。杨斌道。好。两人点头，随即直接冲向了其他的丧尸，而杨斌手中的铁管也狠狠捅向了特殊丧尸。草地上比较空旷，他的铁管可以毫无顾忌的施展，刺、抡、打，各种招式狠狠地对着特殊丧尸招呼。没一会，特殊丧尸的脑袋便被杨斌捅碎了，身体直接倒在了地上。而此时，陈浩和胡文亮也各自再次解决了2个丧尸，仅剩下5个丧尸了。杨斌迅速将特殊丧尸脑袋中的晶体掏了出来，随即跑过去与2人一起将剩余的丧尸解决掉。走！杀完后，几人迅速离开，朝远处跑去，这里不安全了。再次躲到了一个没有丧尸的地方，杨斌将那个特殊晶体拿了出来。还不等他说话，陈浩便直接道：斌哥，这颗就别问了，你直接吃吧。就是啊，斌哥，你赶紧吃，看吃完看有什么变化。胡文亮道。好。杨斌点了点头，也没有推脱，擦干净后直接吞入了腹中。很快，晶体再次化为能量涌入他的全身。只是当晶体能量全部融入体内后，杨斌却皱了皱眉头。怎么了，斌哥？难道没效果了？看到杨斌的样子，2人有些奇怪地问道。杨斌摇了摇头道：效果倒是有，只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原本我以为吃了第2颗晶体，第1颗星辰上的第2个角会亮，但是现在却并没有亮。不过实力还是有提升的，只是没有吃第1颗那么明显。这样啊，没事，只要实力有提升就行。陈浩笑道。我猜想应该是晶体不够，第2个角或许需要更多晶体才能点亮。我觉得也有可能，那咱们继续找呗，学校那么大，丧尸那么多，还怕找不到吗？胡文亮道。走吧，继续。第25章，丧尸会游泳。图书馆外，斌哥，你确定这能搞？陈浩看着前方上百个丧尸，吞了吞口水。总得试试吧，难得碰到一个特殊丧尸。杨斌心里也没底，这数量确实有些恐怖了。浩子，要不你用你那刺杀之道慢慢磨？胡文亮道。这数量，就算我用刺杀之道也没地方躲啊，一呼拉过来，直接就会把我撞出来。陈浩无奈道。那怎么搞？杨斌开启真视之眼，四周扫了一圈，突然眼前一亮道：我有办法。什么办法？2人同时看向了他。杨斌指了指图书馆后方道：那边不就是雨欣湖了吗？雨欣湖中间那座拱桥宽度也就 2.5 米，我们直接把这些丧尸带到那座拱桥上，在桥上打就简单了，直接将他们打下湖就行。可是这里离那座桥足足1000多米啊，这要是途中被其他丧尸拦住了，不就凉凉了？胡文亮皱眉道。我刚刚看了一下，从图书馆到雨欣湖那边的丧尸并不多，不过我也没有看全，太远了，而且很多障碍物，我的异能也看不全，所以一会儿我跟你先去前面把路上的丧尸都清理了，耗子留在这里，等我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你再带着丧尸过来。以你现在的身体素质，只要前面没有阻挡，那些丧尸追不到你的。杨斌道。之所以让陈浩来引，自然是因为他能隐身，就算真出现意外，他也能逃走。好。陈浩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头道。靠左边那个穿蓝色体恤留着平头的那个就是特殊丧尸了，你一会注意看着，其他丧尸来不来无所谓，这个丧尸可不能漏了。明白。陈浩再次点头。几人商议好后，杨斌便带着胡文亮朝雨欣湖走去。正如杨斌所说，这条路丧尸并不多，2人一路往前，凡是碰到的丧尸全部解决，以免回头给陈浩造成阻碍。很快便来到了学校的景点之一的雨欣湖。这里风景很好，湖边种着一排排柳树，树下放着一张张长椅。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在这里看书能让人心旷神怡。这里同样也是男女约会圣地，那些长椅上经常都是出双入对的。不过此时2人显然没有心思欣赏美景了，一路来到拱桥上，随即给陈浩发了个信息过去。陈浩这边在接到信息后，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然后隐身走向了一群丧尸，在靠近丧尸7、8米的位置停了下来，看准特殊丧尸，直接一石头砸了过去。砰的一声，石头准确地砸在了特殊丧尸脑袋上，虽然没有砸出血来，但这一击也相当的重。吼！特殊丧尸一声大吼，顿时整个丧尸群一阵慌乱。嗨！陈浩显现出身形，很礼貌打了个招呼。见到突然出现的活人，一群丧尸顿时兴奋地朝陈浩扑了过来，尤其是特殊丧尸，血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陈浩。见到效果达到，陈浩转身就跑，一大群丧尸在后面疯狂追赶，场面相当壮阔。图书馆内，咦，这些丧尸怎么走了？有人从门缝中看到这一幕，有些惊讶道。赵坤赶紧走了过来，见到丧尸真的走了，顿时激动不已。真的走了，太好了！准备好，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就离开。
赵坤对着一旁的老黑和瘦猴道：“好。”陈浩带着一群丧尸一路朝雨欣湖跑去，路上的丧尸都被杨斌他们清理干净了，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身体素质提升后，他的速度要比这些丧尸要快不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就把他们带到了约定的地点。杨斌和胡文亮此时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辛苦了，耗子，你要不要休息下？不需要，这点路程而已，还累不到我。陈浩道。三人拿着铁管站在拱桥最高处，2.5米的宽度，他们3个刚好可以守住。很快，一大群丧尸便冲了过来，但是由于桥的宽度有限，没办法一拥而上，不少前面的丧尸被撞得掉下了湖里。不过边上的湖水并不深，这些丧尸很快就跑了出来，一个个丧尸冲上了拱桥，朝3人扑去。杨斌率先出手，铁管横扫而过，顿时好几个丧尸被他扫下了桥，掉到了湖里。桥上虽然有护栏，但是只有70公分，杨斌的力量很轻松就能将他们扫下去。陈浩和胡文亮也齐齐动手，将冲上来的丧尸一个个砸下去。哈，斌哥，还是你聪明，这办法真好。陈浩笑道。是啊，比杀丧尸简单多了。胡文亮也笑道。你们高兴得太早了。杨斌突然道。咋啦？你们看看下面吧。杨斌无奈道。两人赶紧往下方看了一眼，顿时脸上表情无比精彩。卧槽，这些丧尸竟然会游泳！只见那些掉下去的丧尸双手在水中滑动，慢慢往岸边游去。其实要说游泳也不算，因为他们的脑袋始终是浸泡在水里的，手更像是本能的滑动着。但关键是人家不怕淹死，只要滑就行。我擦，这样咱们不是白搞了？陈浩无语道。杨斌也是非常无奈，这同样有些出乎了他的意料，原本以为没有智商的丧尸掉下水里后基本就凉了，可没想到人家会划水，那他们打下去就没啥意义了，人家爬出来又可以继续朝他们杀来了。唉，看来是不能偷懒了，杀吧。杨斌无奈道。好吧。陈浩两人也苦笑地摇了摇头，随即改扫为次。好在以3人的实力，占据着地利的优势，想要杀掉这些丧尸也并不难，只是累点而已。很快，一个个丧尸倒在了他们铁管下，桥上顿时被鲜血染红。在连续杀了30多个丧尸后，那只特殊丧尸终于也冲了上来。杨斌紧握铁管，猛然发力，狠狠地刺在了特殊丧尸脑袋中。虽然阻力极大，但是杨斌的铁管还是贯穿了丧尸的脑袋，一击便将其击杀。吃了第2颗晶体后，杨斌的力量再次提升，在用尽全力的情况下，特殊丧尸也无法挡住他的一击了。第26章宿舍冲突。特殊丧尸倒下后，杨斌直接一脚将后面的丧尸踹了下去，随即将特殊丧尸的尸体拖了过来，省得回头还得翻尸体。半个小时后，所有丧尸全部解决，桥上桥下全是尸体，湖水几乎被鲜血染红。3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实在累得够呛。好一会，杨斌才爬起来，随即走到了特殊丧尸尸体边，熟练地从其脑袋中将晶体掏了出来。还不等他说话，陈浩便直接道：斌哥，不用问我们了，你赶紧吃了，看看能不能点亮第2个角。是啊，斌哥，我也很好奇。胡文亮道。杨斌点了点头，也不客气，直接将这颗晶体吞入了腹中。过了一会后，杨斌却再次皱起了眉头。怎么了，斌哥？还没点亮？陈浩问道。没有。杨斌摇了摇头。那实力有提升吗？有，不过比上一颗效果还差了点。杨斌无奈道。没事，只要能提升就行，大不了再多吃几颗，总能点亮的。陈浩道。几人休息了一会，便站了起来往宿舍走去。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显然没办法继续打了。刚回到宿舍楼，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栋宿舍楼的人竟然回来了。此时宿舍楼前，一群人沉着脸正准备上楼，看样子也是刚回来。杨斌等人的到来顿时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赵坤几人看到杨斌，眼中都露出幽怨之色。杨斌看向赵坤，有些奇怪道：你们怎么回来了？哎，说多了都是泪。赵坤苦笑了一声，随即将一路上的情况跟杨斌说了一遍。现在食堂外全是丧尸，根本进不去，我们只能回来了。赵坤无奈道。好吧，那确实挺惨的。杨斌同情道。要不是有个憨憨把那些丧尸引走了，我们估计到现在还困在图书馆呢。老黑心有余悸的道。听到他的话，陈浩顿时不乐意了。我说黑子，你说谁憨憨呢？我又没说你。卧槽，不会是你引走的吧？老黑瞪大眼睛道。你说呢？我可是救了你们一命，说吧，要怎么感谢我？陈浩笑道。还真是你啊，你是怎么在100多个丧尸的追杀下逃掉的？简单，全部杀了不就逃掉了吗？听到他的话，赵坤3人都是一脸无语。
不过他们却并没有怀疑陈浩的话，因为他们知道有杨疯子在，或许真有可能。不过赵坤他们相信，但其他人显然不相信。听到陈浩的话，顿时有人不爽了：吹什么牛逼啊！100多个丧尸还全部杀了，你咋不说你能飞天呢？笑死！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么多人都还不如你们几个呗？你可真能吹！就是我们出去拼命的时候，你们躲在几个宿舍不敢出来，现在搁这装什么呢？听到他们的话，赵坤三人顿时感觉人都麻了，随即一脸同情地看着他们。这些人怎么敢的呀？而这一次708宿舍的4人都很默契地闭着嘴巴没有说话。他们第一眼就认出了杨斌和陈浩，但是他们没说。图书馆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了这群人的嘴脸，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提醒这些人。斌哥，我手痒了。陈浩看着杨斌道：动手呗，别给我面子。欧了。陈浩直接来到了叫得最凶的2人面前，抬手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啪！响亮的耳光响起，这人直接被陈浩一耳光扇倒在地，牙齿都打掉了2颗。卧槽，你怎么打人呢？就是凭什么打人？吹牛逼还不让人说了？看到陈浩动手，其他人顿时不乐意了。陈浩没有搭理其他人，反手一耳光将另一个人也扇倒在地。MD 太嚣张了！众人顿时怒了，这不是妥妥的打他们脸吗？赵坤，你们怎么说？虽然很愤怒，但是他们还是要问一下赵坤的意见，毕竟赵坤跟这几人可是认识的。这一路上赵坤的强大让他们忌惮，所以他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你们要找死，别拉着我！赵坤直接道。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们要找死我不拦着，但别拉我下水。赵坤果断与这群人划清界限。MD 这疯子也敢惹，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见到赵坤的反应，一群人顿时傻眼了。赵坤有多凶，他们一路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基本上大部分丧尸都是他们杀的。但就这么凶狠的赵坤，似乎在怕这几个人。不少人顿时清醒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这几个人不好惹了。不过他们清醒了，2个被打耳光的人却直接被怒火冲昏了头脑。只见2人爬起来后，一人拿起一把水果刀，另一个夺过身旁的一人手中的钢管，朝陈浩脑袋砸去。MD 老子弄死你！陈浩冷笑了一声，手中铁管直接砸向了拿钢管的那个，一棒下来，直接将他砸趴在地，紧接着一脚踹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强大的力量顿时将其踹出去几米远。嘶！见到这一幕，一群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将人踹出去几米远，这得多大的力气啊！而赵坤3人则是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答案。很明显，陈浩实力也提升了。倒在地上的2人显然受伤不轻，半天没爬起来，看向陈浩的眼神也充满了恐惧。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记住以后说话注意点。陈浩淡淡道。说完，陈浩回到了杨斌身后，随即几人直接朝楼上走去，前面的人赶紧让开。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出手之人似乎并不是领头的，那前面那个领头的难道会更猛？见他们离开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赵坤看了看倒在地上的2人，摇了摇头道：算你们命大，要是杨疯子出手，你们估计早没了。他还敢杀人不成？哼，现在什么世界，杀个人很难吗？听到他的话，所有人都不自觉打了个冷战。是啊，世界变了，人命似乎已经不值钱了。外面到处都是残肢断臂，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自己的一份。看来以后说话还是要小心点。被打的2人也吓到了，闭上嘴巴，不敢再说话了。第27章末世第3天，杨斌几人回到了宿舍中，从背包中拿出了几包面包和水吃了起来。中午出去没有带背包，所以他们现在也挺饿了。斌哥，咱们食物也不多了，顶多也就坚持到明天，看来要去寻找食物了。是要想想去哪里搞吃的了。看赵坤他们的情况，食堂那边估计是去不了了。不用想也知道，那么多人去了食堂，肯定会吸引大量的丧尸过去，这回食堂不管是进出估计都不行了。那看来咱们没去食堂也是好事啊。那肯定，要是进了食堂出不来是一回事，那么多人在食堂，食物又能坚持几天？杨斌摇了摇头道：也是，要是救援不来，那食堂里面那些人就惨了。这是学校领导该操心的事了，我们还是想想去哪里搞吃的吧。杨斌道：我倒是想到一个地方可以搞吃的。陈浩道：哪里？超市啊，学校那么多个超市，咱们随便占领一个也能吃10天半个月吧。对哦，超市不错。行，那明天咱们就去超市了。杨斌直接拍板道：对了，浩子，查一下网上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人说晶体的事。好。陈浩赶紧打开手机查看了起来，好一会才到。没看到，现在网上除了叫救命的，就是一个个团体杀丧尸的视频，还有就是一些教大家如何对抗丧尸的视频。杨斌点了点头道：
要么就是还没有人发现，要么就是有人发现了也不说，毕竟每个人都喜欢闷声发大财。对，就像我们一样。好了，早点休息，明天继续战斗。深夜，北斗九星再现，一个个丧尸顿时安静了下来。动物园中，一只只猛兽似乎血脉觉醒般，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动物园的铁栏，彻底恢复了自由。末世第3天清晨，杨斌几人再次换了身衣服，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后，便走出了宿舍。刚走下楼，却发现下方一大群人站在那里，似乎在等着他们。杨斌眉头皱了皱，看向赵坤道：“什么情况？”赵坤苦笑道：“这些家伙饿得受不了了，一大早就想出去找吃的，结果被丧尸逼了回来，然后就想着等你们带他们出去。我可没这个本事带那么多拖油瓶。”杨斌毫不客气道：“我们才不是拖油瓶，我们敢打丧尸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不怕丧尸了。哼，那你们怎么出去又灰溜溜的跑回来了？陈浩笑道。那是因为那些丧尸变强了，我们才打不过的。呵呵，你觉得我会信？陈浩笑了笑。是真的，我没骗你。一群人顿时急道。杨斌眼神一动，道：“走吧，去看看。”那他们跟得上就跟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跟着我们很危险，别想着我会救你们。听到他的话，一群人顿时有些犹豫了。不过赵坤3人倒是第一时间跟了过去，其他人见状也咬咬牙跟了上去。广播从昨晚上就没有放了，或许是领导觉得已经没意义了，毕竟现在大部分喇叭已经坏掉了，广播声音传播不了多远了。杨斌等人刚走出宿舍大门没多远，便见到2个丧尸在啃食尸体，在见到一群生人后，顿时兴奋地冲了过来。杨斌率先出手，铁管猛地一砸，直接将其中一个丧尸脑袋砸碎了，紧接着再次捅向了另一个丧尸，同样一击毙命，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瞪大了眼睛，杀丧尸还能这么简单？就连陈浩和胡文亮也是眼前一亮。他们杀丧尸一直以来都是用铁管捅的，还是第一次见用砸的，看来斌哥的实力还是提升了不少呀。此时赵坤3人也是一脸惊骇地看着杨斌，显然也感觉到了杨斌实力再次提升了。随即3人苦笑了一声，看来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杨斌疑惑地看向了一群目瞪口呆的人道：“没感觉有什么提升啊？”一群人一脸无语地看着他：“你这2下就解决了，能感觉到才出轨了。”对于杨斌的实力，所有人心中都是无比的震撼，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才是这群人的领头了。原本对几人有些不满的人，顿时都收起了这种心思，真怕对方给自己来一棒子。要不下一个让我们试试？赵坤突然道。他们也打了那么多丧尸了，如果丧尸实力有提升，他们试一下就知道了。也行。杨斌点了点头。一群人刚走出去没多远，就再次碰到了5个丧尸。看到人群，这几个丧尸便疯了一般冲了过来。杨斌没有出手，陈浩、胡文亮和赵坤3人同时出手。陈浩和胡文亮铁管直接插进了丧尸的脑袋中，却并没有一击毙命。2人皱了皱眉头，手中再次发力，这才贯穿了丧尸的脑袋，将其解决。而赵坤3人这边就有些狼狈了，他们3人手中的铁管直接捅在了丧尸脖子处，但是却并没能将丧尸的脖子捅断，反倒是在丧尸强大的力量下，直接撞得倒退了好几步。好在几人也算是战斗经验丰富，一次不行，再次捅了过去。然后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赵坤3人不断被丧尸撞得倒退，又不断捅向丧尸的脖子。终于连续捅了5、6次后，总算是将丧尸脖子捅断了。将丧尸解决掉后，几人回到了人群中。赵坤有些心悸道：“这些丧尸确实强了不少，差不多比最开始强了50%左右。”杨斌点了点头，看来他的猜测没错，丧尸确实在不断成长，而且似乎每过1天就会强大一截。这样的话，那人类就算是有食物也不能躲起来了，否则迟早会灭亡。杨斌暗道。此时所有人的心情都沉重了起来，本来丧尸就难搞，现在发现丧尸实力竟然还会提升，那还怎么活啊？走吧。杨斌甩了甩头，不去想那么多，走好眼前的路再说。第28章薛他。有着杨斌的真实之眼在，一群人虽然一路上都碰到了不少丧尸，但都是3、5只的样子，一般超过10只杨斌都会提前避开。很快一群人便来到了离宿舍最近的一个小超市，而看到这个超市，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终于有吃的了。咦，居然没上锁。陈浩奇怪道。里面有人反锁了。杨斌道。哦，难怪，那我们要不要进去？让他们进去吧，我们去其他超市，不跟他们抢了，把他们带到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杨斌看向了身后的赵坤道：“你们就在这吧，里面有人，让他们开门就行，我们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好吧。赵坤点了点头。其实他挺想跟着杨斌他们的，但是他心里清楚，在那次杨斌询问他们要不要跟着一起去救人的时候，他
他们没同意，他们之间就已经很难再成为队友了。虽然杨斌当时没说什么，但他能感觉到杨斌在刻意保持距离。很快，杨斌便带着陈浩和胡文亮离开了。其他人没有管杨斌他们去啊，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就只有眼前这个超市。很快，有人便上去敲门，然而敲了半天，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此时，超市内有着7、8个人躲在里面，听到敲门声，却都保持安静，没有回应。没一会，外面的人就开始暴力撞门了。听到那哐哐响声，超市里面的人顿时吓了一跳。这要是让他们撞下去，那还不把附近的丧尸都引来啊？无奈之下，几人只能将超市门打开。随着大门打开，一大群人呼啦啦便冲了进来，随即激动地开始搜刮食物。超市内的人想阻止，但是面对数倍于自己这边的人，只能无奈地放弃。杨斌他们并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此时的他们已经朝着另一个更大的超市前进了。一边走，杨斌一边寻找着特殊丧尸。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今天特殊丧尸变多了，没一会他就发现了一个，而且只是一个7、8个丧尸的小群体。杨斌没有任何犹豫，带着2人便朝那群丧尸杀了过去。很快，双方碰到了一起，杨斌率先出手，铁管一个抡便砸碎了一个丧尸的脑袋，紧接着一个直刺再次解决了一个。陈浩和胡文亮2人也都第一时间出手，快速解决了面前的丧尸。双方刚一接触，瞬间便解决了4个丧尸。这时，特殊丧尸已经朝杨斌扑了过来。此时杨斌铁管刚刺出去，还没来得及收回来，只能一脚将其踹开，随即拔出铁管，在特殊丧尸还没站稳的时候，瞬间刺穿了他的脑袋，一击毙命。他现在虽然还没有点亮第2个角，但他已经吃了3颗晶体了，实力比之前自然强了不少。像这种特殊丧尸已经不需要第2下了。此时，陈浩2人也将剩余丧尸解决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分钟。杨斌来到特殊丧尸尸体旁，将晶体抠了出来，随即递给了陈浩道：“你要不再吃1颗吧？”不过陈浩却摇了摇头道：“斌哥，我感觉我现在实力暂时够用，先不用给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高端战力，这样我们才更有安全感，所以还是你吃吧。”“是啊，斌哥，你看你实力提升后，我们都轻松多了，而且我们也想看看点亮第2个角实力有多强。”听到他们的话，杨斌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道：“好，那等我到2阶了再让给你们吧。”说完便将晶体吞入了腹中，感受了一下，实力虽然有提升，但是提升的不多，比上一个效果还差。杨斌皱了皱眉头，这样下去晶体迟早要没效果，第2个角到底要怎么点亮？想了好一会也没想明白，杨斌只能摇了摇头，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走吧，继续。几人继续向前走去，一路上碰到的丧尸都是能避则避，避不了就就地解决。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物美超市。这算是学校最大的超市了。不过同样的，这个超市也是被人反锁了。杨斌开启侦视之眼，看向了里面，很快脸上露出了怪异的神色。怎么了，斌哥？陈浩好奇道。碰到熟人了。熟人？谁？你的老相好，刘诗雅。对，还有你的情敌。哈哈，那得赶紧进去看看。胡文亮唯恐天下不乱的道。就他们2个？陈浩再次问道，眼神中有着一抹伤感。不是，差不多有20多个人。杨斌道。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削他，我跟亮子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就是，浩子，削他，我看其他人谁敢动。陈浩深吸了一口气道：“进去吧。”几人来到超市门口，敲了敲门，结果原本还有声响的超市顿时安静了下来，显然是不打算再让人进去了。杨斌笑了笑，随即狠狠一脚踢在卷帘门上，顿时把门踢出了一个洞出来，随即徒手将洞掰开，直到掰到能够进人后才钻了进去。陈浩和胡文亮2人也赶紧跟了上去。此时超市内一群人瞪大眼睛看着几人，显然是被吓到了。你们怎么回事？把门破坏了，要是丧尸来了怎么办？这时一个一身名牌长相还算帅气的男子走了过来，一脸怒气道：“呀，对不住，我们敲门没人回应，我以为里面没人呢，不好意思，看样子你们只能换地方了。”杨斌笑道：“现在到处都是丧尸，哪有那么多地方换？你们赶紧把门修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男子怒道：“怎么个不客气法？”杨斌淡淡道：“打断腿，丢出去。”男子冷声道：“哦，明白了，修门我倒是没学会，不过我会修人。”杨斌道：“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砰一声闷响，男子直接摔出去几米远，整个人缩成一团。第29章超市风波。豪哥！其他人顿时大惊，几个女的赶紧过去将男子扶起，剩余的男的则一个个拿起钢管怒视着杨斌：“草你妈！你 TM 敢打豪哥？不想活了是吧？怎么，你们想动手？”杨斌拿起染血的铁管指着一群人冷冷道：“
一群人顿时有些被杨斌的气势吓到了，拿着钢管一时间都不敢上了。而此时被打男子在几人的搀扶下艰难地站了起来，一脸恶狠狠地看向了杨斌。敢打我，你 TM 找死，给我弄死他！就在双方即将大战之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却突然响了起来。陈浩！只见男子身旁一个身穿绿色长裙、长相清纯的女子一脸惊讶地看着陈浩。不用猜，这个就是陈浩的前女友刘诗雅了。而听到刘诗雅的声音，陈浩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哪怕是已经决定放下了，依然感觉心很痛。这是他爱了3年的女友，哪有那么容易放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诗雅以前的屌丝男友啊！怎么，上次羞辱还不够，还要来找不自在？看到陈浩后，男子眼中露出了嘲讽之色。很显然，他就是刘诗雅出轨的目标王月豪。陈浩，你走吧，我们是不可能了。刘诗雅看着陈浩冷声道，显然以为陈浩是来找他的。陈浩苦笑了一声，喃喃自语道：我就是个傻子，竟然还幻想着你会回心转意。怎么，还对我家诗雅念念不忘呢？哈，诗雅可不是你这种屌丝能够配得上的。王月豪一脸的得意的道，手还不忘在刘诗雅腰间搂了一把。穿个2手鞋而已，瞧把你得意的。杨斌笑了笑，随即拍了拍陈浩的肩膀道，别想那女人了，她已经不干净了。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去把作案工具没收了吧，哥挺你。对啊，浩子，我也挺你。陈浩摇了摇头道，算了，既已是路人，没必要再生出瓜葛。走吧，斌哥，我们去拿食物吧。唉，好吧。杨斌摇了摇头。然而他们放过人家，有些人却偏偏喜欢找死。哈哈，屌丝就是屌丝，就只知道认怂。这里的食物是你们这种屌丝能碰的吗？给我打断他们的腿 ！MD， 敢打我，老子今天要让你们躺着出去！听到王月豪的话，那些原本还犹豫不决的人顿时一咬牙，拿起钢管便朝几人冲了过来。唉，自作孽不可活。杨斌摇了摇头，手中铁管随手一抡，顿时将冲在最前面的男子砸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紧接着铁管再次一扫，直接砸在了另外2个男子的胸口，两人顿时吐出了一口血，摔了出去。陈浩和胡文亮2人也瞬间出手，抡起钢管便朝一群人砸去，凡是被他们砸到的，基本上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没一会，10多个人便全部趴在地上不停的哀嚎。见到这一幕，剩余的人全部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几人。10多个人几下就干倒了，这几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陈浩抬脚朝王月豪走了过去。你想干嘛？我可是王氏集团的公子，你要敢乱来，你就死定了。王月豪此时有些慌了，边说边退。对啊，陈浩，你别冲动。刘诗雅也有些紧张道。你很在乎他？陈浩看向了刘诗雅道。他是我男朋友，你别伤害他。呵呵，男朋友这个词在你口中说出来真尼玛刺耳。你不就是看中他有钱吗？现在是末日了，他有钱有个屁用，现在的他就是废物一个。陈浩冷声道，随即看向了王月豪。原本不想跟你们有什么瓜葛的，奈何你自己非要找死，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把账算一算吧。陈浩说完，直接一脚踢向了王月豪下方。啊！一声极为凄惨的叫声响起，让所有人都不自觉打了个冷战。记住，下辈子好好收敛一下这玩意，别让他乱搞。王月豪此时已经无力回答他了，在地上不停地翻滚，裤子很快被鲜血染红。陈浩，你……刘诗雅瞪大眼睛看着陈浩，显然没想到陈浩会这么狠。怎么，你也想来一脚？陈浩冷冷地看着刘诗雅，顿时将他吓得不敢说话了。陈浩笑了，感觉心中的压抑一扫而空，随即转身走向了杨斌他们。其他人都是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不敢有丝毫动作。好样的，浩子！杨斌拍了拍陈浩的肩膀道。陈浩摇了摇头道，走吧，我们去拿食物。很快3人向超市里面走去，留下一群惊慌失措的人。王月豪还在惨叫，刘诗雅想上去安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然而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显然王月豪的惨叫声将附近的丧尸都吸引了过来。听到这声音，所有人都无比的惊恐。快把门堵上！一个女人惊慌道。先把他嘴巴堵上。另一个人急道。刘诗雅赶紧捂住王月豪的嘴，而另外3个女子则赶紧将不远处的一个货架推到了门后。王月豪瞪大眼睛，愤怒地看着刘诗雅。我 TM 都被踢废了，你还不让我叫？不过很快卷帘门传来剧烈的撞击声，顿时让他闭上了嘴巴。看着摇摇晃晃的货架，几个受伤稍轻的男子艰难地爬了起来，将另一个货架也推了过来。这一幕在里面拿东西的杨斌等人自然也看到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意，在超市这种地方，丧尸就算冲进来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此时几人不停往背包中塞食物，什么面包、矿泉水、
饼干等东西将背包塞得满满的。他们还需要出去打晶体，不会一直待在超市，所以自然要多装点食物。杨斌随手拿了一瓶可乐灌了一口道：“现在外面来了不少丧尸，一会出去估计有点麻烦，刚刚就应该直接让他闭嘴，只是挖个墙角而已，不至于杀人吧？”陈浩苦笑道：“该狠的时候得狠，这样才能在末日生存的久一点。算了，这种事也没那么容易转变的，慢慢来吧。”第30章二阶丧尸。几人在超市吃饱喝足后，便背上背包站了起来。而不远处那群人看到杨斌几人站起来后，心都提了起来，真怕他们再将他们打一顿。不过显然他们担心是多余的，杨斌几人压根就懒得搭理他们。斌哥，我们怎么出去？胡文亮问道。去后面看看，我记得这个超市有个后门的，看看后门丧尸多不多。几人商量好后，便朝超市后面走去。虽然在超市有吃有喝很舒服，但他们很清楚，舒服是留给死人的。丧尸在成长，他们要是不提升，那等待他们的就是灭亡。没多久，几人找到了后门。杨斌用侦视之眼看了一下外面，虽然也有一些丧尸，但并不算很多，以他们几个实力，冲出应该没问题。后门同样是上锁的，杨斌随手将锁撬了，随即将门打开。开门的声音很快便吸引了几个附近的丧尸。丧尸嘶吼着朝几人冲了过来，几人瞬间出手，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解决。快走，其他丧尸应该听到声音了，很快会赶来了。陈浩和胡文亮点头，随即三人迅速朝远处跑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斌并没有把门关上，就这样敞开着。随着几人离去，超市内的一群人顿时松了口气。杨斌他们在这里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虽然他们有将近20人，但架不住人家能打呀。而且这些家伙下手是真的狠，到现在还有几个没有爬起来。几个男的帮王月豪下体简单处理了一下，因为这里不是药店，也没有什么要给他用，所以也就只能简单包扎了。不过看着那被踢得血肉模糊的玩意，几人都忍不住心中一颤，简直太惨了，华夏又一名太监诞生了。这种情况别说现在了，就算是末世之前也治不好了，除非装个假玩意。啪！看着自己残废的下体，王月豪狠狠一巴掌拍在了刘诗雅脸上。臭婊子，都怪你！刘诗雅捂着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瞪着王月豪。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会把事情怪到他头上来。啪！又是一巴掌。瞪什么瞪，贱货！老子要是废了，你 TM 也别想好过。这一刻，王月豪彻底恢复了本性，不在刘诗雅面前装绅士了。弟弟都被踢没了，还装个毛线？刘诗雅嘴角流出了血迹，不难想象这2巴掌有多重。看着王月豪眼中的厌恶，刘诗雅低着头，不敢再说话。此时的她终于感觉到有些后悔了，她竟然会为了这么一个人，放弃那个3年来一直全心全意照顾对她的男人。迟早有一天，老子一定要弄死他们！王月豪愤怒道。然而就在这时，后方突然传来声响，王月豪赶紧闭嘴，以为杨斌他们又回来了。没一会，2个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而看到这2个身影，一群人顿时大惊失色。丧尸是怎么进来的？该死，肯定是后门没关。丧尸见到人群后顿时兴奋不已，疯狂地朝他们冲来。一群人赶紧拿出钢管与丧尸搏斗。然而很快，越来越多的丧尸跑了进来，原本就受伤的众人慢慢淹没在尸群中。杨斌3人此时正向食堂方向走去，他们要找特殊丧尸，食堂那边丧尸最多，去那里肯定更容易找一些。一路上不断有丧尸出现，哪怕是杨斌避开了大部分，依然还是有很多难以避开的。学校足足3万多人，丧尸至少有2万7、8，基本上走到哪里都能碰到。要不是杨斌有着侦视之眼，还真不敢随意外出。几人很快来到食堂不远处，看到食堂周围的丧尸，3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尼玛，这少说也有几千个吧？胡文亮吞了吞口水道：“这里面的人不得困死啊！”陈浩也是目瞪口呆，看来以后人多的地方要尽量远离。杨斌低声道：“2人认同的点了点头。杨斌开启侦视之眼，扫了一遍这些丧尸，顿时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怎么了，斌哥？陈浩问道。这里面差不多有上百个特殊丧尸。杨斌沉声道。这么多？陈浩2人顿时瞪大了眼睛。很明显，特殊丧尸变多了。杨斌道，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丧尸。怎么个特殊法？其他特殊丧尸脑袋中的晶体都只有米粒大小，这个丧尸脑袋里面晶体差不多有绿豆大小了。难道特殊丧尸还有不一样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果没猜错，我们之前所碰到的特殊丧尸是属于1阶丧尸，而这个很有可能是2阶丧尸。杨斌沉声道。那是不是实力会更强？2人瞪大眼睛道。肯定的。杨斌点了点头，心中同样有些沉重。
原本他以为他的实力杀这些丧尸已经没什么压力了，却没想到竟然还有更强的丧尸。看来这些丧尸确实在不停的进化，普通丧尸会慢慢变成了一阶丧尸，而一阶丧尸也会慢慢变成二阶丧尸。人类若是一直躲着，迟早要被灭亡。杨斌皱眉道：“那我们要不要把晶体的事情公布出去？”陈浩问道。杨斌想了想道：“公布是要公布的，否则人类绝对要亡。不过尽量不要我们来公布，不然以后肯定麻烦不断。这几天军方应该都在清理丧尸，毕竟有着各种强力武器，对付丧尸还是简单的。估计他们很可能已经发现晶体了。我们再等等吧，由官方公布会好一些。”也是，那我们还打吗？打个毛啊，换地方吧，这里是没法搞。好吧，几人快速离开了这边。食堂内，怎么又是稀饭啊？这哪吃得饱啊？我要吃饭。就是，天天吃稀饭，是想饿死我们吗？不少人又开始闹腾了，实在是饿的。不吃给我，叫个毛线，有本事你自己去外面找吃的呀。有人反驳道。就是，有的你吃就不错了，现在什么情况，心里没数吗？还想着以前少爷生活呢。你 TM 就是吃稀饭的命，学校肯定是有吃的，只是不肯拿出来而已，不去抗争，怎么能吃饱？外面全是丧尸，有吃的也要省着点吃啊，谁知道救援什么时候来？照这样吃下去，救援还没来，我们就饿死了。人群持两派，争执不休，看得校长皱眉不已。现在才末世第3天而已，就变成这样子，要是再过几天该怎么办啊？不得不说，这个校长绝对算得上是个负责的校长，至少在末日了，他还第一时间想到这些学生，怕他们饿到，才让他们来食堂集合。只是人心从来不知道满足的。第31章，升2阶的条件。离开食堂后，杨斌继续带着陈浩他们到处寻找特殊丧尸。不得不说，今天的特殊丧尸确实比昨天的要多了不少。半个多小时，他们再次击杀了2个特殊丧尸，2颗晶体全部被杨斌吃了，加上之前3颗，也就是杨斌足足吃了5颗晶体，却依然没有点亮第2个角。而且随着吃的越多，晶体的效果越来越差，最后这个提升更是少得可怜。杨斌眉头紧皱，他有种预感，下一个估计会直接没效果了。斌哥，还没点亮？陈浩疑惑道。没有，再吃1颗看看吧。杨斌道。2人并没有意见，对他们来说，杨斌提升了，就相当于他们提升了。几人再次寻找了起来，没多久便再次发现了1个，但是数量却有些多，足足40-50个。于是陈浩的刺杀之道再次出现，连续消光了2次精力，偷袭击杀了20多个丧尸，剩余的20多个被几人强杀了。不过他们几人也受了一些伤，好在有胡文亮在，很快便治好了。杨斌再次将晶体挖了出来，随即在2人期待的目光中吞入了腹中。怎么样，斌哥，点亮了吗？陈浩赶紧问道。杨斌摇了摇头，还是不行。不是不行，而是无效了。杨斌苦笑道。无效？几乎没有提升。怎么会这样？陈浩和胡文亮2人也皱起了眉头。杨斌思索了一会，突然想到了什么道：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什么情况？如果没猜错，想要点亮第2个角，应该是要2阶晶体。杨斌认真道。2阶晶体？就是我们刚刚在食堂外面看到的那个。我觉得也有可能。陈浩认同道。那我们要去搞它。胡文亮道。先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2阶丧尸吧，那里不到万不得已别去碰，会死人的。杨斌道。几人再次搜寻了起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几人再次碰到了好几个1阶丧尸，获得的晶体都给了胡文亮和陈浩，让他们的实力也提升了一大截。不过却始终没有碰到2阶丧尸。食堂数千丧尸都才看到1个2阶丧尸，其他地方想要碰到自然没那么容易。斌哥，我觉得咱们这样找不行，应该找个高的地方，这样或许容易找些。陈浩道。咦，对哦，走，去中远楼。中远楼是学院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最高的建筑，平时都不允许学生上去。几人一路小心翼翼地来到楼下，此时中远楼大门紧锁，不过这自然难不倒几人，铁管插入门锁中，轻轻一撬便将锁给撬开了。走，关门上楼。中远楼总共18层，原本是有电梯的，不过现在不是开放时间，电梯用不了，只能硬爬了。好在几人现在都已经提升了，爬个18层并不算困难。来到楼顶，顿时视野宽阔，整个学校都一览无遗。靠，这么好的地方竟然早没想到。杨斌有些郁闷道。那不是之前用不上吗？现在找到也不晚。陈浩笑道。杨斌点了点头，随即开启侦视之眼，开始扫视整个学校的丧尸。这个位置很好，但也同样距离地面也远，想要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远处丧尸脑袋中绿豆大小的晶体，所消耗的精神力可想而知。杨斌才看了一会，就感觉到头晕目眩，
赶紧停了下来。卧槽，这消耗有点恐怖啊！杨斌苦笑道：“肯定的，毕竟这么高的地方，而且离那边也远。”杨斌休息了10多分钟，再次站了起来，继续搜寻。就这样，连续3次后，终于让他在一栋宿舍下方看到了一个2阶丧尸。找到了，走，干他去！好，几人迅速下楼，在杨斌的带领下，很快来到了那栋宿舍楼下，看到了那个2阶丧尸。同样外观跟普通丧尸差不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这只丧尸比其他丧尸要灵动一些。总共11个丧尸，我先强制那只2阶丧尸，你们尽快解决其他丧尸来帮忙。杨斌道，对于2阶丧尸，他真的没把握。好，上！几人瞬间朝着一群丧尸冲了过去，而他们刚冒出来，那只2阶丧尸便发现了他们，随即迅速朝他们冲来。杨斌直接迎了上去，手中铁管刺向了丧尸脑袋。陈浩和胡文亮则快速错开，朝身后的10只丧尸冲去。在杨斌的铁管快要刺到丧尸脑袋时，对方脑袋竟然偏了一下，虽然最终也没有躲过，但是却让杨斌心中一惊。之前杀的那么多丧尸都是没有任何智商，完全不知道躲避攻击的，怎么刺都行。然而这只丧尸竟然会偏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要知道这还只是个2阶丧尸，要是更高阶那还得了，到时候杀丧尸难度绝对会大幅度提升。铁管最终还是刺在了丧尸脑袋上，不过却只是刺入了一部分，丧尸一甩头就摆脱了，随即张开血盆大口扑向了杨斌。杨斌铁管改刺为抡，狠狠地砸在了丧尸脑袋上。丧尸脑袋被砸出血来了，但是却并没有多大影响。杨斌眉头皱了皱，看着手中弯曲的铁管，眼中露出一抹苦笑。看来这玩意是该淘汰了。随着实力的提升，这空心的铁管显然是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了。丧尸可不会管你武器有没有弯，很快就再次扑了过来。杨斌赶紧往旁边躲去。丧尸一击不成，再次扑了过来，反应比1阶丧尸快了何止1倍。杨斌铁管已经弯了，砸也不行，捅也不行，只能用来格挡。但是2阶丧尸的力量却非常强，每次都能将杨斌打得倒退不已。一时间，杨斌被2阶丧尸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没一会身上便出现了好几道伤口。好在没多久，陈浩和胡文亮2人将其他的丧尸都解决了，赶紧过来帮忙。有这3个人一起，总算是将局面稳住了。第32章2阶。3人配合默契，杨斌和胡文亮2人负责抵挡丧尸的进攻，陈浩的铁管不断地捅向了丧尸的脖子。终于在经历了几分钟的艰苦战斗后，陈浩的铁管终于是将这个2阶丧尸的脖子给捅断了。3人纷纷坐在了地上喘气，这一战太难了。唉，看来是要换武器了。胡文亮看着弯曲的铁管，有些无奈道。他手中的铁管用来抵挡丧尸的进攻也被打弯了。这玩意是空心的，能坚持那么久已经很不错了。陈浩道：那去哪里搞武器啊？老实说，这铁管我都用顺手了。武器的话，我刚刚想过，要么就去搞个消防斧，那玩意杀丧尸应该好用，砍脖子绝对一斧头一个。第二种就是去体育馆搞几根杠铃杆，那玩意结实，一砸下去，脑袋直接炸裂。我是想搞根杠铃杆，感觉用铁管用习惯了。你们呢？杨斌问道。我也觉得杠铃杆好点，碰到丧尸多的时候，一砸就是一片。陈浩道。我觉得也是，消防斧太短了，到时候弄得自己一身都是血。胡文亮也点头道。好，那一会去体育馆。3人很快达成一致，杨斌走向了丧尸尸体，没一会便从其脑袋中掏出了一颗绿豆大小的晶体。陈浩和胡文亮2人一脸好奇地看着杨斌手中的晶体，他们虽然看不出什么，但依然感觉到这颗晶体要比之前的那些晶体要强多了。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手中的晶体，同样都是由能量组成，但是这颗晶体里面所包含的能量要远超之前的。杨斌眼中闪过一抹火热，随即在身上擦了擦，便直接吞入了腹中。晶石入体后，瞬间化为庞大的能量涌入杨斌的4肢百骸，而杨斌脑海中的星空图中，第一颗星辰的第2个角瞬间便点亮了。随着这个角亮起，更为强大的能量反馈到体内，杨斌顿时感觉无比舒爽。好一会，能量才被彻底吸收，杨斌握了握拳头，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眼中露出激动之色。如果说没有吃晶体之前，他一拳的力量差不多是5-60公斤的样子，那第一个角亮起后，他的力量就直接达到了100多公斤。中途吃了一些晶体，最终应该差不多达到了200多公斤的样子。而现在第2个角亮起后，他的力量再次大幅度提升，现在至少有300多公斤。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杨斌心中也有些激动，这样的话，在末世的存活几率将会大大提升。看来真的如我猜想的一样，随着星图点亮的越多，实力也会越来越强。脑海中有9颗星，每颗星都有5个角，每点亮一个角，实力都会大幅度提升。不知道彻底点亮一颗星会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要是将9颗星全部点亮，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兵哥，怎么样了？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一脸好奇地看着杨斌。第2个角点亮了。杨斌笑道：“那实力有没有提升很多？”“提升不少。我估计我现在一拳下去，至少300多公斤的力量。”“太好了，兵哥提升了，咱们生存更有保障了。”陈浩笑道。“别太乐观，接下来提升会越来越难。”杨斌摇了摇头道：“不管多困难，我相信我们都能活下去的。”陈浩坚定道：“我们应该也是像丧尸一样，点亮1个角是1阶，点亮2个角算2阶，接下来就是要把你们也弄到2阶来了。你们现在每人也吃了3颗晶体了，再吃2颗1阶晶体就能将实力提升到1阶巅峰了，然后再吃1颗2阶晶体就能到2阶了。不过1阶晶体好办，2阶丧尸实在太少了，有点麻烦。”杨斌皱眉道：“没事，斌哥，丧尸的实力在成长，今天没什么2阶丧尸，到明天估计就又有了。”陈浩道：“也是。”杨斌点了点头道：“今天挺晚了，咱们先去把武器的事情解决下，差不多就要回宿舍了，晚上太危险了。”很快，几人朝着体育馆走去，这边离体育馆还挺远，几人武器基本上都报废了，一路上也不敢走太快。在杨斌的带领下，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来到体育馆。体育馆的锁是那种铁链式的，几人费了好大劲才将锁弄开。进入体育馆后，一路来到器材室，将门锁撬开，顿时各种体育器材出现在3人眼前。不过3人目标明确，直接找到了几个杠铃，将杠铃片取了出来，整出了3根 1.8 米的杠铃杆，拿在手上掂量了一下重量，3人顿时露出满意的神色。这玩意可是合金钢材质的，而且是实心的，比之前的铁管重多了，手感更是极好。这手感真好，不用担心打弯了。陈浩笑道：“有了这个，再加上我已经2阶了，要是再碰到2阶丧尸，我绝对能一棒子将他脑袋敲碎了。”杨斌自信道：“之前要是有这么好的武器，也不至于被打得那么惨。差不多要天黑了，先回宿舍吧。”好。有了武器后，几人明显有底气多了，一路上碰到丧尸就是一顿乱砸，基本上棒子所到之处，脑浆四射。这武器太爽了，打击感十足啊！陈浩兴奋道：“这些普通丧尸属于不入阶的，你们2个1阶的欺负不入阶的好意思？那边有个1阶丧尸，去试试。”杨斌指了指不远处一群丧尸道：“好嘞。”两人争先恐后的朝那群丧尸杀去。一群没有智商的丧尸看到冲来的2人，顿时兴奋地朝2人扑了过去。然后他们就悲剧了，2人抡起杠铃杆就是一顿猛砸，凡是被他们砸到的丧尸，直接就是脑袋破碎，当场领盒饭。10多个丧尸，包括特殊丧尸在内，不到1分钟就被2人全部解决。哪个是特殊丧尸？陈浩看向胡文亮道：“没注意啊，都是一顿乱砸，然后全部都死了。那我们怎么找晶体？只能问兵哥了。”看到这2憨憨，杨斌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陈浩赶紧跑过去将晶体抠了出来。这个咱俩谁吃？随便咯，谁吃都一样。浩子，你吃吧，你先晋升上来，到时候要是碰到大批量丧尸，还需要你的刺杀之道去磨。杨斌道：“好。”陈浩没有客气，擦了擦便直接丢进了嘴里。待陈浩消化完能量后，几人再次朝宿舍走去。一路上杀丧尸耽误了点时间，到宿舍10天已经暗下来了。此时宿舍楼内一片安静，其他人估计是待在超市不回来了，毕竟回来一趟也危险，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他们3人那么变态，在末世还敢随意走动的。当然实力是一回事，真正让他们敢随意乱走的，自然还是杨斌的真视之眼。要是没有真视之眼，很容易被大群丧尸围住，到时候就算实力再强也得亮。第33章丧尸提升的秘密。回到宿舍，几人将背包中的食物拿了出来，饱饱的吃了一顿。在超市装了满满3大包包的食物，够他们吃2-3天了。此时他们宿舍中东西还真不少，吃的用的一大堆，都是搜刮来的，短时间内还是可以过得很舒服的。休息会，等晚点咱们出去看看。杨斌突然道：“都天黑了，出去看什么？”2人奇怪的看向杨斌道：“这些丧尸白天好像都不提升，每过一晚到第2天就感觉实力提升了一大截，总得看看是什么原因吧。要是能找到方法，说不定我们也能提升呢。”杨斌道：“有道理，确实应该出去看看。”几人躺在了床上，习惯性的拿出手机刷了起来。目前手机信号还在，这对人类来说算是最好的消息了，至少可以互相打气。要不要来2把？胡文亮突然道：“来什么？游戏啊，刚好这会无聊。你要是能匹配到队友和对手，我就佩服你。”杨斌翻了翻白眼道：“好像也是，我打人机总强了吧？你自个玩吧。”杨斌和陈浩2人都摇了摇头，这家伙游戏瘾太大了。结果胡文亮刚打开游戏，脸就黑了下来。
游戏进不去，那不很正常吗？企鹅现在能把通讯保证能用就不错了。好吧，兵哥，快看！这时，陈浩突然将手机递了过来，三人凑到手机前，只见手机画面中正播放着一个视频，一群人正在与丧尸战斗。突然，为首的一人手中飞出一团火焰，瞬间击中了一个丧尸，丧尸顿时燃烧了起来，没一会便被烧死了。看到这一幕，三人都是一脸的震动。下方的评论更是爆了，有说是特效的，也有说是魔术，也有人猜测是异能的，说什么的都有。但是不可否认，这个视频火出了天际。在这让人绝望的末世，这个视频像是一剂镇定剂，让绝望的人们有人幻想。三人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答案。异能者，陈浩凝重道：“而且是火系异能，攻击力很强。”杨斌认真道：“尼玛，这才叫异能啊！我咋感觉我们三异能很 low 呢？”胡文亮瞪大眼睛道：“谁说的？真要打架，我一隐身分分钟给他灭了。”陈浩不爽道：“好吧，那我跟斌哥的有点 low 啊，没有我的异能，咱们能活得这么滋润？”杨斌无语道：“好像也是。其实我们异能并不弱，甚至稀有程度远超于他，只是我们异能都不是战斗型的，在战斗中的表现没有他那么直观而已。但在末日中，我们存活几率绝对比他大。”杨斌道：“就是你觉得你异能 low？ 在这个医院瘫痪的末日，他们要是受伤了，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我敢说，只要有人知道你的异能，再牛逼的人都得求着你加入他们的队伍。”陈浩道：“哈哈，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平衡多了。不过我们也确实缺少战斗异能，回头要是碰到了，得想办法拐个过来。”杨斌道：“对，不过现在人心太过复杂，想要找一个有战斗异能，还要保证不背后捅刀子的也难啊。慢慢来吧，有我这火眼金睛在，总能找到的。”哈哈，确实。睡觉，晚上出去一探究竟。晚上11点，三人再次爬了起来，走出了宿舍，借助剩余少许路灯的光线，没多久便看到了几个丧尸。三人躲在花坛后面观察着几个丧尸，结果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不同之处。这些丧尸就跟白天一样瞎晃悠，也没看出什么不一样啊。陈浩皱眉道：“再看看吧，今天一定得找出丧尸提升的原因。”杨斌道：“好吧。”于是三人耐心地蹲守着这几只丧尸，这一等就是1个小时。随着凌晨12点的到来，原本晃悠的丧尸突然停了下来，随即一个个安静地抬起头看向了天空。看到丧尸的动作，杨斌几人也第一时间抬起头看向了天空。北斗九星！三人低声惊呼道：“难道北斗九星要晚上12点才会显现出来？”杨斌沉思道：“为什么看不到北极星呢？”胡文亮疑惑道：“似乎坠落了。”陈浩道：“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看到的，好像就是北极星坠落后才出来的那颗赤红色的星辰。”我也看到了，只是现在赤红色星辰也看不到了。杨斌有些奇怪道：“古代把北极星叫做紫微星，紫微星动必然有大事发生，这紫微星落，那不得乾坤动荡啊？”胡文亮皱眉道：“现在都世界末日了，还不是乾坤动荡啊？”好像也是。杨斌看向不远处的几个丧尸，见他们似乎沉浸在某种状态中，随即开启真视之眼，再次看了过去，顿时发现周围似乎有丝丝透明的气体涌入他们体内。这难道就是灵气？杨斌思索道：“如果是的话，那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每过一晚上这些丧尸都会强一级了。只是丧尸居然知道吸收灵气，那人类怎么不会？”杨斌看向了他们这边，却并没有发现灵气的存在。耗子、亮子，你们2个集中注意力看着天空中的北斗九星。杨斌突然道：“哦，好。”听到杨斌的话，两人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天空中的北斗九星。杨斌则开启真视之眼，仔细看着两人附近。终于过了一会后，两人周身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丝丝灵气，缓缓地涌入他们体内。只是他们身旁的灵气相比丧尸来说要少一些，这抬着头脖子真够酸的。胡文亮揉了揉脖子，摆动了一下脑袋。而在杨斌的注视下，随着胡文亮动了一下，他周身的灵气瞬间便消失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杨斌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走，上天台。杨斌说完便朝楼顶走去。两人虽然有很多疑惑，但也没有多问，赶紧跟了上去。第34章修炼方法。三人一路冲到7楼，在上天台的时候，顿时被楼梯间的臭味熏得两眼发黑。这里堆积的尸体依然还在，经过几天的发酵，那股味简直要人命。杨斌赶紧屏住呼吸，楼梯间堵住了，他只能通过扶手爬了上去。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也赶紧跟了上去。来到天台，几人赶紧把门关上，使劲呼吸着新鲜空气，这要是多待一会，人都要窒息。斌哥，咱们来天台干嘛？陈浩不解的道。
看星星，看星星！两人顿时一脸懵逼。我刚刚用异能观察了一下那些丧尸，他们在看着天上的北斗九星时，周身有灵气涌入他们体内。我也让你们试了一下，当你们集中精力看向北斗九星的时候，身边同样也有灵气涌入。这或许就是一种修炼的方法，所以我们也试试。杨斌认真道。真的？听到杨斌的话，两人顿时瞪大了眼睛。杨斌点了点头。随即三人找了个干净的地方躺了下去，认真地看向了天空中的北斗九星。没一会，一丝丝灵气便开始涌入三人体内，而其中杨斌周身的灵气明显多于两人，不知是杨斌眼睛的天赋原因，还是因为他二阶的原因，或者两者都有。三人并没有什么感觉，要不是相信杨斌不会骗他们，陈浩和胡文亮两人都放弃了。一直盯着一个东西，还是发光的东西，眼睛很容易就受不了。哪怕他们都已经一阶以上了，依然再坚持了20分钟就顶不住了。反观杨斌却像是没有任何感觉一般，依然紧紧地盯着天空。两人没有打扰杨斌，休息了几分钟后，再次看向了天空。随后两人每看20分钟就要休息一会，而杨斌却自始至终一直看着天空，没有休息过一次。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一开始还以为杨斌实力强一点能多看一会，但是现在来看，绝对不是实力强那么简单。不过两人很快想到了杨斌的天赋，也就释然了。既然他的天赋是眼睛，那眼睛厉害点也就可以理解了。就这样，三人在天台看了一整晚的星星。因为频繁用眼，好几次都差点睡着，不过想着能提升实力，一直强撑着。这期间，陈浩和胡文亮不知道休息了多少次，但是杨斌却自始至终都没怎么休息过，只是中途眯了一会。在凌晨5点的时候，北斗九星便慢慢消失了。三人再也抗不住瞌睡了，眼睛一闭便睡着了。末世第4天，食物问题全面爆发，大部分人家里一般也就有个2-3天的食物。到了第4天，很多人家里的食物都已经消耗完了，没有了食物，接下来就要面临饥饿问题。有人铤而走险去外面寻找，有人却想着坐享其成，从身边的下手抢夺食物成了家常便饭。在没有法律束缚的末日，人性的黑暗面慢慢呈现了出来。末世第4天，丧尸的实力再次提升，一些原本还能清理丧尸的团队，在遭受到了重大损伤后，也不得不躲起来。那些原本还在网上教人对付丧尸的所谓老师，也都老实了。网上与丧尸战斗的视频越来越少，求救的信息越来越多，整个网上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就在这时，官方突然公布了一则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消息。官方消息称，有一部分特殊丧尸脑袋里面有红色的晶体，这种晶体吞噬后可以让人体质大幅度提升，可以轻易击杀普通丧尸。官方还配有晶体的图片，并告知特殊会比普通丧尸实力强，需要几个人一起才有击杀的可能。官方鼓励人们勇敢站出来击杀丧尸，提升实力才能在末日生存下去。这消息一公布，顿时引得全网炸裂。在人类几乎绝望之时，这则消息几乎就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顿时，不少人都开始走出房间对付丧尸，期望能获得一颗晶体，让自己实力大增。更有一些野心家开始拉帮结派。而这一切，躺在天台上的几人并不知晓。他们撒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中午。昨晚实在是太累了。杨斌第一个醒来，伸了伸懒腰，感受了一下身体状态，脸上顿时露出了激动之色。果然如他所料，这样子真的能提升实力。他能感觉到一晚上时间，他的力量至少提升了30多公斤。踢了踢陈浩和胡文亮，将两人叫醒。杨斌问道：“你俩感受一下，看实力有没有提升？”两人握了握拳头，随即同样一脸露出激动的神色。提升了，感觉差不多提升了10公斤的样子。陈浩道：“我也差不多。”胡文亮道。听到两人的话，杨斌皱了皱眉头，主要是他们两个与他相差有点大。不过想到昨晚他俩不停需要休息，而他几乎没怎么休息，也就释然了。以后咱们每天坚持这样修炼，这样子就算晶体的事情公布了，咱们也能一直保持领先。杨斌道：“好。”两人点了点头。走吧，下去吃点东西，继续杀丧尸去。今天争取你们2个到2阶。杨斌道：“那斌哥你呢？”我不急，等你们到了2阶再说吧。好吧。三人随即下楼，回到了宿舍中刷牙洗脸吃饭。末世中估计也就他们几个活得那么潇洒了。斌哥，我觉得我们得换一栋宿舍了，这栋宿舍每次上天台都麻烦，而且就算是关着门，在天台上还是能闻到臭味。陈浩吐槽道：“确实，我也闻到了，贼难受。”胡文亮道：“行，那我们一会把东西都收拾好，找个条件好点的宿舍。”杨斌道：“要不干脆去研究生那边的宿舍吧，听说那边是双人一间，设施齐全，比咱们这好多了，而且楼顶同样也是有天台的。”陈浩道：“行，那就去那边吧。”杨斌点了点头。
随即几人将东西整理了一下，衣服、食物加日常用品，足足整理了几个背包，每个人都是前面背一个，后面背一个。收拾好东西后，几人直接离开宿舍楼，朝研究生宿舍区走去。第35章新住处。一路上依然到处都是丧尸，来宿舍这条路虽然被他们清理了几遍，但是丧尸都是乱走的，清理了过段时间又会有。几人通过丧尸奔跑速度断定，这些丧尸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普通人除非有力气，不然估计很难打得过了。而且今天特殊丧尸的数量更是多了很多，他们才走了20多分钟就碰到好几个了，这比例比昨天要高了一大截。陈浩和胡文亮两人的实力也都达到了1阶的极限，只要弄到2阶晶体就能提升到2阶了。就在几人经过一片宿舍群的时候，却意外碰到了另外一群人，一共20多人，一个个身材高大，手中也是拿着他们之前用过的铁管，正在与一群丧尸战斗。最让几人惊讶的是，其中有2人实力极强，按他们估计应该达到了1阶。难道他们知道了晶体的事情？胡文亮疑惑道。浩子，看下网上。杨斌道。陈浩赶紧拿出手机，很快便抬起头道：斌哥，你猜测的没错，今天上午官方公布了晶体的事情。难怪，我就说这些人怎么突然敢出来杀丧尸了。胡文亮道。利益才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根本，就像我们一样，要是不知道丧尸的晶体能提升实力，我们还会每天跑出来躲在宿舍不香吗？杨斌道。也是，估计现在到处都有人出来杀丧尸获取晶体了，这也是好事，这样的话至少人类有希望存活下去，要是一直躲着只有灭亡。看来我们也得加油了，可别被人追上了。陈浩握了握拳头道。走吧。杨斌并不想与其他人有过多的交集，尤其是末日中。不过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对方却发现了他们。前面的同学，你们也是来杀丧尸的吗？不是，我们就随便逛逛。同学真会说笑，现在到处都是丧尸，谁没事会出来闲逛啊？我看你们手上都有武器，应该也是出来杀丧尸的吧？要不跟我们一起吧，也好有个照应。我们刚刚杀了2个特殊丧尸，有2人已经吃过晶体了，一般丧尸都可以轻松解决。为首的一个身穿篮球服，身高至少 1.88 的男子笑道，眼神无意识地瞟了一眼杨斌几人身上的背包和手中的杠铃杆。一起的话，晶体怎么分？杨斌不动声色道。我们都是平均分配，我相信以我们的实力，很快每个人都能有晶体了。男子笑道。那祝你们好运，我们就不参与了，不然还得多分几个出来。杨斌笑道。怎么会？我看你们拿着20公斤的杠铃杆当武器，想必力气应该很大吧？你们要是加入进来，我们队伍实力肯定会大涨，如果你们实力强的话，晶体方面或许可以优先给你们。谢了，不用。杨斌笑了笑，随即带着2人直接离去。看到他们离开，这群人中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不爽的表情，不知道有什么好拽的，等会被丧尸吃了就知道错了。就是我们好心好意邀请他们还不领情，回头有的他们哭的。而为首的男子却是皱了皱眉头，随即对身旁一个同样高大的男子道：四姐，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拒绝？目前来说，我们这一队应该算强了，他们竟然拒绝的那么果断。我看他们自始至终都很淡定，没有一点害怕，这种人要么就是足够自信，要么就是还不清楚末世的恐怖，看他们的样子，很显然是前者。思杰道：看样子我们也要去弄点厉害点的武器了，我看他们那个杠铃杆比我们这铁管强多了，可是这里离体育馆太远了，过去的话，去那里的话太危险了，我们还是稳着点吧。另一边，杨斌几人继续向研究生宿舍那边走去，一路上基本就像砍瓜切菜般轻松，丝毫没有压力。斌哥，刚刚那群人似乎看上了咱们的背包啊。陈浩笑道：那不正常吗？这大包小包的谁不眼馋，他们能够克制不动手就已经不错了。杨斌笑道：那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理智，真要动手，那20来人还不够我们几棒子呢。陈浩道：低调点，瞎说什么大实话。哦，知道了。没多久，几人便来到了另一片宿舍区，这里就是研究生平时住的地方，不说里面怎么样，至少周边的环境就比他们要安静些。直接住7楼吧，上楼顶方便。杨斌道：几人找了一栋比较偏僻的宿舍楼，随即直接走了上去。这一栋宿舍楼内并没有看到人，倒是碰到了几只丧尸，在他们上楼的时候突然扑下来送快递。很快来到了7楼，大部分宿舍门都已经破坏了，宿舍内满是血腥味。好在最边上找到了一间门，还算完好的。几人把房间收拾了一下，短时间便准备住这了。研究生宿舍比他们的宿舍好多了，洗衣机、热水器等各种设施齐全，竟然还有个小阳台。将东西放好后，几人便准备出门了。大家都开始出来打丧尸了，他们可不能偷懒。斌哥，咱们东西放在这，万一有人来了怎么办？陈浩突然道：对啊，
就算把门锁了，也会被人撬啊。要不引几只小可爱来守门吧？怎么引？简单，把他们引到2楼，然后我们从2楼跳下去就行。普通丧尸好像还不会翻墙。行。几人下楼，在附近带了几只丧尸到2楼，随即几人直接从2楼跳了下去，潇洒离去。而几只丧尸在走廊中不停嘶吼，却始终蹦不出来。接下来，杨斌几人再次开始寻找特殊丧尸杀。今天特殊丧尸真的多了很多，按几人的猜想，至少占了有1/5的数量。从第1天的1%到第4天的1/5，丧尸的提升极为迅速。没多久，几人就再次杀了几个1阶丧尸。杨斌再次吃了一颗，他想试试2阶的他吃1阶晶体还有没有用，结果很显然没什么用。陈浩也试了一颗，同样没有效果了。斌哥，这玩意怎么办？好像没什么用了。陈浩拿着剩余的几颗晶体，有些无奈道：先留着吧，虽然对我们没用，但这玩意却是别人拼了命都想要得到的。要是回头咱们想要扩大一下队伍，还是好用的。杨斌道：好。陈浩点了点头，随即将晶体收入包中。1阶丧尸不杀了，直接去找2阶丧尸。杨斌道：那又去中远楼。第36章赌人性。几人再次登上中远楼，杨斌第一时间开启侦视之眼查看了起来。中远楼几乎能将整个学校尽收眼底，在他的侦视之眼下，更是能清楚地看到学校每一个角落。与昨天不同，今天的学校不再是只能看到丧尸，在他观察了一圈后，竟然看到了10几批人在打丧尸，男生女生都有。看来晶体的诱惑是真的大啊。杨斌叹道：关系到能否活下去的东西，肯定的。陈浩道：要不是大部分人都困在食堂里面，这个数量还得翻好几番。杨斌断定道：我在想，那些困在食堂里面的人会不会因此恨上学校领导？不用想，肯定会，哪怕是学校领导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显然是那些学生无法接受的。杨斌道：正如杨斌所料，此时的学校食堂早已闹翻了天。在官方公布了晶体的事情后，那些本来就有些不满的学生彻底炸了。原本以为来了这里以后就不用饿肚子了，结果发现来这里天天吃稀饭，根本就吃不饱。现在外面围满了丧尸，想出去获取晶体都没办法。看着网上不少人晒吃了晶体后实力大增的视频，甚至连校园网都有人晒，这些人顿时更难受了，甚至都开始怒骂学校领导了。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让我们来食堂集合，我们说不定在外面过得很潇洒。就是天天让我们吃点稀饭，养猪呢。这些人完全忘记了当初正是因为没有东西吃才来到食堂的，若不是学校的稀饭，他们很有可能都已经饿死了。校长看着这些一个个怒火冲天的学生，心中满是悲凉。错了吗？或许吧，若不是太过担心他们，又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末日真的很恐怖啊。中远楼，杨斌并没有找多久，便锁定了几个目标。如他们所料，今天2阶丧尸也多了不少，就刚刚一会，杨斌就看到了10几个，只是有些在丧尸群中无法动手。他看中的这几个都是有办法击杀的。目标确定，走。3人迅速下楼，然后向着第一个目标走去。刚到目标附近，却发现有一群人已经朝那几个丧尸靠近了。杨斌皱了皱眉头，之所以先选择这个，就是因为他发现这附近有人，怕被他们先碰到，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他倒不是怕被这些人捷足先登，老实说，这20多个人还真拿不下这2阶丧尸。他只是怕这些人大喊大叫，把周围的丧尸都引来，到时候他们也不好出手了。此时杨斌想阻止已经晚了，因为那些人已经朝那些丧尸冲了过去。估计在他们心中，20多个人对付4、5个丧尸，优势在他们。一群丧尸见到人群后，顿时兴奋地朝他们冲了过去。冲在最前面的正是2阶丧尸，为首的2人，一人拿着消防斧，一人拿着唐刀，直接砍向了对方。不得不说，敢出来杀丧尸的都有2把刷子，至少武器方面是准备充分的。只是他们的判断失误，将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2人的武器都是砍在丧尸的脑袋上，如果是1阶丧尸，或许还真有可能将其击杀。但是面前这个是2阶丧尸，武器虽然将他脑袋砍破了，但却并不足以致命。丧尸瞬间便将其中一人扑倒在地，随即一口便咬在了他脖子上。2阶丧尸强大的力量让他根本连反抗都无法反抗。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手拿唐刀的男子再次狠狠地砍了丧尸一刀，在他背上留下了一道刀口。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丧尸直接转身便扑向了他。此人反应倒是极快，瞬间朝一旁滚开，躲过了这一扑。特殊丧尸，这个肯定是特殊丧尸，有晶体的。躲开后，此人顿时激动道：他们杀了好几个丧尸了，总算是碰到了一个特殊丧尸了。可是我们打不过吧？有人担忧道：别人都打得过，我们怎么就打不过了？大家一起上，
我就不信杀不了他。只要杀了他，我们就站起来了。此人大声道。其他人虽然有些害怕，但是一想到吃了晶体后实力会大涨，顿时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朝丧尸冲去。他们出来就是为了杀丧尸取晶体的，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特殊丧尸，怎么能退缩呢？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特殊丧尸也是分等级的。很快，一群人便与丧尸战斗了起来，各种武器朝丧尸身上招呼。然而这些攻击对二阶丧尸来说却并没有多大感觉，而他每次出手几乎是非死即，没一会就死了好几个了。二阶丧尸哪是他们能杀的，倒是另外4个普通丧尸被其他人乱刀砍死了。兵哥，要不我们出手吧，既能拿晶体，也顺便救一下他们，毕竟都是同学。胡文亮有些不忍道。杨斌看了他一眼，突然道：你信不信我们出手救了他们，他们不但不会感激，还会要跟我们抢这颗2阶晶体？不会吧，他们应该很清楚，他们根本打不过这个丧尸，再打下去全部都得死。呵呵，那咱们打个赌，如果是我说的那样，你以后别再跟我提救人之事，如果不是，我给你洗1个月内裤。杨斌道。胡文亮到底还是学生，经历的事情太少，很多东西看得不够透彻，在他觉得就这些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但是却忽略了人心。他不像陈浩，陈浩几乎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会去怀疑他的话。胡文亮则没那么盲目，所以杨斌刚好趁此机会给他上一课。从这些人疯狂的眼神中，他就知道这些人对于晶体有多执着，他们出手，对方绝不会认为是救他们，只会觉得是在抢他们的晶体。好，胡文亮点了点头，并不是他不相信杨斌的话，有些东西真的要亲眼见证才行。战场中20多个人已经损失了一半了，还有好几个受伤了，这些受伤的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很快就要成为丧尸中的一员。此时这群人终于慌了，再也顾不上晶体了，开始疯狂逃跑。然而丧尸却并不打算放过他们，直接朝人群追了上去。第37章，有没有可能这是猫？2阶丧尸的速度不是这些人能比的，眼看为首之人就要被丧尸扑倒。就在这时，一根杠铃杆突然飞了过来，直接砸在了丧尸胸口，强大的力量顿时将丧尸撞退了几步。紧接着3个人从不远处的墙壁后面冲了出来，杨斌直接跑过去将杠铃杆捡了起来。而这时丧尸再次爬了起来，直接朝着杨斌扑来。杨斌冷哼了一声，手中杠铃杆朝着丧尸的脑袋狠狠地砸了过去。砰！一声骨骼破碎的声音响起，丧尸的脑袋就像是西瓜一样被杨斌一棍给砸碎了。一群人顿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满脸的不可置信。他们20多人都打不过的丧尸，竟然被这个人一棍子给砸死了。杨斌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样，杠铃杆往肩膀上一扛，走到了丧尸尸体旁，将晶体扣了出来，然后揣入了口袋中，随即便准备带着2人离开。兄弟，这颗晶体有我们一份吧？看到杨斌的动作，为首的那个拿着唐刀的人顿时急了。我们为了这颗晶体损失了那么多人，你们一来就想把晶体拿走，不合适吧？杨斌没有说话，而是似笑非笑地看向了胡文亮。听到对方的话，胡文亮顿时气得脸色铁青，看向对方道：如果不是我们，你们都被丧尸杀了，我们救了你们一命，你们不说谢谢也就罢了，竟然还想要晶体。话不能这么说，要不是我们把这个丧尸打残，你们能这么轻易把他击杀？不管怎么样，这颗晶体都应该有我们一份。那群人中的另一人道：丧尸哪有打残的说法？胡文亮无语了，你看他全身都是伤，这些都是我们打的，你们只是打了一半而已，明显就是捡漏。听到他们的话，胡文亮气的都说不出话来了。现在是个人都知道，丧尸只有打脑袋才行，其他地方对丧尸来说根本没用，这些人竟然跟他扯把丧尸打残了。看到胡文亮的表情，杨斌笑着摇了摇头，随即拍了拍胡文亮的肩膀道：感觉怎么样？像吃了一坨大便。胡文亮苦笑道：他真的被这些不要脸的人恶心到了，知道这样的人要怎么对付吗？杨斌笑道。胡文亮麻木的摇了摇头：我教你，看好了。杨斌一脸微笑的走向了前方的人群道：你们想要分这颗晶体？对，这有我们一份功劳，快拿出来，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分。为首的男子道：呵呵，行，我给你看。杨斌说完还真把晶体拿了出来。而为首之人看到晶体后，眼中顿时冒出一抹火热之色，迅速伸手想要去拿。砰！棍影一晃而过，啊！一道惨叫声响起，男子伸出去的手直接从中间耷拉下来，不用看也知道骨头彻底断了。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一惊，没想到这人竟然直接动手，而且这么狠！我操你妈！男子也是个狠人，另一只手抓起唐刀便朝杨斌砍了过去。砰！又是一棒子过去，男子的脑袋像是西瓜一样炸裂开来，鲜血四溅。随后无头尸体就这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呆立当场，
谁也没想到杨斌竟然敢当街杀人。虽说现在已经是末世了，但末世才几天，大部分人都还固守着原有的思想，杀人依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你……其他人指着杨斌，脸上全是惊恐之色，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滚！杨斌冷冷道。其他人还想说什么，不过见杨斌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杠铃杆，顿时吓得四散而逃。杨斌摇了摇头，转过身见陈浩两人也有些发愣地看着自己。杨斌叹了口气，严肃地看着两人道：想要在末日生存下去，必须狠，只有狠别人才会怕你，才能生存得更久，明白吗？明白。陈浩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胡文亮思索了一会，点了点头道：明白了。明白就好。好了，我们也先离开，有大批丧尸往这里来了。杨斌道：好。几人来到了安全的地方，杨斌将晶体递给陈浩道：浩子，你先到2阶吧。好。陈浩没有客气，接过晶体后便吞入了腹中。没一块，陈浩同样也达到了2阶，他们3人中已经有2个2阶了。走，下一个。几人没有耽搁，迅速朝第2个目标跑去，主要是怕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对他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挺恶心的。好在第2个目标这里并没有人，10多个丧尸中竟然有1个2阶丧尸，2个1阶丧尸，可见现在特殊丧尸的比例有多大。好在对于3人来说，这样的阵容并没有多大的威胁，花了几分钟便全部解决，收获1颗2阶晶体和2颗1阶晶体。胡文亮也成功晋升了2阶，3人全是2阶了。走吧，去下一个。几人再次朝另一个目标的方向走去。那个目标就在雨星湖附近的柳树下，而且只有2个丧尸，是几个中最容易杀的一个了。然而就在3人快要到雨星湖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从树上窜了下来，瞬间抓向了走在前面的杨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3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关键时刻杨斌只来得及用手臂往前一挡。嘶！剧烈的疼痛让杨斌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杨斌手臂上顿时出现了4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杨斌来不及看伤口，第一时间看向了袭击他的东西。这一看顿时让他们都是一惊。卧槽，学校里怎么会有老虎？陈浩惊呼道。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猫？胡文亮道。你家猫那么大个呀？陈浩瞪大了眼睛道。可是这就是一只猫啊，橘猫。亮子说的没错，这真的是只猫。杨斌道。可是这猫也太大了吧，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很显然这猫变异了。杨斌看着瞪着一双血红色眼睛的橘猫沉声道。小心点，这只猫不好对付。第38章成精了。两人还想说什么，但是那只猫却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很快便再次发起了进攻，身影迅速朝着另一边的陈浩抓去，速度快得几乎看不清。陈浩手中的杠铃杆狠狠地朝橘猫冲来的方向砸了过去，然而却砸了个空。嘶！剧烈的疼痛从肩膀上传来，陈浩肩膀上同样被抓出了4道伤口。打不到，这家伙速度太快了。陈浩吃痛道。猫速度本来就快，变异后肯定更快。胡文亮皱眉道。杨斌同样皱起了眉头，从力量强度来说，这猫顶多也是2阶的样子，但是关键这猫速度太快了。这时候杠铃杆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么重的杠铃杆打丧尸那是真爽，一棍下去直接爆头。但碰到这种速度快的变异兽时，杠铃杆就基本没啥用了，几乎打不到。把杠铃杆放下，用拳头打。杨斌道。两人点了点头，将杠铃杆丢到了一旁，随即握紧拳头，死死地盯着前方的橘猫。这只猫身高足有60多厘米，身长差不多快1米了，不怪陈浩一开始以为是老虎，的确没见过那么大的猫。而此时橘猫看到几人的动作，竟然露出了戏谑的表情。卧槽，这只猫在嘲讽我们。陈浩不爽道。这能忍？这忍不了，干他！3人瞬间出手，直接扑向了地上的橘猫。然而橘猫只是双腿一蹬，瞬间便躲开了，甚至还在胡文亮身上也来了几道伤口。这玩意抓人咋这么疼？胡文亮皱眉道。看来这猫还算有点良心，知道雨露均沾。陈浩笑道。你还有心思笑，还是想想怎么打吧，这样下去我们几个都要被他玩死。胡文亮翻了翻白眼道。杨斌此时也是一脸凝重的看着前方的橘猫，对方速度实在太快了，根本碰不到。尼玛，3个2阶强者要是被一只猫玩死了就有意思了。杨斌苦笑了一声，随即开启了真视之眼，只希望这异能能让他捕捉到对方的轨迹，否则真的会被玩死。很快橘猫再次行动了，腿一蹬，瞬间朝杨斌扑来。在杨斌的真视之眼下，对方的速度虽然依旧很快，但是却并非无迹可寻。眼看橘猫便要抓到杨斌脸上了，杨斌突然瞬间出拳，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一拳便砸在了对方肚子上，直接将其砸飞了出去。斌哥牛逼！看到这一幕，陈浩和胡文亮两人都是一喜，
终于打到对方了。橘猫倒地后瞬间爬起，看向杨斌的眼神有些震惊，显然没想到对方竟然能打到他。此时的他终于开始谨慎起来了，在几人不远处不断踱着步子，寻找着机会。杨斌也不敢有丝毫放松，依然死死地盯着他，等待着他下次进攻。至于主动进攻，那不用想，毛都碰不到。斌哥，你刚刚怎么打到他的？陈浩在一旁小声问道。开异能了。杨斌无奈道。难怪。陈浩点了点头，他还以为杨斌有什么诀窍呢，原来是开挂了。这挂他还模仿不来。双方耗了几分钟，杨斌都感觉自己快要顶不住了，对方却突然再次发动了攻击。这一次他没有直接扑向杨斌，而是突然跳到了树上，然后双腿在树上一蹬，再次加速，直接朝杨斌扑来。杨斌真是只眼开到极致，对方的动作全部被他清清楚楚地捕捉到了，随即紧握拳头，在他爪子触碰到他的一瞬间，狠狠地朝对方砸了过去。橘猫全身毛发都竖了起来，想要躲开，但已经迟了。砰！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杨斌这一拳再次砸在了橘猫的腰上。这一拳可比上一拳重多了，橘猫倒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才艰难地爬了起来。刚爬起来，橘猫顿时又是毛发直立，本能地感觉到有危险，赶紧朝一旁闪去。但终究还是慢了，原本无人的身后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在他刚弹起的一瞬间，一拳直接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砰！橘猫的身体再次砸到了地上，滑出去好几米远。出手之人正是陈浩，在橘猫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偷偷隐身躲了起来。倒地后的橘猫还想爬起来，却被一直伺机而动的胡文亮一脚踩住。紧接着，杨斌和陈浩两人也赶紧跑了过来，三只大脚直接踩在了橘猫身上，使其动弹不得。MD， 敢抓我，这下看你还嚣不嚣张的起来。陈浩兴奋道：“这玩意可比丧尸难对付多了。”杨斌苦笑道：“确实，要不是斌哥你在，我们估计真拿他没办法。”胡文亮感叹道：“喵！”被三人踩着，橘猫顿时疯狂挣扎了起来，奈何他的力量没有三人的大，始终无法挣脱。这个怎么处理？杀了？陈浩问道。不杀了你还想放走他？你不怕他挠你？胡文亮笑道。杀了吧，这家伙脑袋上也有晶体，而且似乎与丧尸的不一样。杨斌道。好。陈浩点了点头，随即捡起杠铃杆便朝着橘猫脑袋砸去。橘猫似乎知道了接下来的命运，看向众人眼中满是哀求之色。眼看陈浩杠铃杆即将砸到橘猫的脑袋时，杨斌突然道：“等等！”陈浩赶紧收住，只是20公斤的杠铃杆，哪能说收住就收住的？陈浩只得赶紧改变了下方向，砸到了橘猫脑袋旁边的地上。砰的一声，尘沙四起，可见这一击有多重。橘猫整个身体都僵直了，显然被吓得不轻。哎呦，我的老腰啊，斌哥，你下次能不能早点说啊？差点把我老腰给闪断了。陈浩扶着腰吐槽道：“不好意思，临时起意。”杨斌尴尬道，随即看着脚下被吓傻的橘猫思索道：“这家伙看起来智商不低的样子，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把它收为宠物？”斌哥，你可真敢想！我敢说，只要我们一松脚，这玩意绝对跑得没影了。陈浩很肯定的道：“也是，算了，那还是弄死吧。”陈浩再次举起杠铃杆，喵喵。而此时被踩在脚下的橘猫却是急切的叫唤了起来，那样子似乎有话要说。他啥意思？谁知道啊？难道听懂了我们的话？不可能吧？然而让三人震惊的是，这只猫竟然点了点头，眼神中满是哀求之色。我操，这玩意不会成精了吧？第39章，小橘子。这猫估计之前是被人养的，应该是跟人待的时间长了，再加上变异后让它脑袋开发了，所以能听懂一些人话。胡文亮猜测道。杨斌点了点头，认同了胡文亮的话，随后蹲了下来，盯着下方的橘猫问道：“你啥意思？你是想让我们放了你？你做我们宠物？”橘猫快速的点了点头。我凭什么相信你？要是放开你，你跑了咋办？老实说，杨斌真的挺想要这么个宠物的，这可是一大助力，但要是无法保证忠诚的话，那还不如不要。橘猫想了想，随后抬起脖子，这时候几人才发现它脖子处挂着一个小铃铛。因为体型大增的原因，这个铃铛勒得很紧，藏在了毛发里面，之前他们都没发现。你让我把这个铃铛取下来？杨斌有些疑惑道。橘猫点了点头，那眼神像是把特别珍贵的东西送出去一样。杨斌有些好奇的抓起铃铛，一把扯了下来，拿在手上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就是普通的铃铛。然而橘猫看着杨斌手中的铃铛，却满是不舍，这是他主人亲手给他挂上去的，也是他最喜欢的东西，哪怕勒得很痛，他也没有想过弄下来。他跟了主人8年了，主人变成丧尸后，他变得凶狠暴躁，所以才会攻击杨斌他们。但因为主人的原因，内心深处他并不排斥人类，
甚至渴望有个主人。原本以为必死的他，在听到对方的话后，便急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他的想法中，把最喜欢的东西交出去，应该算是有诚心吧。但杨斌却是一脸懵，这玩意让我怎么相信你？不过看到橘猫看着铃铛的眼神，杨斌又有些异动，随后看向陈浩两人道：“你们把脚松开看看。斌哥，你不会真相信他吧？试试呗，他要是敢耍小聪明，再弄死就是了。我们能抓他一次，就能抓他2次。”杨斌自信道。对方速度虽然快，但还是逃不过他的眼睛。好吧，两人将脚拿开，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而随着两人松开，橘猫一个翻身便站了起来，不过却没有攻击他们，也没有逃跑，而是看着杨斌手中的铃铛，随后乖巧地趴在了杨斌脚下。看到这一幕，几人都觉得有些惊奇。杨斌试着用手摸了摸橘猫的脑袋，橘猫并没有躲避，似乎还有些享受。杨斌心中一喜，开口道：“以后就叫你小橘子吧。”斌哥，你这名字起的怎么了？真好。胡文亮违心道：“嘿嘿，必须的。斌哥，这样真的可以吗？”陈浩依然有些担忧道：“现在还不确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看吧。”杨斌同样也有些担心。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宠物的话，对我们提升可就太大了。当然，不然我就直接弄死了。走吧，找那个丧尸去。三人再次朝雨欣湖走去，小橘子也赶紧跟了上去。很快，几人便找到了在雨欣湖旁约会的2阶丧尸。小橘子，上！杨斌直接道，他想试试这个宠物好不好用，要是不好用，趁早弄死。橘猫似乎知道杨斌的想法，瞬间朝丧尸飞扑而去。很快，橘猫便冲到了2个丧尸面前，直接一爪抓到了2阶丧尸的脖子上，顿时鲜血一片。2阶丧尸咆哮着朝橘猫抓去，然而橘猫的速度却极快，不管丧尸怎么抓，始终无法碰到它。而橘猫每次都朝对方脖子抓，没一会，丧尸的脖子就被橘猫抓断了，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有点猛啊，陈浩感叹道。杨斌点了点头道：“确实猛。”走啦，挖晶体了。几人走过去的时候，橘猫已经将另外一个普通丧尸也解决了。看到杨斌几人过来，橘猫瞬间跳到了杨斌面前，邀功似的看向他。好样的，小橘子！杨斌摸了摸橘猫的脑袋，笑道。陈浩直接走到了丧尸尸体旁，一棍子将丧尸脑袋敲碎，随即将里面的晶体抠了出来。这颗晶体还是先给斌哥吧。陈浩看向胡文亮道。必须的。胡文亮点头道。斌哥，给。陈浩将晶体递给了杨斌，杨斌也没有拒绝，他们2个也都2阶了，他确实也该提升一波了。将晶体吞入腹中，很快能量便融入了4只百骸。感受到实力的提升，杨斌感叹道：“果然到2阶了，还是需要2阶晶体才能提升啊。”接下来的那个2阶丧尸在女生宿舍那边，这是最后一个能打的了，其他的都是大群大群的，根本打不了。斌哥，咱们今天把这个2阶丧尸解决了，也差不多了吧？明天估计又会有新的2阶丧尸诞生。走吧。几人一路向女生宿舍方向走去，刚到女生宿舍这边，几人顿时眼前一亮。虽然都是丧尸，但这些穿着睡衣、胸前一跳一跳的丧尸，显然比男生宿舍那边的丧尸养眼多了。哎，我们早应该来这边杀丧尸了。胡文亮道。你真的是想来杀丧尸的？杨斌一脸怀疑地看着他，他估计是想看看睡衣下面腐蚀了没有。陈浩笑道。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没有。杨斌道。你怎么知道？我能看到。斌哥，咱俩异能换一下吧，我再也不说你的异能 low 了。你这哪 low 啊？你这简直就是神技啊！胡文亮一脸渴求道。哈哈，可惜换不了。走吧，找2阶丧尸去。杨斌想了一下这个2阶丧尸的位置，随即带着2人来到了一栋宿舍下面。然而当几人看向前方的时候，顿时傻眼了。斌哥，你确定这个能打？陈浩吞了吞口水道。我能说我看到的时候只有20多个吗？杨斌也吞了吞口水道。此时在他们前方，整片空地全是丧尸，保守估计足足有400-500个，可能是有人引来的。胡文亮道。中间那里还有新鲜的血迹，应该是哪个傻子大喊大叫，把周围的丧尸都引来了。那我们还能打吗？这怎么打？400-500个，其中1阶丧尸都有差不多100个了，这要是被围住，除非我们能飞。好吧，那看来只能等明天再看了。要不让小橘子去试试？他速度快，说不定能在丧尸群中把那个2阶丧尸杀了也不一定。听到陈浩的话，小橘子顿时身体拱了起来，一脸警惕地看着他。显然这话他听懂了。算了，太危险了。杨斌摇了摇头道，也不差这一个，回去睡一觉，明天应该会有很多2阶丧尸了。几人商量好正准备回去，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无数嘈杂的脚步声。几人赶紧朝身后看了过去，
顿时脸色大变。只见一群女生疯狂地往他们这边跑，而在他们身后跟着一大堆丧尸。此时，那群女生也看到了他们，顿时更卖力地朝他们这边跑来，嘴上还大喊着救命。操！3人异口同声的道。很快，他们前面那400-500个丧尸也听到了声音，随即一脸兴奋地朝这边跑来。顿时，3人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被前后夹击的状态。MD， 女生宿舍这地方舅舅不该来。胡文亮吐槽道。第40章，艰难的战斗。兵哥，怎么办？陈浩看着前后差不多上千个丧尸，终于有些慌了。他们之所以一直这么舒服，是因为杨斌的侦视之眼可以让他们提前避开大批的丧尸，所以他们基本没有被丧尸围过。但是学校足足有2.7万的丧尸，又怎么可能没有大批量的丧尸呢？被丧尸围杀才是末日最正常的现象。像他们这样每天在外面晃，还能活到现在的，已经算是奇迹了。此时杨斌心中也是无比凝重，他没想到来一趟女生宿舍竟然会碰到这种情况。他们现在的位置很尴尬，前面有400-500个丧尸堵着，后面那些女人带着一大群丧尸还在往这边跑。左右两边都是宿舍楼，右边是宿舍楼背面，根本没地方走。左边的宿舍楼倒是正面，但是大门却在前面那群丧尸中间的位置。那群女人应该是想逃回宿舍，只是他们没想到宿舍这里竟然也有大批的丧尸。耗子、亮子，准备战斗！我们必须冲到那个大门那里，只要进了宿舍楼就安全了。杨斌严肃道。陈浩和胡文亮看了眼远处的大门，都是一脸的凝重，前面可有着400-500个丧尸在啊。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一旦两边的丧尸汇聚到一起，那他们基本上就逃生无望了。准备好，冲！杨斌说完，率先冲了出去，陈浩和胡文亮赶紧跟上。很快，双方便碰到了一起。杨斌手中的杠铃杆对着前面几个丧尸砸了过去，顿时脑瓜爆裂，冲在前面的3个丧尸直接被他砸碎了脑袋。然而丧尸数量太多，前面3个还没彻底倒下，后面的丧尸就扑了上来。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也瞬间出手，对着冲来的丧尸就是一顿猛砸。3人一边砸一边往前冲，很快便彻底陷入了包围中。3人背靠背，一人负责一个方向，疯狂地攻击着扑上来的丧尸。至于小橘子，早就爬到墙上去了，在有建筑的地方想困住一只猫，显然是不可能的。看着对方悠闲地蹲在2楼窗户上看着他们，3人只能露出羡慕的眼神，物种优势比不了。至于让他下来帮忙，那没啥意义。这种情况下，小橘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一个个丧尸疯狂地扑向3人，3人只能疯狂地挥舞着杠铃杆将他们击杀。杠铃杆每一次砸出去都能砸死好几个丧尸，但是马上会有更多的丧尸扑上来。这些丧尸根本不知道害怕，一个个前仆后继，其中不乏有一些一阶丧尸在，让3人顿时感觉到压力巨大。杠铃杆属于大开大合的武器，在强大的力量下有着恐怖的威力，但同样消耗也极大。尤其是在这种丧尸数量庞大的情况下，每次攻击都要消耗极大的力气，而且杠铃杆灵活度不够，被丧尸扑到身前了就特难受。如果是几十个丧尸，根本进不了他们3个的身，但是数百个丧尸前仆后继，他们根本阻挡不了。一旦被丧尸近身了，多多少少身上都要挂点彩。在前面开路的杨斌更是压力极大，前面密密麻麻的丧尸，想要打穿过去谈何容易，击杀了前面的丧尸，马上又会有丧尸补上。3人只能一点一点往前挪动。身后的那群女人也已经发现了这边的情况，但是他们却依然还是往这边跑来，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同学，帮帮忙，我们一起希望要更大些。为首的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女子大声喊道，怕是死得更快些吧。陈浩无语地看着一群女人身后那恐怖丧尸群，保守估计至少500-600了。这一次就连胡文亮也没想过要救人，因为他也清楚这种情况要是还想着救人，只会把自己也搭进去。围住3人的丧尸在看到他们后，有一部分直接朝他们扑了过去，倒是帮他们减轻了一些压力。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等那群女子身后的丧尸过来后，他们将要面临更恐怖的冲击。杨斌很清楚这个情况，心中更是焦急。他们距离大门只有5-6米的距离了，但就这个距离却让他感觉到无比的遥远，因为现在每挪动一步都无比的困难。很快那群女人便被尸群彻底淹没，没一会就没了声响，结果不言而喻。这就是末日的残酷，这种场景在全球各地随时随地都在上演，晶体哪有那么好啊？想要打晶体就得做好随时丢命的准备。几人已经没有心思去看那群女人的下场了，因为追着那群女人的丧尸已经朝他们这边扑来了。身后的陈浩和胡文亮压力顿时剧增。见到这一幕，杨斌一咬牙，抓起杠铃杆直接顶在前面丧尸身上，然后疯狂用力向前推。在他的巨大力量之下，丧尸被推得不断倒退，撞到身后的丧尸也没停下。后面丧尸一个叠一个，最终在叠了20多个后，杨斌实在是推不动了。这一下
直接被他推进了3米多，但代价也相当大，因为2只手抓着杠铃杆推前面的丧尸，根本腾不出手对付两边的丧尸。两边的丧尸抓住机会在他身上疯狂撕咬，就这么一会，杨斌就已经被抓咬的全身是伤了。斌哥，换位！见到这一幕，陈浩双眼通红，赶紧将杨斌拉到了身后。他站到了杨斌的位置，将扑过来的丧尸挡住。斌哥，我先帮你治疗一下吧。胡文亮急道。别，先冲进去再说，我还顶得住。杨斌紧咬牙关道。此时他们距离大门仅剩下2米不到了，但是前面的丧尸却基本上都是挤在一起的，根本难以寸进。喵！就在这时，一直在上方看戏的小橘子突然扑了下来，直接抓在了他们前方的几个丧尸脑袋上，然后在一群丧尸脑袋上跳来跳去，疯狂抓咬。他动作成功吸引住了前方丧尸的注意力，不少丧尸将目标转移，对着小橘子扑杀而去。陈浩眼前一亮，抓住机会猛地前冲，直接撞开了前面几个丧尸，冲到了大门口。杨斌和胡文亮瞬间跟上，3人快速冲入了大门中，赶紧将铁门关上，然后直接朝楼梯冲去。第41章回不去了。大门内依然有不少丧尸，但是比外面的少多了。几人迅速将前面拦路的丧尸击杀，成功冲进了楼梯间，一路往上，直接冲到了4楼。这时候杨斌终于是撑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亮子，你赶紧扶斌哥到旁边宿舍治疗一下，我来守住楼梯。陈浩急道。好。胡文亮点了点头，将杨斌扶起，走进了旁边的宿舍中。看着杨斌满身的伤口，胡文亮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过很快看到杨斌肩膀上有个巨大的伤口，这是丧尸咬的，一口直接将他肩膀咬掉了一大块肉，要是再过去一点就咬到脖子了。胡文亮赶紧将手放了上去，很快白色的光芒在他手中出现，杨斌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恢复着。升到2阶后，胡文亮的治疗能力明显提升了不少，没一会杨斌肩膀上的伤口便恢复如初了。紧接着胡文亮开始治疗杨斌其他被咬的伤口。被丧尸咬到的地方显然比被抓的地方伤势要重多了，基本上一口下去就少一块肉，鲜血更是止不住，必须要尽快治疗，否则就危险了。要不是杨斌实力强大，就这全身的伤口早就倒下了。不过杨斌也是强撑的，一直紧咬着牙齿不让自己晕过去。如果不是有胡文亮在，他铁定是要去见阎王的。楼下的铁门并没有坚持多久，就被大群丧尸冲开了。随即一大群丧尸疯狂朝楼上冲来。陈浩紧握杠铃杆站在楼梯口，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很快便有丧尸冲到了4楼，陈浩拎起杠铃杆直接将他们脑袋砸碎，随即一脚将他们踹了下去，顿时下方丧尸也跟着倒了一片。楼梯中有着地势的优势，以陈浩2阶的实力守住楼梯口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他同样也受了不轻的伤，再加上战斗那么久，早已疲惫不堪。20公斤的杠铃杆每次挥动都要消耗极大的体力，双手早已酸痛不已，抬起都困难。不过想到宿舍内伤势严重的杨斌，陈浩硬生生咬紧牙关坚持着。随着楼梯间尸体越来越多，总算是减缓了一些丧尸的冲势。但是下方丧尸中很多都是1阶丧尸，他们已经知道通过扶手往上爬了，陈浩的压力依然不减。宿舍内，杨斌身上的咬伤基本上都治好了，但同样的，胡文亮也因消耗过大虚脱了。杨斌没有休息，赶紧爬了起来，来到了楼梯间。见到陈浩一个人艰难地守着楼梯口，赶紧拿起杠铃杆走了过去。浩子，你去休息。杨斌道。斌哥，你好了。陈浩看到杨斌，顿时惊喜不已。有亮子在，死不了。你状态很差了，赶紧去休息，这里交给我。陈浩没有逞强，点了点头后便走向了宿舍。他确实是累得不行了。陈浩走后，杨斌接管了陈浩位置，将一群丧尸阻挡在楼梯间。以他的实力，这些丧尸自然是无法突破的。没多久，楼梯间就被丧尸尸体彻底堵死了。看着终于没有丧尸上来了，杨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一战绝对是他们这些天以来最艰难的一战了，比上次下去救胡文亮更艰难，就连他都差点交代了。艰难地爬回宿舍，见到胡文亮正在帮陈浩治疗着身上的伤口。不过因为给杨斌治疗消耗太大了，以至于给陈浩治疗的时候，每治疗一个伤口要休息好一会。斌哥，搞定了？陈浩问道。楼梯口彻底堵死了，短时间内丧尸是上不来了，不过我们想要下去也很麻烦。没事，最主要是咱们都活下来了。陈浩开心道。是啊，我都差点以为要交代了。胡文亮苦笑了一声，这次真的多亏了小橘子，要不是他最后将前面的丧尸引走了，我们可能真的要交代了。陈浩感叹道。是啊，对了，小橘子呢？几人这时候才发现小橘子似乎并没有跟上来，不会出事了吧？几人有些担忧地看着外面。
如果说之前他们对小橘子的态度是好用就留着，不好用就弄死，经过这次事件后，他们的态度彻底转变了，对方可是救了他们一命。喵！就在这时，一声虚弱的猫叫声响了起来，没一会，一只巨大的橘猫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小橘子！三人一脸惊喜地看着走进来的橘猫。此时的小橘子全身是血，身上到处都是伤口，看得几人心惊肉跳，这伤比杨斌的也不遑多让啊！亮子，快给小橘子治疗一下。杨斌焦急道。胡文亮赶紧将手放在了小橘子身上，帮他治疗了起来。而杨斌则从兜里拿出了一粒晶体，喂给了小橘子。变异兽似乎跟人类不一样，小橘子已经2阶了，但是它同样还是可以吃1阶晶体，虽然不能提升实力，但是似乎可以吸收晶体的能量，补充身体消耗，所以小橘子对晶体很是喜欢。没想到小橘子速度那么快，竟然也伤成这样。陈浩感叹道。在丧尸头上更无异于钢丝上跳舞，那么多丧尸张牙舞爪的举起手，他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没被抓到直接咬死已经算好了。杨斌道。也是。没多久，胡文亮将小橘子身上的伤也治疗得七七八八了，这时候他才有空治疗一下自己，他同样也受了不少伤。治疗完他自己后，胡文亮直接一头栽倒在床上，晕死了过去。还好有亮子在。陈浩看着倒在床上的胡文亮感叹道。是啊，要没有他，受这么重的伤只能等死了。杨斌苦笑道。这该死的末日真的要人命啊！完了，斌哥，我们东西都没带过来，晚上没饭吃了。陈浩突然道。杨斌脸色也是一变，因为背个背包碍事，他们把东西都放在了宿舍中。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下面上千个丧尸蹲守着，他们想要回去短时间根本不可能。唉，没想到都2阶了，还要体会一下饿肚子的感觉。陈浩无奈道。这样吧，你在这里守着亮子，我去把这些宿舍搜刮一遍，看能不能搜到点东西。杨斌道。好。第42章宿舍楼有人。从宿舍出来，杨斌便挨个宿舍搜刮起来。以前特别好奇女生宿舍是什么样子的，一直想上来看看，都没机会。没想到末日了，竟然还有机会上女生宿舍。原本以为女生宿舍会比男生宿舍干净整洁，结果他想多了，女生宿舍的杂乱程度比男生宿舍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丧尸所为，但那满地的赵赵和内内，多少有点辣眼睛啊。而且这样是也是刷新他的认知，现在女生都那么开放的吗？杨斌苦笑地看着眼前的宿舍，却又不得不在内衣内裤满天飞的宿舍寻找着食物，结果找了半天啥吃的都没有。如他所料，现在的宿舍哪可能还有吃的哦？有吃的早就被其他人搜刮干净了。杨斌连续搜了好几个宿舍都是这样，其他东西啥都有，甚至连避孕药都找到了1粒，就是没找到吃的。杨斌无奈地叹了口气，照这种情况，他们估计还真得饿肚子了。整个4楼搜完一无所获，杨斌走到5楼，同样一间一间的搜过去，最终也就找到1包口香糖，这还是他开了异能在一件衣服的兜兜里面找出来了的。尼玛，这些人怎么搜得那么干净？杨斌吐槽道。上到6楼的时候，杨斌正准备继续寻找，却意外地发现有一个房门竟然是反锁的。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进去，发现里面有4个女生手中拿着铁管，一脸警惕地看着门口，显然是听到了他的脚步声。4人手中的铁管都有血迹，应该是杀过丧尸的。他们宿舍倒是比较整洁，床上放着不少的零食，如果没猜错，这栋宿舍楼的食物就是被他们搜刮干净的。看到这个情况，杨斌清楚7楼是没必要上了，上去也搜不到什么东西了。杨斌想了想，并没有走过去，只要知道这里有吃的就行。他们中午吃了东西，现在还不算太饿，以他们现在的体质，一晚上不吃也不影响什么。如果明天还想不到离开的办法，到时候再来这里找他们借点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记住了这个宿舍后，杨斌直接转身下楼了。宿舍内听到脚步声，远处4个女生顿时松了口气。不是丧尸？应该不是。难道是人？可是我们这一栋已经没人了呀，不会是刚刚下面那几个人吧？不可能，那几个人怎么可能还活着？没有什么不可能，他们能在数百个丧尸的围攻下冲入宿舍楼，那能活下来也不稀奇啊。那真要是他们的话怎么办？凉拌，真要是他们，就算要强奸你也自己乖乖把腿张开，我们几个在他们面前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失去了法律的束缚，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好吧，不过他既然没过来，是不是没发现我们？旁边的宿舍都是大门敞开，就我们这个宿舍大门紧闭，你觉得他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他为啥走了？我也不知道，总之都小心点，把东西都藏起来。青青姐，你说他们怎么会这么厉害啊？如果没猜错，他们应该是官方所说的2阶进化者了。2阶？
能在数百个丧尸的围攻下活下来，只有可能是2阶进化者。没想到我们学校竟然这么快就出现了3个2阶进化者，亏校园论坛上那些跆拳道社团的家伙还自诩他们是学校最强的队伍，真要碰到他们3个，估计几下就得团灭。记住，如果他们又来了的话，别反抗，保命要紧。杨斌再次回到4楼的宿舍，胡文亮依然还是昏迷状态，陈浩则坐在床上刷手机，小橘子趴在床上睡觉。斌哥，怎么样？有收获吗？看到杨斌回来，陈浩赶紧问道。算是有吧，6楼有4个女生，她们那里有吃的，我们要是实在饿的话，可以找她们借点。杨斌道。这末世食物这么紧缺，谁会把食物借出去啊？陈浩翻了翻白眼道。我感觉他们会借的。杨斌擦了擦杠铃感道。我觉得也是。陈浩点了点头。好了，我们也休息，晚上还要上天台看星星呢。对了，斌哥，刚刚官方在网上发布了一份丧尸实力以及人类等级划分的资料出来了。哦，怎么划分的？杨斌好奇道。跟你之前说的一样，丧尸和人类实力都是按1阶2阶来定义的。目前基本上都是1阶和2阶丧尸，还没有发现3阶丧尸。据官方所发布的资料来看，1阶力量大概在100至200公斤左右，2阶在300-500左右，3阶还不清楚。也就是官方现在有2阶巅峰的存在了。杨斌皱眉道。肯定的，我们是用铁棒砸，人家是用机枪扫大炮轰，怎么比？也是，这方面官方有着绝对的优势。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晶体的帖子，已经有很多人获得了晶体，提升了实力，但也有更多人因此付出了生命。很正常，感觉这场末日就像是一场大清洗，也不知道最后能有多少人活下来。杨斌叹道。是啊。对了，斌哥，校园论坛现在也相当热闹，我们几个也成为了话题之一了。陈浩苦笑道。看你这表情，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应该是下午那些家伙造的谣，说我们杀人抢晶体，现在校园网声讨声一片。早知道真应该全部给他们解决了。杨斌冷声道。没有我们的信息吧？还真有，他们描述了我们外表，然后我们班那位热心的班长便把我们供出去了。陈浩苦笑道。那家伙一直看我们几个不爽。算了，不管了，随他们说吧，这些人还没真正体会到末日的残酷，等他们体会到了，就知道我们有多温柔了。第43章合作。几人从傍晚一直睡到半夜11点50才爬了起来。这时候胡文亮也恢复了过来，3人一猫一路来到楼顶天台。这栋宿舍的天台铁门还是上锁状态，应该是没有人上来过。几人用杠铃杆将锁撬开进去后，便将门关了起来。找了个干净的地方，3人直接躺下，等待着北斗九星出现。当0点0分到来时，北斗九星准时出现在了天空中。有了第一次经历，这一次几人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一旁的小橘子也抬起脑袋，出神地看向了天空中的北斗九星。一丝丝灵力缓缓地涌入了几人体内。下方上千个丧尸也同时抬起头看向了天空。夜晚慢慢安静了下来，大部分还活着的人类都疲惫地进入了梦乡。经过了几天的摸索，人类也发现了丧尸的一个规律，到下半夜后，丧尸都会安静下来，不会到处寻找人类。这个时候就是人类休息的时候。如昨晚一般，陈浩和胡文亮两人都是看一会休息一会，而杨斌却依然是从头到尾盯着不动。凌晨5点，北斗九星隐没，杨斌再次提升了30多公斤的力量，陈浩和胡文亮也提升了10来公斤。3人一猫下楼，回到了宿舍中，把门反锁，便躺在床上睡了。这一次几人睡到9点多钟就醒来了，因为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得想办法离开这里。斌哥，下面那些丧尸都没走，咱们怎么离开？陈浩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丧尸，依然有些头皮发麻。没走的话，那就全杀了，借助楼梯间一点点给他磨掉。杨斌沉声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困在这里，还需要出去提升实力。可是楼梯间空间太小了，不到100个尸体就彻底堵死了，这要磨到什么时候？咱们分工行动，一个人负责在楼梯间杀丧尸，2个人负责将尸体拖到旁边的宿舍里，慢慢来，总能杀完的。好，2人点了点头。对了，斌哥，你不是说楼上有4个女生吗？要不把她们叫下来帮忙搬运尸体，我们3个负责杀，她们4个负责搬运，这样不就快一些吗？对哦，这个可以有。杨斌眼前一亮。你们真敢想让那些娇滴滴的女生搬运尸体？她们要是同意就出轨了。胡文亮无语道。哼，给他们几颗晶体，别说搬运尸体了，就算让他们解剖尸体，他们都会做，你信不信？卧槽，对哦，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走吧，小橘子你留在宿舍或者自己玩去，有其他人尽量别出来。喵！小橘子叫了一声，随即爬上走廊，几个跳远便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斌哥，
他不会跑掉吧？陈浩有些担忧道。应该不会，要跑昨天那么危险，就不会下来救我们了。也是。三人一路来到6楼那间房门紧锁的宿舍前，杨斌直接走过去敲了敲门。谁？宿舍内4个女生顿时吓了一跳，一脸紧张地看着门口。我们是昨天进来这个栋宿舍的，开下门，想跟你们商量点事。杨斌道。宿舍内的几女听到杨斌的话，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明悟以及紧张。怎么办，青青姐？他们真的来了，我不想乖乖张开腿。一个长相可爱的女生哭丧着脸道。叫青青的女子深吸了一口气，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开门吧，这门挡不住他们。好吧。一个矮个子女生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将门打开，看到3个浑身是血的男子站在门外，顿时吓了一跳。这里是女生宿舍，杨斌他们根本找不到能穿的衣服，所以就继续穿着昨天的衣服了。随着宿舍门打开，陈浩2人顿时眼前一亮，这几个女生长得都还不错，尤其是其中一个高挑的女子，看着颜值至少应该是个班花了。此时那个高挑的女子也就是青青走了过来，客气道：你们好，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们准备清理楼下的丧尸，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跟我们下去搬运尸体吧。杨斌倒是没有被美色所动，直接开门见山的道。听到杨斌的话，宿舍内4人都是一脸的无语，哪有一上来就让女生去搬尸体的？要不是知道这几人不好惹，他们都想骂人了。青青强忍着骂人的冲动，依然保持着微笑道：这个我们估计帮不了你们了。哦，那可惜了，我还寻思着你们要去的话，送你们每人2颗晶体呢。既然不愿意，那我们只能自己搬了。杨斌遗憾的道，说完便准备带着陈浩2人离开。等等，原本还一脸不情愿的几人顿时瞪大了眼睛，激动道：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我没必要骗你们。杨斌道：好，我们搬。几女顿时激动道：那走吧。杨斌说完便直接朝下方走去。看着他们的背影，另一个女生小声问道：青青姐，我们能相信他们吗？他们没必要骗我们，走吧，这或许会是我们的一次机会。青青激动道，随即带着几人赶紧跟了上去。来到4楼，看到楼梯里面堆满了丧尸，几女都吓得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并没有吐。末世那么多天了，见过的场面也多了，承受能力也强了。杨斌随手从兜里掏出了4颗晶体，递给了几女道：这4颗算是定金吧，吃了这几颗晶体后，你们力气也能大些，搬尸体也快些。这些晶体是他昨天从眼前这些尸体中挖出来的，虽然他们暂时用不上，但也不能浪费啊。几女瞪大眼睛看着杨斌那随意的样子，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竟然就这般随意的给了他们，果然毫无人性。几女赶紧将晶体接了过去，声音有些颤抖道：谢谢，谢谢。这东西或许对杨斌几人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特殊丧尸不是那么容易击杀的，再加上丧尸都是成群的，人不够多，根本杀不了。随着丧尸实力越来越强，普通人生存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眼前这一颗晶体，对于几人来说，几乎相当于救命的神药了。好了，别感叹了，赶紧吃了，搬尸体。杨斌催促道。好。几人赶紧把晶体擦了擦，丢入了嘴中。随着晶体能量吸收完毕，几人也达到了1阶。随即几女很自觉地跑去搬尸体。虽然搬尸体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有着晶体的诱惑，这都不算啥。杨斌几人也没有闲着，一起将尸体搬到了旁边房间中。随着尸体搬开，露出了下方的楼梯，很快就有丧尸冲了上来。于是杨斌3人负责击杀丧尸，4个女子则负责将尸体搬走，双方合作还算愉快。第44章，手机信号没了。末世第5天，一半以上的丧尸变成了1阶丧尸，2阶丧尸的比例也大幅度提升。丧尸的破坏力直线上升，普通的房门已经难以抵挡丧尸的撞击，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更为恶劣。获取晶体的几率看似提升了，实则更难了。随便一群丧尸都有一半以上是1阶丧尸，一般的队伍根本对付不了。更为致命的是，末世第5天，手机信号断了。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但新城的信号断了。没有了手机信号，也就无法获取外界信息，无法与家人朋友联系，连相互慰藉都没办法，这让本就绝望的人们更加雪上加霜。食物短缺问题再次加剧，随着手机信号的消失，人性的阴暗在加速放大。的受不了后，那些不敢对丧尸出手的人，却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人。而一些获得了晶体实力得到提升的人，内心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了。食堂，随着手机信号的消失，食堂内学生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他们不再满足每天只吃点稀饭，他们想吃饱。他们冲进厨房抢夺食物，为了吃的大打出手。这一刻，什么老师，什么学校领导都通通已经被抛到脑后了。一时间，
整个食堂乱成一团。校长看着这一幕，无奈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这样下去只会加速灭亡，但他同样清楚，他已经管不了这些学生了。食堂外的丧尸依然很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尸越来越强，他们逃出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如果没有救援的话，他们最终只能困死在食堂内。校长现在只能祈祷着救援能够快点到来了。外面，学校内杀丧尸的队伍也从昨天的10多支锐减到仅剩下4支队伍了，其他的基本上已经在昨天就团灭了。这4支队伍有一队是昨天杨斌他们碰到的体育系那些人，他们已经从20多人增加到了30多人，其中将近20个已经是一阶进化者了。一支是跆拳道社团的人，他们队伍20多人，但大部分都已经到了一阶了。一支是一群体育系女生带领的队伍，这支队伍人最多，足足有70、80人，也是有不少都已经一阶了。还有一支就是赵坤他们带领的21栋宿舍的那些人。赵坤几人算是除了杨斌他们外最早知道晶体的事情的，而且赵坤几人也是最早能击杀丧尸的人。那天杨斌他们把他们带到超市后，一群人在超市吃饱后，赵坤3人便带了几个有武器也敢打丧尸的人一起出去击杀丧尸了。那一趟他们杀了2个特殊丧尸，赵坤和老黑提升到了一阶。到第2天，官方公布了晶体的事情，21栋宿舍的人就抱住赵坤这条大腿不放了，于是就有了这一支队伍。此时4支队伍都小心翼翼的猫在角落里面等待着丧尸出现。经过血的教训，他们已经不敢乱走了，都是躲起来等待着丧尸上门。另一边，12栋女生宿舍中，杨斌几人和刘青青几女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击杀着丧尸。有杨斌3人一起守住楼梯口，别说1阶丧尸了，就算是2阶丧尸也冲不上来。而刘青青几个女生搬运起尸体来也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或许他们以前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做这种事，但此刻他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就像刘青青说的一样，这是他们的一次机会。杨斌3人的强大彻底震撼了他们，这些恐怖的丧尸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土鸡瓦狗般随手便能击杀。跟着这样的人还怕没有晶体？就这几个小时时间，他们已经击杀了200多个丧尸了，这其中应该有一些有晶体的丧尸吧。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他们拖进宿舍中的尸体1半以上都是有晶体的。咦，来了个大的！几人正杀着，杨斌突然眼前一亮，2阶，干他！只见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丧尸挤开身旁的丧尸，一路朝3人扑来。只是刚扑上来，3根杠铃杆便直接砸在了他脑门上。砰！低沉的声音响起，脑袋顺势破裂。这位2阶丧尸还没来得及动手，就领了盒饭。杨斌将丧尸尸体拖了上来，熟练地从其脑袋中将晶体掏了出来，在身上擦了擦，便丢进了嘴里。他们已经商量好了，杨斌实力优先提升，等他吃2阶晶体无效后再提升陈浩和胡文亮2人的，所以杨斌也没有再问了。几个女生还是第一次见杨斌他们取晶体，都有些惊讶。他们杀了那么多丧尸，都没看他们取过晶体，就取了这一个，那这一个肯定不一般。尤其是看到这一颗比网上图片要大1圈的晶体，几人都是震惊的互相看了一眼。2阶晶体，晶体入体后化为能量融入体内，杨斌的实力也再次提升了1阶。杨斌握了握拳头，感受了一下，差不多有400多公斤的力量了。不错，杨斌笑了笑，随即继续击杀丧尸。几人一直杀到了中午1点多钟，终于是扛不住了，又累又饿。先别搬尸体了，把楼梯堵住，休息一会。杨斌道。好。几女乖乖停手。没多久，楼梯间再次被丧尸尸体堵死，杨斌3人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呼，这杠铃杆好用是好用，但太重了，用久了太累人了。胡文亮气喘吁吁的道。我也觉得，手臂都抬不起来了。陈浩苦笑道。没事，等你们力量再强点就好了。杨斌笑道。他倒是没有2人那么累，毕竟实力摆在那里。斌哥，要不让他们弄点吃的来？我实在饿得不行了。陈浩在杨斌耳边小声道。他们就昨天中午吃了点东西，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如果是一直躺着不动，1天不吃东西也不会觉得但他们可是一直在超负荷运动，自然顶不住。杨斌点了点头，随即看向几女道。你们有吃的吗？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吃？没。一个女孩正想说话，刘青青赶紧将她拉到身后，笑道。哟，我们去给你们拿。说完便拉着几女上楼了。这个叫刘青青的女人挺聪明啊。陈浩笑道。确实挺聪明的。杨斌点了点头。第45章小电影。楼上刚刚被拉住的短发女生不解道。青青姐，这些食物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搜刮到的，给他们吃了，我们吃什么呀？是啊，青青姐，他们应该没有看到我们的食物吧？就算我们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吧？另一戴着眼镜的文静女生道。你们啊，想法太过简单了，
如果我们跟他们说没有，结果他们上来搜到了，会怎么样？我敢保证，他们绝对搜过其他房间。那他们肯定发现了这些房间被人搜过。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想到是我们搜了？会，那就是了。虽然我们把食物藏起来了，但是他们肯定能猜到我们宿舍有食物，不然就不会问我们了。他们自己搜出来与我们主动给出去，完全就是两码事，明白吗？明白了。其他三女都点了点头。放心，就算食物分给了他们，我们也饿不死。他们把下面的丧尸清理完后，我们可以出去找吃的。别忘了，我们现在也是一阶进化者了。而且，你们没发现吗？他们似乎连一般的晶体都看不上。只要我们好好做事，表现好点，说不定他们还会多给我们几颗晶体，也不一定。到时候我们实力会再次提升，还怕找不到食物吗？刘青青笑道。是哦，青青姐，听你的。但是记住，不要耍小聪明。他们给我们就拿，他们不给我们也别去要，明白吗？刘青青严肃道。明白。很快，几人将宿舍的大部分食物和水都拿了下去，基本上都是些面包、饼干、瓜子之类的。杨斌看着面前的一大堆东西，笑了笑，看向刘青青道：“你很聪明，放心，我们也不白吃你们的东西，再多给你们每人一颗晶体，算是这一顿的饭钱，怎么样？”真的？四人顿时瞪大了眼睛，激动不已。当然，杨斌点了点头。对他们来说，啥都不多，就是晶体多。上午杀了300多个丧尸了，这里面至少有100多个一阶丧尸，回头掏晶体这事估计都挺费劲。太好了，谢谢你！几女激动得满脸通红。果然，青青姐是对的。几人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会，又继续杀丧尸。这一次，三人换着杀，一直杀到了晚上6点多，天色暗了下来才停止。一天时间，他们足足杀了700多个丧尸，杀的手都麻了。700多个丧尸中，至少一半以上是一阶丧尸，2阶丧尸也碰到了3个，上午1个，下午2个。2阶晶体都让杨斌吃了，加上昨天吃的1颗，杨斌到2阶后已经吃了4颗2阶晶体了。与1阶一样，越到后面效果就越小，吃到第4颗的时候，只提升了30来公斤的力量。不过此时杨斌却疑惑了起来，官方公布的数据，2阶巅峰应该是500公斤左右的力量，但是他感觉他现在的力量就已经达到500公斤了。虽然没有精准的数据，但是应该相差不多。难道2阶只用吃4颗晶体就到极限了吗？还是说是因为我修炼的缘故？杨斌沉思道。不应该，我感觉2阶晶体应该还有效的。难道是修炼的原因？不管了，今晚再修炼1晚就知道了。杨斌再次拿出了4颗晶体递给了几女，这是答应他们的饭钱。你们回去吧，明天继续。谢谢你们。几女顿时感激道。不用感谢我，各取所需罢了。杨斌笑了笑。等刘青青等人离开后，杨斌几人看了看堆放丧尸尸体的几个房间，顿时感觉头皮发麻。斌哥，咱们自己摸，不然呢？咋不叫上他们一起摸？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敢贪污吧？没必要，他们并不清楚里面有多少晶体，要是让他们看到那么多晶体，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平衡，到时候做事就没那么卖力了。而且现在晶体还是稀缺物品，还是别让人知道我们有那么多晶体为好。杨斌道。可是我们要那么多一阶晶体干嘛？胡文亮不解道。小橘子要吃啊，而且以后若是要扩张队伍，这玩意肯定是越多越好。杨斌道。好吧，摸吧，我来指挥，你们俩摸。凭啥？我知道哪些尸体有晶体啊？难道你们想每个都摸一遍？几人配合着，花了1个多小时才将所有晶体全部摸了出来，一共368颗，可把2人累得够呛。好了，晶体收起来，回去休息，晚上还要爬起来看星星呢。三人换了个宿舍，之前那个靠近楼梯的宿舍已经用来放丧尸了。躺到床上，习惯性拿出手机，却发现手机没信号了。得，这下子这玩意真的只能当手电筒用了。陈浩无奈道。不是让你多下点小电影吗？下了没？没，哪有那个时间啊？哎，可惜了。杨斌叹了口气，他手机太差了，内存几乎满了，想下也下不了。嘿嘿，你们没有，我有啊。胡文亮得意道。哈哈，还得是你，快拿出来看看。2人赶紧凑了过来。好。胡文亮也不吝啬，打开了播放器。你们想要看国外的还是国产的？岛国的。2人异口同声的道。好嘞。胡文亮很快找到了一部岛国电影，只是当那贞子的身影出现在屏幕的那一刻，切！杨斌2人顿时没兴趣了。怎么了？这恐怖片多应景啊！你就没有那种爱情动作片吗？陈浩瞪大眼睛道。哦，你们说的那种啊，早说啊！嘿嘿，有没有？没有。斌哥，我想打人。我也想。随后，宿舍内便传来了阵阵惨叫声，吓得楼上几女躲在宿舍瑟瑟发抖。
晚上23点50分，三人一猫再次来到了天台上看星星，一直看到了凌晨5点。杨斌感受了一下体内的力量，心中疑惑更深。他今天同样增长了30多公斤的力量，现在他的力量已经超过500公斤了，但是第3个角并没有点亮，也就是他还是2阶。难道修炼能让自身实力超过上限？杨斌眼中露出惊喜之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几个实力可就要远超同境界了。第46章，送你们一场机缘。末世第6天，外面基本上很少见到普通丧尸了，基本上都是1阶丧尸。前期没有获得晶体提升的人，现在想要凭自己获得晶体，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普通人面对一个1阶丧尸都打不过，更不要说一群了。当然，如果你有枪，那就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华夏枪支管控非常严格，普通人有枪的几率不大。而且，就算有枪，一般的手枪子弹太少，枪声太响，根本不敢乱用。所以，前期胆子小不敢出去击杀丧尸的人，现在就只能躲在角落里，无助地等待着救援。只是，救援真的那么容易吗？星城某个会议室内，几个星城的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不行，必须要尽快开展救援了。每多过1天，就会有无数的民众死亡，我们不能再拖了。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子大声道：“星城人口1000多万，有多少人还活着，谁也不确定。但是能确定的是，丧尸数量不会低于800万。就我们现在的弹药，根本做不了什么。”另一个中年男子摇头道：“弹药不够，大不了让兄弟们近身搏杀。眼睁睁看着那些民众被丧尸杀，老子做不到。近身搏杀，你是想把战士们都害死吗？一旦被丧尸围住，你们一个都别想回来。”中年男子怒道：“怕死老子就不当兵了。老子粗人一个，没有你们那么聪明。我只知道，我当兵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需要我们，我就必须站出来。”男子坚定道：“赵虎，你先别激动，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们又何尝不是？但是越是这种情况，越需要冷静。先不说救不救的了，就算你真能救出来，如何安置？那么多人吃喝拉撒住，这些都要考虑，不是单单救出来就行的。”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道：“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当务之急要先建立一个足够大的生存基地，让民众有个安全的地方，然后通过广播通知民众前来。你是说让他们自己来？对，当然救援肯定是要的，但是却需要分批次救援，不可能一下子救援所有人的。我们现在的兵力和武器根本做不到，所以如果他们能自己赶来最好。你觉得普通人有这个能力赶来吗？赵虎冷声道：“如果来不了，就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救援的到来吧。”眼看赵虎还想说什么，为首之人直接道：“好了，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就是商量一下建立生存基地的问题。”好。学校女生宿舍，杨斌站在走廊上看着下方的丧尸，脸上有些凝重。怎么了，斌哥？下面全是1阶丧尸了，而且2阶丧尸足足有7、8个，丧尸的成长速度有点恐怖啊。是啊，看来我们也要加快速度了。去把那几个女生叫下来吧，继续杀。好。等几女下来后，几人再次开始了屠杀之旅。下面只剩下了300多个丧尸了，几人花了1上午时间，总算是将这些丧尸全部清理掉了。当再也没有丧尸冲上来后，3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终于不用困在这里了。陈浩松了口气道：“是啊，现在发现女丧尸和男丧尸都一样，看多了都想吐。”与杨斌观察到的一样，300多个丧尸中有8个2阶丧尸。杨斌再次吃了2颗晶体后，再吃就没有效果了，也就是2阶需要吃6颗2阶晶体才能达到极限。达到极限后，杨斌的力量差不多到了600公斤，比官方公布的500公斤要多了整整100公斤。而他修炼了3天晚上，似乎刚好就是这个数。看来修炼所获得的力量提升真的是额外的。杨斌暗道：这样的话，那我可就要开始变态了。剩余的2阶晶体，陈浩和胡文亮2人分着吃了，他们的实力也再次提升了一大截。解决完丧尸后，杨斌从兜里拿出了10几颗晶体，递给了几女道：“你们表现不错，多给你们一些，希望你们在末世能够活下去。”然而，每次看到晶体都兴奋不已的几女，这次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接过。刘青青认真地看着杨斌道：“我们能跟着你们吗？”杨斌愣了愣，问道：“为什么想跟着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活下去。”刘青青坚定道。杨斌看着刘青青以及其他几女坚定的眼神，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道：“我们现在还不想太多人，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只要敢杀丧尸，活下去应该不难。等下次碰到，如果你们实力提升起来了，还想跟着我们，我会考虑的。”听到杨斌的话，几女眼中都露出了失望之色。没事，我相信我们能活下去的，等下次碰到，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刘青青很快便调整了心态，对着杨斌笑道。看着眼前的刘青青，杨斌不暗叹一声，这个女人是个人物。想了想，杨斌突然道：“这样吧，
我送你们一场机缘。今天杀的这些丧尸应该有不少晶体，我们要走了没时间挖，就送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成长起来。啊，送给我们。几女顿时瞪大了眼睛，这么多尸体，不说多了，几十颗晶体应该有吧？你们慢慢挖，希望下次再碰到，别让我失望。杨斌说完，便带着陈浩两人下楼了。一阶晶体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可有可无了，既然可以离开了，那就不耽误这个时间挖晶体了，还是快点去找二阶丧尸杀，尽快提升实力才是正道。几女看着三人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们真的好好啊。可爱女孩喃喃自语道：是啊，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呢？很明显，嫌我们太弱了。刘青青看着三人的背影，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好了，赶紧摸晶体。几人搬了2天，尸体倒是把胆量给练出来了，摸晶体都没感觉不适了。只是随着几人摸得越多，脸上的震惊之色就越浓。怎么都有晶体啊？之前官方不是说只有少数丧尸有晶体吗？难道他们杀的全是特殊丧尸？几人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骇之色。这真的是一场巨大的机缘啊！第47章，你们2阶了。另一边，斌哥，我感觉他们几个还不错呀，做事麻利，也不喜欢问东问西，还是美女，你为啥不要他们？陈浩有些疑惑道。现在不适合带太多人，人越多，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多，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异能者，不然没必要。那既然如此，你为啥要把那些晶体送给他们？不送给他们，难道我们又一颗一颗挖啊？现在都可以出来了，有那个时间多打几个2阶丧尸不香吗？好像也是。现在到处都是1阶丧尸，我们根本不缺1阶晶体，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刘青青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只要不出意外，他们或许真的能让我们惊讶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人情还是挺有意义的。你就不怕他们起来了奔将仇报？他是聪明人，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冲突，不会与我们作对的。他们或许能让我们惊讶，但不可能超越我们，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杨斌笑道。斌哥，有时候我觉得你真不像个20多岁的人。胡文亮感叹道。亮子啊，你认识斌哥也3年了，怎么还把他当同龄人啊？他只是长得像20多岁而已。陈浩笑道。好了，你俩别数落我了，前面有个小卖部，我们去找点吃的，吃完就去中远楼，中午就不回宿舍了。今天争取你们都到2阶巅峰，顺便找找看有没有3阶丧尸。杨斌道。几人来到小卖部，却发现又是被人占领了。里面有4个人，无论3人怎么敲门，就是不开门。无奈之下，杨斌直接一脚将门踹开。你们干什么？里面的人顿时吓了一跳。别紧张，我们拿点东西就走。杨斌笑道。不行，这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你们不能拿。一个瘦弱的男子拦在3人面前道。让开，别逼我动手。杨斌冷冷道。不让。砰，人影飞出。杨斌像是啥事没发生一样，直接走向了货架中，开始拿东西。你们简直是一群土匪。另外3人怒视着3人道。你们也想飞？杨斌冷冷地看了几人一眼，几人顿时闭上了嘴巴。3人拿了些吃的和几瓶水就直接走了，没有与这些人过多纠缠，他们现在要赶时间。吃完东西后便来到了中远楼，让他们郁闷的是，中远楼的大门竟然关了，很明显有人在里面。这地方又没吃的，这些人跑来这里干嘛？陈浩无语道。应该是想上去观察一下丧尸的分布，如果没猜错，很有可能是一支杀丧尸的队伍。杨斌道。除了杀丧尸的队伍，一般人根本不会跑到这来。好吧，等他们下来还是直接踹门？踹门吧，等他们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陈浩点了点头，随即狠狠一脚踹在门上，结果竟然没有踹开。卧槽，这些家伙后面用什么顶着的，竟然这么坚挺？有可能用铁管把门栓换了，倒是挺谨慎的。我来吧。杨斌说完，狠狠一脚踹在大门上，大门顿时开了一条裂缝，从裂缝中可以看到4根铁管横在中间。如杨斌所料，这些家伙真的把木质的门栓换成了铁管，不过在杨斌巨大的力量下，4根铁管都弯了。杨斌连续几脚下去，便将大门踹开了。随即几人便直接朝楼上走去，上到楼顶，果然看到一群人正在商议着什么。这群人有20多人，每人手中都拿着武器，有铁管，也有消防斧、唐刀、钢管等。最关键是，每个人身上都满身血迹，明显杀了不少丧尸。见到杨斌几人，一群人顿时瞪大了眼睛，显然没想到会有人上来。你们怎么上来的？为首的一个浑身肌肉的男子皱眉道。开门上来的。杨斌随意道。不可能，门栓我都换了，怎么可能开得了门？男子一脸不信道。4根铁管在那，就算是2阶丧尸也撞不开啊。那你觉得我们是怎么上来的？杨斌笑道。现在是我在问你话，你老实回答就行了。
别给我嬉皮笑脸。男子冷冷道：“我若是不呢？哼，你怕是还没认清末世的险恶吧？我告诉你，就算我们把你们杀了，你们也等于白死了，没有人会为你们做主。别以为还是末日之前。”男子冷笑道：“杀我们？你怕是没这个本事。”杨斌语气同样冷了下来：“哟，挺拽嘛，看来你们也是进化者了。不过进化者又如何？我们这里20多个哪个不是进化者？敢在我们面前嚣张，你怕是没看清形势吧？老二，教他们做人，让他们知道进化者也有强弱的。”好嘞。男子身后另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一根钢管，一脸冷笑的走到了杨斌三人面前，跪下。此人冷喝了一声，钢管直接砸向了杨斌的双脚，砰一声闷响，老二的身影顿时摔了回去，狠狠地砸在了一群人面前。MD 还敢动手？你们一起上，弄死他们！为首的男子怒道。顿时身后20多人拿着武器朝三人冲了过来。杨斌三人冷哼了一声，同样拿起杠铃杆朝着一群人砸了过去。双方一接触，顿时惨叫声不断。这些人或许有点实力，但最强的也就是一阶巅峰，与他们几个实力相差巨大，在几人杠铃杆下根本顶不住，一棒子下去就是好几人被砸趴在地。尤其是杨斌600公斤的力量，杠铃杆随便一砸，不死也得重伤，倒在地上基本上都爬不起来了。虽然20公斤的杠铃杆用久了确实很累，但是不得不说，杠铃杆打架是真爽。1寸长1寸强，再加上杠铃杆的重量在，这些人基本上连他们的衣角都没碰到，很快就全部打趴在地，痛苦呻吟。为首的男子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他怎么也没想到这3个人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你们已经2阶了。第48章3阶丧尸。不可能，我们杀了那么多丧尸都还没有达到2阶，你们凭什么2阶了？为首的男子似乎有些不愿意接受现实。杨斌笑了笑，没有解释，跟他们比杀丧尸多。不说之前，就这2天他们就杀了上千个丧尸了，这些人怎么比？而且2阶可不是看谁丧尸杀得多的，而是要看有没有杀到2阶丧尸。这一点还真没有人能跟杨斌他们比，毕竟他们是精准搜索，别人基本靠运气。很显然，这群人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或者说杀的丧尸还不够多。耗子，人家要教我们做人，你也教教他吧，也让他知道进化者也有强弱的。杨斌淡淡道。好嘞。陈浩笑了笑，走过去抬起脚就朝对方踹了过去。然而对方反应却不慢，身体快速后撤2步，躲开了这一脚。哼，2阶又怎么样？老子练散打的，怕你不成？男子抓起地上的消防斧便朝陈浩砍了过来。陈浩冷冷一笑，手中杠铃杆迎了上去，与对方消防斧撞到了一起。叮一声刺耳的声音响起，消防斧被直接打飞了出去。散打是吗？陈浩冷哼了一声，同样丢掉了手中的杠铃杆，飞起一脚再次朝对方踹了过去。男子迅速将手交叉挡在身前。砰！陈浩这一脚狠狠地踹在了对方手臂上，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对方踹出去几米远，撞在了墙上，顿时气血翻涌，一丝鲜血从嘴角流出。怎么会这么强？男子瞪大了眼睛看着陈浩，他早就1阶巅峰了，本以为2阶就算比他强，也不可能强太多，他常年练习散打，足以弥补这点差距。然而真正对上才发现，对方的力量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他不知道的是，陈浩可不是刚刚2阶那么简单。你不是练散打的吗？继续啊！陈浩冷笑道。MD， 老子就不信真的相差那么多。男子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再次冲向了陈浩，身体跃起，狠狠一拳朝着陈浩脑袋砸去。陈浩手臂往上一挡，轻松挡住了这一拳，随后一脚踹在了对方肚子上。男子被踹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几圈，吐了好几口血。真弱。陈浩摇了摇头。你若同为2阶，杀你如土狗。男子冷声道。是吗？陈浩冷笑了一声，身影突然消失不见。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一副见鬼了的样子。砰！一声闷响传出，男子的身影再次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了墙上。噗！一大口鲜血从口中喷出，男子双眼瞪大，死死地盯着陈浩。异能者！说完，双眼一翻，直接晕死了过去。就算同为2阶，你又能在我手中坚持几秒？陈浩傲然道。看着陈浩那样子，杨斌十分无语道：一个1阶而已，你竟然连异能都用上了，这家伙说话太气人，必须教他做人。算了，用就用吧，反正也不会被人知道。他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胡文亮疑惑道。但死人是无法传出去的。杨斌淡淡道。斌哥，你是想他们想杀我们，那我们也没必要留他们。记住，既然结仇了，就别留祸患，否则迟早有一天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可是
这里20多人呢。胡文亮有些纠结。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什么吗？记得，末日必须狠。陈浩道：那就是了，你们丧尸杀过不少，但人还没有杀过，这些人就交给你们了。好。陈浩点了点头，随即直接朝那群人走去。他对杨斌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从来不会去怀疑杨斌的决定。胡文亮挣扎了一会，最后也跟着走了过去。别杀我们，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大家都是同学，不要杀我们。一群人跪在地上不停地哀求。见到这一幕了，陈浩深吸了一口气，举起手中的杠铃杆砸了下去。胡文亮眼中闪过一抹不忍，但最终还是一咬牙抬起了杠铃杆。顿时一阵惨叫声传出，没一块声音彻底安静了下来。陈浩和胡文亮两人浑身是血的回到了杨斌身旁。陈浩脸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胡文亮脸上有些沉重。杨斌拍了拍胡文亮的肩膀道：亮子，我希望你能明白，末日想要活得久就必须狠，否则哪怕我们再强，总有一天也会被人阴死。斌哥，我明白的，只是心里这关有些过不去，我会调整好的。胡文亮坚定道。那就好。杨斌点了点头，随后来到窗口处，开启侦视之眼，朝下方看下去。他们上来可不是为了杀人的，而是为了找丧尸的。连续消耗完了几次精力，杨斌才收回了目光，脸上露出奇怪之色。怎么了，斌哥？陈浩小声问道。我看到3阶丧尸了。杨斌道。3阶？陈浩两人顿时眼前一亮，有办法搞吗？杨斌摇了摇头道，搞不了，有些奇怪。整个学校我看到了3个3阶丧尸，但是每一个身边都至少有几百上千的丧尸在，这有什么奇怪的？大批量丧尸才更有几率诞生高阶丧尸啊。陈浩不解道。或许吧，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杨斌皱眉道。怎么说？我怀疑3阶丧尸具有召唤附近丧尸的能力。杨斌凝重道。这不能吧？陈浩两人都有些不相信的看着杨斌。丧尸不是没智商吗？怎么可能会召唤同类？或许是我想多了吧，但如果是真的，那想要杀3阶丧尸会很难了。杨斌叹道。应该是巧合吧，既然这几个打不了，那咱们先不打，明天应该会有新的3阶丧尸诞生，到时候看看就知道了。走吧，先去杀2阶的，把你们实力提升到2阶巅峰再说。好。几人商议好后便离开了中远楼。杨斌在楼上看准了10个能够击杀的2阶丧尸，下楼后便带着两人挨个杀去。当把10个2阶丧尸都杀完了后，陈浩两人的实力也终于提升到了2阶巅峰。与杨斌一样，他们到2阶巅峰后力量也超过了500公斤，多出了30多公斤，正是他们修炼而来的。杀完丧尸后，3人便回到了宿舍中。3阶丧尸目前还没办法杀，所以干脆早点回来休息，看看明天什么情况再说。第49章击杀3阶丧尸。3人回到宿舍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就早早睡觉了。研究生宿舍是双人宿舍，只有2张床，下面是书桌，上面才是床。陈浩和胡文亮睡一张，杨斌一个人睡一张。至于小橘子，白天不知道跑哪去了，晚上就找回来了。杨斌给了他一床被子，让他趴在门后面睡。动物警觉性比人类要强得多，有他在，就算真有事，他也能第一时间发觉。半夜11点50分，3人准时起来，上天台看星星，一直看到凌晨5点再回宿舍补觉。如杨斌所料，虽然他们吃晶体已经无法提升了，但是修炼却并未被限制，依然还能够提升。杨斌不确定这个提升是否会有上限，但目前来看还有提升空间。睡到9点多再次起来洗漱，这规律的生活一点不像是在末日。洗漱完毕，3人直接朝中远楼走去。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能下手的3阶丧尸。来到楼顶，杨斌直接开启侦视之眼，开始查看下方丧尸。许久，杨斌收回了目光，脸色凝重了下来。斌哥，怎么样？今天多了5个3阶丧尸，但是如昨天一样，基本上每个3阶丧尸身边都有至少数百个丧尸围着。我注意看了一下，一些昨天还零散的丧尸，今天都聚到了3阶丧尸旁边，所以我能断定3阶丧尸绝对有召唤附近丧尸的能力，或者说附近丧尸会自觉向3阶丧尸靠拢。杨斌凝重道。听到杨斌的话，陈浩两人脸色也凝重了下来。这样的话，想要击杀3阶丧尸难度可很大啊。很麻烦，但我们必须要动手了，否则拖的时间越久越麻烦。3阶丧尸都如此，要是诞生了4阶丧尸，我真不敢想会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他具备指挥丧尸的能力，我都不稀奇。真要到那时候，我们实力要是还没提升上去，会很难受。斌哥，你说吧，怎么打？我刚刚观察了一下，实验室那边那个3阶丧尸周围的丧尸算是最少的，只有300多个，咱们就从他下手。300多个只有？两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杨斌。别这样看着我，这个是最少的了，
其他的都是500往上。好吧，300多个里面是不是还有2阶丧尸？有，差不多10多个2阶丧尸。这真的能打吗？想办法进入实验室，实验室里面有很多桌子和实验器材，可以让他们无法形成合围之势，这样应该是能打的。只是现在无法确定3阶丧尸实力有多强，这会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到时候我的重心会放到3阶丧尸身上，其他丧尸就只能交给你们了。好，两人认真的点了点头，确认好目标，几人再次下楼，在杨斌带领下，很快来到了实验室前。实验室前没有什么遮挡物，所以几人一出现，很快就被那群丧尸发现了。随着一声声嘶吼声响起，一个个丧尸疯狂地朝几人冲来。别恋战，先进实验室。3人一猫快速朝实验室大门冲去。这些丧尸并不是在实验室门口，他们不用直面这些丧尸。不过在他们还未冲到大门口时，那些丧尸也已经从侧方扑了过来。3人手中杠铃杆疯狂挥舞，快速解决着扑来的丧尸。在击杀了20多个丧尸后，总算是冲到了大门口。实验室的大门是铝合金的，还是恶心的外开门的。杨斌将把手都扯断了，也没能把门打开。丧尸已经扑了过来，陈浩和胡文亮第一时间挡在了前面，将冲来的丧尸抵挡住。杨斌抓起杠铃杆一头，狠狠地朝2扇门中间的裂缝处砸去，连续砸了几下，终于将裂缝砸开了。杨斌将杠铃插了进去，狠狠地往外一撬，直接将门给撬开了。走！把门一把拉开，3人一猫瞬间冲入了实验室中，身后的丧尸紧跟上，鱼贯而入。几人还想守住大门的，见这种情况也守不住了，赶紧朝里面跑去。实验室很大，到处都是桌子和实验器材。杨斌几人在桌椅之间快速穿梭，一群丧尸则是横冲直撞，顿时桌子各种实验器材撞倒一地，丧尸的冲势也减缓了。3人借着障碍物，时不时向后砸2棒子，不断减少着丧尸的数量。就在这时，一只丧尸猛然跃起，踩在桌子之上，飞快朝3人扑去。3阶丧尸！杨斌眼中一凝，手中的杠铃杆狠狠地朝对方砸了过去。砰！杠铃杆直接砸在了丧尸的身上，成功将其击退，但杨斌同样退了几步。好强的力量！杨斌低声道：“斌哥，能搞定吗？”陈浩小声问道。没事，这个交给我，你们杀其他丧尸。好。被击退后的3阶丧尸再次朝杨斌冲来，杨斌快速后退，带着他朝另一边跑去。这边丧尸太多了，不好打。很快，杨斌便跑到了实验室最里面，而丧尸也紧追而来，在靠近杨斌后直接扑了过来。杨斌迅速回头，手中杠铃杆狠狠地朝对方脑袋捅了过去。眼看就要捅到了，对方脑袋却突然一偏，使得杨斌这一击直接捅空了。丧尸速度丝毫不减，在杨斌还没反应过来时，直接将他扑倒在地，张口便向他脖子咬去。关键时刻，杨斌快速将杠铃杆抵在了对方口中，随即用力将其推开，身体一个翻滚，摆脱了对方的束缚。MD， 杀了那么多丧尸，竟然被丧尸压了。杨斌吐槽了一声，眼中更是凝重几分。没想到3阶丧尸真的已经知道躲避攻击了，这击杀难度可就直线上升了。丧尸没有给杨斌思考的时间，很快又扑了过来。杨斌再次一滚，躲开这一扑，随即抓起杠铃杆，狠狠地朝对方脑袋砸了过去。关键时刻，对方竟然直接用手臂挡在了脑袋前。砰！一击，手臂瞬间被砸碎，余力还是砸在了丧尸脑袋上，将其砸得倒退了几步。杨斌的力量可不是普通2阶能够比拟的。丧尸却被砸碎了一条手臂，却完全没有在意，很快又扑了过来。杨斌抡起杠铃杆，再次狠狠砸了过去。砰！又一条手臂被砸碎，丧尸的身体再次被击退。这次看你怎么挡！杨斌抓住机会主动出击，手中杠铃杆又一次砸向了对方的脑袋。砰！这一次丧尸没能躲开了，杠铃杆准确地落在了对方脑袋上，顿时脑瓜破裂，血花四溅。杨斌的力量再配合坚硬的杠铃杆，就算是3阶的脑袋也扛不住。第50章3阶。3阶丧尸不管是身体强度、力量还是速度，都比2阶丧尸要强了一大截。最主要是3阶丧尸竟然已经知道保护脑袋了，击杀难度比2阶丧尸大多了。杨斌叹了口气，看了一眼陈浩他们那边，见陈浩和胡文亮以及小橘子借着障碍物正在一点一点地击杀着丧尸，短时间没什么问题。杨斌走到了3阶丧尸尸体旁，将其脑袋中的晶体掏了出来。3阶晶体比这2阶晶体要大一些，比黄豆稍大点，拿在手上，就算不用真视之眼去看，也能感受到其中的能量。杨斌将晶体擦了擦，随即直接吞入了腹中。很快，一股庞大的能力涌入体内，杨斌脑海中第一颗星辰中的第3个角直接点亮了，更为庞大的能量反馈到体内，不断强化着杨斌的身体。良久，能量才彻底被身体吸收。杨斌握了握拳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激动之色。他的力量绝对已经超过800公斤了，实力提升的感觉真爽。杨斌感叹了一声，随即抓起杠铃杆，朝着陈浩他们那边走去。斌哥，搞定了！见到杨斌过来，陈浩顿时惊喜道：“杨斌点了点头，杠铃杆一个横扫，将冲来的几个丧尸脑袋全部砸碎。3阶了，果然牛批！胡文亮感叹道：“别感叹了，赶紧杀！”三人花了1个多小时，将所有的丧尸全部击杀，随后将所有晶体都取了出来。斌哥，接下来继续去杀3阶？陈浩问道。不过其他的3阶可就没那么好杀了。杨斌思索了一会道：“先去教学楼后面那边看有没有机会。”三人离开实验室，朝着教学楼方向走去。然而刚走到一半，却突然感觉到地面都在微微颤动，远处无数嘶吼声传来。三人都是一惊，杨斌赶紧开启真视之眼，朝那边看了过去，顿时脸色一变：“怎么了？斌哥？食堂那边的丧尸暴动了，数千个丧尸在狂奔，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好，三人迅速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多媒体教室里面。谁胆子那么大，食堂那边的丧尸也敢惹？胡文亮惊讶道：“老鼠，一群比猫还大的老鼠。”杨斌苦笑道：“老鼠？那不是小橘子的最爱吗？”陈浩看向了一旁的小橘子，只见此时的小橘子舔了舔嘴唇，似乎有些跃跃欲试。杨斌一个暴扣敲在了小橘子脑袋上：“你给我老实点，数百只老鼠，你赶过去，人家能把你啃得骨头都不剩。别以为现在的老鼠还会怕猫。”喵！小橘子委屈的叫了一声，不过也老实了下来。这些老鼠怎么会跟丧尸起冲突了呢？陈浩不解道。这些老鼠似乎是想换地方，结果一出来就被这些丧尸追撵。杨斌笑了笑，看样子变异兽和丧尸也是天敌啊，这样子的话，人类似乎也不是腹背受敌了。胡文亮道：“你想多了，三方互为敌人，但目前来说，人类却是最好欺负的一方。”好吧。暴动持续了10多分钟，最终所有老鼠再次钻入了地底才结束。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食堂那边，顿时眼前一亮。好机会！什么机会？陈浩两人赶紧凑了过来。食堂靠近教学楼这一边的丧尸都跑去追老鼠了，但是3阶丧尸却没有去追，也就是3阶落单了。不能算是落单，但也就几十个丧尸在那边了。那还等什么？干他！陈浩有些激动道：“走，速战速决，杀完就跑，我怕那些丧尸再回来。”好，几人快速朝食堂那边跑去。另一边，7、80人躲在一间教室中，偷偷地观察着这一边。薇薇姐，那些丧尸走了，这里只有几十个丧尸了，我们要动手吗？动手！为首的一女子果断下令。随即7、80人偷偷走出教室，小心翼翼地朝这群丧尸走去。没一会，双方竟然同时到达。杨斌三人看着突然冒出来的一大群人，有些惊讶，而对方看到杨斌三人也是惊讶不已。此时食堂边上的几十个丧尸看到人群后，顿时朝一大群人冲去，对于杨斌三人完全忽视了。准备战斗！为首的长得像是金刚芭比的女子喊了一声，随即7、80人直接迎上了这群丧尸。这群人有男有女，全部都是进化者，而且都不止吃了1颗晶体，有2个更是已经达到了2阶进化者了。7、80个进化者对付40、50个丧尸，打得丧尸节节败退。斌哥，怎么办？看到这个情况，陈浩有些焦急道：“我们也动手，其他的不管，只杀那个3阶。”杨斌说完便直接朝那边冲了过去。这一队实力很强，付出点代价绝对能够击杀这个3阶丧尸。作为同学，他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他们遭受损失呢？所以3阶丧尸他准备帮他们杀了。而此时那个3阶丧尸却已经与为首的那个金刚芭比交手了。让杨斌震惊的是，那个金刚芭比竟然与3阶丧尸打得旗鼓相当。不对劲！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对方，很快脸上露出了然之色，竟然是力量型异能者。难怪！眼看一个个丧尸倒下，对方其他人就要过来帮忙了。杨斌不再犹豫，果断出击。在丧尸与对方交手的时候，从后面直接一棒子砸了过去。砰！脑瓜破裂，鲜血四溅。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金刚芭比愣住了，而杨斌却趁对方愣神的一瞬间，快速将晶体掏了出来，揣入兜里。你！金刚芭比指着杨斌，脸上露出愤怒之色。你怎么能这样？怎么了？我在帮你啊！杨斌露出无辜的眼神道：“谁要你帮？赶紧把晶体拿出来！丧尸是我杀的，我拿晶体天经地义。”杨斌理所应当的道：“怎么了？薇薇姐？”这时其他人也已经将其他的丧尸清理了，都围了过来。他抢我晶体！金刚芭比指着杨斌道。而随着他话音落下，
其他人迅速将杨斌三人围住。第51章食堂变故。同学，你们这样抢晶体不好吧？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子看着杨斌三人道：抢？我杀的丧尸，我取走晶体，何来抢字一说？杨斌淡淡道。这男子皱了皱眉头，随即看向了金刚芭比问道：这个丧尸是他杀的？那他杀的，他取走晶体好像也没啥问题啊。这是个3阶丧尸。金刚芭比低声道。卧槽，这问题就大了。男子顿时一激灵，再次看向了杨斌道：不管怎么样，没有我们拖住其他丧尸，你也杀不了这个丧尸吧？而且杀这个丧尸，微微也有很大的功劳在，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晶体你肯定是不能独吞的。杨斌摇了摇头，老实说，没有你们，我们估计杀的会更快。吹什么牛啊，微微姐，跟他们这么客气干嘛？直接抢过来不就是了吗？队伍中另一个男子不爽道。叫做唐微微的金刚芭比皱了皱眉头，看向杨斌道：那一颗晶体对我们很重要，这样地上这些全部给你，我只要那一颗，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这人比较有原则，我只拿我自己杀的就行，这些你们杀的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杨斌淡淡道。让你的人让开吧，别逼我动手。MD， 你以为你是谁？就3个人也敢这么嚣张？剑雄，住嘴！唐微微呵斥了一声，随即再次看向了杨斌道：你要怎么样才能把这颗晶体让给我？别想了，这颗晶体不可能给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让你们的人动手抢，只是后果希望你能承受得住。杨斌声音也冷了下来。唐微微紧紧地盯着杨斌，好一会才叹了口气，对其他人道：让开吧。微微姐，让开！见唐微微生气了，其他人只能十分不甘，让出了一条道路。杨斌笑了笑，随即带着陈浩他们直接离开了。微微，为什么放他们走？那可是3阶晶体啊，要是你能达到3阶，那我们生存希望可就大多了。刚开始说话的那个帅气男子皱眉道：你以为我不想要吗？但是真要打，我们这些人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唐微微无奈道：怎么可能？他们只有3个人而已，我们70-80号人怎么可能打不过？男子一脸不相信道：为首那个人至少3阶了，就算我跟他对上，胜率都不足1成。唐微微凝重道：不可能吧？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人3阶了？男子瞪大了眼睛：我不可能看错，3阶丧尸的脑袋被他一棒子敲碎，这一点我都做不到。而且我看他似乎并没有用全力，所以这个人实力至少3阶。唐微微沉声道：他们总共就3个人，他都3阶了，你觉得另外2个会差吗？这男子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要知道，唐微微可是有着力量增幅的异能者，还没进化之前就能轻松击杀1阶丧尸了，对方凭什么比他们还强？唐微微则看着几人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道：我们还会再见的，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只是他话音未落，走远的几人却突然掉头，疯狂朝这边跑来。一群人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快点让食堂里面的人开门，丧尸回来了！杨斌喊道。听到杨斌的话，一群人顿时吓了一跳，没一会便看到几人身后那密密麻麻的丧尸群朝这边冲来。卧槽！一群人脸色大变，随即快速冲到了食堂侧门，疯狂地拍门。开门！快开门！食堂内，一群原本绝望的人听到有人敲门后，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很快就有人要去开门。不准开门！谁他妈敢去开门，老子剁了他！一个手拿菜刀的男子恶狠狠地道。顿时，那些想要去开门的人又乖乖地蹲了下来。此时食堂内的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样。上次争抢食物到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千人大战，丧尸还未进来，内部却已经崩坏。这场大战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最终，一群平时就喜欢打架斗狠的学生联合起来，成为了食堂内的霸主。他们有的本来就带着武器，有的从厨房内抢来了菜刀，在连续砍死了几十人后，彻底震慑住了其他人。之后，他们霸占了厨房，在里面大吃特吃。原本他们是不准备给其他人吃的，不过怕人群反弹，最终让厨师大叔继续给其他人吃稀饭。有人有意见，就要遭受他们的毒打，甚至直接砍掉手脚。最后，其他人终于老实了，不敢再有意见。反正之前也是吃稀饭，现在也是吃稀饭，他们也就很快接受了现实。只是他们接受后，这群人却越来越肆无忌惮了，看哪个不爽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一些骂过他们或者说过他们的老师也都遭到了他们的毒打，最后甚至开始对一些女同学动手动脚。校长出面制止，却被打得半死，最后更是当着他的面将他保护那个女生拖入了后方。最终会是什么样的遭遇，所有人都能想到。校长大喊着让大家帮忙，然而所有人都低下了脑袋，选择了沉默。
最终校长急怒攻心，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从那之后，这群人更是变得更无法无天，心中压制的恶念被彻底释放了出来。不时有女生被他们拖进后厨，却没有人敢为他们出面了。凡是出面的，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打残，到最后都不敢出面了。所有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原本以为只能等到救援到来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却没想到今天竟然有人敲门了。有人敲门也就代表着外面的丧尸或许走了，这让无数人心中都激动了起来。只是看着那群人凶狠的眼神，里面的人最终也没敢去开门。第52章，他急了。外面杨斌三人已经回到了食堂这边。还没开门？杨斌有些焦急道。没有，里面的人没反应。唐微微摇了摇头。你力气那么大，不知道踹门吗？杨斌无语道。我怕踹坏了，回头挡不住丧尸了。唐微微尴尬道。操！还想着回头，你要再不踹，一会丧尸就帮你头回2圈。杨斌吐槽了一声，直接一脚踹在了门上。砰！800多公斤的力量，一脚竟然没能把门踹开，这让杨斌有些惊讶。随即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进去，才发现门后竟然堆满了桌椅等各种重物。尼玛，要不要这么狠？杨斌无语道。不过也能理解，要不是这些东西，丧尸说不定早就进去了。杨斌想了想，突然朝里面喊道：快开门，我们是来救援的，现在这边丧尸都走了，大家可以从这里出来了。唐微微等人瞪大着眼睛看着杨斌，这也太能扯了吧。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是，随着杨斌话音落下，里面竟然很快传出了各种桌椅搬动的声音。救援这个词足以让里面的人忘掉恐惧了，他们一直坚持，不就是为了等待救援吗？而那群狠人在听到救援人员也是一惊，想要阻止，但此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在行动了，他们根本阻止不了。杨斌看着里面人的动作，又看了看越来越近的丧尸群，心中焦急不已。眼看丧尸就要追过来了，里面的桌椅还有一部分没有搬开，杨斌再也等不及了，再次一脚狠狠地踹在门上。砰！顿时大门被踹开了，后面的桌椅散落一地。所有人赶紧冲入了食堂里面，迅速将门关上。快点把桌椅搬过来！几个顶在门后的人大喊道。然而里面的人却是一脸懵逼的看着这群闯进来的人。你们不是说这边的丧尸都走了吗？你们开门太慢了，这些丧尸又回来了。杨斌淡定道。那我们还能出去吗？暂时是出不去了。好在唐微微他们这一队人多，一群人迅速将桌椅再次搬了过去，将门顶住。呼！所有人都狠狠地松了口气，4、5千个丧尸不是开玩笑的。随后一群人看向了食堂的情况，顿时皱了皱眉头。食堂内竟然充满了血腥味，而且一个角落里面居然堆了一堆尸体，这与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在场的人一个个神情麻木，还有不少身上都还带着伤。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唐微微皱眉道。然而没有人回答他，所有人都低下了脑袋。唐微微直接走到了一个低声哭泣的女生面前，问道：怎么回事？这个女生想说什么，却突然朝一个方向看了一眼，顿时又低下了脑袋，不敢说话了。唐微微顺着女孩的目光看了过去，只见那里有一群人站在那里，眼神冰冷地看着所有人。见唐微微看过去，赶忙变成了笑脸。你们做的？唐微微指了指角落里的那堆尸体道。怎么可能？这里前2天因为争夺食物发生了一场大战，这些人都是在大战中被波及的。为首的男子陪笑道。这群新来的美人手中都拿着染血的武器，让他不得不忌惮。是这样吗？唐微微看向了身旁一人道。啊，是。那人连忙点头。唐微微皱了皱眉头，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微微，食堂1000多人争夺食物发生大战在所难免，这事我们就管不了。一旁的男子道。唐微微皱着眉头点了点头。另一边，斌哥，你怎么看？我总感觉这里面有猫腻。陈浩看向杨斌道。猫腻大着呢。杨斌冷声道，随即看向了唐微微道。胖女人，你要不要进厨房后面看看？听到杨斌的话，那群人顿时一个个脸色大变，一脸凶狠地瞪着杨斌。我哪里胖了？我这叫健壮。唐微微怒视着杨斌道。好吧，健壮女人，我有名字，我叫唐微微。唐微微大怒道。行，唐微微是吧？你要不要进后厨看看？那里有什么？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好。唐微微点了点头，随即便带着人向后厨走去。而这时，刚刚那群笑脸相迎的人却突然挡在了他们面前。来了，就待在外面就行，会有你们吃的，其他的别管。为首男子一改之前的笑容，冷冷道。我若偏要管呢？唐微微冷声道。就怕到时候对谁都不好。就凭你。唐微微冷哼了一声，随即一脚踹出，将对方踹飞了出去。MD， 敢动手！
男子身后一大群人瞬间掏出来武器，怒视着唐薇薇，而唐薇薇身后的人也同样拿出武器，直指对方。双方顿时剑拔弩张。不过，虽然那群人人数比唐薇薇他们要多一些，但是气势却没法比。唐薇薇他们整队都是一阶，而且大半都已经一阶巅峰了，还有2个2阶，而对面只能说是一群凶狠的普通人而已，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让开！唐薇薇冷声道。前方一群人虽然有些害怕，但却并没有让开。动手！唐薇薇直接道。身后的人瞬间朝对方冲了过去，双方很快站到了一起。只是说是战斗，但完全就是一面倒。这群人在唐薇薇他们这队面前完全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2分钟不到就全部被打趴在地。唐薇薇直接踩着他们进入了后厨，突然发现队伍人多还挺有气势的。陈浩突然道：杨斌点了点头，我们也要想办法扩充一下队伍了，不过也不能乱来，宁缺毋滥。我的要求很简单，必须要有异能。你这也叫简单？毕竟我们要走高端路线嘛。好吧，反正有你在，不愁找不到异能者。可惜这胖女人有队伍了，不然其实挺不错的。杨斌道。人家哪胖了？人家那叫健康。胡文亮道。你喜欢这款？杨斌笑眯眯地看着胡文亮道。哪有？胡文亮有些慌乱道。喜欢就大胆承认嘛，别不好意思。不过说实话，这女人长得确实不错，就是身材强壮了点，但是跟你这瘦不拉几的身材倒是挺配的。亮子，没事，回头哥教你几招泡妞技巧，保证将她拿下。陈浩拍了拍胡文亮的肩膀道。别，你那不叫泡妞技巧，你那是舔狗技巧，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我才不要学。你要再敢说这事，信不信我跟你拼命？得，急了，他急了。第53章，疯狂的女人。过了好一会，唐薇薇带着人脸色无比阴沉的从后厨走了出来。你们该死！唐薇薇看着那群人，气得浑身发抖。其他队友也都是一个个脸色铁青。末日，反正都是要死的，为何还要压制自己？我敢说，在场很多男人都想这么干，只是他们没敢迈出这一步而已。为首的男子疯狂道：今天碰到你们我们认栽，但你们又能逃出去吗？食堂的食物已经没多少了，外面全是丧尸，大家都要被饿死，等待救援。可能吗？就算真有救援，你们也坚持不到那天。这就不是你该关心的了。墨雨，杀了！唐薇薇冷冷道。随着他话音落下，他身旁那个帅气的男子走了过去，手中的消防斧直接朝对方劈了过去。一颗硕大的人头高高飞起，吓得不少人尖叫不已。兵哥，里面到底有什么？把这女人气成这样子？陈浩好奇道。一群一丝不挂，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女人。杨斌叹道。那这群人确实该死。没一会，唐薇薇队里几个女生带着10几个神情麻木的女子走了出来。这些女子眼神空洞，脸上一片死灰。然而当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那群人时，这些女子表情突然变得疯狂起来，随即直接扑向了这些人，张口便咬。啊！滚开啊！一声声惨叫在食堂内传出。好一会，那些被咬的男子才逃脱开来，不过每个人都被咬出血来，有些甚至连肉都被咬掉了。发泄了一通后，这些女子突然趴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哎，莫世，女人要是没有实力，长得好看就是一种灾难。杨斌摇了摇头。陈浩和胡文亮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眼前几个女子长相和身材都不错，可惜了。叮咣，几把唐刀丢在了那群女人面前。唐薇薇冰冷的声音传出：哭有什么用？拿着武器把这些侮辱你们的人都砍了。一群女子吓了一跳，看了看唐薇薇，又看了看地上的刀，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很快有几个女子爬了起来，捡起地上的唐刀，便疯狂地朝着那群男人砍去。这一刻他们忘记了恐惧，眼中全是仇恨。他们永远无法忘记这些人对他们实施的暴行。胸口上的伤疤，下体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所受的屈辱。鲜血飞溅，惨叫声不断。没一会，好几个人就被砍得血肉模糊，没了声息。几个女子全身都溅满了鲜血，却依然没有停手，还在疯砍。其他人都被这一幕吓到了，赶紧往后退去，生怕波及到他们。女人疯狂起来确实很可怕。没多久，那几个人几乎被剁成肉酱了。几个女的这才停手，脸上疯狂之色慢慢褪去，看到自己的杰作，顿时吐了起来。食堂内大部分人此时都趴在地上吐了起来。这一幕实在有些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范围了。别杀我，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剩余的那群狠人刚刚还一副不怕死的样子，这一刻终于怕了。死不可怕，但是剁成肉酱就可怕了呀。这些人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不停忏悔。还有几个女子拿起唐刀，却最终也没敢下手。唐薇薇摇了摇头，随即对着刚刚动手的几个女子道：
以后你们跟着我们吧。好，谢谢，谢谢。几女算是真正的经历过末日的残酷，更清楚一个强大的队伍的重要性。另外的几个女的也是一脸期待地看向了唐薇薇，不过唐薇薇却并没有在看他们，而是看向了一旁看戏的杨斌。你觉得剩下那些人怎么处理好？杨斌倒是没想到对方会突然来征求他的意见，不过按这女人的作风，很大可能是想试探一下他。杀了呗，不杀留着过年啊。杨斌翻了翻白眼道。好。唐薇薇点了点头，随即对身后的人道，全杀了。好。身后的人直接朝那群人走了过去。很快一道道惨叫声、求饶声响起。唐薇薇的那些队员并没有手软，末世已经那么多天了，早已经过了手软的时期，否则也不可能在外面存活那么久。杀人与杀丧尸都一样，唯一区别就是人比丧尸容易杀，但丧尸却未必比人恐怖。有些时候人比丧尸更可怕。没一会，惨叫声慢慢停歇，那群人终究还是为他们的所犯下的罪恶买单了。食堂内1000多人看着这一幕，有痛快的，有害怕的，也有麻木的。杀完这些人后，唐薇薇再次看向了杨斌道，接下来怎么办？外面全是丧尸，我们似乎也出不去了。我们刚刚在后厨看了下，里面的食物确实不多了，食堂内还有1000多人，就算每天吃稀饭，也最多只能坚持3天了。要是就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能多吃几天？杨斌笑道。你……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杨斌。呵呵，开个玩笑，别那么紧张。杨斌笑了笑。不过这么多人确实挺浪费粮食的。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呢？什么叫浪费粮食？就是我看你比那些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竟然想着独吞粮食。附近的人听到杨斌的话，顿时炸了。呵呵，我说的有错吗？这些食物给你们，也就顶多让你们多活3天而已。3天后呢？若是救援不来，3天后你们还不是得饿死？何必浪费这些粮食呢？这些粮食如果我们自己吃，少说也能吃1个月，到时候怎么的也能坚持到救援到来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凭什么给你们吃？就是凭什么？凭我们拳头硬。杨斌冷冷道，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那些人在肆无忌惮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现在倒是一个个跳出来了，怎么觉得我们比那些人好说话？你……听到杨斌的话，一些人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一个个气得满脸通红。之前受害人又不是他们，自然要保持沉默，但现在涉及到自身利益了，能不跳出来吗？第54章最后一顿饭。你不会真准备霸占食物不给他们吃吧？唐薇薇瞪大眼睛看着杨斌。哼，我还不屑做这种事，不过这些人太安逸了，得给他们点危机感。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食堂的，必须要出去。但是外面数千的丧尸守着，凭我们肯定是出不去的，必须要让所有人一起行动才有可能。可是他们知道还有食物，不到最后弹尽粮绝，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殊死一搏的。但是你应该很清楚，丧尸每天都在提升，真要等到3天后，外面说不定都是2阶丧尸了，到时候想出去就更不可能了。明白了。唐薇薇点了点头。不过就算现在全部一起冲出去，损失也会很大吧，至少要死一半。要是这些人不敢动手的话，全军覆没也有可能。杨斌叹道。要是前2天还好，大部分都是普通丧尸，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1阶丧尸，他对这些人没有信心，但又不得不叫上大家一起，1000多人，每人杀一个也有1000多个，而1000多个要是靠他们杀，不知道要杀到什么时候。而且就算这些人不敢杀丧尸，稍微牵制一下也好啊，这样他们压力就会大大减少了。听到杨斌的话，唐薇薇也沉默了下来，一半的战允让他心情极为沉重，但是他也清楚杨斌的话没错，每过1天逃生的希望就少几分，到最后所有人都得死。良久，唐薇薇咬了咬牙道，你说怎么做？你人多，让你的人进去做饭，今天就把所有大米全煮了，直接断了他们的后路，同时也让他们吃顿饱的，回头有力气杀丧尸。好，可是杀丧尸得有武器吧？这么多人武器哪来？食堂那些桌子角都是铁的，吃完饭直接拆下来不就行了吗？好像也是。哎，你这么笨，要不跟我们家亮子凑一对得了，不然我怕你在末日生存不下去。杨斌叹道。我笨。唐薇薇指着自己瞪大眼睛道。一直以来他都是队里的核心，几乎所有的主意都是他拿的，这才让他们这一队在末日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如今既然有人说他笨，他如何能接受？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男人似乎真的比他聪明点，以至于他反驳都不知道反驳。而听到杨斌的话，唐薇薇旁边那个帅气的男子则一脸警惕地盯着陈浩和胡文亮2人。他不知道哪个是亮子，但肯定是这2个人中的一个。不过很快他就知道是哪个了，因为在听到杨斌的话后，那个瘦瘦的男子竟然脸红了。红你个嘚儿啊，我看上的女人怎么可能跟你凑一对？男子心中暗道。
唐微微强行压下自己的火气，咬牙道：“我的事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就算没有男人，我唐微微也能在末日活下去。说话别那么绝对，我家亮子很厉害的，说不定你什么时候会有求于他。”杨斌笑道：“他要真有那个本事再说吧。”唐微微说完便带着人离开了。斌哥，你怎么能这样？这不乱点鸳鸯吗？胡文亮哭笑不得道：“你就说你对他有没有一点心动吧？有是有，可是你也不能这样乱来啊！你这样不是适得其反吗？你懂个锤子！斌哥不这样，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斌哥这样一提，至少刚刚人家看了你一眼。”陈浩在一旁道：“我宁愿他没看到我。”胡文亮苦笑道：“亮子，我想到了一个让你追到他的办法。”杨斌突然道：“什么办法？”胡文亮还没说话，陈浩就有些兴奋地问道：“我去把那女人打残，然后亮子去帮她治好，说不定人家就以身相许了。”杨斌睿智道：“这什么鬼办法？你这样还不如直接让亮子用强呢。用强就算了，亮子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那女人力气大着呢。得了，你俩别再出馊主意了，现在是末日，先想办法生存下去再说，别讨论这些有的没的。”胡文亮无语道：“好吧，不过我可跟你说，亮子，那个女人旁边那个小白脸可是对那女人有想法的，人家近水楼台，你可一点优势都没有。”陈浩道：“没优势就没优势呗，只不过第一次见面而已，又不像你爱刘诗雅那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这不聊到这事了吗？好了，不说这话题了。其实我明白斌哥的意思，你想让我把他追上手，到时候让他跟着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个强力队友了。但这是真的急不来，只能随缘。好吧，随你喽。”杨斌耸了耸肩，不再讨论这事，而是开启侦视之眼，开始扫描食堂内1000多人。许久后，杨斌收回了目光，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1000多人竟然没有一个异能者，这玩意概率这么低的吗？原本他们宿舍3人都有异能，他还以为异能者概率应该不低，这一看才知道他们纯粹是运气好，或者说是应该感谢陈浩，他那一个电话造就了3个异能者出来。要不是他那个电话，他们都已经睡着了，说不定在睡梦中已经变成丧尸了也不一定。就算不变成丧尸，估计也被刘伯同化了。想到这里，杨斌突然有点想感谢刘诗雅了，绿得好啊。许久，唐微微等人从后面端来了几大桶米饭，还有很大一盘的土豆。闻到饭香，食堂内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向了唐微微他们。大家都饿了吧？今天饭管饱。唐微微大声道：“真的吗？太好了！”所有人都激动的颤抖，这么多天了，终于能吃顿饱的了。所有人都一脸感激的看着唐微微他们，却不知道这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顿了。不过就算知道，他们也还是要吃，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第55章断后路。食堂内，此时除了还在排队打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端着一大碗米饭和一小盘土豆，心满意足的吃了起来。这么多天来，这一顿绝对是吃的最香的。漠视之前那么讨厌的土豆，如今却堪比山珍海味。杨斌几人此时也每人端了一碗米饭和一盘土豆，坐在桌上吃。倒不是他们不想搞特殊，而是厨房只有土豆了。别说吃了几天面包饼干，才发现米饭竟然这么好吃。陈浩感慨道：“土豆也香，看来他们那一队还有烧菜的高手啊。”胡文亮含糊不清的道：“你是太久没吃菜了，吃什么都香。这土豆就是直接大锅炖熟的，除了油盐啥都没放，哪看出烧菜高手来的？”杨斌无语道：“好吧，看来斌哥你挺懂做菜啊。斌哥10岁开始就全是自己做饭了，而且还在酒店后厨做过兼职，你觉得他懂不懂烧菜？”陈浩翻了翻白眼道：“好吧，忘记这茬了。”胡文亮尴尬道：“人多还是好啊，这么多人的饭菜那么快就做好了。”陈浩感叹道：“唐微微这个女人管理团队还是有一手的，她队伍那些人执行力都很强。”杨斌认真道：“我也觉得，不过我相信斌哥你肯定比他更强。”陈浩坚定道：“他从来不会怀疑杨斌的能力，这点我也相信。”胡文亮同样道：“你俩别拍马屁了，赶紧吃，吃完饭耗子你把这颗晶体吃了，到时候我们估计要在前面开路，就算人再多，前面的压力也会很大，所以你尽快提升到3阶。”好。陈浩点了点头，快速将眼前的米饭解决，随即接过杨斌递过来的晶体，毫不犹豫吞了下去。良久，陈浩终于将晶体能量彻底吸收，成为了3阶进化者。在末世之初，一个团队2个3阶绝对碾压 99% 的团队了。1个多小时后，食堂内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把饭吃完了，干干净净的那种。这时候唐微微再次站了出来，大声道：“大家都吃饱了吗？”“吃饱了，谢谢唐美女。”所有人大声回应道。在这段时间中，大家也知道了唐微微的名字，毕竟都是一个学校的，总有认识的。因为击杀恶人救了那群女子，现在又给大家做饭，
让大家吃饱。唐薇薇此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极好，吃饱了就好。不过我需要跟大家说个不好的消息，刚刚这顿饭是厨房剩余的所有大米做的，也就是现在后厨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什么？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虽然一开始他们也怀疑过，不过在看到那香喷喷的米饭时，他们就将所有的想法都抛之脑后了。现在听到唐薇薇的话，顿时如遭雷击。大家若是不信，可以进后厨看看。唐薇薇再次道。随着她话音落下，还真有不少人冲进了后厨。许久后，这些人一个个脸色难看的走了出来。后厨别说大米了，连菜叶子都找不到一片，地板比他们脸都干净。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少人开始质疑唐薇薇道。那里面的食物就算天天吃稀饭，也顶多只能吃3天，与其饿着肚子多活3天，还不如吃顿饱的。你们觉得呢？唐薇薇笑道。如果能多活3天，说不定救援就来了。你这样等于直接绝了大家的后路啊！刚刚还感恩戴德的众人，此时一个个对着唐薇薇等人怒目相视。救援救援，天天就想着救援，你们就不知道自己救自己吗？难道救援不来，你们就等死吗？唐薇薇大怒道。我们一会就要离开，你们要是想离开的，自己去想办法卸桌子腿当武器，一会跟我们一起冲出去。要是想留在这里等死的，随便。说完，唐薇薇就不再管其他人，而是回到队伍中商量起来。随着她话音落下，在场的人一个个脸色不停变换着。说实话，这么多天了，对于救援，他们其实在内心深处也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只是不愿意面对而已。人都是这样，只要不到最后时刻，都不会想着要去拼命。他们在食堂虽然每天只吃点稀饭，但至少饿不死，过一天是一天，说不定什么时候救援就来了呢。然而现在食物没有了，继续留在这里只有可能被饿死。这时候这些人终于开始面对现实了，他们也清楚必须要出去才有活路。现在有人带他们出去，这是唯一的机会，要是这一次没抓住，那就只能等死了。没有人愿意等死，所以很快就有人开始卸桌子腿了，将桌子翻转过来使劲踹，多踹几脚还是能踹断的，实在不行多来几个人帮忙。很快一根根桌子腿就被卸了下来，虽然不算很结实，但至少也算是不错的武器了。一群人拿上武器后，纷纷看向了唐薇薇。很好，看来你们都不想待在这里等死。既然如此，那一会我们就一起冲出去。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次冲出去非常凶险，都做好心理准备。谁要是不敢杀丧尸，那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否则出去也是送死。有没有不敢杀丧尸的？唐薇薇大喊道。没有。下面的人都露出了坚定的神色。既然选择了拼一把，那这点困难肯定是要克服的。唐薇薇点了点头，随即走向了杨冰。这个时候众人才发现，这个强大的女人似乎一直在征求那个人的意见。如果没猜错，把所有米饭都煮了，肯定是这家伙的主意吧。毕竟这家伙可是说过要把所有食物独吞的。不少人看向杨冰的目光都充满了不善，实在想不通，有着70、80号人的唐薇薇为什么会去征求那个只有3个人队伍的意见。唐薇薇的队员也同样如此，他们也发现以前行事冷静果决的薇薇姐，自从碰到这家伙后，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没那么有底气了。看来要尽快远离这几个家伙了。叫墨雨的帅气男子心中暗道。第56章，冲出食堂。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唐薇薇此刻已经来到了杨冰面前。什么时候开始？杨冰开启真视之眼，4个方向都看了一遍，发现还是他们刚刚进来那边的丧尸最少，而且这边没有3阶丧尸了，另外2边都有，所以这边是最好的突破口。给他们10分钟时间准备，10分钟后从侧门冲出去，到时候我会带着我的人在前面开路，你的人负责2侧和殿后。前面开路难度极大，你确定你们3个可以？唐薇薇有些怀疑道。你要是怀疑我们能力的话，可以让你们开路，我没意见的。杨冰摆了摆手道，要不是其他人没这本事，他才不想揽这活呢。我没有怀疑你们能力的意思，我是觉得你们3个人是不是有点少？毕竟前面危险程度太大了。那就你也到前面来吧，多个人确实要好点。杨冰道。可以。唐薇薇点了点头。行，那就这么定了。记住，这次主要是为了逃生，跟他们说清楚，任何人不得去取晶体，谁要是停下了取晶体，直接杀了。杨冰冷冷道。你为什么不去说？你的威望大一些。杨冰笑道。唐薇薇翻了翻白眼，总感觉有种被当助理使唤的感觉。10分钟后，准备好了吗？杨冰对着身后一大片人喊道。所有人都神情凝重的点了点头。杨冰看了一眼唐薇薇，对方点了点头，手一挥，很快他那群队友便迅速将桌椅搬开，随即陈浩一把将门拉开。杨冰瞬间冲了出去，杠铃杆一扫，将门口的几个还没反应过来的丧尸全部击杀，随即直接往前冲去。后方陈浩、胡文亮、唐薇薇瞬间跟上，紧接着其他人也快速跟了出来。吼！
突然出现一大群人，让所有的丧尸都兴奋了起来，随即疯狂地扑向众人。众人呈三角阵型，杨斌在前面一马当先，手中杠铃杆疯狂猛砸，将一个个丧尸快速击杀。两侧，陈浩和胡文亮将从两边冲来的丧尸快速解决。一旁的唐薇薇拿着消防斧，突然感觉没啥存在感了，最后只能退后一点，与其他队员一起击杀侧后方的丧尸。随着杨斌越来越深入，其他人也很快与丧尸短兵相见了。或许是之前的思想工作做到位了，也或许是这些人想明白了。此时，所有人都拿着桌子腿对着冲来的丧尸猛砸，虽然攻击有些杂乱无章，但却也让丧尸一时间无法接近。这时候，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4、5千的丧尸，如果全部攻击杨斌几人，累也能将他们累死。但现在有那么多人分担压力，他们至少不用腹背受敌。只是现在的丧尸已经不是普通丧尸了，面对前仆后继的一阶丧尸，这些普通人又怎么能顶得住？没一会，人群就开始出现了伤亡，一个又一个人被丧尸扑倒咬死，看得身旁的人目眦欲裂。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丧尸厮杀，这些人也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也从最开始的害怕变得疯狂起来。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不拼只有死。所有人抛去恐惧，疯狂地砸向冲来的丧尸。前方，杨斌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丧尸了，前面依然看不到头。这些丧尸杀了一个后面的，马上又会扑上来，让他前进速度变得极为缓慢。好在杨斌已经3阶了，800多公斤的力量让他在丧尸群中如战神一般无法撼动。不管多少丧尸冲来，他都能抵挡住，不后退一步。前进速度虽然慢，但却依然带着所有人坚定地往前冲。不少人都被杨斌的强悍震撼到了，他们终于知道为什么连唐薇薇那么强的女人都要听他的话了。唐薇薇此时同样震惊不已，她离得最近，更能感受到杨斌的强大。她虽然猜到对方已经3阶了，但她觉得他有异能在，自认不会相差太远。可如今看来，他与那个人相差真不是一星半点，真要打起来，估计对方一棒子都接不住。最让他震惊的是，他身旁的另外2人实力也强得离谱。3个人，2个3阶，1个2阶巅峰，要不要这么恐怖？唐薇薇队的其他人此时也都闭嘴了。之前唐薇薇说他们这队人未必会是人家的对手，那时候他们还不服气，此时想想都一阵后怕。要不是唐薇薇阻止了他们，这回估计不死也是半条命了。战斗一直在持续，人群数量不断在减少，整个队伍也在一点一点向外突破。照这种情况看，不出意外的话，冲出去绝对没问题。或许损失会比杨斌预料的要小一些，因为杨斌也没想到这些人会彻底疯狂。然而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一个被丧尸扑倒在地的人无意间摸到了一颗晶体，求生欲让他忘记了临行前的规矩，直接将晶体吞入了腹中。很快，晶体化为能量融入了他的体内，原本马上就要被丧尸咬死的他，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丧尸一把推开，随即瞬间起身，狠狠的一铁柱，直接将丧尸给砸死了。这一幕让不少人眼前一亮，随即眼睛也开始四处寻找起来。没多久，一个被丧尸咬伤，眼看就要变成丧尸的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从一个丧尸尸体脑袋中摸出了一颗晶体，迅速吞入腹中。很快，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正常，彻底摆脱了变成丧尸的危机。一阶进化者能够抵挡住一阶丧尸的能量侵蚀，这点之前网上有人说过，没想到是真的。这一下，人群彻底坐不住了，地上到处都是丧尸尸体，只要拿到1颗，不但实力会大涨，而且也不用担心受伤会变成丧尸了。此刻，唐薇薇所立下的规矩已经被完全抛之脑后了，在他们的心中，只要强大了，就更有希望冲出去了。于是，这些人开始偷偷摸摸的取晶体，到后面开始抢夺起来了。当杨斌等人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操！杨斌怒骂了一声，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你的人怎么不看着点？大家都在对付丧尸，谁有那么多时间看他们啊？唐薇薇无奈道。此时，由于众人抢夺晶体，导致阵型大乱，在丧尸的冲击下，很快队伍就被分割成了好几块。没有了杨斌的开路，这些被分割出去的人已经可以宣布死亡了。不想死的就跟上，想死的就去挖晶体！杨斌怒喊了声，随即不再管其他人，再次加快了手中的动作。都跟上，别管那些人了。唐薇薇对着自己的队友喊了一声，随即快速跟上杨斌的脚步。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也赶紧跟了上去。当那些好不容易抢到晶体的人抬起头时，四周已全是丧尸。第57章，逃出来了。随着人数大减，人群压力越来越大。陈浩也来到了杨斌旁边，两人都放弃了防守，疯狂冲击着丧尸群。在2个3阶进化者拼命的冲击下，一群人前进的速度快了不少。几分钟后，杨斌狠狠的一脚将前面7、8个丧尸踹倒在地，
随即直接踩着他们冲出了丧尸的包围。身后的人也第一时间跟了上来，在丧尸还没有形成再次合围之前冲了出来。只是原本1800多人，此时却仅剩下不到500人，直接损失了2/3还多。往教学楼跑！杨斌大喊了一声，随即杠铃杆一个横扫，将围上来的一群丧尸砸退了回去。还活着的这群人都算是比较聪明的人，在听到杨斌的话后，不敢有丝毫逗留，疯狂朝教学楼方向跑去。杨斌几人和唐薇薇等人也同样往那边跑，边逃边击杀着追来的丧尸。没一会，一群人冲进了教学楼，迅速上楼，随后开始守住楼梯间。在楼梯间杀丧尸，对于杨斌几人来说可谓是轻车熟路了。教学楼的楼梯间比宿舍的要大不少，好在现在人也多。杨斌3人加上唐薇薇和墨鱼2个2阶进化者，足以将楼梯间稳稳守住。5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守在了楼梯口，其他人则迅速躲进了教室中。杨斌摇了摇头，原本还想放低标准，从这些人中找一些队友的，如今看来没那个必要了。半个小时后，楼梯间彻底堵死，5人纷纷瘫倒在地上。这次真的累惨了，就连杨斌都感觉拿不动杠铃杆了。好一会，几人才缓过来。唐薇薇看向了杨斌，真诚道：“谢谢，这次多亏了你们。”“别谢我，我们自己要逃出来而已，你们只是顺带的。”杨斌摆了摆手道：“不管怎么样，没有你们，这次绝不可能逃出来。”唐薇薇认真道：“她很清楚这一趟有多难，他们队从70、80人的锐减到了40多人，几乎少了一半。他们在后面都这样，一直在前面开路的杨斌几人有多艰难可想而知，换成他绝对冲不出来。我很好奇，你们就3个人，到底怎么做到这么短时间，实力提升到这种地步的？我也没看到你们有异能啊。”唐薇薇疑惑道：“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你又不是亮子的媳妇。”“是我多嘴了。”唐薇薇无语道。杨斌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几人就这样坐在地上休息了起来。他们几人几乎都受了不少的伤，但是有外人在，杨斌也不好让胡文亮治疗。胡文亮的异能比较特殊，要是被人知道了会有不少麻烦，所以只能回宿舍再治疗了。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杨斌从地上爬了起来。好了，天快黑了，我们该离开了。我可不想在教室过夜，楼梯间都堵死了，你们怎么走？从2楼窗户跳下去啊？教学楼又不像食堂那么封闭，哪里不能走？你不管他们了？我又不是他们爸妈，管他们干嘛？带他们出来就不错了。杨斌翻了翻白眼道：“好吧，那这些晶体你们也不啊？”唐薇薇指了指楼梯间的尸体道：“送你了。”杨斌笑了笑，随即带着陈浩他们走向了另外的教室。一阶晶体他们已经看不上了，他们现在只想早点回宿舍疗伤。薇薇，我们以后还是尽量远离他们几个吧。看着几人离开，墨雨小声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几个太危险了。”墨雨低声道，他可不敢说怕唐薇薇被对方拐跑了。其实还好吧，那个杨斌虽然看起来冷漠无情，但也并非毫无情义，至少他还是将人带出来了。虽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不管是实力还是能力，这个人都比我强，能交好尽量交好，莫是多个盟友就多一分存活的机会。唐薇薇认真道：“好吧。”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墨鱼也无法反驳，只能以后多注意点，可别真让人给拐跑了。杨斌几人来到了一间教室的窗户边，看了眼下方。教学楼层比宿舍高点，2楼到下面差不多有3.5米。这个高度虽然有些吓人，但对于他们几个2阶3阶来说，这点高度就是小意思。楼下有10多只丧尸，问题不大。杨斌率先跳了下去，10多只丧尸发现他后，迅速朝他扑了过来。杨斌杠铃杆随意挥舞了几次，便将他们全部解决掉了。很快，陈浩和胡文亮也跳了下来，随后几人一路小心翼翼朝宿舍走去。一回到宿舍，3人直接倒在床上，不想动弹。好一会，胡文亮才爬起来给大家治疗。几人虽然没有致命伤，但身上大伤小伤一大堆，还是得赶紧治疗。花了1个多小时，中途休息了几次，胡文亮总算是将几人身上的伤口治好了，而他自己也直接累趴下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杨斌和陈浩2人倒是精神了，还好有亮子在。你说其他人受伤了该怎么整啊？陈浩突然道：“其实进化者身体素质提升了，恢复能力也会提高，只要不受致命伤，一般的小伤过几天就能好，不过能治疗肯定是更好的，所以亮子的异能尽量别随意暴露，否则会有很多麻烦。”斌哥，咱们接下该怎么走？继续提升实力。我看其他人都在扩张队伍，明显是想在末世有一番大作为，咱们是不是也要？不急，你应该清楚，官方肯定不会允许自立为王的情况出现的。虽然现在官方管控能力大减，但是官方的实力绝对是最强的，先不说热武器，就单官方的进化者也肯定是最多的。所以现在不要去触碰官方的底线，看形势发展吧。咱们先把自身实力提升起来，
等真的有一天彻底大乱了，咱们也有本钱去争一争。兵哥，听你的，不管你想怎么做，我都跟着你。陈浩坚定道。好兄弟。第58章3个土匪。半夜12点，3人一猫再次爬到了天台看星星。不管再累，每天看星星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他们领先其他人的关键。一直看到凌晨5点，再次回到宿舍补觉。接下来几天，几人每天白天出去杀丧尸，晚上回宿舍睡觉看星星。经过食堂事件后，杨斌更加谨慎了，每次都要反复确认没危险后再行动。好在三阶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虽然每个三阶丧尸身边都有不少其他丧尸，但随着数量多了，也更容易找到下手的对象。3天时间，杨斌几人连续击杀了8个三阶丧尸。在胡文亮也提升到3阶后，剩下的3阶晶体都被杨斌吃了，让他的实力提升到了3阶极限。3阶后需要吃7颗3阶晶体才能到极限，每一阶所需的晶体都在往上增长，越到后面提升越难。达到3阶巅峰后，杨斌的力量突破了1000公斤，达到了1100多公斤，这已经超越了人体的极限了。按杨斌猜测，3阶的力量应该是在700至900公斤左右，他能超过1000公斤，自然是因为修炼额外提升的力量。他修炼每天能获得30多公斤的力量，差不多3天就能有100公斤，如今也修炼了7、8天了，额外提升了200多公斤的力量。这额外的力量足以让他碾压同境界3阶强者了。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也额外提升了80多公斤了，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多，但这个靠的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这个优势就大了。学校内现在还存活的人已经不足1000人了，整个学校3万多人，到现在却只剩下不到1000人，这比例低得可怕。这其中还是包括上次从食堂中逃出来的500人，他们在唐薇薇的帮助下也成功逃离了教学楼。如今学校内再次出现了不少强大的队伍，这些队伍中都有不少人已经2阶了，面对正常的丧尸群已经能够应付了。随着实力的提升，不少人的野心也开始浮现了，再加上学校内食物紧缺，为了抢夺资源，各个队伍之间摩擦不断，就连杨斌几人都碰到几个看他们人少，强行要他们入队的，最后被他们打得哭爹喊娘。末世第11天，研究生宿舍中，斌哥，咱们食物没有了，今天得去找找食物了。陈浩翻了翻背包，有些无奈的道。现在整个学校估计都没多少吃的了，大点的超市都被那些强大的队伍占领了，不好找啊。胡文亮皱眉道，看来差不多是要离开学校了。杨斌也叹了口气，说实话，还是有点不舍得离开学校的。学校虽然也危险，但是学校是封闭式的，外面的丧尸进不来，相对来说比外面肯定是要好很多的。再加上他们对学校熟悉，要是出去的话，生存难度将大大提升。不过也没办法，学校食物就只有那么多，一直待在这里肯定不行的。走，先找个大超市搜刮一番，把今天的食物解决了再说，明天就离开学校吧。好，3人背上背包走出宿舍，朝着其中一个较大的超市走去。来到超市门口，便见到超市大门紧闭。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一眼，里面竟然有40、50号人。不过这不是杨斌关心的，杨斌关心的是里面有没有吃的。看了一圈后，发现外面货架上的东西几乎是已经干净了，不过里面储物室还是有不少东西的，有东西就行。杨斌笑了笑，随即上前敲了敲门。谁？里面的人惊呼道。同学，开下门，我们进去拿点吃的。杨斌礼貌道。这里没有吃的，你们换其他地方吧。里面的人道。有没有吃的，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你们还是打开门吧，这门可不怎么结实，要是弄坏了可不好。说没有就没有，滚开！你要是敢把门弄坏，老子弄死你！一人怒道。只是他话音刚落，随着砰的一声响，卷帘门从中间破了一个大洞，一只脚出现在卷帘门内，随即一双手直接将卷帘门撕开，紧接着3道人影就这么走了进来。卧槽！敢弄坏我们的门，不想活了！为首的一个染着棕色头发的男子看到这一幕，顿时怒火冲天。这时他身后一人赶紧扯了扯男子的衣服，有些惊恐道：力哥，是那3个人，我管他是谁！卧槽！男子看清3人的样子后瞬间怂了。那个杨队长，我不知道是你们，对不住。男子赶紧道歉道。你们认识我？杨斌疑惑道。现在学校谁不认识您啊？男子苦笑道。什么情况？我这么出名？您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队伍统计了一下学校内最不能惹的队伍，您仨是榜首。男子低声道。还有这种排行？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一直独来独往，不怎么跟其他队伍接触，不知道也正常。而且这些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信息，你们可能不需要。好吧，算了，这些事情我也懒得关心。有吃的吗？男子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没敢隐瞒道，还有一些。随即看向了身后几人道，去储物室把吃的搬出来。这，快去。哦，好。
身后几人无奈地往后面走去。食物是生存的根本，他们食物也不多了，谁也不想再拿出来给别人，但奈何碰到了这3个土匪，不拿也得拿。没一会，几人就搬了2个箱子出来，一箱饼干，一箱面包。您看够吗？男子小心翼翼道。杨斌将3人的背包丢了过去，帮我们装上吧，顺便拿几瓶矿泉水过来。好，男子不敢拒绝。没一会，3个背包都装满了，男子将背包和几瓶矿泉水递到了杨斌手上，犹豫了一会道：杨队长，凭你们的实力，怎么不多招揽一些队友呢？现在各队各自不服，我觉得以你们的实力，完全可以整合一下学校的队伍。没兴趣。杨斌说完便带着2人离开了，毫不拖泥带水。力哥，他们拿走了那么多东西，一会老大他们回来肯定要打死我们的。一个小弟哭丧着脸道：碰到这3个土匪，我能有什么办法？老大问起来就实话实说就行，他要有本事找人家要去啊。第59章4阶丧尸。杨斌几人从超市离开后，便带着小橘子再次寻找着3阶丧尸杀。小橘子因为体型的原因，很容易引起别人异样的目光，所以杨斌让他有人的时候就别跟着，自己玩去。如今的小橘子也已经3阶了，不是吃3阶晶体提升的，而是他自己提升的。变异兽和丧尸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进阶方式，也就只有人类还没有摸索出进阶方式，只能靠吃晶体提升。不过杨斌有种感觉，或许他们修炼达到一定程度也是能突破的。学校是封闭式的，外面的丧尸进不来，经过这么多天的击杀，丧尸的数量也减少了很多了，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出门就到处都是丧尸。不过现在的丧尸却也越来越难杀了，大部分都是围在3阶丧尸身边，很少再看到单独的丧尸了。整个学校现在至少有几十个3阶丧尸了，基本上只要一看到一大群丧尸，铁定是有3阶丧尸在里面。所以现在3阶丧尸好找，但不好杀。以他们现在的实力，碰到100-200个丧尸完全不虚，直接可以硬刚，但要是再多就顶不住了。现在2阶丧尸几乎已经占了1半的数量了，没那么好杀了。有着杨斌在，几人并没有多久就找到了能下手的目标。一群200多数量的丧尸，其中就有一只3阶丧尸，刚好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3人正准备动手，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嘶吼声，随即几人便见到他们面前那一群丧尸飞快地朝那边跑去了。什么情况？3人都是一脸懵，会不会是有同伴在召唤他们？陈浩有些不确定的道：可是我们那么久以来也没见到有那个丧尸会召唤同伴啊，3阶丧尸身边的丧尸都是自觉靠拢的，也不是他召唤的呀。胡文亮有些疑惑道。难道杨斌眼前一亮？走，去看看。3人一猫快速跟着那群丧尸朝丧尸声音发出的地方跑去。没一会，几人来到了操场外，只见操场中上千只丧尸聚集在了一起。自从食堂的人离开后，围在食堂的丧尸也慢慢散去了，之后就再没看到过这么庞大的丧尸群了。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了，而且这次不是因为人类，仅仅只是因为操场中心那个很普通的丧尸。此时所有丧尸都看着中间的那个丧尸，似乎在等待他下达命令一般。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过去，果然看到对方脑袋里面的晶体比3阶丧尸的还大，差不多有花生米那么大了。毫无疑问，这绝对是个4阶丧尸。杨斌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4阶丧尸啊，只要杀了他，他就能提升到4阶了。不过看到那上千数量的丧尸群，杨斌又有些头大。想要在如此庞大的丧尸群中击杀4阶丧尸，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一群丧尸中还有4个3阶丧尸在，难度还要再次提升不少。但是好不容易碰到一个4阶丧尸，放弃又有点舍不得。如果能在离开学校之前提升到4阶，那他们离开学校安全系数也会高很多。斌哥，是4阶丧尸？陈浩小声问道。杨斌点了点头。陈浩和胡文亮2人顿时眼前一亮，不过看到那么庞大的丧尸群又有些苦恼。斌哥，要不要搞？杨斌开启真视之眼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似乎是这个4阶丧尸的一嗓子把附近的丧尸都召唤过来了，周围都没看到有丧尸的情况。杨斌想了想，狠狠地点了点头道：搞。小橘子，你先过去看能不能引走一部分丧尸。听到杨斌的话，小橘子瞪大着眼睛看着他，像是在说：你是让我去送死吧？快去，你速度快，他们追不到你的，你往小树林那边引，到了小树林你直接爬上树上不就好了？喵！小橘子低声叫了一声，还是冲了过去。很快一群丧尸就发现了他，瞬间一群丧尸便朝他冲了过来。小橘子直接撒丫子就跑，跑得飞快，数百的丧尸紧追而去。然而正当杨斌以为这个办法可行之时，那个4阶丧尸突然又吼了一声，然后那些追出去的丧尸竟然又跑了回来。卧槽，这家伙这么聪明！陈浩瞪大了眼睛。很显然4阶丧尸已经有一定智商了。杨斌凝重道：
没一会，小橘子也再次跑了回来，看了杨斌一眼，那样子像是在说不是我不赢，而是人家不来啊。现在怎么办？胡文亮问道。先看看吧，这家伙把周围的丧尸聚集起来，应该是想搞事情。三人一猫躲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这群丧尸。果然，没过多久，在四阶丧尸的带领下，一群丧尸开始朝学校各处扫荡而去。几人赶紧跟上。此时，在一个超市门口，两队人正剑拔弩张。这地方是我们先占领的，你们换个地方吧。赵坤看着这群来者不善的人道：“现在世界强者为尊，我们看上这里了，你们滚吧。”跆拳道社团的老大周雄冷冷道：“你们也比我们强不了多少，真要打，你就算你们能赢，至少也要损失一大半的人。”赵坤冷冷道：“是吗？”周雄冷笑了一声，随即看向了赵坤身后的人道：“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不想死的加入我们队伍，凡是加入我们队伍的，每人1颗2阶晶体，继续留在那个队的，一会别怪我手下无情。”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赵坤身后的人顿时一个个眼神飘忽不定。这些人本就是一群见风使舵之人，之前看到赵坤三人实力强就硬贴上去，现在看到了更强的队伍，顿时心动了。毕竟过去有2阶晶体拿，留在这里可能连命都没了。对不住了，坤哥，我还不想死。很快就有人走了出来，走向了周雄的队伍中。有了一个开头，顿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赵坤的队伍，朝着周雄那边走去。很快，除了老黑和瘦猴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过去了。哈哈，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周雄大笑道。赵坤脸色阴沉到了极点，最后不得不咬牙道：“超市让给你们。老黑、猴子，我们走。”说完就带着2人准备离开。我说了让你们离开吗？周雄冷冷道。第60章大战4阶丧尸，你还想怎么样？赵坤死死地盯着周雄。既然他们都加入我队伍了，要不你们也一起加入吧。周雄笑道。做梦！赵坤冷冷道。那就别怪我了，末世，我可不想给自己留下祸患。杀了！随着他话音落下，身后数十人瞬间将赵坤3人围住了。就在双方即将动手之时，突然感觉到地板在颤动，一群人吓了一跳，赶紧朝远处看去。只见前方不远处，一大群丧尸朝这边冲了过来。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随即再也顾不得杀人了，赶紧躲进了超市中，将卷帘门关上。快，把货架都拖过来，堵住大门！周雄焦急道。一群人迅速动手，一排排货架被拖到了门后，将大门死死堵住。很快，一群丧尸便冲到了超市门口，随即疯狂地撞击着超市大门。看着不停晃动的大门，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怎么会有这么多丧尸？周雄脸色无比的凝重道：“谁知道啊，这都有上千个了吧，太尼玛吓人了。”外面一群丧尸撞了半天没撞开，这时候4阶丧尸突然吼了一声，随即4个3阶丧尸走了过去，狠狠地撞在了门上。砰！大门发出剧烈的响声，上方灰尘掉落一堆，后方货架连续倒塌了好几个，吓得所有人脸色都白了。快点顶上！周雄大喊了一声，随即一群人死死地顶在了门后的货架上。砰砰！4个3阶丧尸不停地撞击着卷帘门，将卷帘门撞得都变形了。不过后面数十个2阶进化者顶着门，这几个丧尸也无法将门撞开。就在这时，那个4阶丧尸突然走了过去，随即蹲了下来，抓起卷帘门下方直接往上一提。卧槽！不远处，杨斌几人眼睛都瞪大了，这丧尸竟然知道开卷帘门！一直以来，丧尸都只知道撞门，就连往外开门都不会，这4阶丧尸竟然知道开卷帘门，这一幕直接将3人震惊的头皮发麻。这样的话，还让不让人活啊？而躲在超市里面的人显然也没有料到这一幕，看到突然升起的卷帘门，一个个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完了！所有人脸上都露出绝望之色。随着卷帘门升起，一个个丧尸快速地朝着里面冲去，顿时将门口的货架撞倒一地。都给我拿起武器杀！周雄大喊了一声，狠狠一斧头将冲在最前面的丧尸脑袋开瓢了。其他人也很快回过神来，赶紧拿起武器将冲进来的丧尸击杀。两队人加起来一共100多号人，都是杀过不少丧尸的，虽然绝望，但也想挣扎一下。只是随着卷帘门彻底打开，越来越多的丧尸冲了进来，他们的防线也很快被打破了。双方在超市内大战了起来，好在超市内空间有限，一次性无法进入太多丧尸，里面的人倒也还能坚挺一下。不远处，杨斌看到这一幕，顿时眼前一亮。走，我们从后面捅他们屁股！说完，提起杠铃杆就冲了上去，后面2人一猫也赶紧跟上去。3人很快便冲到了丧尸身后，手中杠铃杆疯狂挥动，快速击杀着后面的丧尸。小橘子的身影也在丧尸群中穿梭，将一个个丧尸脖子抓断。小橘子的优势是速度，力量并不是强项，
1阶2阶的丧尸还好，3阶丧尸就很难杀了。丧尸也很快发现了这几个老六，随着4阶丧尸一声吼，后面的丧尸纷纷转过身朝他们几人杀来。3人毫不畏惧，杠铃杆疯狂挥舞，快速击杀着冲来的丧尸。有人帮他们吸引了主力，这些小卡拉米对他们来说自然不是什么问题。随着他们杀的越来越多，前面的4阶丧尸终于发现不对劲了，感觉这4个玩意比里面那一大群还难搞。随着他一声大吼，没有冲进超市内的数百个丧尸全部转身朝他们扑来。卧槽，玩不起！杨斌骂了一句，果断带着人迅速后撤。你要这么玩的话，那我可就不奉陪了。一群丧尸疯狂朝他们追去，保守估计至少6、700个。斌哥，怎么办？往图书馆跑，把他们带到图书馆，然后我们从2楼窗户跳下来。杨斌道。斌哥，你是想……嘿嘿，我们目标始终是那个4阶。明白。3人迅速跑到了图书馆中，一大群丧尸也瞬间跟了上去。图书馆很大，几人带着一大群丧尸在图书馆绕来绕去，将一排排书架全部弄倒，能压倒几个是几个。随后几人迅速跑上2楼，毫不犹豫从窗户上跳了下去。杨斌第一时间过去将图书馆大门关上。走！几人快速朝原路返回，没一会再次回到了超市门口。此时除了在超市里面的丧尸，外面丧尸已经不足100个了。上！4阶交给我，其他的你们拖住。好！3人一猫，毫不犹豫朝着那群丧尸冲了过去。4阶丧尸看到再次回来的几人，眼中露出疑惑的神色。我那么大一批手下呢？不过杨斌可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抡起杠铃杆朝着他脑袋当头砸了过去。好！4阶丧尸一声怒吼，手掌一拍，直接将杨斌杠铃杆拍开了，随后瞬间扑向了杨斌。杨斌一惊，没想到对方竟然能将他棒子打开。不过杨斌也算是身经百战之人了，虽经未乱，在对方即将扑到他身上时，狠狠一脚踹在了对方肚子上。砰！1吨多的力量瞬间将对方踹飞了出去。丧尸在地上一个翻滚，便迅速爬了起来。一声吼声，一旁的丧尸竟然放弃了陈浩2人，直接转身朝杨斌扑了过来。卧槽，不讲武德！杨斌吐槽了一声，一棒子扫过，直接将冲上来的几个丧尸解决掉。却在这时，躲在后方4阶丧尸突然扑了过来。杨斌眼神一凝，力量刚用老的他只得快速往旁边躲开。虽然躲开了这一扑，但杨斌肩膀上却被抓得血肉模糊。这个老六，你们快点把其他丧尸拉走！杨斌朝陈浩2人喊了一声，随即眼神凝重地看着前方的4阶丧尸。这家伙果然比3阶难对付多了。第61章新队员。陈浩和胡文亮2人迅速将冲向杨斌的丧尸拦了下来，让杨斌能够安心地对付4阶丧尸。杨斌摸了摸被抓伤的肩膀，脸色有些难看。这一招伤到骨头了，让他左手有些用不上力。却在这时，丧尸突然再次暴起，瞬间朝杨斌扑了过来。杨斌抓起杠铃杆，一个横扫砸了过去。砰！这样的攻击丧尸无法躲避，一击正中对方胸口，在杨斌强大的力量下，不知道砸断了多少肋骨，直接将其砸得摔出去几米远。只是肋骨断裂对丧尸影响并不大，很快又再次爬了起来。不过他没有马上朝杨斌冲去，而是谨慎地看着杨斌。杨斌也不动，就这样看着对方。最终还是丧尸没能忍住，在杨斌故意看向其他地方的时候，瞬间扑了过去。杨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在对方马上就要扑到他身上时，反手一杆砸向了对方的脑袋。4阶丧尸对脑袋的防护意识极强，直接伸手抓向了杠铃杆。好在杨斌力量够大，他这一抓非但没能抓住杠铃杆，还使得他的手直接被砸断了。不过丧尸却并没有任何感觉，另一只手直接在杨斌胸口抓了一把，锋利的指甲直接瞬间将杨斌胸口抓出了几道深可见骨的血痕。杨斌顾不上疼痛，狠狠一脚将其踹开，手中杠铃杆再次朝着对方脑袋砸了下去。砰！这原本砸向脑袋的一击，却因对方关键时刻偏了一下脑袋，而砸在了肩膀上。不过杨斌的力量极大，虽然砸在肩膀上，但却直接将其砸趴在地。杨斌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在对方爬起来的瞬间，杠铃杆再次砸向了对方脑袋。砰！血花四溅，哪怕4阶丧尸脑袋再坚硬，也抵挡不住杨斌1000多公斤的力量，被直接砸碎。呼！杨斌松了口气，随即迅速将晶体掏了出来。看着手中花生米大小的4阶晶体，杨斌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容。此时陈浩和胡文亮也将外面的最后几个丧尸击杀掉了，来到了杨斌身旁。看着杨斌手中的晶体，两人也都是一脸欣喜。斌哥，快点吃了，看看4阶有多强。陈浩笑道。杨斌点了点头，随即直接将晶体吞入了腹中。很快庞大的能量瞬间融入身体中，杨斌脑海中第一颗星辰的第4个角
终于点亮了，更为庞大的力量反馈到体内，让杨斌感觉到浑身舒爽。好一会，杨斌终于将能量吸收完了，握了握拳头，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1500公斤左右，杨斌笑道：“牛逼，这力量估计车子都能抬起来了。”胡文亮笑道：“差不多吧，走吧，进去看看什么情况。”当几人走进里面时，便看到里面极为惨烈的场景，到处都是丧尸和人类的尸体。原本100多人，此刻仅剩下10多个人还在苦苦支撑着，要不是杨斌他们，估计这些人早就没了。超市内还有着60-70个丧尸，其中竟然还有2个3阶丧尸。如果没猜错，之所以100多人这么快就死的，只剩下10多个人了，很大可能是这2个3阶丧尸的原因。看到有人进来，剩余的人顿时无比惊喜。不过在看到是杨斌几人后，有些失落，想要开口求救，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这3人可是有着土匪之称的，向他们求救，估计不可能。赵坤看着杨斌3人，脸上露出一抹落寞的神色。曾经他们是最早的队友，他们跟着对方杀了很多的丧尸，在离开对方后，他也自认不会比对方弱。然而如今随便一个队伍都能将他们逼到绝境，而对方仅仅3人却能让任何队伍都忌惮不已，这就是差距。原本他也不想开口求救的，但是看到已经重伤的老黑和瘦猴，赵坤还是一咬牙看向杨斌道：“杨斌老大，能否救我们一命？只要你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几个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听到赵坤的话，杨斌这才发现这里面的人竟然有熟人，之前只顾着看丧尸了，并没有注意到是什么人。走吧，先把2个现成的3阶晶体取了再说。很快3人便朝前方一群丧尸扑了过去，如虎入羊群一般，手中杠铃杆每次挥动都能带走好几只丧尸。而杨斌更是恐怖，所过之处周身2米内无一完整的尸体，看得其他人眼睛都瞪直了。很快一个3阶丧尸放弃了前面10多个人，扑向了杨斌3人，结果刚扑过来就被杨斌一棒子砸死了。陈浩顺手将晶体掏了出来，没一会，超市里面60-70个丧尸就全部清理干净了。杨斌几人将3阶和2阶晶体收了起来，1阶的就没管了，他们太多了。在场的人一个个一脸眼馋的看着几人收起的晶体，那可是可以直接将2人保送到3阶的晶体啊，谁不想要啊？到目前为止，整个学校已知的3阶强者也就2-3个大队的队长，其他人大部分卡在2阶巅峰，3阶丧尸太难杀了。不单单是因为3阶丧尸实力强，最主要是3阶丧尸身边都会跟一群丧尸，没有强大的队伍根本杀不了。然而现在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看着2颗3阶晶体被人收入了囊中，那种心情别提多难受了。哪怕是有一丁点希望，他们都要铤而走险。可惜这3个太强了，强到他们连一丁点希望都没有。这时浑身是伤的赵坤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杨斌几人面前。杨斌老大，谢谢。赵坤真诚道：“如若不嫌弃，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绝无二心。”杨斌看着赵坤，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他确实需要队友，但他一开始的想法是非异能者不要。不过经过这么多天，他也认清了现实，异能者哪有那么多？而且就算真有异能者，也不一定适合做队友，适合的人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们。如果非异能者的话，赵坤3人显然是最合适的。他们合作过，不说其他的，面对丧尸时，他们3人没有怂过。当时他们关系闹得有些僵，但他们也没有偷奸耍滑过，人品还算不错的。想通后，杨斌对赵坤笑了笑，伸出手：“欢迎，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第62章，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听到杨斌的话后，赵坤忐忑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卖命都担心人家不要的，但漠视那么多天了，他也认清了现实，只有跟着强者才能活下去。另一边，周雄看到赵坤抱上了杨斌的大腿，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虽然他在赵坤等人面前的时候不可一世，但他很清楚，对上那3个变态，别说这点人了，就算人满的时候都没有一点胜算。他刚刚可是看到了对方杀3阶丧尸如土狗，很有可能已经4阶了。这才几天啊，就4阶了，实在太恐怖了。他们跆拳道社的人只认实力强大，但是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面对4阶，他根本没有一点希望。原本以为可以当个透明人，对方不一定会注意他们，但现在看到赵坤跟对方搭上了，这下子可就透明不了了。刚刚他还差点把对方杀了，对方要是借助这3人报复，那他就完了。周雄身后还剩下7-8个跆拳道社团的人，以及2个21栋宿舍的人。这2个21栋宿舍的人犹豫了一会，随后从周雄身后走了出来，来到杨斌几人身前笑道：“杨斌老大，好巧啊，那个我们跟赵坤老大是一起的，要不我们以后也跟你混吧。”看到这2个人，赵坤脸上顿时变得无比难看，恨不得将这2个见风使舵的家伙杀了。
不过他没有动手，他很清楚，他既然选择跟了杨斌，那任何事情都得由杨斌做主。他要是喧宾夺主，绝对会让对方心里不舒服。杨斌见赵坤脸色不对，问道：“这两人什么情况？”赵坤脸上露出一抹厌恶之色，随即将刚刚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听完后，杨斌眼中冷芒一闪而过，他最讨厌的就是背叛了。杨斌老大，您别听赵坤的一面之词，我们当时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没有背叛的意思。两人赶紧解释道。杨斌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看向了赵坤道：“你打算怎么处理？”赵坤看向了两人，手中的钢管紧了紧，顿时将两人吓了一跳。赵坤老大，你不会是要杀我们吧？一人脸色有些惊恐的道。赵坤老大，好歹我们也跟了你那么久了，就因为这点事犯不着吧？另一人道。赵坤手中钢管举起，最终又放了下来。滚吧，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好，我们走，这就走。两人松了口气，再也不提加入的事了，赶紧朝门口走去。砰砰，两颗脑瓜破碎，无头尸体缓缓地倒在了地上。杨斌收回杠铃杆，冷冷道：“这种人不杀留着过年吗？”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没想到杨斌竟然会这么狠。赵坤心中一颤，他明白杨斌不单单是为了杀对方，同样也在表明一种态度，对于背叛者的态度。杀完两人后，杨斌转头看向了周雄等人：“听说你们挺嚣张啊？”“没有，绝对没有。你都欺负到我兄弟身上来了，还说不嚣张？可是刚刚他们也还不是你的兄弟啊。”周雄哭丧着脸道：“那不管，现在是我兄弟了，你们欺负我兄弟，这事总得有个说法吧？你想要什么说法？”周雄沉声道，他知道看对方的样子，这事是没法善了。这样吧，这事既然是你们的事，那就由你们自己解决，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你跟赵坤打一场，赢了你们走，输了全部留下来。你确定？听到杨斌的话，周雄顿时眼前一亮。虽然他跟赵坤都是2阶巅峰，但他可是跆拳道黑带，自然不可能输给赵坤。而一旁的赵坤也吓了一跳，赶紧叨道：“斌哥，这事要不再考虑一下？”“怕了？不是怕，只是我可能不是他对手。”赵坤有些尴尬道：“我怕给你丢脸。”“你就说敢不敢打吧。”“敢。”赵坤严肃道。他知道这是杨斌给他的考验，就算明知打不过也不能退缩，大不了拼命。好样的。杨斌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随即看向了周雄道：“你怎么说？”“同意，必须同意啊。”周雄赶紧道：“不过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出尔反尔？要是你们输不起，或者你们其他人插手怎么办？”“放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场比赛就你们2个人，绝对公平公正。你要是赢了，你们直接走，我的人不会动你们一分。”杨斌认真道：“好，希望你说到做到，别到时候让人不齿。”“放心，我的人格还是有保证的。”杨斌笑道：“既然你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你们都受伤挺严重的，休息5分钟，疗会伤再开始吧。”“好。”双方同时点头，随后赶紧坐在了地上休息了起来。周雄冷笑地看着赵坤道：“哼，跟我打，我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赵坤没有说话，只是闭着眼睛，争取尽快多恢复点力气。“亮子，帮赵坤疗疗伤吧。”杨斌笑道。“好。”胡文亮点了点头，随即走到了赵坤身前，伸出手摸在了赵坤伤口处。赵坤虽然疑惑，但也没有反抗，就这样让胡文亮摸。很快，一道白色的光芒在他们接触的地方亮起，赵坤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异能者，还是治疗系异能？周雄惊呼道：“你作弊！什么作弊？我不是说休息5分钟，各自疗疗伤吗？你也同意了呀？”“可是……”周雄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对方刚刚确实是让他们休息5分钟疗伤，但他也没想到是这么个疗法呀。5分钟，在他以为顶多就休息下恢复点力气，但照他们这么玩的话，对方很快就生龙活虎了，而他依然还是重伤。可是他也没办法反驳，这确实是他同意的，对方似乎也并没有违规，最后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吞。“哼，哪怕是重伤，老子也不惧你。”周雄冷哼道。胡文亮花了2分钟时间，就将赵坤身上的重要伤口治疗得七七八八了。随后，杨斌从兜里拿出了一颗3阶晶体，递给赵坤道：“来，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第63章，公平？你作弊！周雄大吼破音道：“这一次他真绷不住了。如果只是重伤对全胜，他还能咬咬牙忍了，但要是重伤的2阶对全胜17、3阶，那还打个毛啊！作弊？没有啊，休息嘛，总要补充点体力吧。”杨斌笑道：“这 TM 叫补充体力？”周雄瞪大眼睛道：“对啊，你也可以吃啊，我没意见的。”周雄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要是有3阶晶体，何至于到现在还是个2阶？不算。
这不公平！周雄大声道。公平？哼，这东西末世之前就没有，何况末世之后，我给你们1对1的机会，就是给你最大的公平。算不算不是由你决定的，5分钟时间，你也可以想办法提升，提升不了，那是你的问题，怪不了别人。杨斌冷冷道。周雄张了张口，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赵坤看着眼前的晶体，心中也是五味杂陈。他们拼命都无法获得的东西，对方却这么随意的就给了他，让他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了。赶紧的把它吃了，要是还打不过，那你们也别跟我了。杨斌道。赵坤没有推脱，将晶体接过，无比严肃道：这要是还输了，你直接把我砍了吧。随即他将晶体吞入了腹中，没一会，他的实力也提升到了3阶。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杨斌开口道。能不打吗？周雄苦着脸道。可以，那我直接判你认输，你们全部留下吧。杨斌淡淡道。别，我打。周雄吓了一跳。那能换个人吗？可以，我们3个，你选一个。杨斌指了指自己和陈浩2人。那我还是跟他打吧。周雄都快哭了，没想到一直横行霸道的也会有这么一天。很快，双方上场。陈浩将手中的杠铃杆递给了赵坤道：你那玩意不好用，用我这个。周雄嘴角抽了抽，看着手中的消防斧，再看了看对方那1米8长的杠铃杆，心中升起无尽的绝望。但他没有再抗议，因为他知道在那人那里抗议无效，决定权在人家手上，他只能被动的接受。很快，双方站定，还没等杨斌喊开始，周雄就瞬间冲向了赵坤，手中的消防斧直朝赵坤的脖子劈去。杨斌皱了皱眉头，却并没有制止。就这不是决斗，而是生死战。赵坤若是不懂得随机应变的话，那他以后也很难活得长久。好在赵坤并没有让他失望，消防斧即将落到他脖子上的时候，手中的杠铃杆已经先一步砸在了周雄的胸口上。砰！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周雄砸飞了出去，就差一点，却始终未能砍到。或许赵坤还是2阶的话，周雄可以硬扛着这一棍，也能将赵坤脑袋削下来。但是3阶的赵坤力量太强了，一棍下去，他根本扛不住。倒在地上的周雄一个翻滚，迅速爬起。然而赵坤却并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瞬间冲了过来，手中的杠铃杆再次朝他砸了过来。关键时刻，周雄举起消防斧挡了上去。叮！一声刺耳的声音传出，周雄虎口被震断，消防斧脱手而出。赵坤得势不饶人，抬起杠铃杆，再次砸向了周雄的脑袋。周雄瞬间翻滚开来，躲过了这一砸，随即高高跃起，一个鞭腿狠狠地朝赵坤脑袋扫了过去。赵坤抓起杠铃杆挡了上去，周雄的一脚直接踢在了杠铃杆上，顿时疼得脸都绿了。赵坤抓住机会，一个侧踢踢在了对方腰间，再次将其踢得摔在了地上，随即瞬间跟上，杠铃杆又一次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有武器的周雄只得举起手臂挡了上去。砰！一声闷响，周雄手臂直接被砸断。然而还不待周雄惨叫响起，赵坤再次一棒砸了过来。不！周雄惊恐的大喊，却也无力回天。赵坤这一击准确地落在了他的脑袋上。砰！周雄的脑袋如西瓜般破碎，到死时终于感觉到后悔了，为什么当初要找这个人的麻烦。战斗结束的让杨斌都有些惊讶，不得不说赵坤战斗起来真的有点凶，完全就是有点优势，绝不让对方有翻身的机会。陈浩和胡文亮2人也都吓了一跳，这家伙挺狠啊。周雄后面的7、8个成员都吓傻了，一脸惊恐地看着无头的周雄。随后7、8个人瞬间跪了下来，朝着杨斌几人不断的磕头，求求你们别杀我们，我们不想的，都是他让我们这么干的。看到他们这个样子，赵坤眼中有些犹豫，随后看向了杨斌。杨斌叹了口气道：斩草最忌留根，要么不杀，既然杀了，那就别留下后患。明白了。赵坤点了点头，他也清楚这些人留不得，既然跟着周雄享受着团队带来的利益，那也应该承受团队带来的风险。以周雄的性子，他们估计也做了不少恃强凌弱的事情。耗子、亮子，你们帮忙一起吧。好。这一次胡文亮也没有过多的犹豫，有些东西只要有了开始，后面慢慢就习惯了。随着一阵咒骂和惨叫声响起，没一会，剩余的人也都全部解决掉了。其实在杨斌让胡文亮治疗赵坤时，就注定这些人无法活着离开了，他不可能这么快让胡文亮的异能暴露。杨斌并非嗜杀之人，但是他很清楚，有些人一旦得罪了就必须处理干净，否则就算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胡文亮他们还是学生，还不够成熟，但是他是经历过人性险恶的人，自然不会像他们那么单纯。作为队伍中的队长，他必须要为队伍负责。第64章疯狂杀戮。见事情解决了，
赵坤赶紧将藏在尸体下方的老黑和瘦猴拖了出来。兵哥，能不能让亮哥救救老黑和猴子？赵坤哀求道。两人伤势极重，到现在还在昏迷中。若不是赵坤拼死护在身后，早就被丧尸啃的骨头都不剩了。杨斌看着两人的状态也是有些震惊，不得不说，赵坤这人对待兄弟是真的没得说。亮子，救人！好。胡文亮赶紧走了过去，一手放在一人伤口上开始治疗起来。花了几分钟，将老黑和瘦猴身上严重的伤口都治疗好了，剩下的小伤口就让他们自己愈合了。实在是胡文亮也有些虚脱了，要不是已经3阶了，早就趴下了。没一会，两人慢慢醒了过来，有些迷茫的看了看四周。太好了，你们终于醒了！赵坤激动道。坤哥，我们还活着！两人有些不敢置信的道。那种情况，他们都以为完了。活着，兵哥救了我们。赵坤将刚刚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两人赶紧爬起来，朝着杨斌单膝跪了下去。谢谢兵哥，坤哥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决定，以后我们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两人严肃道。什么话？以后都是兄弟，咱们相互扶持，争取在这狗末世活下去。杨斌笑道。几人重重的点了点头。既然咱们人多了，那很多以前没办法打的3阶丧尸，现在应该差不多能打了。杨斌笑道。兵哥，你是不是能看到丧尸的等级？赵坤突然问道。我能透视，可以通过丧尸脑袋里面晶体大小判断丧尸的等级。杨斌点头道。既然已经是自己人了，那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难怪。赵坤了然的点了点头，他之前就怀疑过，杨斌竟然第一天就知道从那个特殊丧尸脑袋中挖出了晶体，若不是看得到，谁会想到？这个能力在末世简直就是神迹。要知道，丧尸实力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每个丧尸长得都一样，只有动手了才能知道。但是，一旦动手，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这也让很多队伍因为判断失误导致队伍损失惨重。而有些想要获得高阶晶体的团队，却每次杀完后才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要的晶体，结果就是白忙活一场。所以，能够提前看到丧尸的等级，这对任何一个团队来说都是做梦都想要的能力。没想到这个队伍就3人，不但有治疗的异能，竟然还有透视的能力在，提升不快才怪呢。赵坤几人心中无比激动，谁不想跟个强大的队伍呢？浩哥，你的异能是隐身？赵坤突然看向了陈浩道。没错。陈浩笑了笑，对方见过他隐身，能联想到不奇怪。你们3个竟然都是异能者？老黑震惊道。兵哥，是不是有什么秘诀？我们能不能成为异能者？赵坤一脸期待地看着杨斌。别看我，你们没戏了，异能者应该是末世当天晚上诞生的，那天有就有，那天没有就没有了，至于以后有没有其他办法获得，我就不知道了。杨斌摇头道。好吧。3人有些失望的点了点头。没事，异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只要实力起来了，没有异能照样强大。杨斌安慰道。3人点了点头。耗子，把剩下的那颗3阶晶体给老黑吧，多一个3阶，一会对付丧尸把握也大些。杨斌道。好。陈浩没有犹豫，直接从兜里将3阶晶体递给了老黑。谢谢浩哥。老黑一脸激动的接过晶体。他们3个其实都已经2阶巅峰了，不过一直没有杀到3阶丧尸，所以一直卡在2阶巅峰的位置。没想到一到这个团队就直接保送3阶，这福利实在太好了。老黑赶紧将晶体吞入腹中。很快，老黑实力也提升到了3阶。团队6人，一个4阶，4个3阶，要是再加上小橘子，那就是5个3阶，绝对碾压任何团队了。半个小时后，众人的状态基本上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随后，一群人便跟着杨斌出门了。要是想找一个100-200数量还得有3阶丧尸的丧尸群很难，但要是条件放宽到300-400的数量，那学校就有不少了。走出门，杨斌吹了下口哨，小橘子便从一栋楼上跳了下来，跟着众人一起走。赵坤几人虽然对于小橘子的体型有些惊讶，不过因为杨斌提前说过，所以也并没有觉得奇怪。在杨斌的带领下，众人没多久便找到了一群丧尸，数量大概400多左右，其中就有一个3阶丧尸在里面。这一群丧尸之前杨斌见过，但因为附近没有地形可以借助，所以也就没敢动手。但这次因为队伍强大了，再加上他已经4阶了，就算不借助地形也能强杀了。动手！速战速决！杨斌说完，当先朝丧尸群冲了过去。其他人也第一时间拿起武器冲了上去。丧尸在看到他们后，顿时一呼啦朝他们扑了过来。杨斌抡起杠铃杆，一杆扫过去，前面的丧尸脑袋直接炸裂。4阶的他拿着杠铃杆，几乎感觉不到重量，杠铃杆抡得飞起，颇有一种孙猴子耍金箍棒的感觉了。其他几人也毫不示弱，陈浩和胡文亮2人不用说，他们早已习惯了高强度战斗。赵坤3人的表现也不逊色
3人的武器都换成了消防斧，攻击同样是快准狠，都是朝着丧尸脑袋砍，一斧子一个。6个人背靠背围成一个圈，不断击杀着从4面8方飞扑而来的丧尸。终于，在经过了10多分钟的惨烈厮杀后，400多个丧尸全部被他们击杀了，其中还包括一个3阶丧尸。6人也就赵坤3人受了一些伤，主要是消防斧太短了，就算砍死了对方，对方临死前也能给自己抓一下。浩哥，你们这杠铃杆简直是神器啊！老黑看着几人的杠铃杆羡慕道：“必须的，这叫先见之明。”陈浩笑道：“别羡慕了，回头帮你们也整几根。”杨斌笑道：“赶紧的，收拾战场，准备去下一个。”好。随后几人在杨斌的带领下开启了疯狂杀戮模式，从中午一直杀到晚上，足足杀了2000多只丧尸。3阶晶体收获8颗，不但将兽猴提升到了3阶，连陈浩的实力也提升到了3阶巅峰。这是杨斌的决定，能进阶优先进阶，因为进阶所带来的收益是最大的。都进阶后就一个一个先到巅峰，这样就能让队伍不但有高阶战力，也能保证其他人不拖后腿。至于谁先提升，这个由杨斌说了算，其他人也没有意见。他们这一队，杨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第65章，都缺食物。几人回到宿舍，将中午打劫来的食物分着吃了。原本够2天的食物，因为多了几个人，1天就解决了。所以虽然人多力量大，但同样消耗也大。好在赵坤他们也带了些食物，不过6个人吃的话，也就够明天吃一顿的了。看来明天出发前还得想办法搞点食物了。杨斌道：“学校现在食物不好搞了，基本上每个超市都被搜刮了几遍了，几个食堂也都搜刮干净了。现在估计就还有2个大型超市，应该还有点食物，不过被2个最强的团队占领了。”赵坤无奈道：“最强的团队？哪2个？”杨斌好奇道：“一个是体育系那群人带领的，队长叫秦威，他们是末世一开始就敢出来打丧尸的，加上这个人善于拉拢人心，现在队伍应该差不多快200号人了，大部分都是2阶进化者了，他自己更是已经3阶了。另一个队伍是一个叫唐薇薇的女人带领的，她是个异能者，还是力量系的，现在也3阶了，实力极强。而且这女人有些手段，听说把食堂里面的那些人救出来了，不少人都跟她了，现在队伍数量已经200多人了。他们2个队伍占据了学校最大的2个超市，不过他们人也多，消耗也大，估计超市内就算还有食物也不多了。”赵坤道：“咦，亮子，你媳妇挺厉害的吗？”杨斌笑道：“斌哥，咱能不提这茬了吗？你小子真怂，难怪20多岁了还是个处男，斌哥都帮你那么多次了，你要是主动点，说不定这事就成了。”陈浩道：“只是比较顺眼而已，都谈不上喜欢，别瞎起哄。男人只要看顺眼就够了，要是我直接先搞定再说，所以你才会被人戴绿帽子，你过分了呀。好了，你俩别吵了，这是看亮子自己吧。明天咱们先去那个秦薇那里借点食物，然后咱们就离开学校。”杨斌直接道：“斌哥，为啥不去亮子他媳妇那？”陈浩疑惑道：“太熟了，不好下手。”好像也是。斌哥，现在食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命根子，更何况还是秦薇了，他不可能借给咱们的。赵坤断定道：“会借的。”杨斌笑道。赵坤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好了，早点休息，晚上还要起来看星星。杨斌道：“看星星？看什么星星？”赵坤疑惑道：“到时候跟着我们去就知道了。”好吧。物联超市，薇薇姐，超市内食物不多了，今天我们出去搜也没搜到什么食物，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只能离开学校了。一个女子来到唐薇薇面前小声道：“离开肯定是要离开的，学校资源只有那么多，不可能一直待在学校的。”唐薇薇道：“让大家收拾好各自的东西，这2天咱们就离开吧。”好。对了，其他队现在什么情况？秦薇他们队依然还是占据着物美超市，不过估计食物也不多了，其他几个队就更不用说了，估计都已经开始离开学校了。对了，薇薇姐，我们今天还发现周雄他们队团灭了，被丧尸围了。看现场应该是，不过有几个人脑袋破碎，身体又完好，又不大像丧尸所为。女子有些不确定道：“脑袋破碎？”唐薇薇皱了皱眉头，突然似乎想到了什么，喃喃自语道：“不会是惹到了那几个人吧？”物美超市，老大刚清点了一下食物，省着点吃的话，大概还能吃个2天左右。一个高大的男子看向为首的同样高大的秦薇道：“2天啊，有点少了。现在学校丧尸少了那么多，正是提升的好时候，可不想这么快离开学校啊。”秦薇皱眉道：“那也没办法，现在其他队伍估计也没什么食物了，可能就唐薇薇他们还能拿点食物出来了。唐薇薇他们就算了，那个女人异能有点凶，打不过，明天让兄弟们再到处搜搜，我估计这2天其他人应该差不多都要离开学校了，咱们能多待1天是1天。”好，深夜，杨斌几人爬了起来，
顺便将隔壁房间的赵坤几人也都叫了起来。6人一猫再次来到了天台，找了个干净的地方躺了下去。兵哥，这深更半夜的叫我们上天台，不会是真的为了看星星吧？老黑睡意朦胧的道。就是看星星，一会北斗九星出来后，就集中精力盯着看，可以提升实力。杨斌道。看星星提升实力，怎么感觉这么不科学呢？瘦猴瞪大眼睛道。既然你这么相信科学，那你解释解释丧尸是怎么来的？用心看就行，我们还不至于深更半夜消遣你们。陈浩笑道。好吧。很快，北斗九星再次出现在天空。杨斌三人看着星星，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赵坤三人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天上的北斗九星，随后将信将疑的看了起来。另一边，某个宿舍中，大哥，你说这些丧尸一到晚上就盯着天上看，到底在看什么？谁知道啊，天上除了那9颗星星也没什么呀。难道丧尸喜欢看星星？会不会这是丧尸的修炼方式？不然为什么每过一晚上丧尸就强一截呢？看星星修炼，亏你想得出来，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啊。就是，还是趁丧尸这会安静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杀丧尸呢。我试试看，说不定有用呢。一会后，尼玛，我就是个傻子，这玩意除了看得眼睛酸脖子痛外一点用没有。男子吐槽了一声。睡觉。凌晨5点，北斗九星消失，杨斌几人爬了起来，伸了伸懒腰，随即看向赵坤三人道：感觉怎么样？赵坤握了握拳头，有些惊喜道：好像是有所提升。老黑和瘦猴两人也都是露出不可思议之色。斌哥，你们是怎么发现的？赵坤有些震惊道：我之前也好奇看过，但没感觉过有提升啊。我的异能能看到能量流动，在聚精会神看星星的时候会有能量涌入体内，不过人类涌入的能量太少，所以看的时间太短，根本感觉不到效果，至少要坚持看1-2个小时以上才能感觉到效果。杨斌道：原来如此，斌哥，你这异能实在太强了。赵坤羡慕道：好了，再下去补个觉吧。第66章，咽不下也得咽。早上9点，几人准时起来，把需要的东西都收拾好后，便直接出门了。物美超市。老五，你们几个守好超市，别让人靠近，我们出去杀丧尸了。秦威看着前方的一群人交代道。放心吧，老大，绝对守好。再说了，现在学校也没有什么人敢惹我们。老五自信道。那我们走了。秦威说完便准备带着人离开，却突然发现有几个人朝这边走来。秦威皱了皱眉头，仔细看了过去，很快就认出了为首的那人，顿时脸色一沉。是他们。很快，杨斌几人便来到了一群人面前。杨斌看着前方的秦威，有些疑惑道：咦，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斌哥，确实见过，那天我们换宿舍的时候就碰到过他们，他们还想让我们加入他们呢。陈浩道。哦，对，想起来了，难怪感觉有些熟悉。秦威脸色变换了几次，不过很快又露出了一抹笑容道：对不住，杨队长，那天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是你们，不知杨队长今天来这是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事，这不没吃的了吗？来超市找点吃的。杨斌笑道。秦威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即再次笑道：杨队长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超市早已经被我们占了。杨队长，您要不换个其他的地方看看？我记得这里不是你家开的吧？杨队长说笑了，现在都末世了，谁还在乎是谁家开的？现在都是谁占领的就是谁的。杨队长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吧？明白，就是说这个超市现在是你们的喽？是的。那你们借点食物给我们吧，也不多，把这几个背包装满就行。杨斌指了指几人身上的背包道。秦威身后一大群人脸色顿时变了，他们都在为没食物而烦恼，这些人竟然还想打他们食物的主意，舒可人婶婶忍不了，好几个人都想破口大骂了，不过都被一个高个子男生眼神制止住了。秦威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将怒气压下，依然保持着笑容道：杨队长来晚了，我们这里面也没吃的了，这不，我们正准备出去找吃的呢。哦，那你们去找吧，我们进去搜搜，要是真没有的话我们就离开。杨斌随意道，说完便准备带人进去。秦威迅速拦在了杨斌面前，脸上再也保持不住微笑了，阴沉道：杨斌，你别太过分。过分？没觉得啊，只是找你们借点食物而已，至于这么小气吗？我们这里还有100-200号人等着吃呢，没有多余的食物借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走吧。既然不借，那我就只能宣布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喽，像你说的，谁占领了就是谁的，所以你们走吧，现在这里被我们占领了。哼，都说你们是学校最不能惹的队伍，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就这么几个人到底是怎么个不能惹法。给我围住。随着秦威话音落下，身后的人瞬间将杨斌几人围住了。哎，能借，为什么偏偏让我抢呢？我又不是土匪。杨斌摇了摇头。动手。秦威说完，当先朝杨斌砍去，其他人也第一时间朝着几人攻击而来。砰！一声闷响，
秦威的身体直接飞了出去，沿途撞倒了7、8个人。陈浩等人也第一时间动手，杠铃杆一扫，就是人影纷飞，根本靠近都靠近不了。四阶！倒在地上的秦威艰难地爬了起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杨斌。他已经是3阶了，能将他一脚踢飞那么远，只有可能是4阶进化者。只是大家都还在为晋升3阶而努力，怎么会有人到4阶的？但是事实就在眼前，不由得他不信。很快，他又看到了其他人的战斗，几乎完全是一面倒的形式。秦威脸上震惊之色更重，这些人竟然全是3阶以上。住手！秦威赶紧喊道：“这 TM 还大打个毛啊！”听到秦威的喊声后，那些原本还打算冲上去的人也纷纷退了回来。他们此时也已经发现，这群人就是一群变态，完全打不了。老三，去给他们拿食物。秦威沉声道：“是。”老三不敢有任何犹豫，赶紧走进了超市里面。没多久就搬出来几大箱面包饼干。早这样不就得了吗？非要动刀动枪的。杨斌笑了笑。秦威不说话了，他又怎么能想到这群人竟然变态到了这种地步？帮我们装满吧，每个背包两边各放一瓶矿泉水。杨斌将几个背包丢了过去。老三不敢犹豫，赶紧叫人一起帮忙装。没一会，几个背包全部装满了。老三将背包递给了杨斌，小心翼翼道：“这样可以了吧？”谢了。杨斌笑了笑，随即几人就这样背着背包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一群人看着他们离开，都松了口气，同时心中又有些不甘。他们这么多人，竟然让6个人欺负到这种地步，总有一天，这笔账我会讨回来的。秦威狠狠地道。他身边的军师4阶看了他一眼，皱了皱眉头道：“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很有可能把我们一队的人带入万劫不复之地。怎么？你觉得我们会不如他们？”秦威阴沉道：“对，比不了。他们凭借几个人就能将实力提升到这种地步，别说我们，我敢说全球都没有几个队伍能比得上。4阶啊，你想想，再给你5天，你能不能达到？”4阶毫不留情道。听了4阶的话，秦威也沉默了下来。算了吧，只不过损失点食物而已。其实他们就那么几个背包，损失也就几10人1顿的食物而已，能有多大影响？别因为这点事把整个团队搭上。你是团队的队长，做任何事都要顾全大局。4阶认真道。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第67章。杨斌开车。老大，我们现在去哪？走出学校大门，几人都有些茫然，一时间不知道去哪里。你们有没有家离得近的，需要回家看一下吗？杨斌突然道。说到这个，众人都沉默了。末世最担心的莫过于家人了，尤其是通信断了后，连家人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和老黑是辽籍的，瘦猴是巴蜀的，离这里都很远，现在飞机高铁全部瘫痪，想要回去谈何容易。赵坤苦笑地摇了摇头。好吧，那看来还是我和耗子离得近一点，不过也有400、500公里，想要回去同样很困难。量子是精灵的，就更远了。杨斌无奈道。400、500公里的话，弄个车应该也能回去，就怕公路堵塞了。堵塞是必然的，回我们老家的高速公路，不管什么时候车都多。想要回去，不说丧尸，就单单一路上的车都有的清了，走国道就更不现实了。那看来短时间都没办法回去了。赵坤叹道。也不一定，要是能有官方的关系，动用个直升机什么的，还是很容易回家的。老黑道。那玩意也不靠谱，你们要知道，现在可不单单只有丧尸，还有变异兽，一只猫都能这样牛逼。要是来个变异老鹰把直升机干废，我都不觉得奇怪，到时候可就直接凉了。杨斌摇了摇头道。也是，看来想要回去真的是奢望了，只能祈祷当地的官方能够尽早救援了。想要回就努力提升实力吧，或许实力提升到一定地步，能飞檐走壁也不一定，到时候飞都能飞回去了。斌哥说的对，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我现在就觉得我跑起来都能吊打博尔特了，实力提升上去，一切都有可能。那现在新城发育吧，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最好是有别墅的。MD， 末世前没住过别墅，末世了总得体验一下。杨斌道。这个可以有，我也没住过别墅。陈浩赞同道。要不咱们去景和园吧，听说那里都是超级有钱的富豪住的，里面别墅贼大，还带花园泳池的那种，住着肯定贼安逸。瘦猴向往道。你小子竟然了解这个？我以前没事的时候在那附近溜达过，经常幻想有一天能够住进去。瘦猴尴尬道。你是真敢想啊。行，那个今天就让你梦想成真一次，就去那里。杨斌拍了拍瘦猴的肩膀笑道。太好了，谢谢斌哥，没想到以前的梦想竟然能在末世实现了。瘦猴激动道。不过斌哥，那地方离这里有点远。多远？20多公里。这叫有点远？20多公里在末世那跟天涯海角有什么区别？赵坤翻了翻白眼。杨斌嘴角也抽了抽，想要在新城市区穿行20多公里，
简直是做梦。你们别急啊，我们不需要在市区穿行的，走外环公路，可以绕过市区达到那里的。瘦猴赶紧道：你这研究的挺透啊。嘿嘿，还好啦。如果这样的话，那去那里也行，不过附近有没有商圈？要是没地方弄吃的就算了。有，出小区5公里左右就有个大型的沃尔玛超市，算是新城数一数二的超市了，基本上我们能用到的生活物资那里都有，而且那一片生活超市也不少，食物绝对够的。瘦猴肯定道：那行，就去那里了，我也想体验一下有钱人的世界。其他人都没有意见，谁不想住得好一点呢？走，去搞辆车去。好，几人确认好后便朝着远处走去。学校出去没多远就有一条升华大道，当几人来到这边的时候，便看到整条大道上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车子，这些车子基本上都是失控后撞到了路边的绿化，或者跟其他车相撞了。同时路上也看到不少游荡的丧尸，当看到几人后，这些丧尸顿时兴奋地朝几人冲了过来。咦，竟然有个3阶丧尸！杨斌惊讶道：那挺好，送上门的晶体。几人笑道：3下5除2将冲上来的几十只丧尸轻松解决，随后挖出晶体，把3阶晶体递给了胡文亮。不能说是杨斌偏心，他们几个都有异能，而且胡文亮的治疗随着实力提升，能坚持的时间也能更长点。对此赵坤几人也没有意见，他们把位置摆得很正，只要杨斌不嫌弃他们就好。几人在大路上找了好一会，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完好的7座 SUV， 车主已经变成了丧尸，不过并没有走多远。几人击杀车主，拿到钥匙后迅速上车。7座车刚好够6人加1只猫座。斌哥，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我怎么不知道？陈浩有些疑惑地看着坐在驾驶位的杨斌道：驾照？我哪来的钱考驾照啊？杨斌瞪着无辜的双眼道：那个斌哥，你开过车吗？赵坤小心问道：没有，不过我以前在洗车场干过兼职。斌哥，要不然我来吧，我考过驾照的。赵坤小声道：你考完驾照后开过车吗？没有。那还不是一样，安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开车，你们放心。杨斌安慰道。其他几人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不过因为杨斌长期以来的高大形象，让也很快就相信了他，直到咦，这车怎么少了个踏板呢？杨斌低着头仔细寻找着。哥，这是自动挡的，没有离合的。赵坤小声道。哦，知道了，踩着刹车点火的那种是吧？杨斌还是挺聪明的，很快就打火成功。松刹车，踩油门，没走。哥，手刹没松，没看到手刹感啊。这是电子手刹，赵坤都快哭了。其他人见到这一幕，赶紧紧了紧安全带，确保安全带是系好的。哦，晓得了。按了一下，没松掉。踩住刹车再按了一下，松掉了。哈哈，看来我还是挺聪明的嘛。走了，松刹车，踩油门，车子瞬间窜了出去。砰！第68章被包围了。升华大道上，一辆7座 SUV 翻倒在地，轮子依然转动飞快。没一会，6个人影艰难地从汽车窗户中爬了出来。嗨，那个，我说我没控制好油门，你们信吗？杨斌尴尬道。信。那再找一辆，我再试试。这次绝对控制好。众人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就连小橘子都猛摇头。斌哥，就算咱们是进化者，也遭不住你这么造啊。陈浩黑着脸道。是啊，斌哥，你还是坐后面享受吧，司机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当吧。赵坤赶紧道。好吧，并不是我非要开，主要是我能看到前面有没有丧尸，可以提前预判。杨斌狡辩道。那你坐副驾驶指挥就行。好吧。杨斌无奈道，其实他还是挺想开车的，可惜这些家伙不给他机会了。众人继续寻找车子，好在路上车子不少，没多久就再次找到了一辆商务车。这一次赵坤第一时间坐到了驾驶室，他是真怕杨斌再来一次了。车子开动，缓缓前进。赵坤虽然只是考了驾照，没有开过车，但至少人家在驾校也是练过的，比杨斌还是要稳点的，就是慢了点。不过这路上也快不了，到处都是翻滚的汽车和零散的丧尸，时不时要下来清理一下丧尸，还要把拦在路上的车子挪开。好在几人力气够大，2个人抬起就能搬开。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到啊？陈浩抱怨道。没办法，这一片车多，出了城区就好了，就当清理丧尸吧。瘦猴道。这样吧，这一段路咱们就不坐车了，直接在前面开路，让赵坤开着车跟着我们，等出了市区再坐车。杨斌道。随即几人开始一路清理过去。这是条大道，两侧房子隔得比较远，路上的丧尸也都是零零散散，基本上都是车上的人变异的，所以清理起来倒也不算困难。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虽然两侧的房子比较远，但他们这边的响动实在有些大。此时不远处的房子中，一只身穿黑色衣服的丧尸便盯上了他们。不过这只丧尸却没有像其他丧尸一样风一般的扑过去，而是转身下楼去了。马路上，兵哥，我觉得这样杀丧尸也挺不错了，都没有什么大批量的丧尸，偶尔还能碰到3阶丧尸，比在学校动不动就几百个丧尸舒服多了。陈浩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干脆一路清理过去算了，反正也就20多公里。老黑道，也行。杨斌有些心不在焉的道，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几人一路清理，一直清理了2-3公里路程，再往前不到2公里就是高架了，只要上了高架，就可以转到外环公路了，那条道上车流就要少很多了。然而此时他们却停了下来，因为在前方有着700-800个丧尸将他们前进的路给堵死了。杨斌皱了皱眉头，不是因为那700-800个丧尸，而是因为那些丧尸似乎在专门等待着他们。走，往后跑！杨斌严肃道。其他几人见到杨斌的表情都有些疑惑，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杨斌这种表情。700-800个丧尸虽然很麻烦，但也不应该让他这么严肃吧。不过几人也没有任何犹豫，赶紧跟了上去。然而很快又停了下来，因为后方同样出现了大批丧尸，紧接着两边都有大量丧尸出现，从四面八方朝他们包围而来。怎么会这样？这些丧尸怎么都突然冒出来了？众人震惊不已。很明显，有高阶丧尸在指挥。杨斌沉声道：“4阶丧尸？不，4阶丧尸没这个能力。如果没猜错，应该是5阶丧尸。”杨斌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5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4阶丧尸都没见过2个，竟然会碰到了5阶丧尸。末世才过了10多天而已，怎么就有5阶丧尸了？赵坤吞了吞口水道：“丧尸不像我们靠吃晶体，丧尸是自主修炼，总会出现几个天赋异禀的，没什么稀奇的。那现在怎么办？”众人脸色都沉了下来，没想到刚出校园就碰到了这种情况，赶紧推几辆车过来垫脚，这样可以减少丧尸的冲击力。杨斌迅速做出了布局，这些丧尸并没有一窝蜂冲过来，而是慢慢朝几人围过来，所以还有时间。几人迅速将旁边的车挪了过来，排在了一起，然后直接站到了车顶。站到车顶后，他们看得也更清楚了。然而正是因为看得更清楚了，几人的脸色也更加难看了，尤其是杨斌，他看得比其他人更多。四面八方而来的丧尸至少3-4千个，其中3阶丧尸就有几十个，4阶丧尸也有2个，最主要是还有一个5阶丧尸，杨斌到现在还没看到。杨斌不确定他现在是不是5阶丧尸的对手，很大可能不是，因为他也仅仅只是刚晋升4阶而已。以前对付高1阶的丧尸的时候，都是已经到了这一阶的巅峰，再加上修炼获得的力量提升，才能让他与高1阶丧尸对抗。现在他才刚刚到4阶而已，这个时候碰到5阶丧尸，他没有一点把握。此时丧尸已经围过来了，最让众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看到不少丧尸手中拿了武器。MD， 怎么感觉学校的丧尸比外面的丧尸要单纯呢？老黑吞了吞口水道：“应该是5阶丧尸指挥的，这下更麻烦了。”杨斌脸色无比凝重，都打起精神来，这一战很凶险。杨斌话音刚落，这些丧尸像是突然收到命令一般，疯狂地朝着众人扑来。众人站在车顶围成一圈，手中武器疯狂攻击着四面八方冲来的丧尸。丧尸冲击得很疯狂，好在他们站在高处，这些丧尸的冲击力并不能作用在他们身上。不过下方的车却被撞得不断变形，照这样下去，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战斗一开始就无比的激烈，几人都算是身经百战的人了，面对这些1、2阶丧尸还算顶得住。但是很快，随着3阶丧尸的加入，战斗变得异常凶险起来。而他们没注意的是，远处一只黑色丧尸偷偷地混入了丧尸群中，慢慢朝他们逼近。第69章，军人。3阶丧尸除了杨斌外和陈浩外，其他人都没把握100%一击必杀。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做到一击必杀，那面临的就是被无数丧尸扑上来。很快，兽猴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他没能第一时间将面前的3阶丧尸击杀，导致后面的丧尸直接扑了上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腿，狠狠地往下拽。好在一旁的赵坤眼疾手快，几斧子快速将那些丧尸的手砍断。但也因为他这一耽搁，他这边的丧尸也扑了上来，他身上瞬间就被抓咬得鲜血淋淋，大腿上更是直接被咬掉了一块肉。嘶！赵坤倒吸了一口凉气，紧咬牙关，不让自己叫出来，手中消防斧快速将冲上来的丧尸击杀。随后在陈浩的帮助下，再次稳住了局面。战斗一直持续，这种情况却不时发生，偶尔出现的3阶丧尸让他们防不胜防。没一块，除了杨斌外，其他人身上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杨斌倒还好，实力摆在面前，不管是2阶丧尸还是3阶丧尸都近不了他的身。然而
这种情况在一个黑色身影出现后就彻底打破了。在杨冰杀得疯狂之时，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丧尸突然朝他扑了过来。杨冰起初并没有太过在意，依然是一竿子砸了过去。对方举起手中的消防斧，直接砍在了杠铃杆上。叮！一声刺耳的响起，杨冰脸色一变，巨大的力量差点让他摔了下去。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这时候对方却已经跳上了车顶，狠狠一斧头再次朝他脑袋砍来。杨冰迅速举起杠铃杆挡在了头顶。叮！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杨冰只感觉手臂发麻，身体再次倒退了几步，直接掉下了车顶。冰哥！其他几人顿时大惊失色，想要过去帮忙，却又抽不开身。好在杨冰赶紧用杠铃杆撑了一下地面，随后身体翻转稳稳落地，紧接着杠铃杆一个横扫，将周围扑过来的丧尸全部击退。还不待他歇一下，那只丧尸就再次朝他砍了过来。杨冰再次用杠铃杆挡住，却又一次被对方逼退。五阶丧尸！杨冰脸色凝重，就算不用开异能也知道，能将他逼到这种程度，只有5阶丧尸了。四周的丧尸依然不断朝他扑来，他不得不将这些丧尸清理掉。然而他一动手，这家伙的斧头就会瞬间砍过来，逼得只能赶紧抵挡。一时间杨冰被压制得无比凄惨，而且对方的力量还比他强不少，保守估计至少达到2000公斤了。每次抵挡住对方的斧头，他都会感觉手臂剧痛。他很清楚，这样下去绝对要交代在这里了。但是他一时间又没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丧尸的深层包围中，陈浩几人也没办法过来帮忙，他们同样陷入了艰难的战斗中。有一个4阶丧尸已经朝他们发起攻击了，现在就陈浩在顶着，其他人抵挡着其他丧尸。MD， 不会刚出来就要凉吧？杨冰有些不甘道。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枪声，只见10几辆运兵车朝这边开了过来，随后从车上下来了100多号身穿迷彩服的战士，手中拿着突击步枪，对着这些丧尸疯狂扫射。枪械的威力依然强大，在步枪的扫射下，那些1阶2阶的丧尸不断倒下。这些战士显然与丧尸交手过很多次了，都是朝脑袋上打。在第一辆运兵车内驾驶室内，2个男子看着前方的情况皱起了眉头。这里怎么会聚集那么多丧尸的？身穿军装满脸威严的中年男子疑惑道。不知道，但是这里是去中乡学院的必经之地，咱们只能清理过去了。另一个27、8岁一脸坚毅的青年男子道。中年男子点了点头，随即拿起望远镜近看了过去。中间有人！男子惊讶道。有人？不可能吧？旁边的青年瞪大眼睛道。中年男子直接将望远镜递给了他。没一会，青年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竟然有人能在那么多丧尸的包围下存活那么久，让他们加大火力，那几个人快要坚持不住了。青年男子赶紧命令道。好。很快，下方战士从车上搬出来几台大口径重机枪，随着哒哒哒声音响起，丧尸如割麦子一般快速倒下。原本已经绝望的杨冰几人在听到枪声后，脸上都露出了惊喜之色，尤其是看到那几辆运兵车后，心中的绝望一扫而空。在华夏，某些官方或许不一定值得信赖，但一定可以相信军人，哪怕是末日，那墨绿色的迷彩服依然让人心安。一直砍的杨冰毫无还手之力的5阶丧尸，在看到那喷火的重机枪后，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畏惧之色。看了看杨冰，又看了看快速倒地的手下，随后这老六竟然直接跑了。杨冰看着快速消失在尸群中5阶丧尸，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5阶丧尸竟然知道逃跑，哼，这笔账我记住了，你的金盒我一定要拿。杨冰气愤道。他虽然很想将对方留下，可惜他现在状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要不是手上的杠铃杆结实，他估计已经被劈成2半了。就现在，虎口都被震出血了，手臂还在发抖。在重机枪的疯狂扫射下，没一会，丧尸就倒下了一大半了。随后，这些战士果断收枪，从身后拿出了军刺，冲向了剩余的丧尸，开始近身肉搏。之所以不继续用枪，一是怕误伤到人，二是节约子弹。要知道，他们现在子弹并不算多，浪费不起。这些战士几乎全部都是2阶巅峰，还有一部分已经3阶了，作战能力极强，再加上配合默契，击杀丧尸的速度特快，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很快，在杨冰几人和100多号战士的配合下，剩余的几百个丧尸没一会就全部被击杀了。其中与陈浩对战的4阶丧尸最终还是被陈浩击杀了，晶体也被他快速收了起来。击杀完丧尸后，一群士兵便迅速开始收集晶体。杨冰几人没有说什么，这些是人家应得的。这时，第一辆运兵车上走下来2人，朝着几人走了过来。杨冰几人看到对方衣服上的徽章时，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这俩人竟然一个中校，一个上校，而且杨冰还看出来了，2人一个3阶巅峰，一个4阶。果然，
官方才是最强的。第70章到达目的地。很快，两人便来到了杨斌几人面前。为首的上校，也就是那个中年男子，看着几人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没想到竟然是几个那么年轻的小家伙。小家伙，看你们的年纪，应该是大学生吧？是中乡学院的学生吗？是的。杨斌点了点头。不错不错，果然英雄出少年啊！那么年轻，竟然就有如此实力了。不过你们几个怎么会被这么多丧尸围住的？中年那只疑惑道。我们几个本想逃出学校，找个安全点的地方，没想到逃到这里，就莫名其妙冒出一大群丧尸来。还好你们来得及时，不然就凉了。杨斌苦笑道。你们能在数千个丧尸围攻中坚持那么久，实力至少都是3阶了吧？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部队？中年男子抛出了橄榄枝。如果是在末世之前，部队招人自然不会这么随意，但是现在末世，官方太需要强大的进化者了。对不住，上校大人，我们几个懒散惯了，暂时没有加入军方的想法。杨斌委婉地拒绝道。不用急着拒绝，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们加入军方，军方会给你们提供晶体提升实力，总比你们自己打晶体安全多了。你们虽然实力不错，但毕竟人太少了，像今天这种情况，以后肯定还是避免不了。谢谢您的好意，我们会考虑的。杨斌客气道。他没有加入军方的想法，虽然加入军方或许会安全点，但军方太多规矩了，而且到时候打到的晶体肯定都要上交统一分配，他可不想这样。好吧，你好好考虑下吧。对了，你们学校还有多少幸存者？我们正准备前往你们学校救援。差不多还有600-700人的样子吧。只有这么点人了吗？中年男子脸上露出了悲痛之色，3万多人的学校竟然只剩下几百人了，这战运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走吧，上车吧，一起去你们学校救人。那个我们就不去了吧，我们刚从学校逃出来，而且我们现在身上的伤也不适合再剧烈运动了。杨斌婉拒道。那更要上车了，我们车上有医护人员，让他们先帮你们包扎一下，等回头回到生存基地，那边我们已经重新建立了医疗体系，一般的外伤都能治疗。已经建立了生存基地了吗？杨斌有些惊讶道。外墙已经完工了，里面绝对安全，我们已经各频道广播，通知新城内所有幸存者前往了。那这样吧，你们去学校救援，我们自己去生存基地吧。学校内还有1-2万的丧尸，我们实在经不起折腾了。杨斌再次道。他实在不想跟着对方，真要跟着对方，啥事都做不了。这里离生存基地还有10多公里，虽然一路丧尸已经被我们清理了一遍了，但是不敢保证会不会有新的丧尸出现。你们这样过去太危险了。放心吧，我们还是有点自保能力的，再怎么说也是从几千的丧尸围攻下活下来的，您说对吧？杨斌笑道。中年男子看着杨斌，好一会后才道。好吧，那你们小心点，从那边上高架，走外环公路，大概15公里左右。以前那片废弃的厂房那里，现在已经改造成生存基地了，到了那里会有人接引你们的。好的，谢谢你们。杨斌真诚地感谢道。要不是对方突然到来，他们真的就凉了。这时候，那些战士已经将地上的晶体收得差不多了。那你们小心点，我们走了。很快，两人再次回到车上，随后一群战士也纷纷回到了车上，运兵车缓缓地向前行驶。一路上的丧尸和车子都被杨斌几人清理干净了，倒也方便了他们。车上，周峰，你觉得这几人怎么样？中年男子看向身边的青年男子道。实力很强，就是有些自大了。青年男子道。何止自大呀，他们野心可不小啊。中年男子摇了摇头。我敢肯定，他们绝不会去生存基地。为什么？因为我从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不想屈居人下的野心。这种人一般都不想要所谓的庇护，他们想自己发育。可惜这样的人往往死得最早。是啊，年轻人有点野心正常，希望他们能够早点认清现实吧。另一边，兵哥，我们不会是真要去那什么生存基地吧？瘦猴担忧道。去那干嘛？泳池别墅不香吗？那里现在里面肯定都还在建设，过去估计还得做苦力。杨斌道。那就好，我还是想去泳池别墅。重新找辆车，咱们继续出发。这条路他们清理过了，应该好走了。好。就在几人继续寻找车辆时，杨斌老感觉到有人看着他们，随即开启侦视之眼看了过去。果然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丧尸站在一间房子的窗户上，冷冷地看着他们。杨斌冷哼了一声，随即对对方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不知道丧尸看懂没有，反正脸色似乎更阴冷了。你手下都没有了，你若还敢来，毙灭你！杨斌冷哼道。斌哥，怎么了？那个5阶丧尸似乎盯上我们了。杨斌道。啊，那怎么办？几人顿时大惊。没事，他现在没手下了，应该不敢过来，咱们先离开吧，等实力提升了再来干掉他。杨斌道。
他是个记仇的人，这家伙把他们打得那么惨，不取他晶体，心里不爽。很快，几人再次找到了一辆能开的车，虽然是5座的，但是是大型 SUV， 后面也可以蹲人。车子在5阶丧尸阴冷的目光中缓缓开走了。车上，胡文亮开始为众人疗伤。这一战，几乎每人都身受重伤，就连杨斌都不例外。能够坚持那么久，完全是靠实力硬撑的。一路上确实被清理得很干净，偶尔也会有1-2个丧尸，应该是后面来的，但影响不大。15公里后，他们远远地看到了高高的城墙，那是由石头和水泥浇筑而成的，足足有3米高。那里应该就是官方建造的生存基地了。他们看到不少人已经朝那边赶去了。路边上有官方人员在指引人们前往。杨斌几人没有停留，依然一路前行。终于再次开了10多公里后，总算是到达了目的地景和园。从生存基地到景和园这一路依然没有什么丧尸，连路边的车子都是清理过的，这里应该也是有部队来过。不过想想也知道，连他们学校都去救援了，又怎么可能不来景和园救援呢？这里住的可都是新城上流人士，肯定是第一批救援对象。第71章景和园。众人来到景和园小区，大门早已被打开，很轻松地进入了小区内。此时小区内到处都是丧尸的尸体以及战斗过的痕迹，很明显官方的人早已来过。果然哪怕是末世也逃不过阶层关系，这里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自然会是第一个救援的目标。不过这却刚好便宜了他们，还不用清理丧尸。几人在小区内找了好一会，总算是找到了一栋里面干净整洁的别墅。别墅里面的人要么不在家，要么就是没变成丧尸被救走了。不过看里面也没有收拾的痕迹，很大可能是压根不在家。毕竟有钱人多几个家很正常。为了不破坏门锁，几人直接爬上了2楼，从那半开的窗户上翻了进去。哇！进入别墅，看着那豪华的装饰，众人纷纷露出了惊叹之声。尼玛，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们想象啊！真奢侈，我做1个月兼职，估计都买不起这里的一块瓷砖吧。突然发现末日也挺好，不然就我们这样的穷屌丝，奋斗10辈子也别想住上这种别墅。末日之前有钱的越来越有钱，穷的依然穷得很稳定，奋斗1辈子还比不上人家1个月零花钱，想想就让人生气。尤其是女人自己掏心掏肺对待，结果人家勾勾手指头就跟人家跑了，这就是钱的魅力啊！胡文亮感叹道。胡文亮，你再说信不信我跟你急？陈浩怒道。哈哈，你急什么？我又没说你。末世了，钱也没用了，社会将重新洗牌，以后实力才是王道，所以抓紧提升实力吧，只有实力够强，才能在末世获得想要的东西。杨斌道。斌哥说的对，等实力强大了，以后我们也可以让那些有钱人为我们服务了。老黑笑道。别小看有钱人，他们能在末世之前混得风生水起，说明眼界和手段都不是常人能比的，再加上手上的资源，就算是末世，他们也能混得比一般人好。确实，不过有斌哥在，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超过其他人的。陈浩坚定道。这一点我也相信。赵坤几人也点头道。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刚刚有没有搞到高阶晶体？杨斌问道。有，我这有1颗4阶晶体，还有1颗3阶的。陈浩从兜里拿出了2颗晶体。我这也有2颗3阶的。我这有1颗。其他几人也纷纷把晶体拿了出来。2阶以及以下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取，但是3阶的他们还是趁乱摸了。我这也有几颗。杨斌也拿出了3颗3阶晶体，这是5阶丧尸跑了以后摸的。几人将晶体统计了一下，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这一战虽然十分凶险，但收获也相当不错，1颗4阶晶体，9颗3阶晶体。杨斌将4阶的晶体拿给了陈浩，他现在已经3阶巅峰了，吃了这颗晶体直接可以升4阶。再者说，这个4阶丧尸也是他独自杀的，理应给他。剩下的9颗3阶晶体，胡文亮再吃了3颗，达到了3阶巅峰，其他6颗全部给了赵坤。队伍实力再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好了，各自找个房间休息，半个小时后出发前往超市。杨斌道。好。别墅很大，房间也多，几人各自挑选了一个房间，随后洗了澡，换了身衣服后便躺到了床上。高档的席梦思睡着可比学校那硬邦邦的床舒服多了。人家末日是艰苦求存，他们几个末日过的却比末日之前还舒服，只能说人比人气死人。当然危险也确实危险，差点就回不来了。这也让杨斌心中更加谨慎了起来，以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在景和园另一栋别墅中，有2人正站在3楼窗户边看着杨斌他们那栋别墅。虽然官方的人来救援了，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去了生存基地，总有些人是不愿意去的。而这2人就是其中之一。原本以为这片小区的人都走了，我能放手做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人从外面来这里。为首的帅气男子皱眉道。估计是一群没住过别墅的穷逼，
趁着官方把丧尸清理了，来这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另一个青年道：“希望别坏我的好事吧。”男子冷冷道：“凯哥，要不直接把他们青年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凯哥摇了摇头，从这些人如此轻易翻上2楼能够看出，这些人应该都是进化者，不了解实力之前别轻举妄动。凯哥，你可是3阶巅峰的进化者，而且还有异能在身，他们就算是进化者又能如何，还不是轻易抹杀？不要盲目自信，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中没有4阶进化者？这不可能吧？现在除了官方，外面怎么可能会有4阶进化者存在？任何事情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否则会死得很惨。凯哥冷声道。是凯哥教训的是，现在是关键时刻，只要他们不来这里，尽量别跟他们起冲突。等后院的3阶丧尸进化成4阶了，我就能提升到4阶了，再加上我的异能，现阶段基本上不用怕任何人了。凯哥牛逼。对了，林亦菲那女人也跟着去了生存基地。让我爸想办法把她控制住，她的异能很强，最好是能掌控在我们手中。好的。这边杨斌等人休息了半个小时后，便直接出门了，把小橘子留在家里守家。这次他们没开车了，总共就5公里，没必要。锦和园小区附近都是做的绿化，方圆2公里内都没有其他建筑，主打的就是一个环境优美，所以除了小区内，附近都没有什么丧尸。要不是食物问题，就待在里面也会过得很舒服。几人一直走了10多分钟，才开始看到另一片居民区。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一眼那边，脸上一黑。猴子，去沃尔玛不会是要经过这片居民区吧？也不一定，可以从另一条路绕过去，就是可能会远点。那就好，绕过去吧。刚刚他看了一眼，那边的丧尸实在太多了，从那里穿过去根本不现实。官方去了锦和园救援，附近这片区域却直接就没管。所以说，哪怕是末日，某些人依然享受着优待。第72章徒手接子弹。杨斌几人绕了一个大圈，总算是来到了沃尔玛超市。虽然绕开走，但路上依然碰到了不少丧尸，好在几人实力强大，只要不是大批量丧尸，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这个超市不愧是新城数1数2的超市，占地至少1万多平方米。此时沃尔玛超市同样大门紧闭，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进去，果然里面同样是被人占领了，而且人还不少。不过因为超市太大了，杨斌也看不全具体有多少人。他的异能如果是空旷的地方可以看很远，但是有障碍物的话就要大打折扣了，目前来说差不多就能看穿4、5堵墙的样子。杨斌脸色有些不好看，虽然没看全，但也看到了一些让他生气的事情。这些人过的生活竟然比他们还舒服，不但吃穿不愁，竟然还抓了一群女人供他们发泄。看那群女人的样子，显然已经被折磨了很长时间了。斌哥，里面什么情况？一群进化者，还有一群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女人。杨斌声音有些冷。操！又是一群人渣。斌哥，我们直接强闯进去，弄死他们！陈浩怒道。强闯不了，这卷帘门是防盗的，里面还有一层铁网，最主要是这些家伙在后面堵满了货架。那咱们怎么进？从2楼窗户。好。几人走到了一个窗户下面，杨斌用力一跳，双手便扒到了2楼窗户上，随即将窗户强行拉开，轻松进入超市中。紧接着其他几人也跟着跳了上来，都是3阶、4阶进化者，这点高度自然难不倒他们。进来后，几人便隐隐听到了下方传来阵阵笑声，一群人快速朝下方走去。当他们走下楼，看到眼前的情景后，顿时一个个怒火中烧。只见下方坐着5、60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谈笑风生地吃着东西。这些人身上都纹有纹身，有些人身上还有刀疤，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茬。而在他们不远处，10多个女人一丝不挂躺在地上，全身上下全是淤青，基本上看不到一块好的地方。这些女人眼神黯淡，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有的只有麻木，不用想也知道，绝对受尽了折磨才会变成这样子。这时，一个男子似乎吃饱了，站了起来，走到了一群女人前面，随手抓起一个女人就要施暴。畜生，放开那个女人！老黑大怒道。他的声音瞬间惊动了下方的人，顿时一个个震惊地看向了这边。你们怎么进来的？一个身上纹满纹身的男子一脸怒气地看着几人道。杨斌眼中闪过一抹冷色，全部杀了。好。陈浩等人直接拿起武器便朝对方杀了过去。妈的，找死！弄死他们！为首的男子怒道。随即几十人迅速从后方货柜中拿出了一把把砍刀，朝着陈浩等人砍去。这些人全是进化者，而且都是2阶了，为首那个更是已经达到了3阶。不过这样的阵容对陈浩他们并没有什么威胁，只是对方手中清一色的砍刀，对于赵坤几个拿消防斧的还是有些危险。没办法，他们消防斧太短了，对方人多，乱刀砍来他们也防不住。好在陈浩凶猛，直接迎了上去，
杠铃杆狠狠一扫，冲在前方的几个人脑袋直接炸裂。虽然他们用砍刀挡在了前面，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4阶的陈浩有着1000多公斤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2阶渣渣能对抗的，砍刀直接被砸断，脑袋照样破碎。这一幕让那群人顿时吓了一大跳，不过他们都是一群亡命之徒，并没有退缩，更多的人朝着陈浩砍来。胡文亮也赶紧冲了上来，两人一个4阶一个3阶巅峰，杠铃杆疯狂挥舞，将冲上来的人全部砸飞。好像没我们什么事，瘦猴无语道：“我决定了，一会出去就找个健身房弄几根杠铃杆来。”赵坤坚定道：“必须得要。”砰！就在陈浩和胡文亮杀得起劲时，一声枪声突然响起，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只见为首的男子不知何时手中多出了一把手枪，直指陈浩他们。两人停了下来，看着对方手中还冒着烟的手枪，心中都有些害怕。虽然他们现在实力大增了，但是面对枪械，心中还是本能的感觉到害怕。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手枪。有本事再杀呀！男子冷声道：“没想到你们几个小逼崽子还有两下子，不过你们再强，能挡得住子弹吗？”几人没有说话，只是有些忌惮地看着对方手中的手枪。我想试试。杨斌突然走了过来，站到了陈浩等人面前。斌哥，几人有些担忧地看着杨斌。你说什么？男子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觉得我手上的手枪是假的？不，我知道是真的，我就是想试试真的。杨斌紧紧地盯着枪口道，这玩意迟早要面对，他也想试试，以他4阶的实力，能否扛得住子弹。妈的，疯子！既然如此，老子今天就成全你！男子说完，直接扣动了扳机。砰！随着一声枪声响起，子弹瞬间射向了杨斌的脑袋。子弹的速度根本看不清，但在杨斌睁视之眼下，依然捕捉到了子弹的轨迹。杨斌的手迅速在眼前一挥，直接将子弹给接住了。虽然手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杨斌张开手掌，看到那静静躺在手掌上的子弹时，所有人等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徒手接子弹，什么神仙？斌哥牛逼！身后陈浩等人眼睛都冒星星了，太帅了！见鬼了！男子怒骂了一声，老子就不信了！再次扣动了扳机。砰砰砰砰，连续4枪快速打出。杨斌的手在前方快速挥舞了几下，随即伸出手，手掌朝下张开。叮铃，4颗子弹掉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然而这个响声听在对方耳中，却像是魔音般，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死灰。第73章，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感受了手枪的威力后，杨斌对普通手枪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随即不再跟这些人浪费时间，杠铃杆瞬间捅了过去，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直接将为首的男子脑袋捅破了。见到这一幕，剩余的人都是一惊，随即瞬间四散开来，想要逃跑。在见到杨斌徒手接子弹后，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对抗的勇气，一个不留。杨斌冷冷道：“陈浩等人点了点头，瞬间追了上去。这些人想逃，却尴尬地发现超市每个门都被他们用货架堵死了。此时的他们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留一个门的。在陈浩等人的追杀下，一个又一个人倒在了地上，还剩下10几个人，眼看逃生无望，这群人瞬间跪了下来：“求求你们别杀我们，这一切都是老大的主意。”“是啊，我们只是跟着他而已，我们并没有做坏事的。”一群人跪在地上不停地哀求着，他们在赌这群年轻人的怜悯心。可惜他们赌错了，怜悯心这玩意或许胡文亮会有，但杨斌不会。杨斌已经下了命令，他们会坚决执行。而且经过杨斌的不断开导，胡文亮现在也在快速适应末日生存法则，这次连他也没有升起半丝怜悯之心，因为这些人做的事已经触及到他的底线了。几人完全不理会对方的求饶，杠铃杆毫不客气地砸向了对方脑袋。没一块，一群60、70人全部被击杀。众人回到了杨斌这边，而此刻杨斌正拿着那个人的手枪在仔细端详着。这玩意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但还是第一次上手。每个男人似乎都对枪械有着特殊的情节，杨斌也不例外。可惜枪上已经没有子弹了，而且那家伙身上也没有子弹了，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里搞到的手枪。斌哥，这玩意对我们威胁大不大？陈浩问道。其他几人也好奇地看着杨斌手中的枪。说实话，他们其实感觉自己应该是能扛得住的，只是内心深处对枪支有种本能的畏惧。这种畏惧正常人应该都会有，尤其是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自己的时候。杨彬彬笑了笑道：“从我刚刚感受来看，这玩意对1阶、2阶的进化者威胁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3阶以上的进化者来说就没有太大威胁了。以3阶进化者的身体强度，就算是被打中了，顶多也就是个轻伤，没有太大影响。当然，
要是被射中眼睛，那就另一回事了。而4阶进化者几乎可以不用太在意这种普通手枪了，就算真打到了，顶多也就破点皮，都打不到肌肉层。杨斌说完，摊开手掌，那里有一个小坑，这是他故意用手掌正面接了一颗子弹造成的。看到杨斌手上的伤口，众人都松了口气。如此看来，手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见他们这样子，杨斌顿时严肃道：“别掉以轻心，这只是这种普通手枪，官方威力强大的武器多的是。就像我们刚刚碰到的那些战士手中的突击步枪，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打成筛子，更不要说他们后面搬下来那大口径重机枪了。那玩意一出来，直接把那5阶丧尸吓跑了。所以千万记住，不要小看热武器，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跟热武器对拼的资格。明白？”几人都点了点头。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动静，那群女子不知何时已经爬了起来，没有对他们说感谢之类的话，而是一脸麻木地看着他们，那眼神就像是已经接受了这残酷命运一般。看到这种情况，杨斌几人都皱了皱眉头。显然，这群女人很有可能是经历过几次易主了，或许把他们也当成了与之前的人一样了。都把衣服穿上。杨斌道。一群女人缓缓抬头看了杨斌几人一眼，随即麻木地捡起地上破烂的衣服往身上套。去服装区自己选身好点的衣服穿上。杨斌怒道：“尼玛，那破烂的衣服穿了还不如不穿，不知道这里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吗？”这一次，一群女人的表情总算是有点变化，似乎是有些惊讶。年轻人口味果然不一样。很快，一群女人便走向了服装区。走吧，我们去弄吃的。杨斌道。一群人点了点头，随即一人推了一个推车朝米面粮油的方向走去。他们准备多囤点大米和面食，别墅里面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当然，方便面、饼干、面包等快食品也要多整点，出去打丧尸的时候要带上的。这个超市不愧是大超市，里面几乎能用到的东西都有。不过众人还是以食物为主，生活用品别墅内就有。没多久，6个推车都装得满满当当。几人又一人拿了一个大型的登山包，特能装的那种，随后再把登山包全部装满。这地方估计要不了多久，官方肯定会来。生存基地那么多人要吃要喝，物资需求极大。等他们第一批救援任务结束后，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寻找物资。这里离生存基地只有10多公里，绝对会成为官方的首选。所以他们需要多运点走，不然下次过来估计就要被搬空了。都装满后，几人便准备回去了。而这时，那群女子却已经穿戴整齐走了回来。当看到他们的穿着后，杨斌等人都是眼前一亮。难怪这群女人会这么惨，原来一个个身材长相都相当出色。只是，你们这又是黑丝又是制服的，是什么意思？欺负老实人吗？很显然，对方误会杨斌的意思了。杨斌深吸了一口气，冷冷道：“我们马上离开了，你们可以继续躲在这里，或者捡起地上的砍刀出去杀丧尸。记住，末世想要不再被人凌辱，就得自己强大起来。”杨斌说完，便带着陈浩等人推着推车离开，来朝门外走去。等等，这时对方终于有人说话了：“你们难道不是？你想多了。末世虽然很多人性已经灭绝，但总有坚守底线之人。恭喜你们总算碰到了，所以你们自由了。至于以后你们还会不会再次碰到这种事，那我就知道了。只能说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第74章杨斌的过往。杨斌几人很快就离开了超市。临走时，杨斌还是让陈浩留下了10几颗1阶晶体。外面的丧尸全是1阶起步，若是不进化，就算这群女人有勇气出去杀丧尸，也是去送死。既然救了，那就多给对方一个能够活下去的机会吧。至于对方最终能不能摆脱成为玩物的命运，那就看他们自己了。此时，前往景和园的路上，众人一人推着一辆推车，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小心翼翼地往回走去。好在这条路刚刚清理过一遍，丧尸不算太多。最终，众人还是安全地将物资全部运回了家。只是他们这又是推车又是大包的，自然逃不过对面别墅的眼睛。他们竟然弄来了那么多物资。凯哥看着不远处的别墅，眼睛都亮了。哈哈，凯哥，这群人不错呀，咱们食物刚好也快吃完了，没想到他们就送物资来了。另一人笑道：“等我晋升到4阶进化者后，再过去跟他们打打交道吧，都是邻居，借点东西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凯哥笑道。别墅内，众人看着这堆满一地的食物，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些东西就他们几个人的话，足够他们吃1个月的了。咱们暂时将这里当做据点，之后咱们每次出去杀丧尸都背个背包出去，争取每天带点东西回来，这样至少短时间内不怕挨饿了。杨斌道：“可是，要是我们出去，有人来了怎么办？这防盗门虽然结实，但也扛不住高阶进化者呀。”赵坤皱眉道：“以后就让小橘子守在家里，不用跟我们出去了。小橘子的优势是速度，单挑或者打几个都还好，
但是面对成群结队的丧尸，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优势，所以杨斌干脆让他守家得了。喵！小橘子叫了一声，显然也同意了这个差事。橘猫本身就很懒，能在家睡大觉，自然不想出去跟丧尸拼命。哈，那可以，以小橘子的实力，就算是4阶进化者，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陈浩笑道。小橘子虽然还没到4阶，但是人家速度快啊，越到后面他这优势越明显，普通4阶进化者估计都很难碰到他。好了，就这么定了，赶紧的，弄点腊肉出来，咱们今天吃顿好的。杨斌笑道。哈哈，这个可以哦。他们搜刮的时候，一些腊肉、干菜等能够长期储存的菜也弄了不少，不至于吃干饭。其他人打下手，杨斌主厨，没多久一道道香喷喷的菜就出锅了。众人拿出碗筷，围在桌上，一脸开心的吃了起来。末世这种情景可是相当的难得。斌哥，你这手艺绝对赶得上大厨了，太好吃了。众人一边吃一边夸赞道。是啊，不敢想，在末世竟然还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好了，别拍马屁了，赶紧吃，吃完早点睡，晚上起来看星星。众人点了点头，最终每人干了3碗大米饭，将桌子上的菜也全部吃完了，这才意犹未尽地放下了碗筷。洗碗就交给你们了，我上楼睡觉了。好嘞，没问题。众人都十分积极。很快，杨斌上楼去了，几人便迅速开始收拾碗筷。耗子，斌哥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他心智比我们都成熟呢？而且好像什么都会。赵坤好奇道。之前他也是带领一个团队的人，团队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做主。自从来到这个队以后，他发现他就像是废人一样，根本插不上手。他能想到的问题，杨斌都能想到。碰到任何事情，杨斌都能迅速做出最合理的安排，这让赵坤对杨斌的过往很是好奇。如果是正常人，根本不可能在20来岁的年纪拥有如此心智。陈浩看了看楼上，随即叹了口气道：斌哥的童年可比我们惨多了。斌哥在11岁的时候，父母再一次出门因车祸离世，他就成为了孤儿。不过好在他也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后来他姑姑成为了他的监护人，并承诺愿意抚养他长大，所以他就到了姑姑家。结果他姑姑其实就是看中他手中的那笔赔偿金。当时年纪还小的斌哥并不懂事，最后把那笔钱交给了他姑姑保管。拿到钱后，他姑姑家就马上买了新房子，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他从那以后却过上了噩梦般的生活，家里的累活脏活全要他干，他姑父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加，他表弟天天拿着他的钱买的玩具在他面前炫耀，他却连摸都不能摸。陈浩说到这里眼睛都红了。操，这家人真TM恶心，挥霍着斌哥父母用生命换来的钱，却将他当成奴隶对待。其他人全部都愤怒无比，包括胡文亮，他也是第一次知道杨斌的过往。那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斌哥脱离了那个家，没有再回去了，每天放学就自己出去捡垃圾卖钱，晚上睡桥洞。你们无法想象他经历的事情，跟野狗抢吃的，跟流浪汉争地盘。有次因为错拿了一个别人没有喝完的饮料瓶，被人打成重伤，却没钱去看病，只能自己咬牙挺过来。直到上初中后，学校有宿舍了，他才有床睡了。他上初中的一切手续还是小学班主任给他办的，因为斌哥学习成绩极好，班主任知道他的情况后，帮他办理了一切手续。不过斌哥却没有要班主任的其他援助，依然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也是在初中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候我们是同桌。再有次看到他在外面捡垃圾后，我就每次偷偷从家里带点东西来学校跟他一起吃。也是因为我这个善举，有次我在学校门口被一群校霸欺负，刚好被斌哥看到了。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什么叫狠，他一个人硬是将7、8个同龄人打得落荒而逃，那股狠劲我至今难忘。之后我就一直跟着他了，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一个学渣竟然也考上了重点大学，让我在家里面狠狠地长了把脸。从小学到大学，斌哥都是一个人撑过来的，你们说你们怎么跟他比？听完陈浩的话，众人都沉默了下来，总算知道了为什么杨斌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心智了。斌哥的童年简直太惨了。第75章生存基地。深夜，一群人躺在3楼露天大阳台上看星星。别墅内有躺椅，可比躺在地板上舒服多了。看星星是他们领先其他人的关键，只要这个方法一天不被人知晓，那他们就能一直领先，而且每多过一天，他们的就能多领先一点。尤其是杨斌，目前已经额外多出来了300多公斤的力量了，哪怕是已经是4阶了，这一部分力量也不容小觑。按正常情况下，刚达到4阶的进化者力量差不多在1200公斤左右，而他直接就是1500公斤起步，这就已经可以碾压同级别了，而且这个优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陈浩和胡文亮两人也多出了100多公斤的力量，不说碾压同级别，但起码比别人强了一大截。倒是赵坤等人才刚开始，还需要时间的积累。看了一晚上星星后，众人再补了几个小时觉，到早上8点多吃了点早点就出门了。他们来这可不单单是为了享受的，
主要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们的核心还是提升实力。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就是那片居民楼，那里的丧尸比学校还多，高阶丧尸显然也不会少。不过这片区域建筑比较密集，中间的巷道很窄，此时这些巷道中早已布满了丧尸，想要在这里动手，还真得掂量掂量。几人来到这片区域后，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丧尸，也是有些头大。兵哥，怎么搞？众人看向杨斌，老方法，想办法冲进某栋楼里面，利用楼梯奸杀。杨斌说完，开启真视之眼看了一圈，随后指了指其中一栋看起来稍微新一点的楼房道：“就那栋了。这片居民区属于比较老的居民区了，很多房子都很老了。那些太老的房子他可不敢去，真怕打着打着楼塌了。要知道，现在的丧尸实力可不弱了，大部分都2阶了，3阶丧尸也已经不在少数，太老的房子不一定顶得住冲击。”一群人小心翼翼地朝着那栋楼走去，尽量不惊动那些丧尸。可惜这地方想要完全躲避丧尸的视线根本不可能。很快，一个楼上的丧尸就看到了他们，随着那个丧尸一声大吼，其他丧尸纷纷看了过来，于是一大波丧尸便疯狂地朝他们冲了过来。加速！众人并没有慌乱，这个结果他们早已猜到。在丧尸朝他们冲来之时，他们也瞬间加速朝着那栋房子跑去。一路上，挡在他们面前的丧尸都被杨斌一棒子解决。很快，几人便来到了那栋房子楼下，而此时这栋楼下也已经围满了丧尸。几人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强闯。在杨斌和陈浩2个4阶进化者的强大力量下，这些丧尸根本挡不住他们的脚步，没一会便被几人冲到了大门前。陈浩猛然一用力，一把将铁门拉开，随后几人便冲上了楼梯，直接上到了2楼。分工行动，我和浩子守楼梯杀丧尸，赵坤你们3个将尸体拖走，丢进房间里面，亮子你负责挖晶体。杨斌迅速做出了布局。好，其他人没有任何异议，很快就开始执行起来。有2个4阶进化者守住楼梯，这些丧尸自然无法冲上来。2人杠铃杆随意挥舞，快速击杀着一个又一个冲上来的丧尸。老式的房子没有电梯，1层住4户人家，赵坤3人先后将4户人家的房门全部打开。很不幸，4户人家没有一个活人，里面要么就全是丧尸，要么就是被丧尸啃得破烂不堪的尸体。将几个房间全部清理了一下，赵坤等人就快速将楼梯间的尸体搬运到房间中，胡文亮则直接在房间里面将一个个丧尸脑袋中的晶体取出来。几人就像是一条生产线一般，快速又有效率。整个巷道中的丧尸都被这边惊动了，纷纷冲向了这边，下面已经围满了丧尸，排着队往楼梯上冲。杨斌和陈浩2人基本上都是照单全收，不管是1阶2阶还是3阶丧尸都扛不住他们一棒子。而在如此效率下，很快就有3阶晶体进账了。胡文亮将3阶晶体直接拿给了老黑他们现场消化，这样可以边打边提升。新城生存基地，这是一个占地数10万平方米的大型基地，是数千战士日以继夜赶出来的成果。生存基地呈不规则圆形，城墙高3米，都是用石头和水泥筑起的，外围布满了破碎的玻璃和尖刺。每隔几米都有一个观望台，上面有战士时刻关注着外面的情况。可以说，这里绝对是目前来说新城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在里面生活绝对不用担心丧尸突然闯进来。不过因为时间紧急，战士们只来得及把城墙筑起，里面都是搭建的简单的敞篷，勉强能够遮风避雨。生存基地内已经有上万的幸存者了，有一部分是部队救回来的，还有很多是自己跑来的。此时这些幸存者都被拉来搞基建了。进了生存基地，虽然没有丧尸的威胁，但不代表就高枕无忧了，同样需要劳动。虽然官方每天都会发食物，但是食物每顿就一个馒头，想要获取更多东西，需要用劳动换取。而且官方承诺，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领取晶体。就这一点，就让无数人心情澎湃，干起活来比末日前上班卖力多了。但是也有不爽的，比如昨天被军方从中乡学院带回来的一群人，此时他们聚在一起，一个个都郁闷不已。我说，咱们就这样看着。秦薇看向唐薇薇道，那有什么办法？现在这里又不能随意外出，早知道昨天说什么也不来了。唐薇薇无比郁闷道，她昨天其实不想来的，但是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最后只能跟着上车了。要不咱们强闯吧，待在这里简直浪费时间。你要是不怕他们手中的步枪把你打成筛子，你可以试一试。唐薇薇冷笑道，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啊，这要是再耽误下去，咱们都废了。秦薇吐槽道，早知道早点离开学校，就没有那么多破事了。他们都是有野心的人，自然不想这样在这里浪费时间。出去或许会比非常危险，但却能提升实力。他们很清楚，末日实力才是王道。基地刚建立，很多制度还不完善，不让随意进出也能理解。走吧，我们去找他们高层，跟他们说清楚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放我们离开的。
第76章马中国。生存基地中，除了一个个敞篷外，在中间的地方有一栋建好的房子，也是目前里面唯一的建筑。这里就是生存基地的指挥中心，也是星城高层生活的地方。末日的突然爆发，使得星城官方损失严重，很多部门负责人缺失，内部体系混乱，再加上手机信号中断，与京都那边也失去联系，这使得不少官方高层都开始萌生了其他想法。此时，指挥中心内的会议桌上坐了7、8个人，正在商议着什么。这些人都是星城军方和政方的高层。第一阶段救援任务基本已经完成，包括几大重点大学学生以及景和园、青竹园等重点小区，总计3000多人都已安全带回了基地。第二阶段救援任务什么时候开始？军方副师长刘勇开口问道。他是目前星城军方最高指挥人员了，师长与政委都在这场灾难中牺牲了，所以军方这边由他做主。刘副师长，你先说说这次救援所碰到的困难以及损失情况吧。坐在正手方向的星城市长马中国开口道。正方同样损失严重，副市长、市书记等都牺牲了，但好在市长活了下来。星城属于省会城市，作为市长的马中国职位还是相当高的。在和平年代，军政双方互不干涉，但现在是特殊情况，双方必须同心协力。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个领导者，而作为目前星城最高职位的马中国，自然成为了星城的领导者。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大部分的时候战士们都是近身作战，所以这一趟下来，战士们也同样损失了不小。刘勇有些悲痛道。那第二阶段救援任务先放一放，现在有2个更紧急的任务，一个是你们弹药问题，另一个是生活物资问题。现在基地内已经有上万的幸存者了，每天的消耗都非常巨大，我们准备的物资已经不多了，所以必须要尽快出去寻找物资了。弹药问题也同样紧急，我记得你们警备区那边有一座军火库吧，想办法把那些军火运回来，应该能够解决短期问题。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幸存者在等待着我们去救援，我们晚去1天，死亡人数就要翻一番。刘副师长，救援不是盲目的，我们需要先解决主要的问题，才能更好的展开救援。没有物资，就算救回来了，也一样会饿死。另一个坐在马中国下手的男子道。这好吧，那什么时候出发？调集人手，尽快出发吧，分2批，一批前往军火库运军火，一批前往10多公里外的沃尔玛超市运输物资。好，刘勇点了点头，随后退出了会议室，前去调集人手。马中国看着刘勇离开的背影，眼神闪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很快，其他人也都安排了工作，纷纷离去。会议室中还剩下马中国一个人，还坐在那里。没一块，会议室后方的门突然打开，一个中年男子从门后走了进来。这个中年男子是星城最大的家族王家的掌控者王振宏，一直以来与市长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马中国对于对方出现并无意外，指了指身旁的椅子，坐。王振宏没有客气，直接坐在了座位上，随后看向马中国道：马市长，我之前的提议考虑的怎么样？这事先不急，现在军方的人大部分还是听刘勇的，需要想办法把军方控制权拿到手上才行。马中国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打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既然这个刘勇太碍事，何不？不行，现在还不到时候，战斗还得靠他。好吧。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嘈杂之声，很快敲门声响起，两人皱了皱眉。你先躲起来。好。王振宏点了点头，再次进入了后面的房间。进来，马中国对门外喊了一声，房门打开，一个士兵走了进来，对马中国行了个军礼。市长，外面有一群大学生吵着要进来见您。大学生？就是中乡大学的那群学生。他们来这干嘛？马中国有些疑惑道。算了，让他们进来吧。是。很快，唐薇薇、秦薇等人走了进来。您好，马市长，实在抱歉，冒昧打扰您了。唐薇薇客气道。你们有什么事吗？马中国奇怪地看着几人道。是这样的，马市长，我们想出去，但是门口的警卫不让我们出去，不知道您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外面全是丧尸，太危险了。你们好不容易进了基地，为什么还想着出去呢？我们要出去杀丧尸提升实力，待在基地太浪费时间了。秦薇开口道。马中国皱了皱眉头，没有一定实力，出去跟送死没什么区别。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可不能随意冒险啊。放心，我们有实力，我们这里3阶就有好几个了，其他人全是2阶巅峰，对付一般的丧尸群都没有任何问题。秦薇自信道。哦，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马中国眼前一亮，随即想了想道，既然你们有如此实力，留在基地确实有些浪费时间。不过基地内不能随意外出，这个规则不能破，否则会给基地安全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这样吧，我安排几个人跟你们一起出去吧，这样守卫就不会来你们了。这……唐薇薇皱了皱眉头。你们不用担心，他们有自保能力的，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或许过几天我们想好一个完善的处理方法，你们到时候再出去也行。那还是您安排人一起吧，麻烦马师长了。秦薇赶紧道，等过几天再出去，他们还打不打得过丧尸都不知道了。很快，唐薇薇等人就离开了会议室。马师长看来是看中这群大学生了。后方房门再次打开，王正红缓缓地走了出来。现在世界手上一定得多一些强大的进化者才能站得住脚啊。马中国笑道。另一边，唐队长，怎么了？秦薇看着一直皱着眉头的唐薇薇，有些奇怪道。我在想，马师长安排几个人跟着我们，目的是什么？唐薇薇思索道。他不是说了吗？安排几个人过来，到时候守卫就不会拦我们了。秦薇道。你是傻子吗？真不知道你怎么活到现在的，以他的权力，直接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出去了，何必多此一举？唐薇薇说完便离开了，似乎怕跟秦薇待久了会影响智商。这……秦薇皱了皱眉头，好像是那么的回事。思杰，你怎么看？秦薇看向了一旁一直不说话的方思杰。方思杰看了秦薇一眼，突然道：薇哥，如果马市长想要招揽你，你会怎么选择？马市长招揽我？他堂市长会看得上我们？你不用管他看不看得上，你就说你会不会同意？方思杰道：那肯定不会，我们自己多自由啊，跟着他干嘛？那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咋了？奇奇怪怪的，不会真觉得马市长会招揽我们吧？不确定，不过尽量不要让兄弟们跟他们派来的人走得太近，也不要什么东西都在他们面前暴露，那么麻烦，那干脆不让他们跟着得了。现在不是你说不让就不让，你不让他们跟着，咱们就出不去。好吧。第77章截胡。王正红从会议室回到了住处，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老爷，少爷那边传话过来，让您想办法控制住林家大小姐林亦菲。林亦菲？那败家玩意还对这个女人不死心？不是，这次是因为少爷发现她是个异能者，所以想要掌控在自己手中。异能者？王正红眼前一亮，不过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道：林家跟军方走得太近，林亦菲现在有刘勇庇护着，还不适合动。等过段时间吧，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人，还不是一句话。让阿凯别想那么多，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以后他才是关键。好的。居民区，杨斌几人躲在这栋楼里，一杀就是一整天，从早上一直杀到傍晚，甚至连吃饭都没休息，一边啃面包一边杀丧尸。一天时间杀了将上千只杀丧尸，这个速度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算很慢了，主要是楼梯间杀丧尸限制太多了，而且清理尸体也麻烦。好在收获还算不错，一共获得了1颗4阶丧尸和20多颗3阶丧尸，其他晶体上千。此时他们队伍胡文亮也已经到了4阶，赵坤3人全是3阶巅峰，3个4阶3个3阶巅峰，依然遥遥领先。不过杨斌对此却并不怎么满意，主要是4阶晶体太少了，看来明天不能这样杀了，一天时间才获得1颗4阶晶体，进度太慢了。杨斌皱眉道：现在4阶以下的晶体对我们来说都没用了，这样杀确实有点浪费时间。其他几人点了点头，先回去吧，明天丧尸4阶丧尸应该会多点，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楼梯已经堵死，不过对几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来到房间里面，将窗户上防盗网弄断，随后直接跳了下去。下方的丧尸一窝蜂朝几人冲来，可惜以他们现在的实力，这些丧尸根本拦不住他们，直接强行杀出了一条血路，一路跑回了别墅中。就在准备进门时，杨斌却无意间发现不远处的一栋别墅中似乎有人影晃动，随即开启侦视之眼，朝那栋别墅看了过去。很快发现别墅内有2人似乎在看他们。怎么了？斌哥，这小区里面竟然还有人？有人？那栋别墅有2个人。杨斌指了指不远处那栋豪华别墅道：之前以为这小区里面的人都被救援走了，也没有好好看一看，看来一会要上楼顶好好看看这个小区了。那2个人要管吗？只要不过来找茬就别管他们。好。众人回到家中，饱饱的吃了一顿饭后便上楼休息去了，而杨斌则直接来到了楼顶阳台，开始查看小区情况。看了一圈后，也就那一栋发现有人，其他别墅都没有。不过在杨斌仔细查看那一栋之时，却发现了一个让他无比惊讶的东西。只见那栋别墅后方院子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铁笼，而在铁笼内竟然关着20多只丧尸。更杨斌惊讶的是，这些丧尸竟然全是3阶丧尸，而且在院子中还藏着4个3阶进化者，无时无刻监视着铁笼。这些人关着那么多高阶丧尸干什么？杨斌疑惑道，随即突然想到了什么，眼前一亮，不会是养尸吧？卧槽，还真有可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杨斌像是突然发现了滑点，顿时眼睛大亮，真他娘的是个人才，这玩意
回头我要了。杨斌看着对方那巨大的铁笼，脸上露出了贪婪之色，土匪属性又爆发了。深夜，众人再次来到楼顶阳台看星星。看完星星准备下楼之时，杨斌再次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那栋别墅，突然眼中露出了惊喜之色。亮子、赵坤，你们几个先下楼休息，耗子跟我来，我带你去拿好东西。杨斌笑道。好。众人虽然疑惑，但也没问太多，按斌哥说的做就行，这是他们团队的默契。杨斌从赵坤手中拿走了消防斧，随后带着陈浩很快便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后方，爬上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这时候陈浩也看到了院子中间那个巨大的铁笼以及铁笼里面的丧尸，顿时瞪大了眼睛。杨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即指了指铁笼里面小声道：看到靠边上那个穿灰色格子衣服的丧尸没？这是个刚刚突破的4阶丧尸，你一会隐身下去把他杀了，取了晶体就走。陈浩眼前一亮，点了点头。杨斌将消防斧递给了陈浩，叮嘱道：院子里面4个角落各躲着一个3阶进化者，不过这会他们在打瞌睡，你一会出手砍到丧尸的瞬间再次隐身，只要时机把握得好，身体应该不会显现出来，这样他们就发现不了你了。万一要是发现了，那就全砍了。明白。陈浩点了点头，直接跳了下去，随即隐身翻过院墙，来到了院子中的铁笼前，拿着消防斧比划了一下，随后一斧子过去，直接把4阶丧尸开瓢了。而随着陈浩动手砍到丧尸的瞬间，他的身影一闪即逝，铁笼内的丧尸顿时传来一阵骚动。躲在4周的3阶进化者睁开眼睛瞄了一眼，见并没有什么事，就再次睡了。每次星星消失，丧尸都会骚动，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陈浩将4阶丧尸脑袋里面的晶体取了出来，然后潇洒离去。很快，两人就回到了别墅内。哈哈，这4阶晶体绝对是末世以来获得最轻松的一个。陈浩看着手中的晶体笑道。不过斌哥，咱们为啥要这样偷偷摸摸？直接把那栋别墅占了不就好了？里面的丧尸全是我们的了。先不急，这么多高阶丧尸，凭别墅那几个人绝对是抓不到的，他们后面应该还有更强大的力量，不了解对方实力之前，别轻举妄动。杨斌道。那咱们今天行动了，不等于是惊动了他们吗？今天不行动，明天这个4阶丧尸就没了，这可是4阶晶体啊，怎么能拱手让人呢？至于惊动，只要他们没有发现你，暂时不算惊动。而且这个丧尸刚刚晋升，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个4阶丧尸。至于他们看到突然被开瓢的丧尸什么想法，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似乎想到对方见到那个场景后的表情，杨斌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走，睡觉去。第78章抢武器。早晨，豪华别墅内，王瑞凯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叫上他的跟班王月明一起朝着后院走去。每天看看有没有4阶丧尸诞生，是他最期待的事。只是当他们到达后院，却发现后院中隐藏的4人都跑出来了，此时正一脸疑惑地看着铁笼。怎么回事？王瑞凯皱眉道。王少，这里有个丧尸被咬死了。其中一人指了指铁笼里面道。被咬死了？被什么咬死了？王瑞凯赶紧走了过来，果然看到一个被啃得残缺不全的尸体。丧尸咬的。今天一早我们发现时，就看到不少丧尸在啃食他的尸体。不可能啊，丧尸不是不吃同类吗？王瑞凯不解道。或许是不够饿吧，真饿的不行了，说不定也会吃同类，毕竟他们被困了那么久。另一人小声道。那晶体呢？好像也被吃了。几人有些尴尬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让你们看景点吗？王瑞凯大怒道。对不起，王少，我们也不知道丧尸竟然会吃同类啊。几人低着头不敢看王瑞凯。王瑞凯很想骂人，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些人都是王家最忠实的手下，末日依然对他们不离不弃，不能寒了他们的心。随即深吸了一口气道，不怪你们，这事我也没想到，既然发现丧尸会吃同类，那你们接下来要加倍注意了。放心吧，王少，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几人拍着胸脯保证道。王瑞凯点了点头，问道，今天有没有4阶丧尸诞生？还没有，我们刚刚每个都测试过了。还没有？4阶那么难吗？还是说我们抓的这批资质太差？王瑞凯喃喃自语道。凯哥，4阶确实很难，外面的4阶丧尸也不多，不过咱们这群丧尸是比较早的3阶丧尸了，估计咱们再等个1-2天就有了。好吧。王瑞凯叹了口气，虽然感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另一栋别墅内，阿坤，这个给你。杨斌把昨晚上获得的4阶晶体递给了赵坤，这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有晋升先晋升，等都晋升了再优先一个。赵坤看着杨斌手中的4阶晶体，有些惊讶道，斌哥，这颗晶体从哪弄来的？嘿嘿，旁边捡的，有人帮我们养4阶丧尸，以后说不定每天晚上都有4阶晶体收。杨斌笑道。他可是看得到，那个铁笼中不少丧尸都处于3阶巅峰了，这几天估计每天晚上会有丧尸突破到4阶。
还有这么好的事啊？其他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嘿嘿，陈浩笑了笑，随后将昨晚的事情都说了一遍。众人听后都是眼前一亮，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走吧，咱们今天先去健身房，给你们几个也弄根杠铃杆，然后我们去打野。打野？去丧尸少的地方找4阶丧尸杀，居民区太多丧尸了，虽然出现4阶丧尸的概率高，但是效率太低。好，兵哥，你知道哪里有健身房吗？知道，那片居民区就有一个挺大的，昨天我看到了。那赶紧的，早就想换了。赵坤激动道。虽然他们现在武器不少，有消防斧，还有砍刀、唐刀等，但是打群架还是感觉杠铃杆打击感最爽，只要你力量足够，丧尸都无法靠近你1米范围内。很快几人便在王瑞凯两人的注视下离开了别墅。凯哥，他们走了，我们要不要去他们那弄点食物？王月明还是惦记着对方那几推车的食物。不急，这群人每天白天出门，晚上回来，应该是出去杀丧尸，看样子实力应该不错，先别骄傲。王瑞凯道。那凯哥，咱们要不要考虑把他们招揽过来？可以考虑，晚上等他们回来过去接触一下看看。王瑞凯点头道。好。杨斌带着众人绕过了居民区丧尸最密集的地方，来到了居民区的一片休闲娱乐的地方。这里有室内泳池、健身房、台球室、KTV 等娱乐场所。来到这里后，丧尸明显变少了，但是地上随处可见丧尸尸体，让他们知道这里绝对有一群进化者。杨斌开启侦视之眼，四周看了一圈，很不巧，那群人就在健身房里，而且好几个人手中拿着跟他们一样的杠铃杆。看那群人身材，很明显是健身房里的人，或者是经常健身的人，都是让人羡慕的倒三角。杨斌没有犹豫，直接带着众人上楼。他们这次是来找杠铃杆的，自然不会因为其他人提前拿了就无功而返。他看上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了。几人很快上了2楼，敲响了健身房的门。让他意外的是，对方竟然直接开门了，显然刚刚在楼上窗户看到了他们。进来吧。开门的人说完，便直接朝里面走去。杨斌几人愣了一下，这么直接的吗？不过几人还是跟了上去。这个健身房很大，里面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此时健身房内站着50多人，一脸平淡地看着他们。让杨斌惊讶的是，这50多人竟然有20多个3阶的，有2个还是3阶巅峰。不愧是健身的，果然强悍。杨斌心中暗道。把背包放下来，打开我看下东西够不够，够的话我可以考虑让你们跟着我们。为首的一个穿着背心，手臂上肌肉结实的让人害怕的男子开口道。啥玩意跟着你们？几人都是愣了一下，不过很快便反应了过来。很显然对方以为他们是来投靠他们的。对不住，我们不是来投靠你们的，我们是来拿东西的。杨斌笑道。拿东西？肌肉男疑惑道。对头。杨斌笑了笑，随即对着赵坤几人道，去把东西拿了，我们就走了，赶时间呢。好嘞。赵坤3人直接走了过去，在对方一脸懵圈中，将其中3人手中的杠铃杆一把夺过，随后转身就走。这次轮到这群人懵逼了。卧槽，抢我杠铃杆！被夺走杠铃杆的3人足足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你们什么意思？肌肉男阴沉道。拿东西啊，这玩意我们看上了，所以就拿走了。杨斌笑了笑，随后就准备带着众人离开。不过很显然，对方并不同意他们离开，一群人瞬间将他们围住。你觉得抢了我们东西还能走的了？肌肉男阴沉道。我们要走，你们还拦不住，我劝你们还是让开吧，不然真动起手来你们会很惨。是吗？老子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样欺负过，今天老子就要看看你们凭什么这么嚣张，给我打。第79章，招谁惹谁了？健身房楼下，杨斌几人一人扛着一根杠铃杠朝远处走去。健身房内30多个壮汉倒在地上原地打滚，半天爬不起来。虽然他们都是一群肌肉男，但可惜他们碰到了一群变态，几棒子下去全部倒地爬不起来。这还是杨斌他们留守了，否则就不是倒在地上那么简单了。毕竟抢了人家的东西，杨斌也不好意思杀人了。随后杨斌带着众人离开了这片居民区，前往丧尸少一点的地方打野。虽然丧尸数量少，高阶丧尸相应的也会少，但是不用浪费大量的时间杀低阶丧尸，就有更多时间找4阶丧尸了。杨斌凭借着侦视之眼，带着众人穿过了几条马路，终于来到一片商业区。因为末日是晚上爆发的，所以商业区的丧尸比居民区要少得多。不过因为丧尸是到处乱窜的，所以这里也是有一些丧尸的。众人找了一栋最高的楼房爬了上去，借助高处开阔的视野寻找着4阶丧尸。有着侦视之眼在，杨斌不愁找不到4阶丧尸。没多久，杨斌就在这一片区域找到了3个4阶丧尸，而且因为这边丧尸不多，这3个4阶丧尸身边都只有为数不多的丧尸跟着。果然还是这个方法靠谱。杨斌笑道。
随后，众人下楼，在杨斌的带领下，将3个4阶丧尸全部击杀。2颗晶体给了老黑和瘦猴，剩下1颗杨斌吃了。他已经挺久没有吃晶体了，现在全员4阶，接下来的晶体就都优先他吃了。这一片杀完，众人又换另一个地方，依法炮制，找个最高楼爬上去，先确定4阶丧尸的位置，然后再下去击杀。虽然因为这些地方丧尸太少，经常上去看半天也找不到一个4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方法比他们傻傻的守楼梯杀丧尸效率高多了。沃尔玛超市，7、8辆货车在3辆运兵车的带领下，一路强势冲到了沃尔玛超市门口。随后从运兵车上下来一队队战士，破开超市大门，冲入超市中，快速搬运着物资。超市内10多个正在吃东西的女人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一幕。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穿迷彩服的青年男子和一个身穿警服的女子走进了超市内。2人看着超市内几十具尸体，皱了皱眉头。这些人明显不是被丧尸杀的。女警来到一群女人面前，小声问道：“你们还好吗？”一群女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群战士，有些木然地点了点头。没事就好，你们是这里的幸存者吧？知道这些人怎么死的吗？女警指了指地上的尸体道。一群女人脸上露出一抹厌恶之色，不过都摇了摇头。女警看着这群女人的表情，皱了皱眉头，也没有再问了，而是说道：“你们先上车吧，一会跟我们一起回基地。”听到回基地，这群女人脸上终于有些光芒了，赶紧点了点头。他们也出去杀过丧尸，但是外面的丧尸太强了，在损失了2人后就没敢再出去了，一直躲在了超市里面，反正超市里面有吃有喝，也饿不死。很明显，杨斌跟他们说了那么多，白说了，可惜了，难得杨疯子好心一次，有些人的命运并非偶然。战士们的速度很快，没多久便将沃尔玛超市内能用到的物资几乎都搬完了，7、8辆大货车也差不多装满了。随后车辆原路返回。然而在经过居民区的时候，突然从居民区中冲出来一大群人，疯狂地朝他们跑来。显然这群人应该是刚刚看到他们从这里经过了，只是这群人后面却跟着大批的丧尸。看到这种情况，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子眉头皱了起来。理智告诉他，这种情况不能管这些人，必须立刻离开。但是作为军人的本性却又让他无法做到见死不救。宋营长，你在想什么？停车救人啊！女警焦急道。听到他的话，宋营长咬了咬牙，还是下令停车了。随后运兵车上的战士快速下车去接应这些人。不过这次主要任务是运货，来的战士并不多，面对密密麻麻扑来的丧尸，战士们也只能开枪射击，掩护着这群人过来。然而随着这边枪声响起，居民区那边彻底炸了。原本这一片居民区丧尸就多，在听到枪声后，更多的丧尸朝这边冲来。而最让人崩溃的是，那群往这边跑来的人听到枪声后，竟然有不少人直接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见到这一幕，宋营长脸都黑了。不想死的都 TM 给老子快点，谁在趴着，老子先崩了他。在他的大吼下，这些人吓得赶紧又爬起来。好一会，这群人终于赶到了这边，随后纷纷爬进了运兵车。快走！宋营长大吼道。然而此时他们前面道路上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丧尸。战士们虽然疯狂射杀，但是丧尸却越杀越多。别往前走了，往商业区那边绕走！宋营长大喊道。随后车子开始转向，朝商业区方向开去。只是后方7、8辆大货车转向哪有那么容易，很快就被丧尸追上。随后这些丧尸疯狂扑到车上，瞬间便将车子淹没。宋营长脸色铁青，不得不暂时放弃物资车，开着运兵车逃跑。然而这条路并没有被清理过，各种报废的车子堵在路上，最前面的运兵车只能一路撞过去。虽然运兵车结实，但是这样撞击也让他们前进的速度大幅度降低。后面运兵车内的战士对着追来的丧尸疯狂扫射，防止他们扑上来。但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子弹消耗极大，根本支持不了多久。开了一段路后，前方路面上却突然出现一大堆丧尸尸体，这让宋营长骂娘的心都有了。操！谁 TM 在这里杀丧尸？下车，徒步跑！目标前方那栋楼。这么大一堆丧尸尸体在这，车子显然是无法前进了，挪开也要费不少时间，他们现在根本没那个时间，只能先躲到大厦里面再说。随后一群人迅速下车，在战士们的掩护下朝着不远处的大厦跑去。这边杨斌几人正站在大厦顶上看寻找着4阶丧尸，突然听到枪声，随即便看到3辆运兵车往这边开来。这些官方的人有毛病吧，把车开到这来。杨斌无语道。很快他又看到了车子后面那密密麻麻的丧尸，顿时脸色一变。尼玛，老子就想打个野，招谁惹谁了？第80章都是4阶。杨斌带着众人快速下楼，想要在那群人上来之前离开这栋楼。
可惜他们这栋楼20多层，他们在楼顶，电梯又用不了。虽然几人跑得飞快了，但还是在5楼的时候与从下方冲上来的人撞了个正着。双方碰面，大眼瞪小眼。杨斌叹了口气，这飞来的横祸就像是屎盆子一样，直接扣在他们脑袋上，想逃都逃不掉。这可不是几百几千的丧尸，而是足足上万的丧尸啊！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捅到丧尸窝了。宋营长看着从上面跑下来的杨斌几人，也是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这上面竟然有人。还不待他开口，杨斌就直接开口道：“别再往上跑了，直接在下面楼梯间堵截，上得越高，逃生机会越低。”他身旁女警想说什么，不过宋营长却第一时间理解了杨斌的话，朝后方喊道：“别往上跑了，堵楼梯间。”很快，跑在后面的战士停了下来，收起了步枪，改为军刺，死死地守住楼梯间。其他人也没有再待在楼梯间，迅速推开了消防门，进入了楼层中。这一栋是写字楼，5楼是一家很大的科技公司，整层都是这个公司的。人群加上战士总共400多人，好在楼层面积够大，倒也不拥挤。就在杨斌几人头大之时，突然一群女人来到了他们面前。你们好，上次没来得及跟你们说谢谢你们就走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你们了，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几个女人感激道。杨斌看着这群女人皱了皱眉头，他看得到这些女人实力都是刚刚达到进化者，也就是只是吃了他们留下来的晶体，没有再出去自己打晶体。叹了口气，杨斌也没有说什么，就像他说的，路是自己走的，他们的选择决定以后的命运，没有人会一直帮你。杨斌当初也是心血来潮，才会想着给对方多一个机会，没想到最终还是浪费了。以后这种事还是杜绝吧，10多颗晶体给小橘子也够一顿的了。摇了摇头，杨斌看向他们淡淡道：“没必要谢，只是刚好碰到而已。”这时，一个身材极好的女警突然走了过来：“超市内那些人是你们杀的？”很显然，女警听到了刚刚那群女人的话。杨斌看了看她，没有否认，点头道：“没错，现在大家存活都已经很困难了，你们竟然还杀人！”女警有些生气道：“你没病吧？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的世界啊？”杨斌无语道：“现在世界怎么了？现在世界就能为所欲为，随便杀人了吗？”女警情绪有些激动起来了：“警察同志，他们不是随便杀人，那群人就是一群恶魔，死有余辜。”这时，一旁的女人开口道：“就算那群人做了什么，那也是由我们警察来处置，这不是他们杀人的理由。不要以为有点实力了就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在，才让这该死末日变得更加可怕。你们处置，人家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需要你们的人，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去救啊！”杨斌也有些生气了：“吕队长，够了！”宋营长大声道：“宋营长，你是想包庇这群杀人犯吗？”吕娇却并没有退缩：“现在是什么时期？你分不清楚吗？怎么，连你也觉得末日就能无法无天了吗？不可理喻！”宋铁林气愤道：“真不知道上面为什么要派这么个人跟自己来执行任务，这不是害人吗？宋营长，我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立场，你是军人，那你想怎么样？把他们杀了吗？”宋铁林怒道：“至少也要将他们控制起来，回头押回基地等待上面审判。要抓你抓，操，老子不伺候了！”宋铁林怒骂了一声，直接离开了。看到宋铁林的态度，吕娇顿时气得胸口不断起伏，心中暗道：回去后一定要向上面告发他。随即，吕娇从腰间掏出了手枪，指着杨斌几人道，双手抱头，蹲到角落里去。然而，杨斌几人却没有任何行动，只是一脸冷漠地看着他。听到没有？我让你们蹲角落里去。我若是不呢，那就别怪我开枪了。你可以试试。杨斌冷冷道。双方寸步不让，四周的人群顿时退散开来，一副看傻子一样看着杨斌等人。跟警察对着干，这群人怎么敢的呀？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若不是杨斌忌惮那群拿着步枪的战士，此时吕娇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吕娇，你闹够了没？把枪放下！原本不准备管这破事的宋铁林见到这种情况，不得不再次站了出来。这个女人要是他的手下，早就拉出去枪毙了，偏偏这个女人又是上面派来的，让他很是无奈。宋营长，这是一群危险分子，让你的人动手。宋营长，我劝你管好这个女人，否则我不介意把她丢下去喂丧尸。杨斌看向了宋铁林道：01、02、03，把他枪收了，带到另外一边去。是。很快，3个战士走了上来，直接将吕娇手中的枪夺了过去，带着他朝后方走去。宋铁林，你敢抓我？你等着，我一定会到市长那里告发你。吕娇大声道。很快，吕娇便被2个战士带到了其他房间。宋铁林看向了杨斌等人道：人我带走了，但并非是向你们妥协，而是因为现在特殊时刻不适合内斗。不过你们这样不将官方的人放在眼中，是觉得末日来了，
官方不足为惧了吗？宋营长想多了，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官方的人，此时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杨斌淡淡道。宋铁林看着杨斌几人，好一会才道：你们杀意太重了。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仁慈能活得下去吗？宋铁林沉默了，他没有反驳杨斌，因为他很清楚杨斌的话是对的。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阻止他找你们麻烦吗？因为你知道对我们出手没有一点好处，甚至可能让你们损失惨重。杨斌笑道：呵，你也太自信了，不过我确实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你们有人4阶了吧？我们6人都是4阶。第81章，稳妥的方法。宋铁林瞪大眼睛看着杨斌几人，心中掀起了惊涛巨浪。哪怕是官方4阶也就那么几个，这一队6人竟然全是4阶，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同时，宋铁林心中也非常庆幸，还好他没有跟着那个女人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虽然他们有枪，但是只有他清楚，这一路上他们的子弹几乎快消耗完了。这不是空旷的地方，对方不会傻傻的让他们打，一旦他们没子弹了，那他们这群人或许全部得交代。你们怎么会惹到那么多丧尸的？以你的头脑，应该不至于啊，不会又是那个娘们的问题吧？杨斌突然道。也不全是，我自己也有问题。宋铁林苦笑道。擦，还真是他啊！老宋啊，我感觉你要不直接把这女人丢下去喂丧尸得了，不然这女人回去绝对有你好果子吃。杨斌拍了拍宋铁林的肩膀道。这事以后别再说了，军人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唉，杨斌叹了口气，军人的原则让他敬佩，但是他却很清楚，在末日，这种原则却是相当的愚蠢。摇了摇头，杨斌看向了宋铁林道：讨论下怎么离开这里吧。你有办法？宋铁林有些激动道：没有，有我就不找你讨论了。你们都是4阶进化者了，难道也没办法吗？我们是人不是神，上万的丧尸，除非能飞，不然下去就是死。好吧，看来指望你们也指望不上了。你们军方不是有那种大威力手雷吗？丢几10颗下去不就解决了吗？我们要是有这玩意，还用得着躲到这里来吗？宋铁林翻了翻白眼道：那火箭筒、意大利炮什么的呢？没有。宋铁林脸都黑了，这种武器一般都是放在军火库，怎么可能随身携带？那看来指望你们也指望不上了。杨斌摇了摇头。那你们能呼叫支援吗？杨斌有些不死心的再次问道。可以，不过通信设备在车上没带过来。宋铁林尴尬道。那官方见你们半天没回去，应该会派人来接应你们吧？这个肯定会，这批物资对于基地很重要。那大概多久？最迟明天。明天？杨斌皱了皱眉头，他可不想在这里过夜。今晚他还想回去捡晶体呢。如果没猜错，今晚那里至少有1、2个4阶丧尸诞生，可不能便宜了那栋别墅的人。看了看四周的人，杨斌突然道：要不我带你们冲出去吧？冲出去？下面上万的丧尸怎么冲？你怕是要带我们冲去见阎王吧？宋铁林可不傻，我还是在这里等救援吧。你们这样等也不行啊，至少也要回去个人跟上面说一下这里的情况吧。他们又不知道有这么多丧尸，要是来救援的人不够，不是送菜吗？这宋铁林皱了皱眉头，显然也怕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个比较稳妥的方法。你说。现在咱们这里有400多人，100来个战士和300多个拖油瓶。说谁拖油瓶呢？听到杨斌的话，一群人顿时不乐意了。行，既然不是拖油瓶，那就跟着我们下去杀丧尸吧。一句话，这些人直接闭嘴了。杨斌不再管他们，继续看向宋铁林道：这些拖油瓶就不需要他们去战斗了，战斗也是拖后腿的。让他们上楼顶，然后往下砸东西，20多层，随便砸个桌子都能砸死几个，同时也能吸引住大部分丧尸的注意力。到时候我们跟战士们从另一边突围。听了杨斌的话，宋铁林眼睛一亮，似乎有些异动，不过想了想，又皱了皱眉道：那我们要是突围了，他们这些人怎么办？你是不是傻？你们突围了就可以回去摇人啊？你们清楚了这里的情况，就知道要摇多少人了，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人救走了。也是，这个方法似乎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快速突围，等那些丧尸反应过来了，很有可能被包饺子，到时候就全军覆没了。有我们6个4阶进化者在，你趴个嘚儿。好，干了。宋铁林也不是墨迹之人，在思索了一番后，便直接拍板了。随后看向了那群人道：刚刚的计划你们都听到了吧？不用你们去杀丧尸，高空抛物总会吧？会，不过宋营长，你们不会一走了之，把我们留在这吧？老子不是那样的人，赶紧的上楼，记住朝一个方向扔，别 TM 到处乱扔。好。一群人迅速往楼上跑去。随后宋铁林看向杨斌道：我们怎么下去？楼梯间全是丧尸，现在估计都堵死了。他们在几楼堵丧尸？3楼。
那看来只能从3楼跳下去了。这栋楼1楼挑高的，1楼就差不多5米了，3楼离地面足有10多米高，跳下去难度不小啊。难度大也没办法，谁让你们一直往上爬的？要是上楼直接堵楼梯，哪有那么多麻烦事？宋铁林低着头没敢回话，主要是当时也没想到这茬。战士们都是经常锻炼，再加上都已经2阶以上了，可能有点难度，但应该可以战胜吧？可以，宋铁林坚定道。好，那我们下去，到时候我的人会在前面开路，你们跟紧。几人下到3楼，此时有4、5个战士依然守在楼梯口，防止着丧尸冲上来。不过现在楼梯口已经堵满了丧尸尸体，丧尸想要冲上来已经很难了。几人进入3楼楼层，来到一个公司的窗户边。就在这时，突然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传来，下方丧尸顿时乱作一团。显然上面开始行动了。杨斌看了看下方情况，竟然是一张办公桌，被砸到的丧尸直接血肉模糊了。而有了第一个，很快砰砰砰的响声不断，各种东西从上方砸落下来，被砸到的丧尸基本上都成为肉饼了。20多层的高度，哪怕是3阶丧尸也顶不住。下方丧尸大乱，冲着上方大吼。另外方向的丧尸听到响声后也纷纷跑到了这边。看到这种情况，杨斌眼前一亮，这效果比他想象中还好啊。不过很快杨斌又愣住了，跑走的好像都是低阶丧尸，3阶以上的丧尸还在。果然3阶以上的丧尸就没那么傻了，看来一场硬仗在所难免啊。第82章到访，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准备下去。看着下方大部分丧尸都已经跑走了，杨斌看向了宋铁林道：好。宋铁林点了点头，随着他命令下达下去，很快一队队身穿迷彩服的战士都走了进来，总共100来人。看着这些坚毅的面容，杨斌点了点头，果然军人的精气神就是不一样，哪怕是面对这种困境依然毫不畏惧。不过很快杨斌的脸又黑了下来，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女人也来了。带着这个拖油瓶干嘛？让他留在这跟那些人一起吧。杨斌脸上的嫌弃毫不掩饰。你说谁是拖油瓶？我可是3阶进化者。吕娇挺起高高胸脯傲娇道：3阶，呵呵。杨斌看向了宋铁林，你若带着他，那就让他去开路吧，这活我就不接了。宋铁林顿时感觉头大，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对方几人开路，他们根本不可能冲得出去。开路就开路，谁怕谁啊？吕娇却是毫不畏惧，朝窗户边走去。你很勇哦。杨斌笑了笑，忘记跟你们说了，别看这一次丧尸跑的没剩多少了，但是这些丧尸最低都是3阶。吕娇脚步生生定格住了。全是3阶？宋铁林瞪大眼睛看着杨斌。不，我说的是最低是3阶，里面还有4阶的。吕队长，你留在这吧。宋铁林直接看向吕娇道。不行，我要下去战斗。吕队长，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宋铁林的语气重了几分。见对方还想说什么，宋铁林直接一个眼神，01和02两人迅速上前将吕娇拖走了，他俩同样也是3阶。好了，碍事的走了，大家准备好，一会我们几个会先跳下去，你们赶紧跟上来。杨斌严肃道。好。宋铁林同样严肃地点了点头。杨斌仔细观察着下方的情况，突然一棒子便将窗户玻璃敲碎，随后一跃而出，落地后微微下沉了一下就稳住了身体。4阶的他身体强度早已今非昔比，这点高度自然不在话下。而随着他的出现，四周的丧尸蜂拥朝他扑来，杨斌杠铃横扫而过，快速将冲来的丧尸击杀。这时陈浩等人也纷纷跳了下来，加入了战斗中。紧接着宋铁林同样带着一群战士跳了下来，他们落地的瞬间在地上翻滚了一圈，将力量卸掉，随后迅速站起来加入战斗。不得不说，战士与普通人差距真的很明显，如果是一般人看到这么高估计跳都不敢跳，但是这些战士没有任何犹豫，从跳下来卸力到加入战斗一气呵成，没有一点停顿，让杨斌心中不得不赞叹一声。而随着他们加入战斗，更是让杨斌眼前一亮。这些战士大部分都是2阶，只有少部分是3阶的，但是面对全是3阶且数量远超自身的丧尸，他们却毫不怯弱，团队之间配合默契，一人抵挡丧尸的攻击，另外一人瞬间出手，直接将丧尸脖子砍掉。越阶战斗杨斌也有过几次，但是也做不到像他们这样干净利落。杨斌看着这些战士，眼中有些火热，这才是神队友啊！可惜军人忠于国家，很难忽悠走。虽然他不一定非要跟官方对着干，但既然社会秩序崩塌，他也不想再受官方约束，有时候做事可能会与官方冲突，就像那个女人一样，很难和平相处，所以这样的队友也就只能想想了。战士们的作战能力超出了杨斌的预期，所以他们这一次突围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在杨斌6人的强力开路下，一群人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等其他丧尸跑过来时，他们已经冲出了包围。杨斌6人杀了2个4阶丧尸，上百个3阶丧尸。可惜3阶丧尸的晶体没时间捡，但是4阶晶体杨斌还是抽空捡了。随后，一群人迅速朝远处逃跑，带着一大群丧尸在各个巷道左拐右拐，最终花了10多分钟，总算是将身后的丧尸甩掉了。好了，就此别过，希望你们能够活下去。来到一条路口，杨斌对着宋铁林说了一句，随后便带着陈浩等人往另外一边跑去。宋铁林想说什么，但是对方已经跑走了，只能叹了口气。这么强的一群人，要是加入军方该多好啊！看来回去得赶紧向上级汇报一下了。既然这么快就已经有全市4阶的队伍，太恐怖了。随后，宋铁林也带着战士们往基地的方向跑去。虽然他们没有杨斌的侦视之眼，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侦查能力，回去还是没问题的。杨斌他们则绕了几个大圈后，再次回到了别墅中。今天虽然有些小插曲，但整体来说收获还算不错。不但全员4阶了，杨斌更是吃了4颗4阶晶体，加上突围时候获得的2个4阶晶体，他现在已经吃了6颗4阶晶体了，也让他的实力再度提升了不少。估计再吃2颗4阶晶体就要到4阶巅峰了。杨斌握了握拳头，就在几人收拾好准备做饭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几人顿时警惕了起来。杨斌开启侦视之眼，朝外面看了一眼，随即笑道：“别紧张，几个大冤种而已。”那栋别墅里的人，难道他们发现了那颗晶体是咱们偷的？陈浩疑惑道：“什么叫偷？那是取。”对，是取。看他们表情不像是来问罪的，估计是来套底细的。猴子，去开门。好。瘦猴赶紧走过去开门。很快，房门打开，王瑞凯和王月明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在他们身后还有2个保镖模样的人。这个王瑞凯还是挺谨慎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住在12栋的，其他人都已经走了，就剩咱们2栋还有人了，所以理应来打个招呼。王瑞凯客气道：“你们串门也不带点东西，挺没礼貌的。”瘦猴说话有些实在：“不好意思，来得及忘记了，下次一定。”王瑞凯尴尬道：“那行，既然招呼打过了，那你们回去吧，毕竟是末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们。”瘦猴说完就要关门。别，都是邻居，不用招待的，我们进去坐坐就行。猴子，让他们进来吧。杨斌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他倒是想看看对方想要干嘛。进来吧。第83章，看上对方异能了。很快，瘦猴领着几人来到了客厅中。坐吧。杨斌指了指沙发道：“好。”王瑞凯和王月明落座，2个保镖依然站在他们身后。杨斌开启侦视之眼，扫了一眼几人，随即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之前没怎么注意看，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竟然是个异能者，而且这家伙的异能有些强啊。他的异能应该是属于精细异能，可以将身体的部分金属化，防御和攻击力都会大幅度提升。这异能对战斗增幅极强，同阶下估计难有对手。而且这4个人都已经3阶巅峰了，估计都在等后院的丧尸突破4阶，到时候他们就能提升到4阶了。果然有强大的背景，哪怕是末日依然能够领先其他人。现在外面全是丧尸，我看你们还天天出门，想来实力应该挺强吧？王瑞凯看似闲聊般随意道：“强个锤子，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吗？得出去找食物啊，不然躲在家里还不得饿死啊。”杨斌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呵呵，你真会开玩笑，你们怎么可能缺食物？”王瑞凯嘴角抽了抽，要不是看到你们推了几大推车的物资回来，我 TM 都信了。末日了，谁不缺食物啊？你们要是不缺的话，要不借点给我们吧？你看我们都快没米下锅了。好说好说。王瑞凯尴尬道：“既然缺食物，你们怎么不去生存基地呢？我想凭你们实力，应该可以自己去生存基地吧？生存基地哪有这里住的舒服啊？以前没住过别墅，这不想着末日了，来体会下住别墅是什么感觉吗？别说有钱人是真会享受，这别墅住着就是舒服。”杨斌身体往沙发上靠了靠，一脸的享受。王月明一脸鄙夷的看着几人，果然让他猜对了，这些人就是一群没住过别墅的穷逼。哼，别墅确实住着舒服，但这也只是暂时的，这里可没有生存基地安全，要是哪天大批丧尸杀来就完了。王瑞凯笑道：“没事，享受过就行，就算被丧尸吃了也值了。我看你们就6个人，不知有没有想过加入大一点的势力，这样至少安全有保障些。大一点的势力是指，比如大点的家族啊，大家族待遇好，不但提供物资，还能提供晶体，而且还能让你们继续住别墅，甚至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听着挺不错的。你们是哪个家族的？”“我们是王家的，这是我们王家大少爷王瑞凯。”王月明高傲道：“王家乃是新城第1大家族。”“哦，原来是王少啊，幸会幸会，不过官方还在呢，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兄弟说笑了，
现在是什么世界你也清楚，官方已经无法管控了。末日之下，群雄并起，以后实力就是王道。选择一个强大的势力，能让你以后真正的高人一等。王瑞凯蛊惑道：“那王家现在实力怎么样？”我王家现在3阶进化者就有上百人，2阶进化者上千人，1阶更是多不胜数。王瑞凯自豪道：“听起来挺牛逼的，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加入王家？”杨斌好奇道：“只要你们实力达到了3阶，我可以直接拍板让你们加入王家，享受王家各种资源。”3阶啊，可惜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3阶。杨斌无奈道。王瑞凯皱了皱眉头，这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在他想来，这些人每天赶出去，实力至少应该是3阶才对啊，却没想到这群人竟然连一个3阶都没有。如果战斗能力特别强的话，2阶巅峰也行。王瑞凯再次降低了标准。杨斌再次摇了摇头道：“哎，看来我们是没戏了，我们这连个2阶巅峰都没有。”兄弟说笑了吧，2阶巅峰都没有，你们怎么敢随意出去的？王瑞凯显然不相信。我们也没走多远，就附近逛逛，寻找些食物，或许是运气比较好吧，反正到现在没碰到什么厉害的丧尸。杨斌耸了耸肩。王瑞凯仔细看着杨斌，见他似乎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难道是我猜错了？这些人只是一些低阶进化者。王瑞凯心中暗道，如果是低阶进化者，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里了。想到这里，王瑞凯强忍着杀人的冲动，挤出了一丝笑容道：“今天打扰太久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下次有时间再来。”那我们还能加入王家吗？杨斌期待地看着王瑞凯。王瑞凯嘴角抽了抽，强笑道：“我回去跟家里面商量商量看看。”好的好的。目送几人离开，杨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斌哥，这个王家似乎有大动作呀。”赵坤若有所思道：“很正常，这些大家族在末世之前就暗中小动作不断，现在末世了，没一点大动作才奇怪呢。看来以后真的有可能演化成群雄争霸的时代了。那个还早，至少现在官方还是最强的。不过官方现在的目光都在丧尸身上，估计等官方跟丧尸拼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人就要冒出来了。那斌哥，咱们怎么办？”“我们还是继续保持我们的计划，提升自身实力为主。只要自身实力强大了，不管他们怎么争，都影响不到我们。而且随着丧尸实力越来越强，智商也越来越高，击杀难度也在直线上升，不解决这个最大的危机，就算争赢了又有什么意义？”“也是。”众人点了点头。不过这个王瑞凯离我们太近了，很有可能把我们卷入争斗中，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他做了。”杨斌突然道：“那不是捅马蜂窝了吗？到时候王家肯定要疯狂报复的，像这种家族手中绝对有热武器，到时候我们处境可能会很麻烦。这个倒不怕，大不了换个地方，就是有点可惜了这家伙的异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将异能夺取过来。他是异能者。”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而且是很强的战斗系异能，能将部分身体金属化，防御力和攻击力都会大幅度提升。如果没猜到错，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全身都可以金属化，到时候绝对是个战斗机器。这么屌？很强，所以我有点舍不得杀他了，说不定以后实力强大了，有办法转换异能呢。那要不要杀？算了，先留着吧。第84章跑路了。另一边 ，MD 晦气，原本还以为是一群强者，没想到是一群渣渣，浪费时间。王瑞凯脸色阴沉道：“就是，亏我们还对他们这么客气，要我说，刚刚就应该直接把他们杀了，把物资都抢了。”王月明不爽道：“少爷，还好你刚刚没冲动。”身后一个保镖皱眉道：“怎么说？”王瑞凯看向了对方，里面的人每个都给我很大的压迫感，我感觉一个都打不过。保镖脸色凝重道：“怎么可能？”王瑞开和王月明两人都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他说的没错，你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两个以前是雇佣兵，经常在生死边缘徘徊，所以我们对危险有种本能的感知。如果我们刚刚动手了，我们会死。另一个保镖严肃道：“他们不是说他们连3阶都没有吗？”凯哥，我记得他好像说的是他们那里没有一个3阶的，有没有可能都是4阶？王瑞凯很想说不可能，但却又说不出口，连阿三他们都说不是对手，除了4阶还能是什么？只是一个队6个人全是4阶，这实在太难以接受了。此时王瑞凯脸上表情无比的精彩，我到底错过了什么？6个4阶啊！要是能加入王家，那王家实力绝对成倍的提升。小明，你说我们再回去会不会被轰出来？王瑞凯小声道：“凯哥，要不咱们明天带点东西再去拜访吧，现在再回去感觉有点……也是，咱们明天准备点东西再去，还好今天没有得罪他们。”王瑞凯庆幸道。深夜，杨斌等人躺在躺椅上看了一晚上星星，虽然每天提升的并不算多，但是这东西靠的就是一个持之以恒，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就能无限领先。而且
今晚有个喜讯，那就是小橘子突破到4阶了。小橘子跟杨斌等人不一样，人家是完全自主修炼，根本不需要靠晶体提升，除了偶尔要点晶体当做口粮外，还是很好养活的。当初收小橘子时只是一时兴起，现在发现当初实在是太明智了，至少有小橘子守家，他们不用担心被人偷家。现在小橘子4阶了，安全系数更高了，除非有大批丧尸或者大批高阶进化者来，不然基本上不用担心。杨斌开启真视之眼，看向了不远处的别墅后院，顿时眼前一亮，不错，竟然有2个。随即看向其他人道：你们先下去睡觉吧，我跟耗子去捡点晶体。好。很快杨斌和陈浩2人再次来到了这栋别墅后方。此时别墅内4个人依然守在四周，或许是因为昨天的失误，今天4个人都在努力睁大着眼睛，不让自己犯困。杨斌带着陈浩爬上了树上，指了指铁笼中的2个丧尸道：那2个就是4阶丧尸了，不过2个在不同的位置，你想要不惊动他们取走晶体有点难啊。放心，斌哥，看我的。陈浩笑了笑，随即直接隐身爬进了院子中。只见陈浩在院子中捡起一块石头，随即直接砸在了窗户上的玻璃上，哐啷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顿时将躲在四处的几人吓了一跳，随即赶紧走过去查看。而随着破碎声响起，铁笼内的丧尸也一个个嘶吼了起来。陈浩抓住机会，朝着其中一个丧尸就是一斧头直接开瓢，身影一闪而逝，随后快速将晶体摸了出来，揣进了兜里。丧尸嘶吼声更大了，但因为原本就在叫，几人并没有意识到不一样，依然有些奇怪地看着突然破碎的玻璃。这玻璃质量怎么这么差？莫名其妙破碎，吓死人了。一人道：估计是装玻璃的人以次充好，明天得跟王少好好说说了。而在他们对玻璃评头论足的时候，陈浩已经趁机把另一个4阶丧尸也解决了，然后潇洒离去。当几个回过头来看到铁笼的内的景象时，顿时吓了一跳。卧槽，怎么会有死了2个丧尸？这 TM 丧尸不会也知道我们在盯着他们吧？一没注意就开始内斗。快点，先把晶体挖出来，不然明天王少肯定要饶不了我们的。好。几人快速跑到铁笼前，赶紧朝2个开瓢的丧尸脑袋中摸去。没有。怎么会没有呢？这么快就被吃了？这些丧尸不会就是因为晶体才会对同类下手吧？可是没听说丧尸要吃晶体啊，有没有可能不是丧尸杀的？我看这脑袋的伤口倒是有点像斧头砍的。卧槽，你 TM 别吓我，这大晚上的连个鬼影都没有，谁他妈拿斧头砍丧尸啊？我哪知道啊，但这伤口真的像是斧头砍的呀。MD， 不会真有鬼吧？几人顿时感觉不寒而栗，这深更半夜的，莫名其妙2个丧尸脑袋被砍了，想想就让人后背发凉。那现在怎么办？要叫王少起来吗？这大晚上的你想 IP 啊？而且你叫他起来怎么解释？就实话实说呗。实话实说？呵呵，你自己都不信，你觉得他会信吗？说不定他还会怀疑是我们监守自盗，以他的性格，到时候什么下场不用我说吧。那怎么办？现在不叫，到明天他发现了，我们照样会很惨。几人顿时陷入了沉默中。妈的，都末日了，还 TM 要受制于人，老子不干了，反正末日前也没用了，凭老子3阶巅峰的实力到哪里混不下去，大不了老子离开星城，我就不信他们王家在现在这种世界还能找得到我。一人突然道。其他几人顿时吓了一跳，长期以来对王家的畏惧让他们都没敢往这方面想。不过很快想到都已经末日了，王家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了，于是另外几人也是眼前一亮。好，一起走，说不定我们几个还能做一番大事业呢。哈哈，大事业不敢当，但至少不会活得那么窝囊。那还等什么？走！要不我们走之前把这些丧尸全杀了吧？这些可都是3阶晶体啊！别了吧，到时候弄得动静太大，把他们吵醒了，我们就走不掉了。好吧。第85章，搞点大事。第二天一大早，锦和园某个豪华别墅内，王瑞凯一大早起来就兴冲冲地跑到了院子里查看有没有4阶丧尸诞生，结果看到的却是又有2个3阶丧尸被啃得只剩下残肢断臂。你们怎么看的？怎么又有2个丧尸被吃了？王瑞凯怒道。然而四周却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回应他。人呢？一旁的王月明赶紧四下查看了下，顿时脸色铁青的走了回来。凯哥，那些人都不见了。不见了？被人杀了？我看不像，更像是跑了。跑了？对，四周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血迹，应该是自己跑的，估计是怕你责备，所以跑了。哼，敢背叛王家，你们完了。王瑞凯脸色阴沉道。那凯哥，现在怎么办？他们走了，没人看守这里了，只能让我父亲再派点人来了。你去试试有没有4阶丧尸。王月明给所有丧尸做了个力量测试，最后摇了摇头。没道理啊，
怎么会还没有4阶丧尸诞生？王瑞凯皱眉道：“会不会这死的就是4阶丧尸？他们几个坚守自盗，拿着晶体跑路了？啊！你们死定了！不管你们逃到哪里，我都要把你们找出来！”王瑞凯的怒吼声响彻了整个别墅。另一栋别墅内，杨斌几人正悠闲地吃着早餐。斌哥，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赶紧吃，吃完今天我们去搞点大事。大事？什么大事？弄死那个5阶丧尸！杨斌咬牙切齿道。斌哥，这会不会有点冒险了？赵坤有些担忧道，上次几人差点就交代在那了，到现在心里还有阴影。这事宜早不宜迟，那家伙那么早就晋升5阶了，绝对天赋异禀，我怕再拖下去，这家伙都晋升更高阶了，到时候更打不了。最主要是吃完昨天弄来的2颗晶体，我现在已经到4阶巅峰了，刚好需要5阶晶体。那斌哥，你要是再对上他，有多少把握吗？陈浩问道。55开吧，4阶巅峰力量应该是在1600左右，凭借着修炼的提升，我现在力量已经达到2000了，跟他差不多。不过已经过了几天了，这家伙实力应该又提升了不少，所以我现在也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实在不行，到时候耗子你来帮忙。好的，没问题。陈浩点了点头。那家伙现在估计又会有不少手下了，你们其他人都已经4阶了，他那些手下就交给你们了。好的，没问题。那行，吃完东西咱们就出发。另一边，30多辆运兵车从生存基地出发前往昨天事发地点。这一次负责人并非宋铁林，而是市长亲自委派的一个叫刘湘的人过来。物资丢失，宋铁林自然是有责任的，这次只能是陪同。30多辆运兵车，上千个战士一路横扫，没多久就来到了物资车被截停的地方。这里依然还有不少丧尸，不过这次兵力足够，上千个战士直接就是短兵作战，很快就将这些丧尸清理掉了。随后，这些士兵快速检查车上物资以及车辆情况。没一会，一个战士便跑到了2人面前，报告领导，车辆上物资大部分保存良好，只有少部分受损，8辆物资车有2辆无法启动，其他车辆虽然受损严重，但还能行驶。好，用拖车绳把那2辆无法启动的车子绑在运兵车上，即刻启程回去。刘湘道。是。等一下，就这样回去了？宋铁林皱眉道。宋营长还有什么问题吗？那边还有数百人在等着我们救援呢。宋营长，我希望你能看清形势。你也说过，那边有上万的丧尸，就算我们能击杀，但消耗也会无比巨大。现在基地内弹药本就不充足，没必要为了无关紧要的人浪费这么多弹药。无关紧要？要不是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去。我答应过他们回去呼叫支援来救他们的，他们现在都还在等着我呢。宋铁林大声道。宋营长，我希望你冷静一点，以大局为重，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你应该清楚。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这批物资，这些人必须救。我宋铁林绝不做那言而无信之人。宋铁林坚定道。怎么，宋营长，你要违背上面的命令吗？你忘记军人的天职了吗？我宋铁林张了张嘴，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回基地。刘湘却直接下令道。随着刘湘命令下达，车辆开始掉头往回走。宋铁林看着远处那栋大厦，似乎能看到大厦中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对不起，等回到基地后，我会再向上面反映，一定会来救你们的。另一边，杨斌等人看着离去的运兵车，这才缓缓地将车开到了马路上。他们怎么不去救那些人？赵坤皱眉道。估计是放弃那些人了，上万的丧尸，哪有那么好救的？杨斌道。不会吧，我看那宋营长不像这种人啊。他是不像，但他不一定能做主，别以为官方真的就是以民为天，末日之下，很多东西都会慢慢暴露出来。哎，那看来那群人要完了。也不一定，那女人应该是有点背景的，或许会是个突破口。卧槽，斌哥，你不会是猜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才让那个女人留在那的吧？我又不是神，怎么可能猜得到？就是纯粹看那女人不爽，不想带着她而已。真的？几人一脸怀疑。好了，别猜了，赶紧的，刚好他们替我们开路了，我们远远跟在后面就行。好。几人开着车一路畅通无阻地朝着上次那里跑去。有着30多辆运兵车在前面开道，一直到生存基地都没有碰到任何阻碍。过了生存基地倒是有些零零散散的丧尸，不过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很快众人就再次来到了上次被围的那里。几人把车停靠在边上，随后直接下车。兵哥，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不需要怎么找，我们就在这里杀丧尸，估计他很快就会出现了。那家伙可比我们还记仇呢。好。几人一边走一边击杀着零零散散的丧尸。走了没一会，突然发现周边的丧尸越来越少，似乎都躲起来了。要来了，到那边房子那里去，别再被他们围在路中央了。第86章击杀5阶丧尸。众人快速朝马路边不远处的一栋房子跑去。
就在他们刚靠近房子时，四周突然窜出来一群丧尸，朝他们围了过来，冲到楼梯间。杨斌依然想着通过楼梯来杀，因为这是最稳妥的方式。几人疯狂挥舞着杠铃杆，将拦在前面的丧尸击杀，很快便冲进了楼梯间，随后直接守在楼梯间，将追上来的丧尸击杀。然而，正当杨斌以为又可以借助楼梯间轻松对抗众多丧尸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丧尸嘶吼声。随后，那些原本朝他们追来的丧尸都停下了脚步，没有再追上去，而是全部围在了楼下。这5阶丧尸的智商也未免太高了吧？看到这种情况，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不知道是这个特别聪明，还是所有5阶丧尸都这么聪明。如果所有5阶丧尸都这么聪明的话，那以后有的头痛了。兵哥，现在怎么办？他们不上来，那就只能下去杀了。下去后靠着墙壁打，防止腹背受敌，打累了就退回来休息会。只要不被包饺子，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并不需要怕他们。好。随后，众人从楼梯间走了下来，对着前方丧尸开始疯狂虐杀模式。虽然现在丧尸基本上都是2阶起步，3阶也已经占了快1/10了，但他们6个全是4阶，在实力碾压下，再加上手中杠铃杆够长，基本上丧尸很难靠近他们。虽然偶尔碰到4阶丧尸会有些麻烦，但问题不大，身后是墙壁，只有面对一个方向的丧尸，6个人相互配合下，4阶丧尸同样靠近不了。不过这些丧尸差不多2-3千个，要想全部击杀也没那么简单。杨斌一边攻击着前方的丧尸，一边寻找着5阶丧尸的位置。这个老六特喜欢干偷偷摸摸的事，所以得小心点。在众人连续杀了数百个丧尸的时候，杨斌突然眼前一亮，找到你了。只见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丧尸跟在一群丧尸身后，慢慢朝这边靠近。这个丧尸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在一大群丧尸中间，谁也猜不到这会是个5阶丧尸。不过这自然逃不过杨斌的侦视之眼。杨斌给众人使了个眼色，随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击杀着眼前的丧尸。看着5阶丧尸慢慢靠近，杨斌心中计算着最佳出手时机。2个老六都在想着如何偷袭对方。很快，5阶丧尸已经距离杨斌不足2米的位置了。突然，5阶丧尸一把将他前面的2个丧尸推了过去，随后高高跃起，手中斧头狠狠地砍向了杨斌的脑袋。哼，等的就是你！杨斌冷冷一笑，直接无视被推过来的2个丧尸，杠铃杆瞬间出手，先一步砸在了对方身上。砰！刚刚跃起的5阶丧尸以更快的速度砸在了地上。杨斌撞开身前的2个丧尸，两手抓住杠铃杆，再次朝摔在地上的5阶丧尸砸去。对方迅速一个翻滚，躲开了这一砸。杨斌快速跟上，不给对方喘息的时间，杠铃杆再次朝对方砸去。吼！5阶丧尸突然吼了一声，随后四周的丧尸像疯了一样扑向了杨斌。杨斌的攻势受阻，不得不先解决扑来的丧尸。这个老六！杨斌非常无语，这家伙就不能堂堂正正的打一场吗？随着杨斌被拖住，5阶丧尸也快速爬了起来，随后死死地盯着杨斌。斌哥，我们来了！很快，陈浩等人也冲了过来，帮杨斌解决周边的丧尸，让杨斌能够专心对付5阶丧尸。杨斌冲众人点了点头，随后抓起杠铃杆朝着对方冲了过去。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弄死他！5阶丧尸见手下被拦住了，知道偷袭不了了，同样提着斧子朝杨斌砍来。叮！斧头和杠铃杆碰撞，发出刺耳的声音。手上传来巨大的力量，使得杨斌连续后退了好几步，手臂都麻了。杨斌皱了皱眉头，这个家伙力量果然又提升了不少，至少2300-2400了。还好来得早，要是过几天，这家伙绝对又要升阶了。短暂的震惊后，杨斌又一次抡起杠铃杆朝着对方砸去。武器方面，杨斌还是占据着优势的，毕竟杠铃杆比消防斧要长多了。但是身体强度方面，对方有着绝对的优势。杨斌的杠铃杆砸在对方身上，对方都没有什么感觉，而砸向对方脑袋，每次都会被对方挡住。反正就是一副除了脑袋其他地方你随便砸的态度，让杨斌很是无奈。对方可以这样，他可不行，他要是被对方砍到，不死也是半条命。看来得改变一下策略了。杨斌心中暗道。很快，对方再次扑了过来，斧头又一次朝他脑袋砍来。这一次，杨斌没有再用杠铃杆去挡斧头了，而是咬了咬牙，杠铃杆狠狠地朝对方手腕砸去。咔嚓！随着一声骨头破裂的声音响起，丧尸的手腕直接被杨斌打断，手中的斧头脱手而出，朝着杨斌脑袋飞去。关键时刻，杨斌脑袋迅速一偏，消防斧贴着杨斌的耳朵砍在了他的肩膀上。嘶！杨斌倒吸了一口凉气，脸色苍白了几分。这次冒险一试，虽然成功了将对方武器打掉了，但他也并没有讨得好。不过少了武器，那就好打多了。杨斌强忍着肩膀上的剧痛，抓起杠铃杆再次朝对方脑袋砸去。失去了武器的丧尸只能用手臂格挡。砰！一声低沉声音响起，
杠铃杆狠狠地砸在了对方手臂上，不过却并不像之前对付3阶4阶那样直接打爆，对方竟然用手臂生生地挡住了他这一击。杨斌没有觉得意外，手中攻击毫不停歇，再次朝着对方砸去。终于，随着一声骨骼断裂声音响起，对方手臂直接被砸断。而这时5阶丧尸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惊恐之色，随后迅速朝尸群中跑去。还想跑？杨斌冷笑一声，身体猛地扑了过去，狠狠地朝着对方双脚砸去。砰！杠铃杆直接砸在了对方脚上，虽然没能把对方脚打断，但也让其摔倒在地。在对方正准备爬起来之时，杨斌狠狠一棒子砸在了对方脑袋上。这一击虽然很重，但却并没能将其脑袋砸碎，只是再次将其砸倒在地，流了不少血。MD 真硬！杨斌吐槽了一声，手上却没有任何犹豫，再次砸向了对方脑袋。或许是刚刚受到重击，丧尸的反应迟钝了不少，这一击再次砸在了对方脑袋上。这一次脑袋直接破裂，丧尸却还没死透，依然嘶吼着让手下来救他。而他的手下看到他这种情况，一个个疯狂不已，只是陈浩等人死死地顶在前方，哪怕是用身体硬抗也不让他们冲上来。结束了。杨斌再次挥舞了手中的杠铃杆砸了过去，这次没有任何意外，丧尸脑袋如西瓜般直接被砸碎。第87章5阶。杨斌迅速将丧尸脑袋中的晶体掏了出来，随即看向众人道：退回楼梯间。听到杨斌的话，众人果断后退，没一会便回到了楼梯间。陈浩和赵坤两个伤势比较轻的很自觉守在了楼梯间，拦住了那些追来的丧尸，其他人则纷纷瘫倒在地上。这一次为了给杨斌争取足够的时间，他们几个可谓是拼了老命了，每个人身上都满是伤口。胡文亮第一时间给众人治疗起来。杨斌肩膀上的伤口很重，都砍进肩胛骨了，要不是有胡文亮在，这伤没个10天半个月都好不了。4阶的胡文亮治疗正常的伤还是挺快的，没一会，杨斌、老黑、瘦猴几人身上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随后老黑和瘦猴将陈浩和赵坤换了下来，胡文亮继续为他俩治疗。等将大家身上伤都治好后，胡文亮也累得够呛了。这时候楼梯间也已经堵死了，丧尸没有再冲上来了。老黑和瘦猴两人也走了回来，瘫坐在地上。斌哥，看看5阶晶体长啥样？陈浩一脸好奇地看着杨斌道，其他人也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他。杨斌笑了笑，将晶体拿了出来，同样是红色，不过比4阶晶体大不少，差不多有弹珠大小了。感受到晶体内蕴含的强大能量，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激动之色。这就是5阶晶体啊，就算是看着都感觉很牛逼。斌哥，快点吃了，我敢说你绝对会是第一个到达5阶的，估计连官方都没有。陈浩激动道，不一定，毕竟官方有着太多优势了。不过按5阶丧尸的身体强度，一般的冲锋枪和自动步枪应该都拿他没办法，估计只有那种大口径机枪或者强力狙击枪能杀的了，所以官方就算有，顶多也就1、2个。杨斌笑道，随后稍微将晶体擦了擦，直接吞入了腹中。很快，无比庞大的能量涌入体内，脑海中第一颗星辰的最后一个角也直接点亮了。紧接着，更为庞大的能量融入体内，使得他的身体素质不断提升。好一会，杨斌才将所有能量吸收完。怎么样，斌哥，实力提升的多吗？几人一脸好奇地看着杨斌。还行，400公斤左右吧。5阶进化者力量应该是2000公斤左右，我加上修炼所得，现在差不多2400公斤的力量。杨斌道：2400公斤啊，我现在1300都还不到，斌哥估计随手都能捏死我吧。老黑感叹道。那斌哥，你现在脑海中第一颗星彻底点亮了吗？陈浩问道。还没有，5个角点亮了，中间还是黑的。我有一种感觉，彻底点亮一颗星后，应该会有质的变化，或许我们异能都会有变化。真的假的？其他人都是瞪大眼睛看着杨斌。只是一种感觉，现在还不确定，等到了就知道了。哈哈，说不定到了6阶，我们也能拥有特殊能力了。赵坤有些激动道。对于杨斌等人的异能，他别提有多羡慕了。下一阶段叫6阶不大适合，脑海中第一颗星对应北斗7星中的瑶光星，我觉得下一阶段叫瑶光镜更贴切。我也觉得这样比较贴切点。哈哈，这样实力体系确实清晰明了了。瑶光开阳、玉衡、天权、天机、天玄、天书。那后面2个呢？后面2个以后再说吧，能不能达到都不一定。人类如果一直靠晶体提升，那就相当于永远低丧尸一级。前期有着热武器优势没事，但后期这些热武器作用绝对越来越小，要是还不能做到自主修炼，那就真的危险了。现在人类还可以靠智商和武器与高一阶丧尸对战，但随着丧尸实力越来越强，智商也越来越高，他们同样也会用武器了，这个优势正在逐渐减少。就刚刚这个5阶丧尸，若不是我修炼提升了那么多力量，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他。杨斌凝重道。那斌哥，
你说咱们每天看星星算是自主修炼吗？赵坤问道。算吧，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掌握关键。丧尸修炼时身边的灵气比我们多了，所以丧尸修炼一晚上可以提升那么多，而我们只能提升这么点。想要靠修炼提升境界，估计得掌握诀窍才行，或许应该会有什么功法之类的。我以前在网上看过易筋经口诀，兵哥你说是不是下次可以试试？胡文亮突然道。我觉得葵花宝典更适合你。陈浩笑道。好了，别闹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提升实力，休息一会继续下去杀，争取今天把这批丧尸全部解决了。我刚刚看了下，这批丧尸中有10几个4阶丧尸，全部解决了，至少你们能再出来2个4阶巅峰。好，众人纷纷点头，随后从背包中拿了点水和食物吃了起来。吃完东西，休息了半个小时，众人将丧尸尸体搬开了一些，随后直接冲了下来。虽然在楼梯间杀丧尸稳妥一些，但是太慢了，现在的他们要的是效率。咱老大都5阶了，还需要躲在楼梯间杀丧尸吗？看不起谁呢？冲下来后，杨斌一马当先，带着大家在丧尸群横冲直撞。没有了5阶丧尸的指挥，这些丧尸就有些松散了，容易杀多了。杨斌的杠铃杆所到之处，所有丧尸的脑袋都如西瓜般炸裂开来，根本没有一合之敌。陈浩等人跟在杨斌身后，只需要击杀侧方扑来的丧尸，简直不要太轻松。终于在经历了2个多小时后，这一批2000多个丧尸全部被几人击杀。随后几人便开始了既兴奋又无奈的挖晶体之旅。斌哥，咱们什么时候能多招点人啊？不然咱们捡那么多晶体不是浪费吗？陈浩吐槽道。就是，我觉得应该多找点美女，一天天的一群大男人在一起真无聊。老黑道。你是想找队友还是想找老婆？正常情况下，女人的体质都是要弱于男人的，招来很可能就是拖油瓶，除非是像亮子他媳妇那样的。杨斌道。亮子媳妇是谁？老黑好奇道。就是学校那个唐薇薇。陈浩道。对哦，你们好像之前有提过。亮哥呀，你还等什么？赶紧叫过来啊！刚刚要是多几个人，咱们能这么惨吗？胡文亮一脸无语的看着几人，没完了不是？第88章，你是5阶，2000多个丧尸对于6个人来说，收晶体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这个时候就真正感觉到人少的痛苦了。就在几人勤勤恳恳的收取晶体的时候，一辆大巴车从大路上快速驶过。原本几人也没在意，结果这车跑过去后又倒了回来。随后从车上走下来了40、50个拿着各种武器的人，朝着这边走来。几人皱了皱眉头，这是要搞事的节奏啊！很快，一群人便来到了这边，看着地上一大堆的丧尸尸体，这群人眼中有着光芒闪动。兄弟，这些丧尸是你们杀的吗？为首的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看向杨斌等人道。不是我们杀的，难道还是你们吗？杨斌翻了翻白眼。那看来你们的队伍挺庞大，不知道其他人去哪了。别试探了，我们就6个人在这里，你们就说是不是看上这些晶体了吧？杨斌直接道。杨斌这么直接，倒是把这群人整不会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了。既然你们看上了这些晶体，那你们捡吧。杨斌笑道。这句话不但对面的人懵了，连陈浩等人都有点看不懂了。不过出于对杨斌的信任，并没有插嘴。男子皱了皱眉头，不明白杨斌是什么意思。森哥，我刚刚仔细看了下，这附近似乎没有其他人了，就他们6个在。男子身后的一个青年小声道。钟远森点了点头，或许是其他大部队经过的时候杀了这些丧尸，没来得及捡晶体，让他们几个捡了个便宜。打死他也不会相信2000多个丧尸是眼前6个人的杰作。这几个家伙应该是看到我们这么多人怂了，所以才主动让出来。钟远森暗道。想到这里，钟远森看向杨斌笑了笑道。既然兄弟那么慷慨，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兄弟们收晶体了。随后身后一群人顿时兴奋地朝着地上的丧尸尸体摸去。杨斌就这样一脸微笑地看着他们摸。陈浩等人虽然不解，但也都静静地站在杨斌身后。哈哈，我摸到3阶晶体了。突然一个男子一脸兴奋地看着手中的晶体。3阶晶体森哥已经不需要了，队伍有规定，其他人谁捡到是谁的。在其他人羡慕的眼神中，男子一脸激动地拿着晶体就想吞入腹中。然而就在这时，一根杠铃杆突然砸了过来，他拿着晶体的手臂直接就被砸爆了。啊！随着一声惨叫传出，所有人都一脸愤怒地看着突然出手杨斌。你什么意思啊？钟远森脸色阴沉地看向杨斌。可以捡，不能吃。杨斌淡淡道。吃不吃那是我们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吧。不，你们只有捡的权利，没有吃的权利。你不会是想让我们帮你们捡晶体吧？钟远森也不傻，很快就明白了过来。挺聪明的吗？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有的。杨斌认真的点了点头。卧槽，太嚣张了，森哥，弄死他们！森哥，
我手臂断了，你要为我报仇啊！”被砸断手的男子哭丧着脸道。钟远森深吸了一口气，冷冷道：“敢对我兄弟出手，今天你们几个完了，弄死他们！”随着钟远森话音落下，对面的原本就已经愤怒不已的人顿时抄起家伙就朝杨斌等人杀了过来。别弄死了，还得留着他们捡晶体呢。杨斌看向陈浩几人道：“好嘞，明白。”陈浩几人一脸冷笑的迎了上去。很快，双方碰撞到一起，随着一阵啊的惨叫过后，地上倒下了一大片人，只有陈浩几人还站在那。钟远森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陈浩等人：“都是四阶？呵，你都能四阶，我们怎么就不能四阶了？”杨斌笑了笑：“这他们能一样吗？我们上百人的队伍打的都只剩下一半人了，费尽千辛万苦才出了我一个四阶，你们 TM6 个人全是四阶。”钟远森心中咆哮道。虽然杨斌没有动手，但是下面的人都是四阶，领头的怎么可能会差？这让他根本无法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钟远森脸色不断变化，如果一两个四阶他还不怕，但6个四阶绝对能把他打出屎来。别想了，下面的人都动手了，咱们也动手吧，让我见识下你的土系异能。杨斌突然道。你怎么知道我有异能？钟远森震惊道。这个你就别管了，给你出手机会就好好把握，不然你想出手都没机会了。杨斌淡淡道。哼，既然你想看，那就让你见识下，哪怕同为四阶，异能者跟普通人也是有极大差距的。钟远森冷哼了一声，也不见其有什么动作。杨斌突然感觉下方有异动，几乎本能的朝一旁闪开。在杨斌身体闪开的瞬间，一根土刺便在杨斌刚刚所在的地方穿了出来。看那高度，如果杨斌闪得慢一点，估计得爆局。见到这一幕，杨斌以及陈浩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MD， 老子只是想陪你玩玩，你 TM 竟然想爆我局，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这一下，杨斌怒了，抓起杠铃杆便朝着对方砸去。然而下一秒，一颗巨大的石头突然在空中生成，随后直接砸向了杨斌。杨斌杠铃杆直接砸在了石头上面，石头被砸得粉碎，但杨斌也感觉到手臂上传来巨大的反震之力。对方这一击力量竟然达到了2000，异能者的战斗力果然强悍，越级战斗都不在话下。杨斌心中暗道。而看到杨斌一棒子就将他施展的落石砸碎，钟远森更是脸色大变。他很清楚他这一击有多强，在3阶的时候，他施展落石术直接砸死了4阶丧尸，让他成功进入了4阶。然而现在4阶了，耗费巨大精力施展的落石术却被对方一棒子砸碎了，怎么能不震惊？钟远森像是想到了什么，瞪大眼睛看着杨斌。你是5阶。第89章切片研究。恭喜你答对了。杨斌笑了笑。而听到杨斌承认，钟远森脸上顿时变得无比精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阶段竟然会出现5阶进化者。但是不管他信不信，事实就摆在眼前，除了5阶，谁能这么轻易打碎他的落石？你打爽了，该我了。杨斌冷哼了一声，抡起杠铃杆再次朝着对方砸了过去。或许是刚刚那颗落石耗费了他太多精神力，钟远森并没有再次施展落石，而是迅速在身前筑起了一道土墙，抵挡着杨斌的铁棒。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土墙在杨斌面前根本没有多大作用，直接被杨斌一棒子砸碎了。紧接着杨斌再次挥舞铁棒砸向了钟远森。钟远森赶紧提起手中的唐刀挡在了前方。叮咣，唐刀应声而断，杨斌的杠铃杆直接落在了钟远森的胸口，将其砸飞了出去，口中吐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杨斌没有再追击，而是收起了杠铃杆，看向那群倒在地上的人道：没死的都给我爬起来捡晶体，爬不起来的我再送他一棒子。听到杨斌的话，那些原本被陈浩等人打倒在地爬不起来的人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后一瘸一拐的走到丧尸尸体边摸晶体了。开玩笑，这 TM 可是5阶啊，一棒子把森哥都砸得不知死活，他们这些人要被他来一棒子还有命吗？有着40-50号人帮忙捡晶体，效率果然大大提高了。没过多久，所有晶体就全部捡完了。好了，晶体上交吧。杨斌将背包拿了下来，拉开拉链放在地上。一群人看到这一幕，很自觉地走了上来，将包里的晶体丢进了背包中。虽然万分不舍，但他们也清楚，他们只是做苦力的，这些晶体没他们的份。当第一个人将身上捡的晶体全部丢进背包中，准备离开之时，杨斌却突然开口道：等等，怎么？这人被吓了一跳。你左边兜兜里还有2颗晶体，是不准备拿出来吗？杨斌冷冷道：这2颗是我自己的。男子哭丧着脸道：什么叫自己的？哪来的自己的？这里的都是我的，赶紧的拿出来，是不是想吃棒子？男子顿时感觉到欲哭无泪，这真的是他自己存的私货呀。
剥削劳动力也只是少给工资，你这不给工资就算了，咋还要倒贴钱呢？然而面对强势的杨斌，他的反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最终也只能老老实实交了出来。有了第一个，后面的人老实多了，但也不是全都老实，总有那么些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不会被发现，可他们又怎么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可是能透视的？于是这些不老实的都被杨斌逮了出来，再宰了2个杀鸡儆猴后，剩下的人总算是彻底老实了。没一会，所有晶体都回收回来了。杨斌背起背包，看向这些人道：好了，你们应该是要去生存基地吧，前面只走10来公里左右就到了。杨斌热心的指路道：谢谢。一群人哭丧着脸说着谢谢，早知如此，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他倒车呀。现在好了，晶体没捞着，换了一身伤不说，自己身上的晶体还全部贴出去了，简直是赔到姥姥家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一群人只能无奈的抬起钟远森便准备离开。等等，其他人可以走，这个人留下。杨斌指了指钟远森道：这……一群人露出为难之色，这可是他们老大，怎么能卖呢？这什么这，走不走，不走都留下来啊！走！一群人果断将钟远森丢在地上，快速朝大巴车跑去。老大怎么了？老大不就是用来卖的吗？很快，大巴车油门踩到底，弹射起步，瞬间跑得没影了。这一次没有再倒回来了。斌哥，你把他留下是想让他加入我们吗？陈浩看着躺在地上的钟远森疑惑道。杨斌同样也看了一眼钟远森，嘴角勾起一抹奇怪的笑容。有这想法，这家伙异能还不错，不过还得看这家伙识不识趣了。识趣的话留着，要是不识趣，那就切片研究，看看能不能把异能转换过来。除了杨斌外，其他几人都没注意到，随着杨斌话音落下，不远处的钟远森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切片研究，斌哥你这玩意儿挺狠啊！老黑吞了吞口水道：狠不狠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要是真找到办法了，他的异能我准备给你。给我？卧槽，斌哥你到时候直接开口就行，切片这种事交给我，我以前经常切生鱼片，我保证把它切得比生鱼片还薄，让你能好好研究。老黑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转弯，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不远处钟远森身体都绷直了。杨斌笑了笑道：好了，带他到车上，先回去了。虽然离天黑还早，但是带着个不稳定的人也不方便再动手了。好嘞！老黑无比积极，直接上去将钟远森扛起，口中还喃喃自语道：兄弟，你可要硬气点啊，这样斌哥就能把你切片研究了，要是研究出来了，那俺老黑也有异能了。只是他不知道，他这话给肩膀上的钟远森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随后一群人回到车上，开着车朝着景和园方向行驶。此时景和园中，王瑞凯所在别墅。阿凯，你说的可是真的？一个中年男子一脸惊喜地看着王瑞凯道：他是王家2把手，也是王瑞凯的叔叔王振东。当然是真的，难道我还会骗你们不成？太好了，咱们现在就缺顶级高手，6个4阶对咱们来说极为重要，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们拉到咱们阵营来。王振东激动道：可能有点难，那些人并不是很好打交道。王瑞凯皱了皱眉头，昨天回来他回想了一下与对方接触的过程，结果发现他是一点信息都没套到，反倒是被对方套走了不少信息，这让一直自诩聪明的王瑞凯很是不爽。第90章，星云，先礼后兵吧，反正他们还在这，不愁没机会。阿凯，你这2天多接触下，了解下他们的情况，最好是能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在星城。这几个人必须要控制在手中，末世之初就能有这样的实力，他们中绝对有极强的异能者。好，王瑞凯点了点头。这颗4阶晶体是你爸让我带过来的，原本以为你这边抓了那么多个3阶丧尸，你会是最先晋升4阶的，没想到竟然出现了叛徒。不过不用担心，那几个人逃不掉的。王振东冷声道：如果抓到人，一定要交给我，我会让他们知道背叛我的下场。王瑞凯脸色变得无比的阴沉，因为那几个人让他晚了2天晋升4阶，他此时对那几个人的杀意达到了顶点。对了，父亲那边怎么样了？你父亲那边你不用担心，他已经跟马市长达成了合作，要不了多久，整个星城都是我们的了。王振东有些激动道：不是说军方那边不好搞吗？军方那边现在只剩下刘勇掌控局面，不过他的职位不及马中国，马中国应该会想办法除掉他，把军方的控制权拿过来，到时候整个星城的局面就由我们做主了。太好了，看来我们王家很快就要在末日中彻底崛起了。王瑞凯眼中光芒闪动，现在还不急，马中国那个人也不简单，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不用太多人，但必须都要是顶尖的进化者，如果发现异能者，一定要想尽办法拉过来，以后最强战力肯定是异能者。那个林一飞，大哥已经在关注了，只要解决掉刘勇，大哥会第一时间控制住他。那就好。
王瑞凯松了口气，那个女人他一定要得到，不管是出于哪方面。一会我会留下王大和王二在这边辅助你，他们两个都已经4阶了，再加上你自己，就算对面6个都是4阶，也无需畏惧。好的，谢谢叔叔。我带来的这些人就留在这帮你守后院，过2天那个加强版的铁笼应该也做好了，能困住4阶丧尸，到时候会一起送过来。接下来就考虑培养5阶丧尸了。太好了，这样的话就能一路提升到5阶了。我先回去了，这边交给你，别再出问题了。放心吧，叔叔。王振东等人刚离开一会，杨斌等人就开车回来了。进门前，杨斌习惯性的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别墅，顿时皱了皱眉头。那个别墅似乎多了些人，而且实力不错的样子，看来王家确实还是有点东西的。杨斌暗道。进入客厅，老黑直接将钟远森丢在了沙发上，随后抡起巴掌便准备将他打醒，结果对方突然睁开眼睛瞪着他，一时间空气似乎有些安静。好一会，老黑才讪讪收回了手。你什么时候醒的？刚醒。钟远森小心道。醒了就好，斌哥有话要问你，你可得老实回答呀。会的。杨斌笑了笑，看向钟远森道，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以前是钢铁厂上班的工人。钟远森老实道。末日那天晚上你在哪里？那天因为家里面的糟心事心烦，在外面喝酒，一直喝到深夜才回厂里，结果喝得太醉，倒在马路上睡了一晚。钟远森有些尴尬道。杨斌点了点头，看来这家伙应该是没说谎。之前那些人跟你什么关系？有些是厂里的同事，有些是中途救出来的人，因为我有异能，所以他们就都跟着我了。被抛弃的感觉怎么样？原本就是些拼凑而来的队伍，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钟远森苦笑道。最后一个问题，是否愿意加入我们队伍？愿意。这一次钟远森的回答无比的急切。兄弟，我劝你想好再说。老黑黑着脸道。不用想了，我愿意。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队伍不是说的，一旦加入永远无法退出，若有背叛，我必杀之。杨斌无比严肃道。而且在我的队伍里，一切都得听我的。我明白，末日中谁不想找个强大的队伍，只有加入强大的队伍，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去。你们的实力是我见过最强的，没有之一。如果能成为你们中一员，我想没有人能拒绝。我也明白之所以有机会，是因为我的异能，否则就算是4阶进化者，你们肯定都看不上。所以我更清楚这个机会的难得，我愿意加入你们，不需要再考虑了。放心，我钟远森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背叛，绝对不会做背叛之事。钟远森坚定道。我说老兄，我都在脑海中想好了要怎么切了，你这直接同意了，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老黑很不爽的道。那个黑哥，以后你是我哥，除了兵哥，你的话最大，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钟远森讨好道。他是真吓到了。这个嘛，好像也不错。老黑摸着下巴道。杨斌认真的看着钟远森。你真的考虑清楚了？考虑清楚了。钟远森坚定道。那行，欢迎你加入我们小队。杨斌笑着伸出了手。钟远森赶紧也伸出手与杨斌握住。很快其他人也与钟远森一一握手，算是同意了钟远森的加入。不过杨斌决定的是，他们自然是无条件同意的。对了，斌哥，我们团队叫什么名字？钟远森突然问道。好像还没名字。杨斌尴尬道。斌哥，我觉得人多了，确实需要取个响亮的名字了，说不定以后这个名字能够响彻全球呢。陈浩道。那起一个吧，你们觉得叫什么比较好？我觉得叫黑豹吧，多霸气。老黑道。霸气个鬼，别带黑字，把我们队都带黑了。要不叫狼族吧，像狼一样凶猛。胡文亮道。不好，不够霸气。一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结果来，最后都看向了杨斌。要不叫星陨？杨斌道。星陨？众人一脸迷惑。天星陨落，寓意死亡，同时星陨谐音幸运，希望能给我们带来幸运。咦，这个名字不错。所有人眼前都是一亮。行，就叫星陨，以后我们就是星云小队的一员了。第91章，我取向正常的。星云小队正式成立，杨斌也奢侈了一把，拿出了珍藏已久的腊肉和一些一直不舍得吃的干菜，做了一顿大餐，庆祝小队的成立。而随着钟远森的加入，星云小队也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战斗异能了。一直以来，虽然他们队有3个异能者，但都是辅助异能，就连陈浩的隐身对于打团作用也都不大，所以他们的战斗跟普通人其实差不多，唯一优势就是杨斌可以通过侦视之眼精准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丧尸，这才让他们一直领先。但是这次对战5阶丧尸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杨斌迫切的需要一个战斗系的异能者。尤其是在与钟远森打过一场后，他更是清楚异能者的恐怖，
绝对碾压同阶普通人，越级战斗也并不是难事。要知道，钟远森才刚进阶4阶，一颗石头就能砸出2000公斤的力量，这已经达到5阶的标准了，不用想也知道，等他4阶巅峰了，绝对能战5阶。所以杨斌才会想办法把他拉入团队。若是能转移异能，杨斌会选择转移，毕竟他对钟远森的为人并不了解。但是异能这东西能转移的可能性不大，虽然说是说切片研究，但是切片了除了恶心外，又能研究个什么东西出来呢？毕竟那玩意又不是在肉体中的。现在钟远森加入了，也算是比较完美的结局了。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钟远森的为人了。不过这东西以后慢慢就能体现出来了，杨斌也会多观察一下他，如果不行，他会毫不犹豫除掉。一群人吃完饭后玩了一会，便早早睡觉去了，把一直以来在末日过得步步惊心的钟远森整得不适应了。他甚至想出去看看是不是又回到了末日之前了，这日子过得也太潇洒了吧。老三，早点睡觉，晚上哥带你上去看星星。老黑拍了拍钟远森的肩膀道：看星星？那个黑哥，我取向是正常的，您要不换个人吧？爱去不去。老黑说了一声便回房间去了。就在钟远森一脸奇怪之时，杨斌也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早点睡，晚上去看星星。既然是星云小队的一员，那有些东西自然没必要藏着掖着，这样反倒是适得其反。这个方法虽然目前来说应该就他们知道，但迟早是会被人发掘出来的，现在只能是争取多建立一点优势出来。见杨斌也这么说，钟远森猜想应该是特殊暗号什么的，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点了点头，随后找了个空的房间走了进去。看着豪华的房间，钟远森做梦都不敢想，在如此恶劣的末世环境下，竟然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这哪是末日啊，简直就是度假好吧。生存基地，在数以万人没日没夜的建设下，生存基地内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这几天陆续有人赶往生存基地，如今生存基地中人数已经达到了4万多人。官方也在清理周边的丧尸，慢慢的把围墙往外扩建，让生存基地能够更宽一些。基地中心的会议室内，前往军火库的100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了。刘勇无比沉重道：怎么会这样？那1000多名战士实力都不差，而且武器配备齐全，怎么会全部牺牲的？马中国皱眉道：军火对他们极为重要，如果有大量的军火，他就可以直接对周边丧尸进行扫荡了，不但能解决周边丧尸危机，还能获得无数晶体。原本以为马上就能获得大量军火了，没想到竟然传来这么一个消息。市区离军火库足足60多公里，路途太远了，他们几乎一路杀过去的，但是却在行驶了一半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变异兽袭击，全军覆没。刘勇悲痛道：变异兽？对，就是以前猛兽变异了，他们天生身体有着巨大的优势，变异后这个优势会体现得更为明显，战士们根本无力抵挡。听到刘勇的话，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丧尸已经很恐怖了，看样子变异兽比丧尸还要恐怖。市区怎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变异兽？他们应该是走的芙蓉路，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动物园。一个中年男子道：老虎和狮子那些猛兽原本就极为强大，如今变异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更加凶猛，难怪会全军覆没。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把军火运回来，基地内的弹药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马中国并没有去过多的讨论战士牺牲的情况，他在意的依然是那批军火。这段时间随着基地人越来越多，带来的丧尸也越来越多，光解决冲来的丧尸已经消耗大量的弹药了，更不要说去其他地方救援了，所以军火的事已经是10万火急了。刘勇皱了皱眉头，不过还是严肃道：我会再派人继续前往军火库，要不你亲自去一趟，多带点人，这批军火至关重要，不能再有闪失了。好。另外，我安排吕交队长跟着宋铁林营长一起去运送物资，结果宋营长回来了，把吕队长丢在了那里。吕队长是吕局长的遗孤，我们有义务保护好他，宋营长这样做有些过分了吧？宋铁林？他怎么会？你回去问问情况吧，现在是特殊时期，我希望咱们内部不要再出这样的问题了。好。刘勇点了点头，不过心中却依然不信，他手下的兵他自然清楚，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才对。回到住处，刘勇第一时间把宋铁林叫了过来，询问当时的情况。宋铁林也没有犹豫，一五一十的将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就是说当初是吕娇得罪了那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不允许带上他。对，如果你们当初对那几个人出手有多大把握？没看过他们战斗的时候，我还觉得损失些人额化应该能将他们击杀，但跟他们一起战斗后，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对他们出手了，我们整个队伍估计一个都活不了。宋铁林苦笑道：没想到官方之外竟然还有这么强的队伍，6个4阶，现阶段确实很强了。刘勇有些惊讶道：对，师长，那群人真的很强，而且有勇有谋，绝对是不错的苗子，咱们要不要？刘勇摇了摇头，有些无奈道：官方或许已经不是曾经的官方了，就不要去祸害人家了。师长，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铁林，吕娇这事虽然事出有因，但你抛弃他自己回来也确实是事实，这事影响不小。你回头带人去把他救回来吧。是，师长。第92章，或许这才叫团队吧。深夜，钟远森跟着众人来到了楼顶阳台。当发现所谓的看星星真的就只是看星星后，钟远森脸上的表情无比的精彩。不过好在杨斌还是给他解释了一下。之后，钟远森看得比谁都认真。在末日中艰难生存了10多天的他，更清楚实力的重要性。他刚加入众人，竟然将如此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让钟远森心中无比感动。按照自己的选择没错，或许他一开始是被切骗吓到了，但是加入这个团队，他还是真的考虑了一路。末世10多天，他凭借着异能步步为营，一直努力杀丧尸，才提升到了4阶。他很明白这一路有多艰难。而人家呢，就6个人，同样的时间，一个5阶，5个4阶，这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这个团队绝对有让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东西。在末日，这样的队伍是所有人做梦都想加入的，他同样如此。他原本还以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让对方接纳自己，却没想到才加入第1天，对方就直接把这么大的秘密跟他说了，很明显已经把他当自己人了。这让他心中真的很暖。他以前同样带过团队，但是他自问绝对做不到这点。从这就能看出，杨斌比他格局更大。看了一晚上星星，众人各有收获，当然以杨斌为最。他这每天领先其他人20公斤的力量，就算这方法普及了，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追上。结束后，杨斌第一时间看向了不远处的那个别墅后院，只是看到那边情况时，杨斌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色。怎么了，斌哥？今晚捡不了晶体了？陈浩问道。那些家伙学聪明了，现在就已经在检查丧尸的晋升情况了。那要不偷了，直接抢吧。听到陈浩的话，杨斌还是有些心动的，毕竟4阶晶体，他们现在缺口也还挺大。昨天杀了2000多个丧尸，也就17个4阶丧尸，陈浩和胡文亮已经4阶巅峰了。但赵坤3人和钟远森还需要不少4阶晶体。不过如果直接抢，那意味着直接跟王家对着干了。倒不是说怕了王家，而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至少要等他们实力提升到能无视一般的热武器才行。算了，4阶晶体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难，等他们什么时候能弄到可以培养5阶丧尸的铁笼再说吧。杨斌叹了口气道。好吧，便宜他们了。斌哥，你们在说什么啊？钟远森疑惑道。没什么，那边有人养丧尸，不过现在弄不到了。对了，你年纪比我大那么多，别叫我斌哥了，都把我叫老了。杨斌无奈道。那我叫你老大吧。钟远森道。也行。那斌哥，要不我们也叫老大吧，我可能也比你大。赵坤道。你们随意，走了，下去补觉。别墅这边看着下面的人拿上来的4阶晶体，王瑞凯眼前一亮。果然，他们这个办法非常管用，这样的话很快就能提升到4阶巅峰了。到时候只要等特殊铁笼一到，就开始着手培养5阶丧尸。一旦达到5阶，前期绝对能够横着走了。想到这里，王瑞凯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他发现他有点喜欢这末日了。接下来几天，杨斌继续带着众人四处打野。有了钟远森的加入，队伍的战斗力再次提升了不少。尤其是有时候碰到大量丧尸的时候，钟远森竟然可以直接原地筑起围墙，让他们不用腹背受敌。虽然每次只能坚持几分钟，但是却十分的关键。这也让其他人非常佩服杨斌的决定，把钟远森拉进来实在是太明智了。而钟远森也在这几天对于团队有了深刻的认知。他猜到这个团队可能有异能者，但没想到竟然有3个异能者。虽然不是战斗异能，但是不管是杨斌的异能还是胡文亮的异能，都比战斗异能有用太多了。至于陈浩的异能，则让他从心底害怕。原本以为这个队里就杨斌他打不过，却没想到还有个恐怖的存在。或许面对大批丧尸的时候，陈浩的异能没有他的实用，但是他明白，真要单挑，陈浩能轻松将他脖子抹了。他那毫无痕迹的隐身，绝对是所有人的噩梦。就连赵坤3个没有异能的人，他都不敢小看。这几人打起架来特狠。3天时间，在杨斌的带领下，他们不但杀了40多个4阶丧尸，还再次击杀了一个5阶丧尸。这个5阶丧尸是杨斌站在一栋楼顶寻找4阶丧尸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当时那家伙还躲在一栋楼里面当老六，被杨斌发现后，就偷偷带着众人绕到了那栋楼后面，然后爬上了那栋房子里面。7个人将人家给群殴了。原本那家伙还想跳楼逃跑，结果被钟远森封住了窗户，最终憋屈的死在了众人围攻之下。这可能是死的最憋屈的一个5阶丧尸了吧。不过杨斌发现5阶丧尸似乎都不喜欢在外面晃悠了，而是喜欢躲在房间里面当老六。这种情况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要是你先发现对方，那就可以像这样直接把对方围殴了。要是他先发现你，很有可能会被对方阴死。不过你要是想先发现对方，
你得有一双像杨斌这样的好眼睛，不然只能被阴。在击杀了这个5阶丧尸后，杨斌依然是将晶体给了陈浩，不过陈浩却摇了摇头。斌哥，5阶过后就是瑶光镜了，你不是说到了瑶光镜有可能会产生质的变化，所以我觉得5阶晶体先优先给你吃，等你到5阶巅峰了，用不上了再给我们吃，到时候要是真有瑶光镜的晶体，你也能第一时间晋升到瑶光镜。耗子说的对，老大，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调整一下晶体的分配，必须优先一个高端战力出来。我觉得只有你用不了的晶体再分给我们，这样你才能一直保持领先。你都还有用就分给我们了，这样会拖慢你的提升步伐的。赵坤认真道，我觉得也是。其实斌哥，就算你到5阶巅峰了，再把晶体分给我们，我们依然是领先其他人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顶尖战力，不单单是领先大部分人，而是要领先所有人。胡文亮道。钟远森看着这些人对5阶晶体的推让，再想想之前他下面的人各种偷藏晶体，钟远森似乎明白了过来，或许这才叫团队吧。听了众人的话，杨斌仔细想了想，随即点了点头道：行，那就我先吃吧。第93章扫荡。生存基地，数十辆军用运输车缓缓地驶入了生存基地，在刘勇的亲自带领下，出动了将近3000多战士，终于是成功地运回来了大批军火。60多公里的路程，如果在末世之前1个小时足够了，但是在末日，这点路程却足足用了2天时间。为了绕开动物园那边，他们足足多绕了1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一路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丧尸，他们几乎是拼出了一条血路。尤其是后面弹药消耗完后，战士们都是近身作战，导致战士损失极大。好在终于是让他们赶到了军火库，有着大量的军火在，回来的路上倒是一路横扫。马中国看着这么多军火，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有了这批军火，他就可以横扫丧尸，大肆搜刮晶体了。会议室中，刘副师长辛苦了。马中国激动地看向刘勇道。刘勇摇了摇头，我不累，既然军火到了，那接下来就开始展开救援吧。你确定不需要休息一下？不需要，末世已经快20天了，除了进化者，外面还存活的普通人已经少之又少了，我们现在能救一点是一点。好吧，既然如此，那救援的事就交给你吧。好。很快，刘勇离开了会议室，回去后便立即集合队伍。没多久，一辆辆运兵车带着大量的武器开出了生存基地，以生存基地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扫荡。这一天，炮火连天，有了足够弹药的军方展现了属于军方的强大。所过之处，丧尸尽数歼灭，一片一片的区域被收复，一群群人被解救出来，其中有低阶进化者，也有普通人。而这些普通人，有些是因为家里面物资囤得够多，还有些却让战士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原因就是，这些人之所以能活到现在，是因为他们吃人。这种事情只听说过，却没想到真实的发生在了众人面前。当战士们冲进去看到他们吃人的一幕时，就连这些坚毅的战士都难以接受，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人了。最后还是刘勇下令，先将所有人带回去再说。如果是因为身边的人已经死了，饿得受不了了吃人，这种情有可原。但如果是因为饥饿就杀人吃肉，这种人绝对该死。但是目前根本无法判断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所以只能先将人带回去再说。大批丧尸被击杀，也让官方收获了大量的晶体，一时间官方战力大涨。不过这些晶体最高也就是4阶，因为5阶丧尸都是老六，一看到情况不对，跑得比兔子都快。而此时，在距离战场数里外的一座大楼的楼顶上，一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女丧尸冷冷地看着远处的战场。这只丧尸脸上竟然并未腐烂，除了眼珠是红色的外，看起来跟人类无异了。在这栋大楼下方，有着数以万计的丧尸围在大厦周围，看着楼顶上，等待着他们的王下达命令。吼！楼顶的丧尸发出了一声怒吼，下方无数的丧尸也都大吼了起来。随后，楼顶的女丧尸走下了楼。晚上，杨斌等人再次回到了别墅。杨斌做了盘土豆丝和一碗紫菜蛋花汤。没办法，一般的菜都无法长期储存，所以当初他们拿的时候都是拿的能够长期储存的菜。别看菜有点简单，但在末世，这已经是无数人羡慕而不得的。7人围在饭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老森，你们元素系异能者能随意改变元素形态吗？杨斌突然问道。其他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来说，我是属于土系异能，所以我可以让地上长出土刺，在地上竖起土墙，以及空中聚集土元素变成巨石砸向目标。目前来说，也就这几种形态。钟远森道。其他的不行吗？比如变一根石棒出来当武器用？行倒是行，不过没啥用，一碰就碎。明白了，也就是形态可以改变，但是没有对应的增幅，真正有用的就那几个。那也很厉害了。我怎么感觉相比于你们元素异能，我这隐身就跟没有似的，废的一匹，连个技能都不带。陈浩有些无奈道。怎么会废呢？
我倒是觉得浩哥你的异能挺好啊，打不过一隐身就跑了，要杀谁隐身过去直接抹脖子，多帅啊！兽猴道：我们异能属于特殊异能，虽然还没有看到多少异能者，但我猜测我们异能应该属于极其稀少的，要对自己有信心。杨斌安慰道：好吧，希望像斌哥你说的，到了瑶光境会有变化吧，不然只是隐身，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应该就是偷看美女洗澡了。吃完饭，众人主动洗碗，杨斌则习惯性的走上楼顶阳台观望，这是每天必做的事，他需要看看附近有没有丧尸靠近，好提早做准备。虽说景和园四周都是绿化，没有什么人，但是现在丧尸都是瞎跑，经常能碰到有丧尸过来，也是因为杨斌每天都会仔细观察一遍，他们才能每天睡得那么安稳。看了一圈后没有看到有丧尸，不过杨斌却发现了王瑞凯后院多了一个铁笼，这个梯笼全是由一根根手臂粗的钢筋焊成的，而且里面竟然还关着几个4阶丧尸，这是准备养5阶了。杨斌眼前一亮，4阶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但要是5阶的话，那说什么也得抢一抢了。这几天王瑞凯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这边坐坐，杨斌每天也都会陪他打打太极。没办法，人家每次过来都会带点东西过来，而且带的东西都是他们需要的，杨斌也不好将人拒之门外，毕竟这个世界每天还能给你送东西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过杨斌感觉得到对方的耐心似乎快磨完了，估计要准备来硬的了，所以他们与王家的战斗迟早是要碰一碰的。听这家伙说，王家似乎跟现在生存基地的掌权者关系挺好的，估计手中会有不少热武器，所以还是谨慎点，真要动手了就得尽快离开这里了，就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方了。第94章二哈。第二天一早，众人再次离开了家，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5阶丧尸。现在队伍中所有人都已经4阶巅峰了，对他们有用的也就只有5阶晶体了。不过虽然其他晶体对他们没什么作用了，但是每次杨斌也都会让众人尽量收取，毕竟这些都是能量，肯定还有其他的用处，又或者有什么办法合成高阶晶体也不一定。5阶丧尸目前来说数量还是极少，再加上附近的高阶丧尸他们都被他们杀了一遍了，所以今天众人准备走远一点。一条道路，7人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快速行走，这些自行车是他们在路上找到的，还挺好用，既不用烧油也不会发出声响，速度还快。不要觉得骑自行车速度就慢了，这玩意得看是谁在骑，当你能像他们这样把踏板踩出幻影来，速度完全可以就是风驰电掣了。当然骑那么快摔起来也挺痛的。在几人骑得尽兴之时，一道身影突然从左边绿化带中窜了出来，直接与骑在左边的陈浩撞了个正着，然后陈浩撞到杨斌，杨斌撞到胡文亮，全部摔倒在地，而身后的赵坤等人也因刹不住车追尾，给杨斌等人来了个2次伤害。卧槽，什么玩意刷一下就过来了？陈浩捂着屁股一脸不爽道。其他人也纷纷爬了起来，虽然有些狼狈，但都是4阶进化者了，自然不会有什么事。很快众人便看到了罪魁祸首，那是一条牛一样大的狗。这是哈士奇？赵坤有些不确定的道。很明显就是2哈。胡文亮肯定的点了点头。这么大的2哈，拆家你能力一定很强吧？肯定的，以前或许只能拆沙发什么的，现在估计真的能拆家了。斌哥，几阶的？4阶。干他不？必须干啊，好久没吃过狗肉了。杨斌舔了舔嘴唇道。哈哈，这个可以有。于是一群人一脸微笑的朝着对面2哈走去。2哈此时一脸谨慎的看着几人，他是2，但不代表他傻，看这群人的表情指定是对自己有想法。原本以为蹲到了食物，但看这情况好像踢倒了铁板了。不过2哈现在可不是以前的2哈了，而是超级无敌哈。在几人靠近自己后，2哈毫不犹豫主动发起了进攻，直接扑向了走在中间的杨斌。看到对方的目标，众人一脸无语，这2哈是真没眼力劲啊，直接找上了最强的。狗的力量要比猫的强，但是灵活性不如猫。面对2哈的扑杀，杨斌直接一脚就将其踹飞了出去，摔在地上连续翻滚了好几圈。感受到对手的强大，2哈迅速爬起，掉头就跑。然而前方却突然出现一堵墙，2哈刹车不及，一头撞到了上面。紧接着头顶出现一颗巨大的石头，直接砸在了他的脑袋上。顿时2哈脑袋被砸出血来，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不过却依然对着众人龇牙咧嘴。杨斌摇了摇头，走了过去，一棒子砸在了对方脑袋上，一击毙命。2哈这种动物变异前就反骨，变异后就更不可控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手家有小橘子就行了，不需要再来一个了。而且并不是所有变异兽都能收为宠物的，当初小橘子的眼神非常人性化，所以杨斌才会突发奇想。但这2哈眼中只有凶狠，明显是不可能成为宠物的。
杨斌将二哈脑袋中的晶体挖了出来。与丧尸不同的是，变异兽脑袋中的晶体不是圆形，而是呈不规则形状。为了测试一下效果，杨斌直接一口将晶体吞了。最后结果没啥效果。走，去前面那个小区找个房子，做顿狗肉大餐去。杨斌笑道。可是咱们不是刚吃完早餐才出来的吗？现在还饱呢。钟远森摸着肚子道。你饱啊？那你一会别吃。老大，我就说说的，不饱了。骑自行车早就消耗完了，主要是这玩意太大，扛着走太麻烦了，而且到时候一路血腥味，不知道要吸引多少丧尸，所以得尽快处理。咱们先尝尝鲜，剩余的烤成狗肉干，留着以后吃。老大英明。老黑拍了拍钟远森的肩膀道：老森啊，记住，在团队中不要质疑老大的决定，他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咱们只需要听话就行。钟远森赶紧点头。杨斌翻了翻白眼，我没那么独断专行，咱们是一个团队，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商量着来，我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不犯错？我觉得老黑说的也没错，反正我觉得自从跟了你后，我这脑子是用不上了。赵坤道。很快众人来到了小区外，这个小区属于较为普通的小区，不算太大，里面就10来栋20层左右的楼房。此时小区内有不少丧尸在晃悠，门口的保安大爷都变成丧尸了，竟然还守在岗亭中，不难想象生前绝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保安。这个数量的丧尸对于众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根本不带怕的，直接硬闯，一路横冲直撞，很快冲到了一栋楼房下，将铁门强行拉开，几人直接走了进去，留下2人守一会楼梯，其他人则走上了2楼。只是当众人走上了2楼的时候，却突然听到房间内有声音传出，有人。几人相互看了一眼，杨斌直接开启真视之眼朝里面看了过去，果然看到房间中有5个人，3男2女，此时正一脸紧张地盯着门口。不过这却并不像一家5口，那2女的长得挺像，估计是母女，但那3个男的都是20-30岁的壮汉，不像是家里的人。最主要是杨斌还在厨房中看到了半截人参。看到这种情况，杨斌大致明白了什么情况。很明显，应该是一家3口被人闯进来了，杀了男主人，霸占了这对母女，而且还把男主人当作食物。唉，杨斌叹了口气，这就是末日的人性。这种情况估计很多小区都会有出现，一般人很少会在家里囤20天食物的，没有食物又不敢出去杀丧尸，就只能将目光看向周围的邻居了。他们前段时间一直在商业区打野，所以没碰到，但居民区或者小区这种情况绝对不少。第95章学校2队的情况。杨斌已经不大想管这些破事了，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有时候管了，说不定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像沃尔玛那群女人，虽然并不算什么麻烦，但是也让他有些不爽。不过看到里面那对母女身上的伤痕，以及那既期待又害怕的眼神，杨斌还是叹了口气，他终究不是冷血之人。阿坤，进去把里面3个男的杀了吧。好。赵坤点了点头，随即直接一脚将门踹开，走了进去。杨斌则带着其他人走向了另外一个房子，这个门是打开的，应该发生过大战，到处乱七八糟，地上满是血迹。你们收拾下房子，我去厨房炖狗肉。好。另一边，赵坤的突然闯入让里面的5人都吓了一大跳。你想干嘛？一个男子有些害怕道。对方直接一脚把门给踢开了，显然是个进化者，让他不得不害怕。赵坤看了眼房间内的情况，大概也明白了怎么回事，随后没有任何犹豫，杠铃杆瞬间出手，2棒下去，3个男人脑袋直接破碎，2个女人吓得抱在一起，瑟瑟发抖。赵坤看着2个女人，皱了皱眉头。老大只让他杀了这3个男人，没有说怎么处理这俩女人啊。不过老大没说，估计是让他别管。想了想，赵坤看向2女道：你们把门关紧，别让丧尸进来，等救援吧。说完，赵坤直接离开了，留下2个发呆的女人。生存基地。随着军方的疯狂扫荡，生存基地周围5公里内都已经看不到丧尸了，生存基地也在不断向外扩张，面积越来越大，而生存基地内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丧尸被清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好事，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基地内有不少的进化者，他们需要击杀丧尸获得晶体，然而现在丧尸都被军方清理了，晶体全进了官方口袋，这让他们很是不爽。他们想要获得晶体，只能去更远的地方，而走得越远意味着危险越高。当然也有另一条捷径，那就是加入官方。马市长已经开出了条件，只要加入官方，服从官方的管理，就可以获得想要的晶体。所以不少人经不住诱惑选择加入官方，但也有不少人不想受约束，或者心中有野心的人一直不同意加入官方。唐薇薇等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段时间唐薇薇带着他的队友每天都会出去击杀丧尸，提升实力。只是他们队里
始终会有一个不属于他们队的成员跟着他们。这个人想甩也甩不了，杀更是不敢杀，让唐薇薇很是无奈。而也是因为他的存在，唐薇薇是异能者这事也被马中国知晓。于是马中国对唐薇薇更上心了，明里暗里不断表示要招揽唐薇薇，让唐薇薇很是心烦。他想带着队员离开生存基地，但因为这个人在，他们的行踪时刻被掌握。到了傍晚，他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就会有专车来接他们回去。这么好的待遇，让唐薇薇想感谢他全家。可惜他们的实力或许还不错，但是却无法跟官方对着干。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队里面不少人已经被策反了。官方在收买人这一块很有一手，短短几天时间，队里不少人都已经开始劝他加入官方了。此时的唐薇薇终于知道马中国这一手有多恶心。另一边的秦薇同样如此，虽然他不是异能者，但是他们这一队实力确实不错，经过几天的发展，已经全员3阶了，而秦薇和方思杰等人已经4阶了。这样的队伍，马中国自然也不会放弃。面对这群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大学生，马中国很有信心把他们拿下。此时，在离生存基地20多公里外的一条马路上，唐薇薇带着他的队伍在快速前行。唐队长，咱们走得有点远了吧？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他身边，皱眉道：怎么，江先生现在连我们队伍去哪里都要管了吗？唐薇薇冷冷道：怎么会，只是如果离生存基地太远的话，我怕遇到危险没办法及时救援。我似乎从来没有需要过你们救援吧？官方把生存基地附近的丧尸都清理完了，我们要杀丧尸只能跑远点了。也不用跑那么远吧，一路上到处都是丧尸，随便哪里都能杀呀。我乐意。怎么着？唐薇薇有些生气道：好吧，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一下而已。江天明尴尬道：薇薇，要不咱们还是别走了，不然真碰到危险就麻烦了。墨雨小声道。唐薇薇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随即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小区道：就去那杀吧。好，他们这一队200号人同样全员3阶了，而唐薇薇更是已经4阶巅峰，以他的异能绝对能战5阶。他现在迫切的想要提升到实力，提升到足以面对官方的实力。另一边，秦薇的队伍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战，这一战他们面对上千个丧尸，其中有2个4阶丧尸，几十个3阶丧尸，导致他们队伍损失了10多个人。秦薇看着10多个死去的兄弟，脸上满是悲痛。这里面有几个是他篮球队的队员，他们认识几年了，关系一直很好。从末世之初，这些人就一直跟着他，是他将他们带出了学校。没想到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到最后。方思杰脸上也是悲痛之色，他能理解秦薇的心情。秦队长节哀。一个长相秀气的女子走到了2人身旁。或许秦队长昨天答应了我的建议，今天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你可以走开吗？方思杰冷冷道。女子耸了耸肩，转身离开了。她明白过犹而不及，点到为止就好。思杰，你说是不是如果我昨天答应了加入官方，他们就不会死？方思杰身体顿了一下，看着秦薇的眼睛道：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我知道，所以我一再拒绝他们，但是自由真的比生命还重要吗？如果有了官方的支持，兄弟们是不是就安全多了？如果真的只是加入官方，我不会那么抵触，但是他代表不了官方。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威哥，这汤水太浑了，我们必须远离，一旦搅进去，就不是失去自由那么简单了。我希望你能绝了这个想法，如果你真的想加入，我会离开。方思杰说完，直接走开了，留下秦薇一个人在原地陷入了沉思。第96章，好香的狗肉。距离生存基地5公里处的一个居民区，一群战士正在快速清理着这一片区域的丧尸。有了足够的火力，这些丧尸不再可怕。在火力覆盖下，成片成片的丧尸倒下。战士们一边解救着幸存者，同时也会进入一个个超市、小卖部等地方搜寻着物资。生存基地内的人越来越多，所需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之前从沃尔玛运回去的物资并不能坚持多久，所以战士们的任务不单单是救援，同时也需要搜寻物资。就在战士们刚清理完超市内的丧尸，准备进入搜刮物资的时候，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数以万计的丧尸，疯狂地朝他们扑来。一群战士顿时吓了一跳。后方咱们不都清理过了吗？怎么又会冒出这么多丧尸来？营长赵永军皱眉道：不知道啊，就像是突然出现的一样。一旁的连长也是非常不解。准备迎敌。好在他们这次出门带的弹药充足，根本不带怕的。很快，战士们架起机枪，对着冲来的丧尸疯狂扫射，一片片丧尸被击杀。然而，更多的丧尸踩着前方丧尸的尸体，快速朝着这边逼近。轰！高爆手雷之下，丧尸的冲势顿时受阻。哼，还以为是之前弹药不足的时候吗？赵永军冷笑道。充足的弹药给了他们足够信心，
哪怕丧尸数量庞大，依然无惧。然而就在这时，身后的房子上突然跳下了5只丧尸，直接扑到了人群中，随后对着人群疯狂撕咬。顿时惨叫声不断。5阶丧尸！战士们大惊失色，赶紧掏出军刀，开始短兵作战。只是战士们基本上都是3、4阶，面对5个5阶丧尸，哪能顶得住？一时间阵型大乱，随即而来的就是火力减弱，四周的丧尸疯狂地扑了上来。很快，战士们便淹没在了尸潮之中。不远处的一栋房屋顶上，一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女丧尸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似乎还能看到其嘴角勾起的一抹弧度。消息很快传到了生存基地。刘勇在收到消息后，脸色无比的沉重。没想到在有了充足的火力之后，竟然还会被团灭。不过刘勇也只是以为是他们不小心引到了太多的丧尸了。然而没过多久，又传来噩耗，又有一队数百战士的队伍被团灭了。这一下，刘勇彻底坐不住了。战士数量本就不多了，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动辄数百的损失。临时军营中，到底怎么回事？刘勇一脸严肃地看着下方几人。师长，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这些丧尸像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突袭我军的战士。一个团长道。有组织有目的？孙团长把丧尸想得太聪明了吧？另一个皱眉道。我不是开玩笑，这些丧尸为什么不找大部队下手，而是专挑几百人的小队动手，而且行动雷厉风行，杀完就跑。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一个丧尸了。你们应该清楚，丧尸杀完人都会留在原地啃食尸体，然而这2次却并没有，难道还不能证明吗？听到孙团长的话，一群人都陷入了沉思。如此看的话，还真的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突袭。只是丧尸真的已经聪明到这种地步了吗？就算是5阶丧尸，也只是知道躲起来做老六而已，根本不可能聪明到这种地步的。难道？所有人突然抬起头，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之色。6阶丧尸！刘勇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猜测与其他人一致，很有可能真的是6阶丧尸。按我们脑海中的星图来看，6阶是彻底点亮一颗星辰，很有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丧尸应该同样如此，到了6阶，绝对有质的飞跃，能够组织丧尸突袭也就不算什么了。让所有小队撤回来，出去执行救援的队伍不得少于2000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另外，派出侦察兵，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刘勇严肃道。是。另一边，唐薇薇等人来到了小区口，却发现小区内竟然到处都是丧尸尸体。有人来过？唐薇薇皱了皱眉头，血液还是新鲜的，应该是刚杀的，或许是小区里面的人杀的。墨雨道。既然如此，那咱们换个地方吧。他现在只想快速提升实力，不想与其他人发生冲突。你们有没有闻到肉香啊？一个胖乎乎的女子吸了吸鼻子，一脸陶醉道。好香啊！天啊，我好久都没吃肉了，这香味太上头了。以我多年吃货的经验判断，这是炖的狗肉 ，MD 太香了，我要受不了了。原本准备离开的众人，此时脚却像是生根了一样，根本挪不开步。众人一个个使劲吸着鼻子。末世20天，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就算他们这些进化者，基本上也都是吃些面包、饼干之类的。有时候在超市内可以搜点其他零食，但是狗肉这玩意就有些奢侈了呀。竟然还有人在末世吃狗肉，这他娘的过的日子也太舒服了吧！唐薇薇也是狠狠地吸了吸鼻子，真香。薇薇姐，要不我们去看看？最先开口的胖胖的女子脸上尽是渴望之色。那栋楼下面全是丧尸，怎么去？唐薇薇翻了翻白眼道。狗肉的香味几乎把整个小区的丧尸全部吸引过来了，但是因为楼梯间堵死了，这些丧尸也上不去，只能围在楼梯下怒吼。这些家伙真不要命了，末日也敢煮这么香的东西，回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江天明冷声道。不过从他眼神可以看出，他也馋了。或许人家根本无惧呢。唐薇薇冷笑道。无惧？哼，楼下围满了丧尸，官方不来救援，就只能等死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你们救援的。唐薇薇冷哼了一声，随后看向了众人道：走吧，我们去其他地方吧。只是他的话却并没有得到回应，所有人都一脸渴望地看着不远处那栋楼。薇薇姐，要不我们就在这杀丧尸吧，闻着狗肉香，我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是啊，咱们把那些丧尸吸引过来，然后就堵在小区大门口杀。看着队员们的眼神，唐薇薇哪能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无非就是想将楼下的丧尸清理掉，看看还能不能上去蹭点狗肉吃。不过老实说也不是不行，这狗肉太香了。第97章，量子来培养下感情。房间中，一群人围坐在桌子边，望眼欲穿地看着厨房，一个个口水都流一地了。实在是太香了，这香味都飘出去老远了，更何况在家里的他们。狗肉来了！
终于，厨房门打开，杨斌端着一大锅热腾腾的狗肉走了出来。所有人都已经急不可耐了，狗肉一上桌，一个个都坐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咬。都别急，大把的，随便吃。杨斌笑道：“斌哥，你这手艺真的绝了，太好吃了，真不敢想象，末日竟然还能吃到这种美味。我发现，加入星陨绝对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钟远森感叹道：“这他娘的才叫生活啊！末日，那是别人的末日，关星陨小队何事？”一群人也顾不得烫嘴，一个个狼吞虎咽的。狗肉的香味非常浓郁，隔壁的母女都馋哭了。可是，一想到对面那人杀人眼都不眨一下，又不敢过去。半个小时后，众人纷纷摸着肚子，一脸的享受。那条二哈足足300多斤，杨斌虽然只是煮了一小半，但也足够把他们几个吃撑了。剩余的狗肉被杨斌切成了小条，烤干了水分，装在几个人的背包里了。等回去再烤成狗肉干，可比面包那些好多了。吃饱喝足后，杨斌来到了窗户边，突然发现下方竟然有人在战斗。开启侦视之眼看了一眼后，杨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亮子，你媳妇来找你了。”胡文亮翻了翻白眼，不过还是走了过来。果然，嘴上说不要，内心还是想的。其他几人也纷纷好奇地凑了过来，可惜因为离得太远，他们看不清面容。唐薇薇他们，赵坤问道：“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谁知道啊，估计是闻着亮子的气味来的。咱们要下去吗？”这点丧尸亮子媳妇还是能搞定的，不过下面尸群中有个5阶老六藏在里面，这个我可不能让给他，毕竟还没过门。杨斌笑了笑：“走吧，吃饱喝足也该干正事了。”一群人直接弄断了窗户上的防盗网，跳了下来。这边，唐薇薇一队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击杀着丧尸。这群丧尸大概1000多的样子，3阶占多数，少部分2阶，还有几十个4阶，以及一个躲在丧尸群中的5阶老六。唐薇薇这一队200来人，每个都是3阶巅峰，还有几个4阶，背靠着围墙，正常情况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随着5阶丧尸突然出手，瞬间就杀了2个队员，让他们阵型出现了缺口。毕竟不是谁都能看出5阶丧尸的，所以这一波偷袭很成功。而随着5阶丧尸动手，其他的4阶丧尸也纷纷出手，一时间队伍阵型大乱。好在唐薇薇反应不错，第一时间将5阶丧尸拦住，随后让队伍中的4阶战力拦住了4阶丧尸，才将阵型再次稳住。唐薇薇的异能对于力量加成很大，4阶巅峰的她已经拥有了2000多公斤的力量了，完全不虚5阶丧尸。一人一尸打得旗鼓相当。然而就在这时，丧尸后方突然传来了骚乱，只见一群人正在以他们难以相信的速度快速清理着丧尸。7个人全是拿着杠铃杆挥舞间，成片的丧尸被快速击杀。是他们！唐薇薇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几人。唐薇薇队的人也都认识杨斌他们，此时他们表情也都写满了惊讶，没想到出了学校还能在这里碰到他们。唯一不认识的就只有江天明了。不过江天明在看到这几人如此勇猛后，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没一会，杨斌等人便已经一路冲到了他们这边。唐薇薇突然想到了什么，顿时一慌，大喊道：“这个是我的！”可惜他还是喊慢了，杨斌已经绕到了5阶丧尸身后，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杨斌的杠铃杆已经砸在了5阶丧尸脑袋上，顿时血花四溅，5阶丧尸脑袋直接被砸碎。4阶的他杀5阶丧尸有些困难，但是已经5阶的他自然不会再那么难了，偷袭之下一棒子足矣。而随着5阶丧尸脑袋破碎，杨斌手迅速伸出，在丧尸尸体都还没倒下之时，就已经将晶体取走了。你！唐薇薇一脸愤怒地看着杨斌，没想到再次碰到又是这种情况，这个人又把他晶体抢了。嗨，唐美女，又见面了，我们家亮子都想你了。杨斌微笑道。你又抢我晶体！唐薇薇怒道。什么叫抢？我杀的丧尸，我拿走晶体，天经地义啊。唐薇薇叹了口气，她知道这家伙就是个土匪，晶体到了对方手中是没办法再要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唐薇薇好奇道。来这杀丧尸啊？没想到这要巧，我们也刚好来这杀丧尸。哦，原来是巧合啊，我还以为你特意来找亮子的呢。狗肉是你们炖的？还有没有？唐薇薇舔了舔嘴唇，显然她也馋了。我这没了，估计亮子那里还有吧。你能不能不要张口亮子闭口亮子啊？唐薇薇非常无语道。没办法，谁让他喜欢你呢？切，他要真是个男人，让他来追我啊。这可是你说的。亮子，别杀丧尸了，来培养下感情。胡文亮翻了翻白眼，他现在被几十个丧尸包围着呢，哪有时间培养感情？其他人也都还在击杀着丧尸，也就杨斌和唐薇薇身边已经没有丧尸了。不过随着星云小队的加入，这些丧尸已经翻不起大浪了。这时
一旁的江天明见两人聊得火热，也走了过来。唐队长，你们认识啊？要不介绍一下？唐微微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杨斌则看着江天明，有些疑惑道：“我记得你们队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什么时候多了个这么老的？”第98章，他不会嫌弃你的。小伙子，怎么说话呢？我才30多岁，哪里老了？江天明不爽道：“他不是我们队的。”唐微微解释道：“既然不是你们队的，你带个这么老的拖油瓶干鸡毛啊？”杨斌翻了翻白眼，他刚刚看了一眼，这家伙只是个3阶而已，又不是异能者，真不知道唐微微为什么要带着他。介绍下，我是新城市市长的助手江天明。江天明朝着杨斌伸出了手，杨斌皱了皱眉头，看向了唐微微。官方的？官方的这么闲吗？那么多需要救援的人不去救，跟在人家队伍里干啥？杨斌看向江天明道：“救援有军方的人员就行，马市长怕唐队长他们会遇到危险，所以派我跟在他们身边。”江天明悻悻地收回了手。救你？我看你才是最大的危险吧？就你这实力，人家真要遇到危险，也肯定是你拖了后腿。噗！听到他的话，一旁唐微微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看到江天明在杨斌面前吃瘪，唐微微顿时感觉心情好多了。果然，这种人还是要杨斌这个土匪头子来治。江天明深吸了一口气，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道：“不知小伙子怎么称呼？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了，我也不想跟你打交道。你也一把年纪了，还是早点回基地吧。万一被丧尸吃了，我们也不好向官方交代。”知道对方是官方的人，杨斌就不大想打交道了。军方的人还好，正方的话就算了，都是一群笑面虎。而且，一个市长身旁的人竟然会跟在一队学生的队伍里，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看上了唐微微的异能，想要拉拢他。小伙子，你们应该也是中乡学院的学生吧？怎么没去生存基地呢？作为老油条，江天明自然不会因为杨斌的一句话就放弃自己的目的。这个很有可能是个5阶强者，无论如何，他都要想办法拉拢过来。我在外面勉强能活得下去，就不去生存基地浪费粮食了。毕竟你们找食物也不容易。杨斌笑道。江天明无语地看着杨斌那满嘴的油渍，都 TM 吃上狗肉了。你跟我说勉强能活下去？要不是打不过，江天明恨不得给这家伙一个大比斗，说话太气人了。江天明再次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笑容不变，正想说什么，杨斌却直接道：“你先一边去，我跟唐队长聊会。”江天明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好一会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好，你们聊，我一会再来。”说完，江天明尴尬地退了回去，手却偷偷按响了一个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不过他这个操作并没有逃过杨斌的眼睛，杨斌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他怎么会跟在你们队伍里？杨斌看向唐微微道：“那天救援人员来了学校，我们跟着到了生存基地，结果到了生存基地竟然不让出来。最后我们找到马市长，他就让这个人跟在我们队伍中，说这样就能够出来了。然后就一直这样了。”唐微微无奈道：“那个马市长想招揽你们。你既然不想加入官方，为什么不干脆不回生存基地？你以为那么简单，只要他跟着我们，对方就能掌握住我们的动向，一旦到了晚上不回去，官方就会派人来接。哟，这待遇不错嘛。”杨斌笑道：“你就别笑我了，我现在都快烦死了。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嘎了？拜托，他是官方的人，要是动了，我们小队还有活路吗？”唐微微翻了翻白眼：“确实挺麻烦的，不过那家伙现在似乎盯上我了，那我就留不得他了。”杨斌摸了摸下巴道：“你可别乱来，你这样等于跟官方对着干，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斗不过官方的。”唐微微有些紧张道：“哎，我也不想这么快跟他们对上，但我知道我不弄死他，以后肯定也会麻烦不断。对不起，是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跟你没啥关系，在这碰到纯属巧合，只能说碰到这家伙，算我倒霉。你们队伍里面是不是有被他策反的人？”“你怎么知道？官方的通用伎俩罢了，跟了你们那么久，他要是不能策反几个人，那他就太失败了。这个人我必杀的。你们接下来怎么办？你自己考虑。你们可以逃走，也可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毕竟那么多人看到，官方也不可能找你们麻烦。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不过仅限你一个人，其他人我不想带。星云小队只收强者。”你……唐微微瞪大眼睛看着对方，这就是差距吗？一言定生死，杀官方的人都不带犹豫一下的吗？这个人他想杀吗？他太想杀了，但是他不敢，一旦杀了，将要面对官方的怒火，他和他的队伍根本承受不住。所以这么长时间他一直忍着，但是对方却仅仅只是因为这个人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就直接要弄死他，不带丝毫犹豫的。他真不知道该说对方果断还是鲁莽了。难道他们就凭这几个人就想跟官方对着干吗？你确定考虑清楚了？唐微微看着杨斌道：“该考虑的是你，
想好没？要不要加入我们星云小队？唐微微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我知道，或许加入你们小队会过得很舒服，但是你们这一队每个人都很强，我加入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到时候你们还要多分出一份晶体出来，说不定还会拖慢你们的进展。而且我不能抛弃我的队友，他们是我从学校带出来的，我答应过他们要带着他们在末日活下去，不可能抛弃他们自己离开。所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好吧，随你，到时候要是实在混不下去了，来找亮子，他不会嫌弃你的。第99章通缉。有着星云小队的加入，1000多个丧尸没有多久就全部解决了。星云小队似乎是继承了杨斌的核心宗旨，6个人硬是从200来号人手中抢走了大部分的4阶晶体，把唐微微队员气得够呛。很快，众人回到了杨斌身边。胡文亮偷偷地看了一眼唐微微，有些东西原本没什么，一旦说多了，没有都变成有了。胡文亮就是这样，原本他对于唐微微也只是有些好感而已，结果被杨斌等人一直说，再次见到唐微微，心中还真有不一样的感觉了。杨斌拍了拍胡文亮的肩膀道：亮子，唐队长答应你追他了，他说你不追他就不是男人。唐微微瞪大眼睛看着杨斌，我是这个意思吗？胡文亮也是一愣，不过他看到唐微微的表情就知道肯定有事，斌哥在乱说。想了想，胡文亮第一次正面面对唐微微道：你不用太在意，斌哥就是这样，我其实对你并没有什么想法。现在是末世，谁都没有心思谈情说爱，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这末世活下去并站稳脚，要是我们还能遇到，我会追你，证明我是个男人。唐微微认真地看了眼胡文亮，随后点了点头。好，这就对了嘛。杨斌笑了笑，走了，那就此别过了。杨斌说完，带着众人朝远处走去。那个杨队长，等等！见到杨斌等人要走，江天明赶紧追了上来。他已经从其他人口中知道了杨斌的信息了。见江天明真的追来了，杨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江助理还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马市长想见你，一会官方的车就来了，跟我回一趟生存基地吧。没空。杨队长，是新城市市长马中国马市长想要见你。江天明加重了语气，他想见我，我就得去。他算老几？杨斌冷冷道。听到杨斌的话，江天明脸上再也难以保持微笑了。杨队长，说话注意分寸，有些话不能乱说，小心祸从口出。哼，那你知不知道，有些事不能乱做，小心丢了性命。杨队长是在威胁我吗？江天明冷声道。不，我从不威胁人，因为我比较喜欢动手。杨斌说完，手中杠铃杆一挥而过，在江天明惊恐的目光中，直接将他脑袋砸碎了。这一幕震惊全场，除了原本就知道的唐微微外，其他人全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杨斌。这可是官方的人啊，他怎么敢的？尤其是唐微微队伍中那些被策反的人，顿时感觉人都傻了。杨斌却像是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样，朝唐微微等人挥了挥手，随后带着星云小队的人直接离开了。看着他们的背影，唐微微叹了口气，他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的果断，真的是说杀就杀，毫不犹豫。微微，这可怎么办啊？江天明死了，马市长肯定大怒。墨雨焦急道。所以我们也要走。唐微微叹道。可是我们要是走了，官方肯定会认为是我们杀的，那我们不是完了吗？不走难道还留在这里等他们来抓吗？他是跟着我们死的，不管是不是我们杀的，我们都逃脱不了责任。我就说要远离他们嘛，你看一碰到他们准没好事。墨雨吐槽道。薇姐，我看要不咱们就在这等吧，只要我们供出凶手信息，然后同意加入官方，肯定没事的。另一个人道。然而他话音刚落，唐微微手中的唐刀突然出手，一刀挥过，人头高高抛起，整个队伍的人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看着这一幕。谁若再敢提加入官方的事，下场就跟他一样。唐微微冷声道。这一刻，唐微微也展现出了雷霆般的手段。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必须整顿好队伍，否则他会陷入极端的被动中。所有人噤若寒蝉，不敢说话。我知道你们中还有不少人也想加入官方，我现在给你们机会，想加入官方的人都站出来，我不为难你们，一会官方的人来了，你们直接跟着官方的人走就行。但是如果这一次你们不站出来，下次让我知道你们有这个想法，我绝不留情。听到唐微微的话，不少人眼中不断变化，显然在做着挣扎。微微姐，对不起。一会后，终于有人站了出来。江天明跟他说过，跟着官方安全有保障，不用担心没有吃的，还有免费的晶体获得，以他的实力肯定会被重用。在官方和唐微微之间，他决定选择了官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他还是觉得官方更值得信赖。而如果继续跟着唐微微，以后可能就是一直逃亡了。有了第一个，很快就会有其他人。
一个个被江天明洗脑的人都站了出来。最终，在站出来了60多人后，终于没有人再站出来了。还有没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次，没有人再站出来了。剩余的人眼中都十分的坚定。很好，唐微微点了点头，随即看向站出来的60多人道：“你们好自为之，下次碰到就是敌人了。走。”随后，唐微微带着剩余的人迅速离开。看着他们离开，留在原地的人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大好？有什么不好的？加入官方才是正统。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排斥加入官方？我觉得他就是野心太大，想自己称王。就是有官方在，这些野心大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还是早点脱离的好。就是。没多久，一辆运兵车快速驶来，停在了他们附近。很快，从车上下来一群手拿冲锋枪的战士，以及2个穿着正装的中年男子。两人来到一群人面前，皱了皱眉头。怎么就这么点人？唐队长呢？一群人赶忙七嘴八舌的将事情说了一遍。再听到江天明被人一棒子打爆了脑袋，两人顿时怒火冲天。好大的胆子，连官方的人也敢杀，简直无法无天。这种人必须惩治。还有唐微微他们，竟然也想着与官方对着干，真以为末日了，官方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把这2队列入通缉范围，一旦发现，迅速抓捕回来。第100章，官方的动作。另一边，老大，刚刚那个是官方的人？赵坤疑惑道。那咱们杀了官方的人，会不会有麻烦？会，但是不杀麻烦会更多。好吧，不过这样的话，咱们算是彻底得罪官方了，以后得小心点了。钟远森道。怕了。杨斌看着钟远森和赵坤几人，怎么可能？不就是官方吗？现在又不是以前，怕个毛线？那就行，记住，末日实力为尊，只要我们实力够强，官方也得忌惮我们。而且现在官方事情多得很，还不至于为了一个江天明搞得兴师动众，除非官方已经开始为私人服务了。斌哥，你是指？陈浩瞪大了眼睛。江天明出现在唐微微他们队伍就很让人奇怪了，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人，官方怎么会这么闲？但如果这是私人所为，那就不奇怪了。有些人想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难道是其他几人也瞪大了眼睛？好了，这事我们就别乱猜了，总之小心点就是了。杨斌再次带着众人来到了另一片商业区，随后找了栋最高的写字楼爬了上去。利用高楼开阔的视野寻找高阶丧尸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杨斌最大的优势，这个办法屡试不爽。没多久，杨斌就找到了一个5阶丧尸，随后带着众人前往击杀。生存基地。当马中国知道江天明被杀后，顿时愤怒不已，随后直接就发布了通缉令，并将杨斌等人的画像粘贴到生存基地各处。任何人发现了杨斌等人，只要提供线索，都可以得到官方晶体奖励。这一次，杨斌猜错了，马中国还真打算兴师动众。他要让所有人知道，哪怕是末日了，官方也不是任何人能挑衅的，所以他需要杀鸡儆猴。通缉令一发出，整个生存基地有点实力的进化者都一脸激动，想着什么时候出去能够碰到那群人就发了。因为上面显示，如果能够提供确切的位置，官方抓到人后会给予4阶晶体的奖励。4阶晶体对于现在大部分进化者来说，都是让人无法拒绝的东西。另一边，王振宏所在的住处，确定是阿凯所说的那群人？王振宏看着下方的管家道：确定，我特意拿图片跟少爷确认过了。管家肯定道：没想到啊，这群家伙竟然这么快就得罪官方了。这样也好，让阿凯今晚再去找对方，跟他们说，只要加入王家，保他们无事。好。在马中国想着如何抓住杨斌等人的时候，刘勇却因为6阶丧尸而头痛不已。他已经整合了队伍，出去执行任务的每队都至少在2000人以上。原本以为这样就会没事了，然而就在刚刚，一支2000人的队伍同样遭受到了丧尸的袭击。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是却损失惨重，因为这一次6阶丧尸出手了。对方无视枪林弹雨，冲入人群中疯狂杀戮的情景让所有人胆寒。刘勇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从存活下来的战士口中也能感受到那种无奈。普通的冲锋枪和步枪已经对对方没有任何威胁了。大威力的武器虽然能够伤到他，但是因为对方速度太快，这种武器太过笨重，效果同样不大。刘勇想过热武器或许会慢慢无效，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这让他感觉到很慌。他很清楚，一旦热武器失效，那官方不可动摇的地位将会彻底发生改变。可笑有些人还自诩官方领导，依然想着掌控一切。刘勇叹了口气，随后拿出来一颗晶体。这颗晶体就是这一战最大的收获，一颗5阶晶体。
按他们之前定好的，高阶晶体需要拿出来商议如何分配。但这一次，刘勇不打算拿出去了，因为如果拿出去分配，目前正方的高层比军方的高，按投票决定的话，这颗晶体很可能会落到正方手中。出去拼死拼活都是军方的人，正方的人只是在基地内管理内部事宜而已，要那么高阶晶体干嘛？不过刘勇也没有想自己用，这个晶体用在他身上并不能发挥最大作用。想了想，刘勇将晶体收了起来，随后走出了房间。另一边，星云小队在杨斌的带领下不断寻找着5阶丧尸，可惜现在的5阶丧尸实在太少，哪怕杨斌爬上一座又一座高楼寻找，收获也还是不尽人意。到晚上也只找到了3个5阶丧尸，2个是躲在房间里的，一个是躲在丧尸群中的。房间里的简单，被几人直接堵在房间里弄死了。在丧尸群中的那个就让他们浪费了不少时间，足足杀了1000多个丧尸才将对方击杀。而杀完这个丧尸后，天色也已经暗淡下来了，众人只能先回家。晚上可不适合杀丧尸，现在外面的路灯基本上都被丧尸弄坏了，黑灯瞎火的，丧尸能看到你，你看不到丧尸怎么打？就连杨斌都不敢晚上杀，除非他能一直开着侦视之眼。所以天一黑，大家都很自觉地回家。现在虽然电力系统还没有彻底瘫痪，但晚上也没人敢开灯，因为那纯粹是在给丧尸指明方向。不过这不包括杨斌他们，因为景和园内早已经没有了丧尸，而景和园周边也没有其他建筑，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开着灯的，就睡觉的时候关灯。这次出来的有点远，所以天色一暗，众人就赶紧回家。等赶到家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刚回到家，还没开始做饭，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杨斌无奈地摇了摇头，示意瘦猴去开门。咦，又没提东西？瘦猴依然耿直，你能不能别老惦记东西？这次是有重要的事。王瑞凯一脸无语地看着瘦猴，啥重要事也得提东西啊，在我们那，串门不提东西是要被打出去的。猴子，让他们进来吧。杨斌笑道。好吧，进来吧，下次记得提东西。